女孩只是从蛋壳里破开，贫瘠的荒漠就重新变成绿洲。怎料这一幕被监控拍下，镜头频到全星际的网络上，一时间各方大佬纷纷出动，帝国皇储、军团上将、腹黑医生、战神元帅都想将女孩占为己有。只因这里的兽人长期遭受精神力暴乱的折磨，导致自然幼崽灭绝，因此他们只能长期依靠基因克隆延续后代。而女孩不仅是星际唯一的纯种幼崽，所散发的强大精神力更是能安抚兽人们的暴躁因子。此时空旷的山洞中，系统小六有些惊奇地看着眼前到处乱爬的崽崽，由于能量不足，他需要不断收集兽人的狂暴值，于是只好绑定了这个连壳都还没破的小崽崽。为了能让幼崽活下来，小六只好将自己仅剩的能量用在幼崽身上，不然就以这里简陋的条件，幼崽肯定撑不到3天就嘎了。这时一阵咕噜噜的声音传来，崽崽有些奇怪地戳了戳肚子。小六看着崽崽傻乎乎的，忍不住出声提醒：饿了就快去吃蛋壳呀！崽崽顺着小六指的方向看过去，就在小六以为小崽子终于要开窍了的时候，小家伙手脚并用地爬到蛋壳里，准备呼呼大睡。不是，是不是睡觉？小六苦口婆心地说着。许久后，崽崽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把蛋壳含在还没长牙的嘴里。幼崽吃着吃着就开始昏昏欲睡，两只小手抱着蛋壳，小家伙闭着眼睛，嘴巴却还是含着蛋壳不放，时不时地蠕动2下做蛋壳。弹幕渐渐地平静下来，兽人们满脸堆笑地看着崽崽睡觉，有满身肌肉的壮汉甚至捧着脸看直播。小六看着一大波狂暴值入账，忍不住感慨崽崽的威力巨大，果然猛男也无法抵抗萌物的诱惑。第二天早晨，山洞被外面的阳光照亮，小家伙睡得饱饱的从蛋壳里爬出来，手脚并用地爬到山洞口，吧唧吧唧，小家伙指着外面的风景，好像是在让系统一起看。外面是一片草地，点缀着几朵野花，看起来唯美动人。崽崽，我们回去吧，外面很危险。谁知小六还没从暗喜中走出来，就看见崽崽爬到了一块巨石上面，下一秒巨石突然开始剧烈的摇晃。小六赶紧买了个防护罩接住不省心的幼崽，可崽崽非但一点也没觉得后怕，反而有些茫然的眨眨眼。崽崽这时还想再来一次吗？哭笑不得的小六没好气的弹了弹幼崽的额头，小麻烦精，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花了我多少能量买防护罩？幼崽捂着额头委屈巴巴的看着小六，哼哼唧唧的瘪着嘴巴，宝宝要哄哄，不然宝宝就生气了。小家伙你还委屈，我才要委屈呢。幼崽委委屈屈的看着小六，至于小六的话，人家还是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完全听不懂呀。好，我的错，我不该凶你，更不该弹你的额头。小六最后还是妥协了，卑微的哄着傲娇的幼崽，幼崽被哄开心了，扭着屁股欢快的去探索他的新领地，遇到什么都要抓在手里看两眼，小草拔出来看两眼叼嘴里，红色的花花也摘下来插在耳边。忽然他看见一坨白色毛茸茸的小东西，于是幼崽兴奋地爬过去，一把抓住小东西的尾巴。这不是兔子吗？不对，这个兔子怎么这么大只？本来以为是只小兔子，可随着崽崽目光上移，他这才发现居然是一只变异兔子。兔子站了起来，转头看着在自己尾巴上作乱的小家伙，下一秒兔子张开血盆大口，怒吼的同时带起了一阵风，把幼崽耳边的大红花都吹跑了。幼崽摸摸空空的耳朵，花花没了，于是他气鼓鼓的瞪着兔子，奶声奶气的吼了回去。这时兔子猩红的眼睛盯着下面的小不点，抬腿就要踩下去。小六赶紧把幼崽抱过来，给自己买了个加速棒，带着崽赶紧溜了。两个人回到山洞，幼崽还激动得很，对着洞外指指点点。崽的花花没了，被坏东西嗷呜一下把花花吹没了。傻崽崽，你过去是想送菜吗？小六啼笑皆非的看着激动的小崽崽，伸手拦住幼崽想往外爬的动作。小六，你没看到吗？坏东西把我的花花吹跑了，没有花花崽就不好看了，我再给你摘一朵花花好不好？不要生气了。小六的声音温柔极了，一边哄着一边轻轻的拍打幼崽的背部。小家伙很快在这样温柔的哄睡中闭上眼睛，睡得香甜极了。于是趁着幼崽睡着的间隙，小六便出去给小家伙摘花，谁知回来竟发现他家崽不见了。不过还好，崽崽没有爬得太远，小六没一会儿就追上了。崽崽，咱们回去吧。才不要回去，洞里不好玩。这时二人面前出现一个湖泊，从没见过湖泊的崽崽立马兴奋的呀呀直叫，整只团子趴在湖边的草地上打滚，没一会儿就变成了脏脏包。此时的星际帝国内，元帅奥德斯尔一觉醒来就收到了这个好消息，于是立马带队动身去寻找幼崽，势必要将幼崽安全带回帝国。一时间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巨大的飞船立刻起飞消失在原地。1小时后，飞船到达目的地开始着陆。此时的另一边，小六感应到山洞来了外人，应该是帝国的人，于是他抱着崽崽快速的回去。此时的山洞内，奥德斯尔元帅和部下们正在山洞等崽崽回来。有小兵好奇的凑过去想要看看蛋壳，却被老兵啪的一下劝退，别乱动，这是崽崽的东西，等下崽崽就要回来了。此时山洞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众人扭头望去，只见梦寐以求的崽崽正往自己这边爬过来。崽，快过去，爬到那个男人身边让他抱你。奥德斯尔脸色冷硬，手却不由自主的握紧了。就在众人齐刷刷盯着幼崽时，崽崽却突然停在原地不动了，直接咸鱼似的趴在地上。宝宝累了，宝宝不想爬了。崽，想想你刚刚答应我什么了？小六努力的想让崽崽起来。奥德斯尔的狂暴值高的惊人，全是靠镇定剂才能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如果能吸收了奥德斯尔的狂暴值，系统就又能有一大笔能量进账。就在系统小六苦口婆心的劝说之时，奥德斯尔走了过来。小家伙需要把头仰起才能看见他的脸。崽崽有些惊叹的眨眼，好高，比坏兔子还高哎。奥德斯尔微微皱眉，作为帝国大元帅，他身上的杀伐之气很重，胆小一点的人能直接被吓哭，更何况白白软软的小幼崽呢？崽崽仰着头，眼睛水润润的。就在所有人以为崽崽会被吓哭的时候，崽崽慢吞吞的眨了眨眼睛，然后做出惊呆所有人的动作。只见崽崽伸出手来对着奥德斯尔要抱抱。在众人的目光下，这位冷硬严厉的元帅大人有了一瞬间的震愣，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元帅大人会抱崽崽吗？元帅，你要是不愿意，要不就让我来抱吧。奥德斯尔不说话，只是身边的气场更强大了。此时离得近的人
人都忍不住瑟瑟发抖。下一秒，只见仔仔抓着奥德斯尔的腿猛地站了起来，然后一点一点慢慢的往上爬。奥德斯尔在仔仔往上爬的时候，忍不住瞳孔地震，身体越发的僵硬。就在仔仔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突然小家伙的手一软，下一秒就要掉下去了。这时在场的人一股脑的往仔仔身下扑，生怕摔痛了仔仔。好在奥德斯尔反应够灵敏，一把捞住糯米团子，软软糯糯的小奶团就这么塞满了他的怀抱。奥德斯尔再也无法维持冷淡的神色，而是染上了几分温柔。仔仔，奉王庭的命令，我们现在要接你回帝国了。惠仔迷茫的眨眨眼，好像没听懂奥德斯尔的话。仔快答应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狗都不带。终于在系统就要跪下来的时候，仔仔小朋友终于点头了。点头答应的仔仔指了指山洞中心的蛋壳，示意奥德斯尔把他的口粮也带上，因为蛋壳不仅睡起来超舒服，而且味道也超棒。于是奥德斯尔把只剩一半的蛋壳带上了飞船。飞船上经过一番检查的仔仔坐在透明的防护舱内，外面围着一圈兽人。你们在干什么？冷淡的声音传来。身穿军装的男人大踏步走到防护舱前，所有人顿时像小鸡仔似的收声，不敢再围在防护舱前。又看见奥德斯尔的小家伙眼睛一亮，小胖手拍着防护舱的玻璃门。奥斯德尔见状一脸严肃，别拍玻璃，仔仔太弱了，他的手那么小，防护舱的玻璃防太硬会弄疼他的。此时感觉自己被凶凶的仔仔委屈了，撅着嘴巴哭了起来。奥德斯尔心道不妙，不好，仔仔你别哭了。飞船内听见仔仔哭声的其他人也顾不上元帅的威严，纷纷担忧的围了过来。奥德斯尔无助的看着御幼师，我什么都没做，元帅您先退后一点，我来检查一下仔仔。御幼师打开防护舱将他抱了出来，仔仔蹭了蹭抱着他的御幼师红着眼睛告状。所有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盯着奥德斯尔，仔仔还那么小，怎么可以凶仔仔？奥德斯尔觉得自己冤枉极了，我只是让他别拍玻璃。检查完仔仔后，确定没什么问题的御幼师叹了口气，元帅，仔仔还是个幼崽，如果说话太冷硬的话是会吓到仔仔的，要温柔一点才行。温柔？如果让他去打虫族，他一定开着飞船马上就去。看出奥德斯尔的为难后，御幼师笑了笑，把怀里的仔仔往奥德斯尔的方向送了送。元帅您先试着温柔一点和仔仔互动。这时趴在御幼师怀里的仔仔悄悄地抬起头瞄了一眼，然后又马上趴了回去。宝宝一点都不期待。奥德斯尔被仔仔这样的小动作逗笑，于是眼神不受控制的柔和起来。御幼师赞赏的点头，对，就是这样的状态，您可以轻轻地拍一拍仔仔的背部，哄一哄他。奥德斯尔于是犹豫的伸手，修长宽大的手掌在仔仔小小的后背拍了拍。对不起仔仔，我没有要凶你的意思。可小小的幼崽将头埋在御幼师怀里就是不肯出来。从来没哄过孩子的奥德斯尔看向御幼师，深色眼眸中带着几分无助。御幼师笑了笑，温和的鼓励奥德斯尔继续，记得要更加温柔点。奥德斯尔越发轻柔的拍着仔仔，是我语气不够好，仔仔不要生气了好不好？见男人态度诚恳，小家伙才勉为其难的原谅了他。已经不生气的仔仔伸着手要抱抱，御幼师虽然舍不得怀里的小家伙，还是把仔仔递给了奥德斯尔。奥德斯尔抱着小家伙走到窗户边，飞船的外面是满天星河，各种各样闪烁的星星在星河之中闪闪发光。仔仔激动地趴在窗户玻璃上，兴奋地指着不远处的一颗星星，示意奥德斯尔也看看。只因才出生几天的仔仔从没看见过这样的风景。不久后，飞船穿过虫洞到达目的地，奥德斯尔抱着幼崽大踏步下了飞船。一看见奥德斯尔下来，皇帝等人就迫不及待地上前，这是仔仔吧？皇后看着奥德斯尔怀里的小团子激动不已，仔仔的心情棒极了，看见周围多了这么多人也不害怕，反而活泼的大家打招呼。等到一行人回到宫殿后，奥德斯尔把仔仔安顿好，就径直去了议事大厅。原本因仔仔的监护问题而争吵不已的各位大臣，在奥德斯尔出现的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嘴。皇帝悄悄地给奥德斯尔使眼色，我们在讨论接下来仔仔的监护权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奥德斯尔听后眼神闪烁。这时一位坐在圆桌旁的中年女性强调道，陛下，仔仔当然应该要在我们自然幼崽培育园，我们有最专业的育幼师和最先进的设备，他只有在我们那儿才会得到最有利的发展，仔仔应该住在我这儿才对。这时帝国首富的艾瑞驰信誓旦旦道，仔仔应该住在我这儿才对，身为帝国的首富，我能为仔仔提供最优质的生活。一时间安静的议事大厅又开始争论起来。此时帝国的成员们正激烈的争论起来，纷纷声称幼崽的抚养权是自己的。此时的奥德斯尔冷冷淡淡的看着这场闹剧，白皙修长的手掌拍在桌上发出巨大的声响，顿时所有人被吓了一跳，齐刷刷看向奥德斯尔。这时奥德斯尔看向一旁的皇帝，关于仔仔的监护权，既然和仔仔相关，不如就让仔仔自己选，陛下您觉得如何？皇帝点点头，那就这么办。然而就在事情即将敲定的时候，培育园园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元帅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我建议让仔仔在半个月后再做出选择，以防止仔仔没有认权人就随便选择。这个建议主要是用来防着奥德斯尔的。奥德斯尔想也不想的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还是有自己的私心，但其他人却纷纷表态同意，就连皇帝也觉得这个办法要好得多。输赢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能俘获团子的心。就这样，仔仔小朋友被接到了别院。傍晚的别院，奥德斯尔一边抱着仔仔一边处理公务，其他人已经摩拳擦掌回去搬家了。仔仔圆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奥德斯尔，小家伙在奥德斯尔身上作乱，一会儿摸摸扣子，一会儿咬咬他肩上的肩章，口水顺着嘴巴流下来，把肩章弄得湿漉漉的。奥德斯尔面上无奈，心中却十分轻松，这样愉快的情绪自从成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过了。帝国500年来没有自然幼崽，繁殖都是靠基因繁育，但这样做有极大的弊端。最开始基因繁育技术诞生之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科技的一次重大进步，可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不对劲，自然幼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相比基因繁育而言，自然幼崽的繁育更加麻烦。由于基因繁育的简单方便，
使兽人们不再经受生育之苦。可直到后来，基因繁育的后代开始精神暴乱，这时他们才发现基因繁育其实就是一场骗局。等到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后，自然幼崽已经很久没有再出生了。而更可怕的是，到奥德斯尔这一代的时候，基因繁育兽人的暴乱时间被提前到了18岁。这么多年因为暴乱而承受不住自杀的兽人越来越多，帝国也对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视。而这时突然出现的仔仔就成了拯救帝国唯一的希望。此时的别院门口带着佩剑的侍卫冲莱凯行礼：“王储殿下，我是来看仔仔的。”莱凯抬手让侍卫起身，侍卫检查了一番莱凯，确定没有问题才放莱凯进去。这是皇帝下的命令，每个来别院的人都要检查以后才能进来。莱凯抿嘴，俊朗的眉心微微皱起。到了大厅后，有女仆迎了上来：“王储殿下，仔仔刚刚喝完奶已经睡着了，您要不要先在大厅等等？”莱凯坐在椅子上，脸色淡漠：“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女仆微笑的点头离开。莱凯伸手点开光脑，打开仔仔的直播。直播间里，小小的仔仔躺在幼儿床上睡得香甜极了。莱凯面上不屑，心里却颇为傲娇，还挺可爱的。画面上，小家伙动了动，慢慢的睁开眼睛，茫然的盯着天花板。很明显，小家伙睡迷糊了，揉了揉眼睛。就在网友们以为他会叫哒哒的时候，仔仔动了。小家伙一脸懵：“仔仔的妮妮呢？仔仔那么大一瓶妮妮呢？”看直播的网友们被小家伙萌萌的小表情逗笑了。仔仔不难过，不就是一瓶奶吗？谁知小家伙脑子一时短路，竟不管不顾的扑了过去，忘记床边还有栏杆这回事。于是仔仔的小脑袋卡在了栏杆里面，他的小脑袋在栏杆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困惑为什么小脑袋拔不出来了。这时小家伙低头就能看见掉在地上的奶瓶，于是他用力的把身子往前伸。就算是这个时候，仔仔也忘不了心心念念的妮妮。小家伙越来越用力，身体却没有如愿的钻出去，而是要掉不掉的卡在中间，还把自己的卡疼了。呜！仔仔无助的叫着小六和奥德斯尔。小六被小家伙哭唧唧的小奶音叫得慌了神，赶紧从商城找合适的道具。仔仔不哭不哭，咱们先别用力往外挤，我这就让你出来哦。兑换好道具后，小六还没来得及用，就听见门咔嚓一声打开了，是莱凯带着几个仆人来了。莱凯见状语速极快：“快把他救出来！”仆人们赶紧把仔仔放了出来。这时仔仔虽然恢复了自由，但一时还止不住哭，让人心疼极了。莱凯勉为其难的哄了哄小家伙：“别哭了。”还记得莱凯的小家伙抬着头，一双泪眼好奇地盯着眼前的小哥哥。可是很快小家伙就对莱凯失去了兴趣，继续捧着脸蛋哭得伤心。一边哭，小家伙还一边口齿不清地说：“要你。”知道仔仔为什么还在哭的原因以后，莱凯想叫保姆机器人过来冲奶，可环视一周也没发现保姆机器人的身影。他的保姆机器人呢？这时仆人们有些为难，元帅把机器人带去科研部升级了。其实掉在地上的那瓶奶是可以喝的，但莱凯是个洁癖，就算奶瓶盖得很严实，他还是觉得太脏了，压根儿就没想过把地上的那瓶奶给仔仔喝。要不然让仆人先冲一瓶奶给小家伙垫垫。你们会冲奶吗？所有人齐刷刷的摇头。一般人家里都会配备机器人保姆，已经很少有兽人会自己动手了。屋子里是死一般的安静。莱凯有些纠结，他看向掉在地上的奶瓶，真的要把这瓶奶给仔仔吗？啊，仔仔可不知道那么多，手舞足蹈的想要喝奶。莱凯最终还是没能忍住自己的洁癖，转身下达命令，所有人一起冲奶，选出最好的给仔仔。这么多人，总有一个能成的。等到奶瓶和奶粉就位，所有人齐刷刷的按照网上搜来的步骤操作起来。莱凯也一丝不苟的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完成。水和奶粉的比例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数。小家伙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小肥脸放在栏杆上一眨不眨的看着他们冲奶粉。你们觉得谁会赢？那必定是王储殿下。王储殿下事事优秀，就算他没有给幼崽冲过奶粉，本兽人还是相信王储殿下是最棒的。这时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弹幕区带节奏，要是仔仔最后没有选王储殿下的就好玩了。看直播的网友饶有兴趣的讨论着谁会是最后的赢家。这时冲奶的最后一个步骤完成，所有人都把手上的奶粉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仆人们特意留了个 C 位给莱凯放他冲的奶。一溜冲好的奶粉一字排开，整整齐齐的放在仔仔的面前，等待着小家伙的挑选。莱凯也忍不住有些紧张，金色的瞳孔注视着幼小的仔仔。这时小家伙的目光在这一排的奶瓶上游移，最后只见小家伙小手一伸，竟是要把所有的奶瓶都奈入囊中。妮妮那么好喝，当然是全都要了啦。小家伙一只手抱不过来，只能费劲的把所有奶瓶都聚拢到自己身边。这个举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哼哼大人才做选择，小孩子当然是全都要了。小家伙快乐的抱着奶瓶躺下，可他哪里能全都要？毕竟一个小仔仔肚子才多大，一瓶就能把他的小肚子给填饱了。这时莱凯严肃的看着仔仔，只可以选一瓶。仔仔无辜的回望莱凯，抱着奶瓶不撒手。你在说什么？仔仔完全听不懂的呀。企图蒙混过关的小家伙鼓着嘴巴，可爱的看着莱凯。莱凯耐心的又重复了一遍，手指还比了个1。仔仔不想听，于是把小被子盖在奶瓶上，自己也钻进被窝。只不过顾头不固定，小屁屁还露在外面。不动听的话，小宝宝是不爱听的。网友们都要笑拉了，弹幕一片哈哈哈。仔，你是不是忘了你的屁股还在外面呢？仔仔，说什么呢？人家明明藏得很好的。莱凯被小家伙这一波掩耳盗铃的操作气笑了，拍了拍仔仔露在外面的屁股，躲也没有用。仔仔不搭理，捂着耳朵嘴里奶声奶气的碎碎念：不呀，不见。仔仔听不见，仔仔听不见。不过仔仔小朋友人小力微，哪怕躲在自认为最安全的被子里，也依旧被莱凯提溜起来。提溜起小家伙，见他还抱着几瓶奶，莱凯微微一笑，金色的瞳孔闪烁，像拎小猫一样在空中抖了2下，一时间仿佛下起了奶瓶雨，奶瓶吧嗒吧嗒掉在床上。至于仔仔小朋友，他伤心欲绝，圆溜溜的大眼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汇集了一片雾蒙蒙。哇，坏！
怎么会有人居然和小仔仔抢妮妮啊？仔仔的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看着小家伙这样气鼓鼓的模样，莱凯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味。怎么生起气来还这么可爱？是因为还是幼崽吗？他这个年纪的时候貌似没有这么可爱，要是再不选的话就一瓶都没有了哦。莱凯指了指旁边堆起来的奶瓶。仔仔超级生气，仔仔一点也不想理这个坏蛋，但是仔仔真的好想和妮妮哦。皱着小眉头，小家伙看起来可怜巴巴的。最后小家伙终于还是屈服了，奶瓶重新整齐排好，莱凯冲的那一瓶依旧放在 C 位，只不过终究是错付了，仔仔小朋友拿了最角落的那一瓶。一时间弹幕众说纷纭，大家都觉得是因为那一瓶离仔仔最近，只有系统才知道这小家伙纯粹是觉得那个奶瓶最大而已，瓶最大等于妮妮最多。小家伙就这么草率的拿走了角落的那瓶奶。最角落的那瓶奶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女仆姐姐冲的，发现自己居然被选中了以后，又是惊喜又是害怕。惊喜是因为仔仔，害怕则是因为莱凯。王储殿下从来就没有在哪件事上失败过，唯独冲奶粉居然败给了他。殿下还不会因此暗搓搓的给他穿小鞋吧？别人是怎么想的，莱凯不知道，只是回去以后怎么都觉得不甘心，干脆半夜起来把正在充电的保姆机器人拉过来学习怎么冲奶粉，说到关键点还不忘拿着小本本记好。下一次一定要让小家伙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冲的奶粉。认真学习的王储殿下暗暗发誓。第二天一早，想要竞争仔仔监护权的人已经都搬进了别院，包括皇帝和皇后，以及某位给自己洗脑一点都不喜欢仔仔的王储殿下。没办法，仔仔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皇室也没有特权。一进别院就看见奥德斯尔带着仔仔在花园溜达，皇后顾不上老公儿子，两眼放光的凑了上去。只不过仔仔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乖幼崽是不玩泥巴的。奥德斯尔无奈的弯腰跟在气成河豚的仔仔身后。哼！仔仔小朋友撅着屁屁一股脑的往前爬，头也不回。泥巴那么好玩，为什么不可以玩？起因是今天早上小家伙要去找自己昨天捏的泥巴团团，但是泥巴早就被仆人清理干净了。就在网友们以为仔仔会生气的时候，小家伙却出乎意料的没有生气，而是打算就地取材重新捏泥巴。但是重点来了，被奥德斯尔嘱咐过的 DW1360 阻止了仔仔。跃跃欲试的小胖手被 DW1360 挡住了，茫然的看着哒哒。小糯米团子以为是哒哒也想和他一起玩，挪挪屁股换了个地方。谁让仔仔是爱分享的小宝宝呢？可是哒哒第二次挡住了仔仔。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物质，对幼崽的成长不利，所以不建议幼崽玩泥巴。DW1360 机械地重复着程序中储存的相关资料。这么一长串话，以仔仔小小的脑容量根本就没理解，他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话：小朋友不可以玩泥巴。可以看到小家伙的表情从这样哟 zzz 变成了这样怒玩呀。攥着包子似的小拳头，仔仔捍卫着自己玩泥巴的快乐。不可以。DW1360 淡定拒绝。哒哒坏！小家伙叉腰指责。猫猫骂骂咧咧点 JPG。DW1360 依旧不为所动。小家伙爬起来用力的想推开哒哒，但这可是王庭专门给仔仔配备的武力值甚至强于一般战斗型机器人的保姆机器人，哪里是这么个软团子能推动的。这么一通操作，非但没能让 DW1360 挪动一点点位置，反而把小家伙给弹了回去，一屁股摔在地上。仔仔哈哈哈哈哈！仔也太搞笑了吧！推人不成反被推。我悟了，仔仔不是想用自己的武力和哒哒对抗，他是想用自己萌倒哒哒。仔你可长点心吧，哒哒可不像我们会被你的蠢萌迷惑，哈哈！别骂了，没看到仔的脸都红成啥样了吗？跟随镜头，网友们能看到小小的糯米团子一脸懵逼的坐在地上，一张嫩生生的脸迅速的从白白软软的包子变得粉红的。瞧给小家伙羞的。虽然小家伙才刚破壳没几天，可作为神兽幼崽，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要面子在身上的。统统，小家伙看着旁边的系统，一脸委屈的求助。只可惜统统并没有和仔仔小朋友站在一个立场。仔呀，玩泥巴是不太好，咱们玩别的好不好？系统也不想自己香香软软的团子变成脏脏包，而且 DW1360 说的没错，泥巴里有一些物质的确对幼崽不太好。虽然小家伙是神兽之间的混血幼崽，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刚破壳没多久的小崽崽，抵抗力肯定不如大人好。等你大一点，统统一定让你玩个够。等到幼崽4、5岁，体质逐渐增强，到时候玩泥巴他也能放心。没想到连统统都不和自己一边，小家伙看起来难过极了。统统是派不上用场了，气鼓鼓的瞪着 DW1360，
仔仔已经充分知道了两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傻的小朋友麻溜的翻个身，手脚并用的爬走。没错，他要去告状。小家伙爬得气势汹汹的，如果忽略幼崽此时手脚并用的狼狈状态的话，看起来还是挺能唬人的。仔仔小朋友拒绝了一路上所有哥哥姐姐们的帮助，倔强的用自己的力量爬到奥德斯尔的卧室，但扑了个空。奥德斯尔已经去书房处理公务了。怕小家伙着急，昨天冲奶胜出的那位女仆姐姐给仔仔指了路。重整旗鼓的仔仔小朋友又雄赳赳气昂昂的爬到了奥德斯尔的书房。还好整个别院都铺了地毯，不然照小家伙这个爬法，这一身估计是不能要了。到了书房门口，房门半掩，小家伙直接用脑袋 doing 的一下顶开了门。仔仔摸摸小脑袋，觉得自己有点晕乎乎的。系统不忍直视，这个啥仔哦？弹幕都笑喷了，一水的哈哈哈。嘟嘟啊！奶声奶气的叫奥德斯尔，小家伙径直爬进了书房。其他人都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元帅的书房除了有军务以外，从来都不允许进去的。而现在有了一个例外。奥德斯尔在听见仔仔撞门的时候就已经抬头了，看见小家伙晕乎乎的模样，这位向来不把人放在心上的元帅大人也着了急，放下公务奔向幼崽。怎么拿头撞门？你个小家伙就不怕把脑子装傻？本来就挺傻的，要是再傻，以后可怎么办？把小家伙抱在怀里，奥德斯尔仔细看了看仔仔的额头，刚刚撞门的声音虽然梆梆响，但是这小脑壳倒是没什么问题。松了口气，奥德斯尔轻轻揉了揉小家伙的脑门。算了，傻点就傻点吧，元帅府又不是养不起一只仔仔。不呀！傲娇的一扭头，仔仔表示自己才不傻呢。行，你不傻。奥德斯尔轻笑一声，磁性而低沉的声音仿佛是从胸腔中震动出来的一样，听得人耳朵发软。扭头看到门外的 DW1360 跑偏的小仔仔，这才想起来自己千辛万苦爬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激动地指着 DW1360，叽里呱啦的告着状。嘟嘟，搭话呀，不给玩。嘟嘟，搭搭好坏的，都不给仔仔玩泥巴。委委屈屈的抱着奥德斯尔，小家伙软软嫩嫩的脸蛋儿贴在奥德斯尔的脖颈上。虽然小家伙口齿不清，但看着对仔仔的了解，奥德斯尔还是听懂了小朋友的话。只不过，仔仔，其实是我让 DW1360不让你玩泥巴的。什么？小家伙满脸震惊的看着奥德斯尔。怎么可能？仔仔接受不了这个噩耗。我早就猜到了，昨天 DW1360没有阻止仔仔玩泥巴，今天却阻止了，整个别院也只有元帅大人有这个权限。仔仔一脸不可置信，虽然没有泥巴玩的仔仔很可怜，但是我还是好想笑啊，哈哈哈。仔仔乖哦，咱们不玩泥巴了。弹幕早就猜到了仔仔找到奥德斯尔以后会是什么结果，这群爱看热闹的家伙就喜欢看幼崽哭唧唧的模样。书房是死一般的寂静，面对重组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元帅大人，在面对仔仔控诉的目光时，破天荒的居然有了一点心虚。仔仔，其实我们也可以玩别的。奥德斯尔干巴巴的开口，他不说话还好，一说就让小家伙反应过来了，挣扎着要下去。仔仔挣扎的厉害，奥德斯尔怕伤到小家伙，只好把他放了下来。一碰到地，小家伙便气鼓鼓的爬了出去。系统想，大概是傻仔不想待在这个让他心碎的地方吧。仔仔，奥德斯尔面对仔仔时完全没了冷静自持的淡定，亦步亦趋的跟在仔仔的身后。仔仔，我们不生气了好不好？奥德斯尔低声下气的哄着小家伙，要是从前有人对他说他会这样低声下气的哄人，他一定二话不说让他知道什么叫帝国的不败战神。可现在的不败战神也只是个惹仔仔生气的卑微老父亲罢了。点烟点 JPG， 仔仔才不要理嘟嘟呢。小家伙埋头苦爬，奥德斯尔怕小家伙爬伤了腿，长腿一跨站在仔仔面前，深邃的双眸盯着眼前脸颊鼓鼓的小朋友。仔仔，你想去哪儿我抱你吧。这样柔和的声音倒是让仔仔小朋友没那么生气了。于是小家伙开始提要求，要玩泥泥呀。不管怎么样，今天这泥巴他是一定要玩的。奶凶奶凶的看着奥德斯尔，小家伙一副这事儿必须这么办的小模样，又奶又拽的。上一个敢这么和奥德斯尔说话的人已经为了重组了。虽然奥德斯尔平时对小家伙百依百顺，但是涉及原则问题的事情他是不会动摇的。从前能让他放在心里成为原则问题的只有帝国的安全，现在又加了一个仔仔。只要是对仔仔不利的因素，奥德斯尔都会扼杀在摇篮中。不可以。奥德斯尔认真且严肃地回答，他不想用模棱两可的态度去哄小家伙，他想让仔仔知道有一些事情不可以做，就是明明白白的不可以做。等你5岁以后才可以玩泥巴。愿望落空，仔仔更生气了。哼哼，就知道哄仔仔，仔仔要玩泥巴又不让，太太太过分了。仔仔生气的后果超级严重的。短手短脚的绕过奥德斯尔，仔仔小朋友又要开始他的暴走，
啊不，应该是抱爬。无奈，奥德斯尔只能继续跟在仔仔身后哄他，但是玩泥巴还是不行的。仔仔，乖幼崽是不玩泥巴的。听，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是小宝宝能听的吗？什么叫乖幼崽不玩泥巴？难道宝宝玩泥巴就不是乖仔仔了吗？小家伙越想越气，低着头，眼泪花在圆溜溜的眼眶里打转。讨厌！仔仔！熟悉的声音传过来，皇后兴奋地奔向仔仔。可仔仔现在的心情不太好，低着头就是不愿意说话。注意到奇怪的气氛，皇后朝奥德斯尔使了个眼色。怎么啦？奥德斯尔心中着急，脸上就越发的冷凝起来，也不理皇后。最后还是女仆小姐姐悄悄地和皇后说了前因后果。对幼崽的态度怎么能这么冷硬呢？明白过来的皇后没好气地白了奥德斯尔一眼。我们仔仔不气了好不好？姨姨带你去兜风好不好？慢慢地靠近在角落缩成一团的糯米团子，皇后的声音温柔又亲切，小家伙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就被牵引出来了，泪珠吧嗒吧嗒地砸在地上。系统都要心疼死了，围着幼崽不知所措。现在他只恨自己不是个育儿系统，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哄孩子。皇后凑得近一些，也看到了仔仔的眼泪，更加心疼了。慢慢地靠近仔仔，确定仔仔适应了自己的接触以后，皇后温柔且有力地抱着仔仔，轻轻地拍着他的背。乖哦乖哦，仔仔不委屈了呀，姨姨带你去玩好不好？不过是玩个泥巴而已，担心仔仔体质差，玩泥巴对身体不好的话，干脆就花点钱让科研所研究出对仔仔无害的土式了。出身豪门世家，皇后的说这话的时候底气十足。哇哇哇！小家伙软软的趴在皇后怀里，眼泪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根本停不下来，小身子哭得一颤一颤的。小家伙年纪还太小，这让他说不出太复杂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情绪。他就是觉得玩不到泥巴很委屈，被哒哒弹到地上很委屈，虽然是他先动手的，被嘟嘟拒绝也很委屈，反正就是很委屈很委屈。奥德斯尔才知道小家伙掉了眼泪，好看的剑眉微蹙，紧张的看着仔仔。他很煎熬，听着幼崽小奶猫似细细弱弱的哭声，奥德斯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躁。糯米团子委屈的撅着嘴，肉嘟嘟嫩生生的脸蛋上满是泪痕。皇后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至于看直播的网友们，他们的心当然也要碎了。虽然之前总说想看哭唧唧的仔仔，可真的等到仔仔哭了，他们一个个又心疼的不行。仔，你别哭了，你一哭，妈妈的心就好痛哦。不就是玩泥巴吗？给他玩，我们众筹给仔仔玩泥巴。就是，科研所的人呢？快点研究，今天我们仔仔就要玩上泥巴。我日，仔仔哭的也太可怜了吧，老夫的心要碎了。仔仔，奥德斯尔不知道自己此时能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能让仔仔开心起来。他从没这么恨过自己不会哄孩子。都做什么呢？一个两个的全都在院子里。哟，仔仔怎么哭了？金黄色头发的俊美男人从大门口进来，轻佻的语气在注意到仔仔的眼泪后变得严肃起来。艾瑞驰破天荒的正经起来，那张轻佻俊美的脸泄露出一丝担忧。瞧瞧，哭得真可怜。那双永远含情脉脉的深情眼眸注视着幼崽，带着淡淡的怜惜。仔仔没什么反应，网友们却顶不住了，纷纷折服于艾瑞驰的颜值。我丢，艾瑞驰大人不愧是帝国第一风流的男人，这眼神，这气质，顶不住啊，顶不住。皇帝陛下和艾瑞驰大人都想要仔仔的监护权吗？我看不止，肯定还有其他人也想要。这么可爱的仔仔，谁不想要呢？要不是帝国对仔仔监护人的财产设了限制，非上亿身价不可参与竞争的话，我高低也要去试试。不知道最后谁会抢到仔仔的监护权，本猫猫已经开始羡慕了。虽然元帅大人今天不太给力，但是我还是站元帅大人。那我站艾瑞驰大人。弹幕的风云，别院的各位无从得知。仔仔趴在皇后的怀里，水洗过一样清澈透亮的眼眸怯生生地看着艾瑞驰，被幼崽好奇又怕生的眼神看得心都软了。艾瑞驰弯腰正儿八经地牵着仔仔的小胖手行了个稳手礼。早安，我的仔仔小公主。金发男人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十分悦耳，长到锁骨的头发随意地撩到后面，几缕碎发遮住男人浅蓝色的头发，轻佻中又蕴藏着温柔小意。弹幕又疯了。艾瑞驰大人好坏，我好爱。虽然在仔仔的直播间发这个不太好，但我真的好想对大人说，请正面 supermarket 我。上面的，这里不是无人区，穿好你的苦碴子。各种带颜色的弹幕五花八门，看得系统一愣一愣的，运行程序的气温都高了好几度，最后冒着热气儿把这些老色批的弹幕给打了码。太不知羞耻了，万一教坏小朋友就不好了。肉乎乎的脸蛋儿还挂着泪痕，仔仔歪着脑袋盯着艾瑞驰，可可爱爱。仔仔见过的大人，要么是系统那样的，要么就是奥德斯尔那种，或者是皇帝夫妻两个。其他人虽然也很喜欢他，
但总是喜爱有余亲近不足，像艾瑞驰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怎么还掉眼泪了？哭的眼睛肿了就不漂亮了。柔软的真皮手帕在糯米团子软嘟嘟的脸上轻轻地擦了擦。艾瑞驰看过直播，知道仔仔是个爱美的小姑娘，会不漂亮吗？仔仔瞪圆了眼睛，生怕变丑，小胖手赶紧胡乱在脸上擦了擦。仔仔要做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朋友，不可以不漂亮的。哄好了仔仔，艾瑞驰才想起来问是怎么回事。知道仔仔因为没有泥巴玩才哭唧唧，艾瑞驰轻笑一声，抚掌轻拍，后面的人闻声上前，手上捧着一个箱子。凑巧了，仔仔你看这是什么？那人打开盖子，里面装着一箱子泥巴。昨天艾瑞驰看了仔仔的直播，知道小家伙喜欢玩泥巴，也知道赵奥德斯尔的脾气，肯定是不会让小家伙如愿，便花了大价钱让人连夜做出最干净的泥巴。这是我特意让人做的，很安全，仔仔可以放心玩。看到小家伙两眼放光，皇后索性把仔仔放下来，这下可以好好玩了。艾瑞驰的礼物深得仔仔的欢心，小家伙去玩泥巴之前还知道爬到艾瑞驰身边表示一下，谢呀。软绵绵的说完，胖乎乎的爪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玩泥巴，白白嫩嫩的小手上几个窝窝清晰可见。不用谢，我叫艾瑞驰，接下来的这半个月请多多关照，希望仔仔会喜欢我这个新邻居。艾瑞驰十分诚恳地说，富有磁性的声音仿佛能让耳朵怀孕，过分白皙修长的手掌轻轻抚摸着仔仔的发丝，很正式的样子。他的房间就在仔仔隔壁，说是邻居倒也不算错。仔仔一愣，慢吞吞地眨了眨眼睛，努力地理解这长长的一段话，在短暂的迷惑过后，反应过来的小家伙眼睛咻的一下亮了起来。好棒！艾瑞驰这样正经的态度让小家伙觉得非常新奇。关照呀，给玩泥巴的就是仔仔的好朋友，仔仔一定会好好关照的。费劲巴拉的从地上站起来，仔仔挺着小胸脯想要拍拍艾瑞驰的肩膀，可惜没拍到。哎呀，好像高估了自己的身高。小家伙肉乎乎的小脸一红，粉嘟嘟的，水润的眸子咕噜噜的转。仔仔小朋友想要看看旁边人的反应，大家识趣的别过头，假装没看见。没办法，仔仔可是个超级要面子的小朋友，要是把小家伙看羞了，又要好一顿哄才行。没有人看见，小仔仔开心了，假装无事发生，踮着脚拍拍艾瑞驰的膝盖，一副豪气万千的小模样。蓝色的眼眸含着浓浓的笑意，艾瑞驰挑眉，十分荣幸的点头，那就拜托仔仔了。从来都没人说要关照自己，这样的经历还是第一次，听起来貌似还不错的样子。拜托，这样郑重其事的字眼使仔仔小小的心迅速膨胀起来。被拜托了。的。小家伙严肃起来，挺着突出的小肚肚，胖乎乎的爪子学着大人的模样背在身后，一本正经的点头。如果忽略掉再怎么用力也碰不到一起的胖爪爪的话，应该还挺像回事的。艾瑞驰对仔仔的态度就像是对同龄人一样，并没有把仔仔单纯的当成一个小幼崽，正是这样郑重且尊重的态度，使得仔仔迅速的接受了艾瑞驰的存在。一起啊！抱着装泥巴的箱子，仔仔快乐的都要冒泡泡了，非常大方的邀请艾瑞驰一起玩。能让仔仔分享泥巴，看来艾瑞驰在小家伙心里的印象很不错。两个人明明才刚认识不久，却在短短的时间里打成一团，亲亲热热的一起玩泥巴。仔仔都还没和自己玩过呢。在场的众人心里齐刷刷的被这句话刷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酸的味道，其中尤其以系统和奥德斯尔的酸味最重。傻仔！系统酸溜溜的蹲在仔仔旁边画圈圈，他没有实体，只能碰到仔仔，就是想和小家伙一起玩泥巴也没办法。不行，他一定要好好攒狂暴值，争取换一个实体才行。系统握拳下定决心。仔仔！奥德斯尔靠近两人，仔仔看见面色冷峻的男人，心里还有点委屈，别扭扭的一撅嘴，气哼哼的埋在艾瑞驰腿上。仔仔现在暂时不想看见坏嘟嘟呢。奥德斯尔幽怨的看着两人，仿佛是正式碰到了丈夫出轨小三似的，而艾瑞驰就是那个小三。无辜躺枪的艾瑞驰无奈的看着奥德斯尔，耸耸肩，表示他也没办法。仔仔不喜欢自己了吗？奥德斯尔垂着眸子，心里的想法飞速的旋转。是，他性格硬邦邦的，没有艾瑞驰这家伙会讨人欢心，仔仔不喜欢自己也是应该的。帝国的元帅大人浑身都围绕着浓浓的幽怨气息。仔仔悄悄地从艾瑞驰腿上移开，看着嘟嘟失落的样子，心里有些着急。他虽然还是生嘟嘟的气，但是他知道嘟嘟对自己很好，小家伙不想让嘟嘟不开心，可小朋友又觉得不可以这么快就和嘟嘟和好，一时间纠结起来。你们玩，我去处理公务。奥德斯尔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既然仔仔不喜欢他，他就不留在这里让仔仔不开心了。嘟嘟！仔仔有些着急地喊着奥德斯尔，可惜声音太小，除了艾瑞驰就没人听见了。艾瑞驰低头看着小家伙担忧的模样，心里明白两个人心里都念着对方，只是都不罢了说出口罢了。
仔仔，我们一起玩吧。眉目舒展的邀请仔仔一起玩，艾瑞驰笑得令人目眩神迷。就算他们两个都挂念着对方又如何，自己可是来争夺仔仔的监护权的，何必做多余的事增加自己的竞争难度呢？恋恋不舍地看着奥德斯尔离去的身影，小家伙闷闷地低着头，玩泥巴也没有昨天那么起劲了。仔仔是想玩泥巴，嘟嘟不让他玩，他是很委屈。可是如果玩泥巴的代价是嘟嘟不理他的话，他宁愿不玩泥巴。书房，奥德斯尔靠在椅子上，以往很快就能处理完的文件，现在却怎么也看不进去。眉心微拧，奥德斯尔觉得自己有点焦躁，并且这种焦躁正在越来越强烈。他有多久没打镇定剂了？恍惚中，奥德斯尔思考起这个问题。好像自从有了仔仔以后，他就没有再用镇定剂了。从前他每天都要打镇定剂来维持清醒，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他觉得精神力非常柔软，并不需要使用镇定剂。现在是要暴乱了吗？捏着眉心，金色的瞳孔开始有些浑浊。金瞳是皇室的特征，镇定剂在卧室。不行，自己不能过去，万一自己在去的过程中失控的话，会吓到仔仔的。趁着还有一丝清醒尚在，奥德斯尔拨通光脑打给助手，让他带镇定剂过来。院子里的仔仔有一搭没一搭的捏着泥巴，突然看见一个叔叔神色匆匆的从外面往书房那儿走，小家伙也不管那么多了，立马就跟了上去。仔仔，你要去哪儿？艾瑞驰一个没看住，仔仔一溜烟的就跑了，他只好跟了上去。皇帝和皇后他们先去卧室休息了，现在花园里只有他和仔仔两个。那个叔叔在书房门口敲了敲门，不一会儿，里面打开了一条门缝，一只颤抖的手从里面伸出来接过什么东西，然后立马就把门锁了起来。仔仔看得很清楚，他很确定那只手是嘟嘟的手。小朋友心里升起一种不妙的预感，赶紧跑到那个叔叔面前。噗啊，嘟嘟呀，嘟嘟呢？他怎么样了？这个书房给他一种压迫感很强的感觉，可从前在这里的时候却没有，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被小家伙软绵绵地拉着衣袖，彼得福愣了一会儿，可在听清仔仔的问题后，他没忍住叹了口气。元帅要精神暴乱了，我带你走吧。元帅的武力值可谓是帝国天花板，也不知道镇定剂能不能管用，毕竟镇定剂要在狂暴之前用才行，元帅用得太迟了。要是等会儿镇定剂没用，元帅真的到了完全狂暴的时候，整个别院都不一定够元帅拆的，仔仔这么小，很容易受伤的。什么精神暴乱？仔仔一脸迷茫。系统闻言眼睛一亮，赶紧撺掇仔仔进去。仔，精神暴乱就是嘟嘟的脑袋等会儿会很痛很痛，所以我们进去帮帮嘟嘟好不好？这不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正是时候吗？仔仔要是这次能多吸收一点奥德斯尔的狂暴值，自己离换新身体岂不是更进一步了？而且他能100%保证奥德斯尔是绝对不会伤害仔仔的，小家伙神兽混血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只要仔仔进去，保准奥德斯尔能立马药到病除，一秒见效。嘟嘟会很痛，这几个字眼在仔仔的脑海里循环播放。见仔仔呆呆的，彼得福来不及解释，弯腰就想抱仔仔离开。谁成想小家伙一弯腰躲开彼得福的手，迈着小短腿跑到门口，攥着拳头用力拍门。嘟嘟，开呀，进呀！嘟嘟，快开门让仔仔进去！仔仔不想让嘟嘟痛痛。彼得福脸色巨变，兽人精神暴乱期间可听不得声音，哪里有声音他就会攻击哪个方向。乖，咱们去别的地方好不好？情急之下，彼得福捂住仔仔的嘴。你做什么？艾瑞驰跟过来，正好碰到这个画面，以为是彼得福想行凶，一个回旋踢把人踢倒下了。大人，是元帅要精神暴乱了，仔仔刚刚想进去，我是在阻止他。彼得福委屈极了，但现在不是委屈的时候，解释完就想带着仔仔离开。暴乱！艾瑞驰看着紧锁的房门，眉心紧紧地蹙在一起，拉着仔仔的手当机立断，快走！普通兽人暴乱的杀伤力就已经很强了，更何况现在是帝国的不败战神发生精神暴乱，其杀伤力可想而知。不啊，陪嘟嘟！小家伙死死地抓着门把手，不愿意放开。听话，嘟嘟没事。艾瑞驰神情严肃，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兽人暴乱六亲不认，仔仔在这里待着无异于羊入虎口。不呀！由于两只手都没空着，一只抓门把手，一只被艾瑞驰抓着，小家伙只能着急地用小脑壳撞门，边撞还边喊：嘟嘟，不怕，仔仔来陪啊！这是小朋友自破壳以来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书房里，奥德斯尔将镇定剂注射进去，却没有如愿压制住心里不断升腾起来的躁郁，大手一挥，桌面上的东西全都摔在地上。在浩瀚无垠的精神海中，密密麻麻的精神触手仿佛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奥德斯尔眉头紧锁，紧咬牙关，额角的青筋暴起，大颗大颗的汗珠滴滴答答的落下，薄唇抿在一起，时不时溢出几声粗重的喘息。一支镇定剂不够，奥德斯尔干脆再注射2支，企图强行压制住蠢蠢欲动的精神力。透明的液体顺着血管进入身体，
奥德斯尔没有半分松懈，反而越发焦躁。在一片黑暗中，他仿佛听到了仔仔的声音：“嘟嘟呀！”小家伙着急的要命，小脑壳梆梆梆的在门前敲着：“仔仔乖，元帅有事要做，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不好？”艾瑞驰伸手接住仔仔的脑袋，柔声劝解。可仔仔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只知道现在嘟嘟很难受，自己一定要帮嘟嘟。仔，等会我帮你把门打开，你赶紧进去。系统说完，用能量点把门打开。艾瑞驰的手一空，仔仔用脑壳梆的一声把门撞开后就消失在门口。艾瑞驰想抓住仔仔，可下一秒却被关在门外。艾瑞驰和彼得福，不止现场的两人被这么一下给搞懵了，看直播的网友也懵了。仔仔的脑壳威力这么大吗？这可是皇家别院的书房门，用的都是最顶尖的防盗科技，强行武力开锁的话会立即触发别院的最高防御系统。为什么仔仔仅仅是用自己的小脑袋撞了撞就进去了，而且还没有触发防御系统？网友们的世界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书房里，奥德斯尔痛苦地倒在地上挣扎，脸色涨得通红，一根根青筋鼓起，木质的地板上是犹如野兽一般的抓痕。仔仔看见嘟嘟这样，豆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滚了出来。嘟嘟，仔仔来啊！迈着小短腿，屁颠屁颠地跑到奥德斯尔身边，仔仔抱着奥德斯尔，依赖般地蹭了蹭。每次自己这样和嘟嘟贴贴，嘟嘟的眼睛就会变得可温柔了，浑身散发着舒服的气息。仔仔用力地抱着奥德斯尔的手臂，仿佛谁也不能让他们分开。奥德斯尔此时已经完全陷入混沌的状态，大脑里撕裂的痛意让他不堪忍受。嘟嘟，不哭啊！仿佛听到了幼崽奶声奶气带着哭腔的声音，坚硬的手臂上仿佛被一个软软的温热的团子紧紧抱着。用尽全身的力气睁开眼睛，仔仔肉乎乎的脸蛋儿在面前晃荡。是幻觉吗？好真实的幻觉。吃力的抬着手，奥德斯尔想要摸摸仔仔的小脑袋。就算是幻觉也无所谓了，现在他只想再碰一碰仔仔。他很后悔惹哭了仔仔，后悔没有好好的哄仔仔。柔软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全身。真的是仔仔！奥德斯尔一个机灵，从混沌中清醒过来，真真切切地看到幼崽泪汪汪的眼睛。别哭！仔仔一哭，这位年轻的元帅就束手无策。仔不哭呀！小胖手粗糙地给自己抹了抹眼泪，仔仔假装自己没哭。意识渐渐清醒了一些，奥德斯尔看着乱七八糟的书房，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脸色蓦地冷了下来。谁让你进来的？艾瑞驰那家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把仔仔放进书房？他不知道现在有多危险吗？奥德斯尔对自己的战斗力有着充足的认识。仔仔呀，是仔仔自己要来的。小家伙挺着胸脯，骄傲极了。嘟嘟哭哭，仔仔陪。嘟嘟都要痛哭了，仔仔要好好陪着嘟嘟才行。小家伙在外面的时候能清楚地听见里面奥德斯尔痛苦挣扎的声音。被仔仔这样温暖的话暖了暖，奥德斯尔的眼睛柔和下来，忍不住用力地抱着仔仔。怀里的小东西明明那么小，那么弱，却总是能让他牵肠挂肚，一句话，一个小举动都能让他放在心里琢磨。从来没有人这样直白地向他表现对自己的担忧。谢谢仔仔。虚弱地笑了笑，奥德斯尔在短暂的笑意过后，很快硬下心肠，想要送仔仔出去。仔仔，乖乖出去，嘟嘟晚点，和你一起玩。正是因为仔仔太温暖，所以他才更要把仔仔送出去。镇定剂没办法让他平静下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但也差不离了。奥德斯尔不想让仔仔看见自己扭曲丑陋的一面。不要！仔仔摇头，小胖手越发用力地抱着奥德斯尔的手。快走！奥德斯尔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用力地把仔仔从自己手上扯下去，远远地推开。下一秒，精神海开始了惊涛骇浪，精神触手也更加的纠缠在一起。仔仔被推得摔了个屁墩儿，茫然地看着奥德斯尔。小家伙是第一次被嘟嘟丢开。仔，快点抱着他的脑袋，和他的额头贴在一起。事情紧急，奥德斯尔的暴乱就要正式开始，暴乱值探测仪几乎就要爆表，系统不得不在旁快速的提醒。这是吸收狂暴值最直接最迅速的方式。来不及难过，小家伙乖乖的点头，哒哒哒跑回奥德斯尔身边，趁奥德斯尔无心顾及其他，抱着他的脑袋认真贴贴。嘟嘟快好，仔仔不想让嘟嘟难受了。软乎乎的糯米团子认真的祈祷。仔，快跑啊！元帅大人暴乱起来，第一个就会撕碎你的。仔仔，就当妈妈求你了，快跑吧！为什么还没有把门打开？明明刚刚仔仔很轻松的就进来了，快点来人，把仔仔带走啊喂！网友们的心都揪在一起，疯狂的发弹幕，想让仔仔离开。可是他们忘了，仔仔是看不到弹幕的。奥德斯尔以为这一次精神暴乱会让自己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当他醒来之后，44刻他却发现了不对劲，他的精神力好像开始渐渐放松下来了。怎么回事？奥德斯尔看着和自己贴贴额头的小朋友，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阳光暖意融融，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书房，灰尘在空气中弥漫着。狼狈俊美的男人倚靠在桌子上，小小的幼崽用力地抱着男人的脑袋，一大一小的额头紧紧贴在一起。虽然周围的环境乱糟糟的，却有一种莫名的宁静氛围。元帅大人的暴乱是停止了吗？有人不可置信地问。暴乱一旦开始，除非有比暴乱者武力值更高的人强力镇压，否则就不死不休，这是所有兽人牢牢记在心里的常识。可眼前这一幕却打破了所有人的固有印象。这是为什么？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奥德斯尔恢复了意识，在小家伙的贴贴以后，惊异地看着仔仔。奥德斯尔好像明白了什么，干裂苍白的嘴唇微微蠕动，奥德斯尔的声音嘶哑而低沉：“仔仔，你……不行！”奥德斯尔突然反应过来，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直播器还在，自己不能这么直接说出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门外传来撞门的声音，短暂的安静过后，门终于被撞开了。是驾驶机甲的艾瑞驰。仔仔进了书房以后，艾瑞驰怎么都打不开门，最后还是联系皇帝陛下把别院的防御系统关闭，然后驾驶机甲撞门，撞了好久才把门给撞开。仔仔，艾瑞驰、皇帝皇后、莱凯他们紧张地进了屋子，生怕看见一个已经被撕碎的仔仔。见有人来，松了松领口，精致的锁骨一览无遗。奥德斯尔脱力地躺在地上，刚刚消耗的太多，饶是他体力好也有些撑不住了。小，你没事吧？皇帝担忧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奥德斯尔。没事，沉闷的声音从地上传来。皇帝长长的松了口气，还好，还好，小奥没有出事。仔仔有没有受伤？艾瑞驰把小家伙翻来覆去的查看，生怕漏了哪个地方。皇后和莱凯也跟着观察。没啊，摇摇脑袋，仔仔看起来似乎与平常无异。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意外就这样平静的结束了，但它带来的后继影响却没有结束。新网上，大家对于元帅大人暴乱终止的原因热烈的讨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理由都有，而认同度最高的答案为王庭研究了一种新的能够终止暴乱的镇定剂。这个想法在新网广泛流传，而王庭的各种联系方式也因此差点被兽人们给问卡顿。没办法，精神暴乱是每个兽人困扰一生的难题，如果真的有如猜想中的那种药的话，相信整个帝国都会为之疯狂。但王庭的人却知道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威严的大殿，皇帝坐在高高的王座之上，奥德斯尔神情冷淡地站在下面。小奥，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找你来这儿吗？皇帝看向奥德斯尔的眼神带着浓浓的探究。皇兄，臣弟不清楚。奥德斯尔看起来更加冷淡了，简简单单的回答问题以后便不再有其他动作。见奥德斯尔还是嘴硬，皇帝干脆直接点破。小奥，那天是仔仔对吗？奥德斯尔抿嘴不语。仔仔的直播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录下来，那天的直播视频皇帝看了无数次。小奥本来应该发生暴乱的，可是在仔仔抱着他贴额头以后，这种迹象却消失了。新网上的兽人们都说是王庭发明了新的镇定剂，所以奥德斯尔才能躲过一劫。这话也就骗骗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网友。他作为帝国皇帝，能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这种镇定剂吗？要是有，他早就推行了，何必藏着掖着到现在？你是怕我对仔仔不利吗？皇帝缓缓发问，一双深邃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奥德斯尔。没有。奥德斯尔摇头。他很清楚，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皇帝都不会让仔仔处于危险之中。仔仔是帝国500多年来唯一的自然幼崽，就冲着这一点，小家伙就会是帝国最受重视的人物。他只是在思考，为什么仔仔会有这种能力。皇帝被自家弟弟这副臭脸模样气得一个倒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看见门外守着的侍卫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机器人。怎么了？奥德斯尔看见侍卫身后的机器人，眼眸闪了闪，忍不住出声问道。这是他后来又给仔仔配的机器人，按理来说应该不能出现在这里才对。系统的指示屏跳了跳，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奥德斯尔听得脸色一炒，朝皇帝拱手行礼。皇兄，臣弟还有事要做，先行离开了。说完，急匆匆地跟着机器人离开了。该死的艾瑞驰，他就应该好好的揍他一顿才对。奥德斯尔到别院的时候，仔仔正坐在儿童飞船上准备起飞。仔仔，严厉的声音响起，刚刚还在笑眯眯的小甜仔这下正襟危坐，跃跃欲试的小胖手放了下来。嘟嘟，讨好的冲奥德斯尔笑了笑，小家伙笑得脸颊鼓鼓，挤出可爱的苹果肌。金色长发的男人穿着烫金的长袍，蓝色的眸子原本含着笑意看着仔仔，线下却收敛起淡淡的笑容。艾瑞驰，仔仔才刚破壳没多久，怎么能让他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奥德斯尔面色冷峻，修长的手指捏了捏小胖仔的脸蛋。有我在这儿接着，能有什么事？不用担心。艾瑞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脸上挂着风流轻佻的笑容。
奥德斯尔的脸更黑了，他就不该让仔仔和这个家伙接触。搬来的第二天，这人就带着仔仔一起看一溜的半裸的男人，美曰其名是为了仔仔好，现在提高眼界，以后就不容易被人骗。被他逮住以后，非但不觉得羞愧，还振振有词，觉得自己没做错。才消停没多久，今天居然带着儿童飞船过来了。要知道，帝国生产的儿童飞船是给4岁以上的幼崽玩的，仔仔根本就没到年龄，很容易从飞船上掉下去。仔仔过来，嘟嘟带你去吃好的吃的。朝仔仔伸出修长的手，奥德斯尔没好气地瞪了艾瑞驰一眼。小家伙坐在飞船上，小屁股挪呀挪，倒栽葱似的扑在奥德斯尔的怀里，完全没有怀疑嘟嘟万一没接住他怎么办。已经是中午，别院的女仆早已经准备好午饭，皇帝一家和艾瑞驰也都在。为了培养仔仔和每一个想要竞争监护权的人的感情，像吃饭这种事情都是一起的。仔仔坐的是幼崽专用座位，小家伙围着奶黄色的口水兜兜，一脸期待地看着女仆姐姐。姐姐，仔仔要吃糊糊呀。昨天女仆给仔仔准备了人生中第一碗糊糊，本来小家伙还有点嫌弃糊糊看起来黏哒哒的样子，可在吃了第一口以后就真香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东？和妮妮亚完全不一样，味道也更丰富。吃完那一碗糊糊，小家伙从此念念不忘。不负仔仔所望，今天的女仆姐姐给小家伙准备的是蛋黄米糊。抱着奶瓶，小家伙一口瓶奶，女仆姐姐再喂一口米糊糊，这一口还没咽下去，小家伙就迫不及待地张着嘴巴想要下一口了，像极了嗷嗷待哺的雏鸟。女仆姐姐喂糊糊都有点忙不过来，快乐地眯着眼睛，一碗糊糊被仔仔小朋友吃出了山珍海味的感觉。咕嘟，真有这么好吃吗？好想拥有仔仔同款糊糊，可惜没有漂亮的女仆姐姐。我就不同了，知道仔仔这个点要吃饭，早就点好外卖了，现在可以和仔仔一起吃饭了。小家伙很快吃完糊糊，自己笨拙地拿着餐巾擦擦嘴，然后一边抱着奶瓶嘬呀嘬，一边用圆溜溜的眼睛观察餐桌上的人。仔仔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嘟嘟他们吃的东西好像和自己不太一样。小脑袋凑近奥德斯尔的碗，仔仔小朋友皱着鼻子嗅了嗅，比糊糊还香。糯米团子瞪圆了眼睛，居然比糊糊还香，仔仔一定要尝尝才行。用力的抿嘴，肉嘟嘟的脸蛋越发圆润。小家伙拉了拉奥德斯尔的衣袖，奥德斯尔低头，怎么了？啊！小家伙张着嘴，胖乎乎的手指头指指嘴巴，又指指桌子上的菜。每次女仆姐姐给他喂糊糊的时候，都会张着嘴呀，以至于仔仔以为吃饭的时候啊，呀2声就可以了。想吃？呐。仔仔用力点头，眼睛 bling 的发光。奥德斯尔恶趣味上头，在小家伙期待的眼神中缓缓的摇头，一向冷酷俊美的脸庞扬起一抹浅浅的微笑。不可以哦。小家伙软嫩嫩的脸一僵，不可置信地看着奥德斯尔。这是可以对小朋友说的话吗？瘪着嘴，仔仔抱着奥德斯尔的手臂撒娇。奥德斯尔享受了一番又宰又甜又软的撒娇，然后再次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仔仔。要等仔仔再大一点才可以吃，现在还不行。连牙都没长的小朋友根本就没办法吃菜。大，仔仔困惑。对，等你大一点，长了牙齿就可以了。奥德斯尔夹了一大筷子菜放进嘴里，馋的小家伙口水哗哗哗直往下流，口水兜兜都要兜不住了。又是长大又是长牙的，仔仔表示自己听不懂，小胖手一拍桌，拽拽的指着菜。吃！仔仔说要吃就是要吃，我仔就是厉害。系统满眼放光的看着仔仔拍桌，不愧是他的仔，就冲着劲劲的小模样，以后一定是10里8乡的最靓的仔。奥德斯尔挑眉，不为所动的摇头，脸上依旧是云淡风轻的笑意。不可以哦。哼！见撒娇耍赖都不成，小家伙叉着小肥腰气鼓鼓的撅着嘴，小胖手越发用力的抱着奶瓶，口水还在滴滴答答的掉在口水兜兜上。嘟嘟肯定是不喜欢仔仔了，不然为什么不给仔仔吃香香？网友们都要笑疯了。仔仔流口水音，本宝宝生气了，快点来轰轰。仔，你还是把口水擦一擦比较好，不然我们很难认真看你生气的。摊手点 JPG。就是，生气的时候怎么可以流口水呢？系统也有点一言难尽。话说仔现在这形象，好像也看不出有最靓的仔的潜力。嘿嘿，擦擦口水应该能挽回吧。莱凯看着仔仔的口水，没忍住叫女仆拿毛巾过来，自己亲自给仔仔擦口水。其小家伙还是不甘心，抬着圆溜溜的眼睛，自认为小心的环顾一周，觉得没人注意他了，然后悄悄地伸出小胖手，快要拿到了啊！拿到了。只见小家伙翘起胖乎乎的兰花指，从最边缘的菜盘子迅速地捏起一片青菜叶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放进嘴里，用力地嘬了一口。菜汁被软软的舌头吮吸，咸咸甜甜的味道在味蕾上绽放，糯米团子的眼睛咻的一下就亮了。元帅快看，仔他偷菜吃！你们这群老六，仔偷个菜吃容易吗？
你们居然还搞告发这一套，偷偷摸摸给元帅发私信，看得有点心酸，是怎么回事？一片青菜叶子仔仔也这么馋。小家伙还要再缩，下一秒小嘴巴就被某只修长白皙的手捏住了。嘎！仔仔一脸懵逼，小馋鬼！捏着仔仔肉乎乎的脸盘子，奥德斯尔以一种不会弄痛却又能让嘴巴张开的力道，小心地把小家伙嘴里的青菜夹出来。仔仔，到嘴的鸭子飞了！嘟嘟坏！泪眼巴巴的小朋友指责小家伙不识好人心。奥德斯尔笑了，轻轻敲了敲仔仔的额头。他这都是为了谁？幼崽还没长牙齿，只能吃流食，要是给他吃菜，万一卡住喉咙怎么办？小家伙倔强撅嘴，小脑袋顶着奥德斯尔的手臂，也不用力，就是慢慢的蹭，蹭得人心里发软。仔仔要吃香香啊！奥德斯尔只能耐心的劝他，手指轻轻的抚摸还在生闷气的仔仔小朋友。仔仔，等你长牙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嘟嘟给你找遍帝国所有的高级厨师，现在暂时不吃好不好？最终还是仔仔被劝服了，不情不愿的乖乖坐在座位上。莱凯看着还是不太开心的小家伙，嘴唇微勾，小笨蛋，声音不算太大，但很好的被耳聪目明的笨蛋仔仔和直播器捕捉到了。唰的一下转过头去，仔仔小朋友不可置信的盯着莱凯。什么？是在说仔仔笨蛋吗？不呀！白白嫩嫩的脸蛋儿一本正经，仔仔咿咿呀呀的否认笨蛋的说话。两个小朋友的声音都不大，旁人倒也没有过多注意。莱凯想起自己辛辛苦苦冲的却惨遭拒绝的奶，恶向胆边生，靠在仔仔小朋友耳边恶魔低语：笨蛋仔！啪！小家伙下意识地伸出小胖手，把莱凯的手拍开。快走开，仔仔不想听你说话。在仔仔眼里，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最可爱、最最漂亮、最最聪明的小宝贝了，怎么会是笨蛋仔呢？乱说话的小哥哥仔仔是不喜欢的。哈哈哈哈！王储殿下是在说仔仔笨吗？笑死我了！仔不可置信的表情也太可爱了吧！我们仔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仔仔了，妈妈好爱你哦。我觉得王储殿下说的不错，根据仔仔平时的表现，我们很有把握怀疑仔是个傻仔，所以建议王庭这边赶紧把仔仔丢了。接上楼。对了，丢之前记得告诉我丢在哪里了，我好去捡回家。我不嫌弃仔不聪明。楼上的想啥呢？洗洗睡吧。虽然小家伙的力气不大，但是声音清脆响亮，在餐厅格外显眼。看着众人齐刷刷汇聚而来的视线，一向稳重沉着的王储殿下第一次红了脸，从耳后跟红到了脖子。小家伙好像知道这样不太对，小胖手慢慢的收了回来，眼睛无辜又可怜。如果忽略在莱凯白白净净的脸上留下的油乎乎的巴掌印的话，仔仔偷菜时候沾上的菜汁还没来得及清理，现在倒好，省得洗手了。噗！皇后没忍住笑出了声，感受到自家儿子投注过来的视线，顾及着两人之间岌岌可危的母子情，皇后赶紧捂住嘴巴，收敛笑意，假装无事发生。她最了解自己这个儿子有严重的洁癖，受不了半点脏污，现在可算是碰到了他的克星了。那什么，赶紧给王储殿下擦擦脸。皇后招呼女仆过来。看着莱凯如鲠在喉的表情，仔仔意识到了什么。不起啊，对不起，仔仔不是故意的。认真的看着莱凯，小家伙奶声奶气的道歉。莱凯虽然脸色难看，但是因为脸上的脏东西才这样，对仔仔却出奇的没有半点愤怒。要是换了其他人，估计莱凯现在已经暴走了。女仆姐姐拿来了湿毛巾，小家伙自告奋勇，小手手拿着毛巾，认真的给莱凯擦脸。小小的幼崽手上没什么力气，擦在脸上痒痒的，莱凯觉得有点新奇，好像整个人泡在蜜水里一样，甜滋滋的。只是一小块污渍，仔仔却花了好几分钟，从鼓鼓的肉脸蛋中可以看出小家伙的认真。好呀，大功告成，仔仔小朋友拉远两人的距离，靠在奥德斯尔怀里，认真的欣赏自己的作品。在仔仔的目光下，莱凯的脸一寸寸的又红了。好在这场午饭吃的也差不多了，莱凯迅速离席，除了仔仔也没有别人看得见。吃饱喝足以后要做什么？当然是出去溜达。艾瑞驰抱着仔仔，慢慢的在花园踱步。奥德斯尔也想陪着仔仔，但是军部有太多事情要处理，只好不情不愿地把小家伙给艾瑞驰。他还记着半月之期，每天睡觉之前都要问一遍仔仔最爱的是谁，得到是他的答案之后才放心的入睡。娜娜，艾瑞驰的身形和奥德斯尔不相上下，小家伙在艾瑞驰怀里就跟他抱着个布娃娃似的，指着不远处开得正盛的花，仔仔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抱着仔仔走到指定位置，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小家伙就探着身子要下去。艾瑞驰放下怀里的小东西，幼崽迫不及待地爬到花丛底下，伸手一抓，一朵娇艳动人的花就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把花别在耳朵后面，仔仔扶着花，期待地看着艾瑞驰。没办法，小家伙耳朵小，头发又还没长长，不用手扶着就会掉下来。仔仔漂亮吗？
左转转右转转，仔仔小朋友360度展示自己的美貌，快点夸他，我的仔天下第一漂亮！哈哈哈哈！好臭美的仔仔，以后一定是个超级可爱的小姑娘。我已经开始操心以后仔仔谈恋爱的事了，只要想起仔仔以后会被别的臭小子抢走，我这心就抽抽的痛。抽痛加1，谢腰，拳头已经硬了。小了，格局小了，我已经连夜向繁育所投递了简历，过不了多久就会基因繁育一个小孩，以后让小孩努力把仔仔娶回家，岂不美滋滋？醍醐灌顶，感谢楼主分享，这就去了。加1，加10086。繁育所的人很纳闷，明明平时轻松的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里的电话突然就忙了起来，一个接一个的都是来咨询基因繁育的事情。说实话，由于精神暴乱的问题，很多兽人都决定不要孩子，帝国的生育率一降再降，要不是兽人的寿命时间长，估计要不了多久，帝国的兽人就会成倍的减少。小家伙并不知道，一个网友为他的终身大事担忧，居然带动了帝国的生育积极性。玩够了花，仔仔有点无聊了，抬着脑袋左顾右盼。仔仔目光一凝，直直的看向还没有开花的那片。怎么？你想去哪儿吗？注意到仔仔的视线，艾瑞驰顺着往那儿看过去。那。小家伙用力点头，口水滴落在口水兜兜上，随意的一抹口水，屁颠屁颠的爬了过去。我抱你过去吧。艾瑞驰无奈，蓝色的眼眸含着笑意。照小家伙现在的速度，要想爬到那儿，估计得花上一段时间。被如愿抱到没开花的这一片放下，仔仔猛虎扑食一般抱住一株植物，嗷呜一下咬了一大口。艾瑞驰，网友。小家伙抱着植株的根部，张开嘴巴含着叶子。怎么和香香的味道不一样？认认真真的吮吸一口，没有如愿尝到香香味道的仔仔懵了。再试试，咂吧咂吧小嘴巴，小家伙又嘬了一口，还是没有味道。仔仔小朋友觉得这里植株上的叶子和刚刚桌子上的菜看起来一样，都是绿油油的，就以为叶子也和香香一样那么好吃。此时已经反应过来的艾瑞驰伸手把那片被宰做的蔫了吧唧的叶子解救出来，哭笑不得地弹了小家伙圆润饱满的额头。怎么这么笨兮兮的？系统扶额，以后要是让别的系统知道自己带的崽居然馋到吃叶子，一定会嘲笑自己的。我要疯了，崽是把叶子当成菜了吗？笑死我了！怎么不算呢？我们崽就是想吃点菜，怎么了？不行吗？崽也太馋了吧，小馋鬼！面对艾瑞驰的污蔑，崽表示很委屈。乌鹰，人家吃不到香香就已经很难过了，为什么还要说崽笨呀？瞧瞧这可怜的小模样，让人看着就心疼。为了不让小家伙这么难过，艾瑞驰决定带着崽离开这片让他心碎的地方。发觉自己和香香渐行渐远，崽眼睛瞪得溜圆。肿么肥似？崽都这样哭唧唧了，难道不应该让崽吃一口香香吗？香香呀！一只小胖手拍着艾瑞驰，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香香，小家伙使劲地扑腾着小胳膊小腿。没错，他还是不信邪。勇敢崽，不怕困难。为了吃香香，小崽子能卖萌撒娇，无所不用其极。傻崽，那不能吃。艾瑞驰耐心地解释。不能吃？怎么会呢？明明和香香长得一模一样。小家伙用怀疑的目光盯着艾瑞驰，但是没用，崽最终还是和他的香香分开了。失落的趴在落地窗前，小家伙望眼欲穿地看着外面的香香，小嘴微张，晶莹的口水没忍住滴落在口水兜兜上。馋，太馋了！肉乎乎肥嘟嘟的脸蛋儿用力地挤在玻璃上，在玻璃窗上挤出一张可可爱爱的饼饼脸。救命！他好像知道自己很可爱的样子。这是玻璃上长崽了？懂了，这就去把家换成玻璃的，就照着这样事儿的长。可小家伙再馋，艾瑞驰也没有让他如愿。接下来的时间，崽小朋友充分地给大家表演了什么叫茶饭不思。女仆姐姐给他加餐泡奶，糯米团子抱着奶瓶喝着就呆呆地望着玻璃窗外的香香，肉嘟嘟的脸蛋就这么杵在奶瓶上一动不动。奥德斯尔回来以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只没了魂的崽。网友们还以为崽等到元帅大人以后会和他告状，谁成想小家伙不哭不闹，就是抱着奥德斯尔的大腿，瘪着嘴委委屈屈地看着他。奥德斯尔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等奥德斯尔问了几次以后，小家伙才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外面的香香，然后奶声奶气地说：不呀香香，不呀。崽可不是想吃香香哦，崽就是随便看看。猫猫偷瞟点 JPG。 网友们被小家伙这样的做法整懵了。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呢？崽不是很想吃香香吗？我也这么觉得。你们不觉得这有点像霸道元帅爱上我里的绿茶女配林小云？对，就是那个味儿。所以说崽是在用绿茶的策略要香香吗？这种嘴上说着不要，
但身体却很诚实，不就妥妥的绿茶吗？只不过眼前的胖仔仔志向比较小，只是想要吃口菜而已。网友们突然想起来，刚刚为了吸引仔仔的注意力，让他不要总想着香香，女仆姐姐随便给仔仔播了一部热度正高的剧，谁也没想到小家伙居然能看懂，并且还学以致用。我震惊了，哈哈哈哈！本来很讨厌绿茶的，但是换成仔仔就不一样了，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爱。万万没想到，我爱的居然是一只绿茶仔，我愿称之为史上最惹人爱的茶茶。弹幕热闹不已，全都在讨论这只史上最可爱的绿茶仔。口是心非的说完那些话，就在仔仔暗戳戳的偷看奥德斯尔的反应，期待嘟嘟要带他吃香香的时候，奥德斯尔却真以为小家伙不要香香，微微点头，抱着小家伙往卧室走。仔仔这就走了，不给仔仔吃香香吗？还在震惊中的小家伙就这样被安排好洗澡澡、睡觉觉，手上还塞了个瓶瓶奶。这是仔仔的习惯，自从上次眼睁睁的看着妮妮亚从自己眼前掉下去以后，小家伙就强烈要求抱着瓶瓶奶睡觉，不给就闹。乖，晚安。给还在懵神中的小家伙掖好被子，奥德斯尔俯身在仔仔耳边说完就出去了。团在小被子里的仔仔觉得不甘心，抱着瓶瓶奶从床上起来。仔仔要自己吃香香。猫猫握拳点 JPG。3秒钟后，斗志昂扬的小家伙瘫在了床上，像一只失去梦想的咸鱼一样。没办法，床的栏杆比小家伙还要高出一个头，根本爬不出去。仔仔很伤心，只能抱着瓶瓶奶借奶消愁。该说不说，仔仔的奶瓶设计非常给力，除非幼崽自己吮吸，不然就是一滴奶也不会洒出来，给小家伙躺在床上借奶消愁提供了必要条件。伤心的仔仔小朋友就这样在对香香的思念中慢慢入睡，嘴巴微微蠕动，好像在梦里吃什么好吃的似的。2只馒头一样胖乎乎的拳头呈投降状放在圆溜溜的小脑袋旁边，可爱的不行。第二天一早，奥德斯尔照常到仔仔的房间叫他起床，和奥德斯尔一起的还有一群早早起床只为看仔的网友们。仔仔起床了。奥德斯尔靠近床边，见仔仔还蒙在被子里一动不动，只好伸手慢慢的把小家伙从被子里扒出来。原以为会像之前的无数个早晨一样，被小朋友奶声奶气的说自己坏，可现实却截然相反，小家伙发烧了。小小幼崽白白软软的脸蛋带着病态的红潮，发丝已经被汗水打湿，一绺一绺的发丝粘在脸颊上。意识到不对的奥德斯尔立即用光脑把医生叫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强忍着内心的焦躁，奥德斯尔耐心地等着医生诊断。在诊断结束后，这位一向面不改色的元帅大人迫不及待地问道。皇后和艾瑞驰也焦急地等着医生的回答。皇帝和莱凯需要处理正事，很早就离开了。没什么，仔仔就是长牙了，所以有一点发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平时多注意仔仔的情况就行了。医生耐心地解释。长牙？在场的人面面相觑。由于每个种族兽人的生长过程都不一样，所以关于幼崽长牙、说话、走路等等的时间也各有不同。说起来，他们现在都还不知道仔仔的原型是什么，自然也不清楚仔仔什么时候会长牙。一般的兽人天赋越好，破壳的时候兽人特征就越少，不过大部分时候的幼崽破壳之后都会更喜欢变成原型。大家从来没有见过仔仔显露出他的原型，以至于到现在仔仔是什么种族的宝宝，所有人都还是一头雾水。就在此时，被无数人担忧挂心着的仔仔醒了，有些茫然地看着床边围着的人。今天怎么有这么多人来叫仔仔起床呀？脑袋好痛痛哦，觉得有点不舒服。小家伙伸手想要拍拍脑袋，可惜手太短，啪啪在自个儿肉嘟嘟的脸上打了2下。哎呀！小家伙呆了一下，觉得脸蛋子有点疼。仔仔，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注意到仔仔皱眉，拉住小家伙自我攻击的胖爪爪，奥德斯尔担忧地问。本来仔仔还不记得要撒娇，奥德斯尔这么一问，小家伙脆弱的小心灵顿时委屈起来，抱着奥德斯尔的手臂一顿蹭蹭。脑袋那儿时不时传来的抽痛感让仔仔没办法安静下来。嘟嘟痛呀！幼崽奶唧唧的撒娇声听得人心都要化了。姨姨的乖仔仔受苦了。皇后满眼心疼的看着嘴唇还有些发白的仔仔，扭头抓着医生问有没有办法让仔仔舒服点。医生摇摇头，要想完全消除发烧带来的不适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可以消除一些负面作用。我等会儿给仔仔打1针，或许他会好受点。打针？小家伙娇气得很，平时说话的语气稍微重一点就委委屈屈的，要是打针的话估计会哭唧唧吧。奥德斯尔有些犹豫，如果不打的话也可以，但是仔仔可能会烧得久一些。医生把选择权交给奥德斯尔，他平时也会看仔仔的直播，自然知道小家伙怕疼。听医生这么说，奥德斯尔最终还是决定给仔仔打针。长痛不如短痛。皇后和艾瑞驰一听立马溜了。等会儿仔仔就要打针了，自己在这儿万一被仔仔记仇就不好了，这种拉仇恨值的事情还是让给医生和奥德斯尔这家伙做吧。
等仔仔打完针以后，自己再来哄小家伙，让仔仔更喜欢自己，岂不美滋滋？奥德斯尔哪里不知道这两人打的什么主意，但还是没舍得出去。小家伙那么娇气，那么爱撒娇，一个人打针肯定害怕，自己在这儿好好陪他，或许就不哭了。医生准备把药抽到针筒里，露出细细长长的针尖，慢慢的靠近仔仔。仔仔对此一无所觉，从来没打过针的糯米团子，还以为医生是想和他玩，露出一个可可爱爱的笑容，甜得要命。偏偏一群网友替他急得团团转。现在笑得有多甜，等会儿哭的就有多伤心。要命，我不敢看。仔仔会哭吧，会哭吧，肯定会哭吧。男妈妈已经准备好纸巾陪仔仔一起哭了。仔仔，你乖乖的，妈妈这就去医院陪你一起打针。医生从医几十年，不知道给多少人打过针，现在居然破天荒的有些手抖。这么可爱的小仔仔，一针就能扎哭一个，好有罪恶感是怎么回事？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想法丢出去。医生镇定下来，捏着仔仔小朋友肉乎乎的小胳膊，眼一闭心一横，几秒钟就打完了。医生扎进去以后，仔仔还没反应过来，等到针拔出来以后，小糯米团子才察觉到从手臂那儿传来的痛意。小家伙的表情立即从这样变成了这样，嘟嘟，这个表情变化，爱了。仔，妈妈很爱你，但是妈妈真的好想笑啊，哈哈哈哈哈！委屈的小模样也太可爱了吧！仔仔，点烟点 JPG， 这个家终究是留不下本仔仔了。嘟嘟，不知道自己在被一群云妈妈嘲笑，仔仔泪眼汪汪的看着奥德斯尔。仔仔从来都没这么痛过，痛的仔仔的脑袋都没那么痛了。医生识趣的拎着东西离开，奥德斯尔上前抱着小家伙，轻轻的哄着：“乖，仔仔不哭，痛痛呀，手手。”仔仔指着自己惨遭袭击的小胳膊，简直就是人间惨剧，可谓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他不明白，明明自己乖乖哒，为什么睡醒了要被白衣服的叔叔扎手手？小家伙张大嘴巴放声大哭，能让人清楚的看见下面粉嫩的牙床上一个小盒才露尖尖角的乳牙。奥德斯尔怎么哄都哄不好，最后还是仔仔自个儿哭累了睡过去才停下的。松了口气，被小家伙魔音贯耳这么久，奥德斯尔只觉得心力交瘁，让他去打虫族都没这么累。在旁边守着的系统纳闷的看着熟睡的小家伙，心里呐喊仔仔的大嗓门儿。经过这一次发烧后，仔仔开始喜欢什么东西都放在嘴里啃，无论是 DW1360 还是床边的栏杆，只要是能拿到的东西，小家伙都能呼上他的口水。受荼毒最深的自然是奥德斯尔的扣子，每次奥德斯尔抱他的时候，小家伙都能给他身上的扣子呼一嘴的口水。女仆姐姐明明给他准备了专用的磨牙棒，他就是不要，非要揪着奥德斯尔的衣服啃。这天结束完一天工作的奥德斯尔去找仔仔，却听女仆说仔仔在自己房间里，心里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下意识飞快地跑去房间。只见房门大开，软乎乎的糯米团子坐在衣柜里，正拿着衣服上的扣子往嘴里塞，自己的衣服掉了一地，仔细看还能看到每件衣服扣子上都有某只仔仔的口水。看到嘟嘟来了，仔仔露出一个无辜可爱的笑容，看着甜了吧唧的。嘟嘟呀，奥德斯尔血压高了。仔仔，奥德斯尔咬牙绕过凌乱的衣服，把无辜甜笑的胖仔仔提溜起来。哈哈，仔仔要倒霉了，不知道仔仔会不会被训哭，属实是有点期待了。楼上的做个人吧，这么可爱的仔仔，你们是怎么忍心的？自己当然不忍心，但是看元帅大人就忍心了。小家伙像是知道自己干坏事了，心虚的耷拉着脑袋，胖胳膊胖腿软趴趴的垂着，宛如被命运扼住咽喉的小奶猫，无辜又可怜。嘟嘟抱，眼巴巴的看着奥德斯尔的冷脸，仔仔软绵绵的拉长声音撒娇：“要命！这么可爱做什么？”愤怒的情绪急转直下，什么衣服什么怒火，统统都被抛到脑后了。奥德斯尔认命般的叹气，把小家伙抱在怀里。他永远都拿小家伙没办法，随他喜欢吧，自己多备些衣服就是了。张嘴我看看。修长的手指捏了捏仔仔肉乎乎的脸蛋，小家伙乖顺的张嘴，露出可可爱爱的牙尖尖和粉嫩的牙床。他的衣服扣子大都是钻石之类的宝石做的，偶尔会有比较尖锐的形状，仔仔的牙床很嫩，划伤就不好了。认真的检查一遍，确定仔仔没被划伤，奥德斯尔才把 DW1360 叫过来。请问有什么吩咐？把我的衣服扣子都拿去打磨，不要出现尖锐的扣子，这样以后也不用担心小家伙弄伤自己。是。DW1360 笨拙的弯腰，还没来得及收拾，就又被奥德斯尔打断。对了，告诉别院的所有侍者，注意把尖锐的扣子取下来。还是不放心的奥德斯尔继续补充。此时的奥德斯尔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无条件宠溺糯米团子的老父亲了。是。吩咐完这些，奥德斯尔抱着仔仔回他房间。不早了，仔仔快睡吧。最近他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都没什么时间和仔仔相处，
只能每天早晚来看看小家伙。明天培育园那边的人就要住进来了，据说他们对于幼崽十分了解，也不知道这小家伙会不会被他们笼络过去。看着乖乖闭眼睡觉的仔仔，奥德斯尔心里突然就升起了一股浓浓的忧虑，要想个办法才行，不能这么被动。奥德斯尔熄了灯，心里思索着怎么才能把小家伙的心牢牢抓住。清晨，阳光透过玻璃落地窗洒进屋内，忙碌的侍者和软萌可爱的幼崽。仔仔，金色长发的男人迈着悠闲的步伐，脸上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笑容。艾瑞驰知道今天奥德斯尔很忙，趁着这个时候特意过来和仔仔培养感情。他没忘记自己住进别院的目的。啊，爱啊！艾瑞驰和皇室一家没少在仔仔面前刷存在感。熟悉以后，小家伙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个名字。这位在帝国的商业叱咤风云、手段果决狠辣的男人，在仔仔面前却格外温柔。今天我们出去玩好不好？艾瑞驰偷偷摸摸的在小家伙耳边说。出去？小家伙眼睛一亮，惊喜的看着艾瑞驰。那这么多天，仔仔一直待在别院都没出去过，猛然一听出去这两个词，开心极了，抱着艾瑞驰的手臂欢欢喜喜的贴贴。每天待在一个地方，仔仔都要变成抑郁仔了。试问有谁能拒绝一个软乎乎的幼崽像粘豆包似的粘在自己身上？蓝色的眼眸越发的温柔，艾瑞驰伸手把小家伙抱在怀里。仔仔的反应被网友们看得一清二楚，对艾瑞驰说的话好奇不已。是什么话不能让我们也听听？艾瑞驰大人到底对仔仔说了啥？好羡慕艾瑞驰大人可以和仔仔贴贴啊，妈妈也要。这个疑问一直持续到艾瑞驰抱着穿着绿色恐龙玩偶服的仔仔出门，所有人才恍然大悟。仔仔要出门了吗？艾瑞驰大人就不怕元帅看了直播直接杀过来吗？怕什么？有什么比仔更重要的吗？仔仔穿恐龙装也太可爱了吧！话说仔仔要去哪里？好想去偶遇一下子。只可惜这位想要偶遇的网友注定要失望了。艾瑞驰虽然想借出去的机会和仔仔培养感情，但也知道轻重缓急，带仔仔去的是上层阶级才能去的商场，里面的安保十分严格，普通人是进不去的。哇！到了商场，仔仔目不暇接地观察着周围全新的一切，不自觉地想要把胖乎乎的爪子放在嘴里嘬，却吃了一嘴毛。小家伙还带着毛绒爪爪呢！呸呸呸！仔仔皱着眉毛，鼓着嘴呸了两下。艾瑞驰失笑不已，帮小家伙把毛绒爪爪取了下来，再把瓶瓶奶塞到他手里，低声嘱咐：“乖仔仔，不能吃手指哦。”抱着奶瓶的仔仔乖乖点头。现在仔仔已经能自己抱着奶瓶了，都不用别人扶了哦，是不是超厉害？期待夸夸的大眼睛盯着艾瑞驰，亮晶晶的。仔仔真棒！艾瑞驰一边往儿童乐园走，一边十分配合的夸夸怀里的胖仔。嘻嘻，被夸了呀！小家伙开心极了，含着奶瓶，漂亮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的形状，小奶彪鼓鼓的，快乐的像是偷吃了猫薄荷的猫仔一样。棒呀！乐得见牙不见眼，仔仔还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非常礼貌的也夸了夸艾瑞驰。呀，仔好棒哦，他还会夸人。有老父亲滤镜的网友尖叫着发弹幕。当然，我们仔会自己睡觉，奶瓶倒了会自己扶，还会超大口的吃糊糊，除了急了会拿脑壳撞门以外，简直就是世上最完美的仔仔了。网友们细数仔仔小朋友的优点，系统就跟在仔仔身边，幽怨的看着乐颠颠的小家伙，怎么不夸我呢？同样有老父亲心态的系统，就是见不得自家仔仔夸别人。仔仔听懂了，也配合的夸了系统一句：“统棒呀！”系统开心了，自己比艾瑞驰还多一个棒，这证明自己就是仔眼里最棒的统了。他觉得自己的主板有些发热，扭扭捏捏的谦虚道：“还好吧，也没有那么棒，也就是比这些觊觎仔的家伙棒那么一个银河系罢了。”插腰点 JPG。 由于帝国的生育率极低，儿童数量少，儿童乐园里冷清清的，没几个孩子。呀！仔小朋友一眼就看中了不远的滑滑梯，小身子兴奋地往滑梯的方向探，艾瑞驰差点没抱住。乖，拍了拍小家伙的脑袋，艾瑞驰把仔放到滑梯上。这种滑梯很矮，总高度甚至不到艾瑞驰的身高，可对仔而言无异于是庞然大物。呜呼，咻的一下从滑梯上滑下去，小家伙显然很喜欢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欢快地眯着眼睛。几秒钟的快乐结束，到达底部的仔翻个身，还想再玩一次，胖爪爪扒着滑道往上爬，可恐龙装的毛毛太滑了，小家伙没爬几下又掉了回去。好丢脸！爱面子的仔小朋友脸蛋通红，又不想叫爱，干脆趴住装死，肉乎乎的脸蛋埋在滑梯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仔小朋友身体力行地贯彻着这种精神。忽然，装死的小家伙觉得自己的腰被什么东西戳了戳，长了痒痒肉的小朋友扭扭身子，
继续埋头装死。可没过几秒，痒痒的感觉又来了。不呀！胖仔仔头也不抬地拍开戳他的东西。你在干嘛？稚气的声音清脆响亮，一个约莫5岁的小男孩陷在滑梯旁边，好奇地看着仔仔。抬起头，仔仔看着小男孩。仔仔滑呀，仔仔在玩滑梯。这是仔仔第一次碰到除自己和莱凯以外的幼崽，小家伙十分新奇。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安东尼认真地向仔仔发出邀请。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眼看到仔仔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脑子也没那么痛了。最近他总是觉得脑袋抽抽的疼，还想摔东西。在幼儿园的时候，经常控制不住和别的小朋友打架。爸爸妈妈和幼儿园的老师知道以后，却并没有因此而惩罚自己，而是用一种怜悯心疼的眼神看着自己，给自己吃药。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吃了药的安东尼的却不打架了，可依旧抽痛的脑袋让安东尼始终不能平静下来。眼前的小女孩就好像是他的灵丹妙药一样，安东尼忍不住想要靠近她。我叫安东尼，你叫什么？仔仔呀。小家伙乖乖回答，声音又甜又软。这么久都没看到仔仔出来，艾瑞驰有些担心的过去，哭笑不得的发现自家的小胖仔正和一个小男孩鸡同鸭讲聊得正起劲。你家在哪？不呀，不知道家在哪的小家伙张口就来。你家长呢？哎呀，就算小家伙遇到自己不会的问题，呀的也要给出个答案。觉得自己回答的超棒，仔仔扬起小下巴，得意的不行。完全没听懂的安东尼，哎呀！看见艾瑞驰，仔仔举着小胖手，兴奋地打招呼：“东东哦！”胖爪爪指了指安东尼，仔仔小朋友给艾艾介绍自己交的新朋友。没错，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仔仔愉快地和安东尼交了朋友，并且还给安东尼取了一个可可爱爱的名字。叔叔好，我叫安东尼·史密斯。安东尼正儿八经地和艾瑞驰介绍自己。史密斯家族的？艾瑞驰挑眉，据说史密斯家族几年前生了个长孙，想来就是眼前这小子了。只不过史密斯家族的这个长孙好像有暴乱提前的趋势。想到仔仔被奥德斯尔讳莫如深的能力，心里颇有些玩味。奥德斯尔那家伙还以为仔仔的特殊能力被瞒得有多好，殊不知他早就发觉了。是的，安东尼一板一眼的回答，他的礼仪一向很好。东东，玩呀！傻乎乎的胖仔仔不知道两人的暗潮汹涌，拉着艾瑞驰的手要去玩摇摇车。不知道有楼梯可以走的仔仔小朋友，由于爬不上滑梯，气急败坏，由爱生恨，现在已经对滑滑梯失去了兴趣。把仔仔抱到摇摇车里，面对小家伙一起坐摇摇车的邀请，艾瑞驰摇头拒绝。怎么着，他也是帝国的首富，帝国第一风流可不是白喊的，怎么能和小屁孩一起坐摇摇车？说出去他以后还怎么风流？你们玩吧。说完，抱着仔仔的平平奶坐到旁边看着两人。昔日的帝国玫瑰终究成了带娃的奶爸。说起来，坐着摇摇车和抱着奶瓶相比，两个应该没差吧？反正在网友眼里是没差的。有生之年系列，我居然看到艾瑞驰大人在奶孩子，死而无憾了。不知道从前那些和艾瑞驰大人传绯闻的美艳女明星、霸道女总裁等等会是什么想法？忽然觉得自己也能行了，人夫什么的也太可了吧！经此一役，艾瑞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风流总裁人设可谓崩得稀碎。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艾瑞驰正在为两个小朋友太过亲密而吃醋。明明有摇摇车，有必要坐同一辆吗？由于仔仔太小，坐在摇摇车里不太安全，安东尼怕仔仔摔倒，所以和仔仔坐的是同一辆摇摇车，他在旁边护着左右摇晃的小家伙。早知道就不拒绝仔仔了。艾瑞驰幽怨地看着两人，活像知道自家白菜谈恋爱的老父亲。今天的仔仔可谓是撒了欢的到处乱窜，整个儿童乐园就只有他和安东尼两个孩子使劲儿玩使劲儿爬，儿童乐园的地都被他擦干净了。最后一个香香软软的小恐龙团子变成了一只脏兮兮的恐龙仔。妈妈，我鬼混回来了点 JPG。 仔仔笑嘻嘻地看着艾瑞驰。不止艾瑞驰看了血压高，某位抽时间看仔仔直播的元帅大人的心脏也直突突。该死的艾瑞驰居然没经过他的同意把仔带出去了。手上的笔瞬间被青筋暴起的元帅大人捏碎。刚想和奥德斯尔汇报工作的助理被吓了一跳，看着被低气压笼罩的奥德斯尔，觉得还是等元帅心情好点再来吧。玩了一天，到了回家时间，还没鬼混够的小家伙不想回去，抱着安东尼不撒手。东东，不走，还要和东东玩。仔仔，不要走。软软的团子抱着自己，安东尼有些害羞的红了红脸，白皙的脸颊粉扑扑的。咔嚓！王储殿下的休息室里，下课的莱凯死死地看着直播间里被仔仔抱着的安东尼，身前的桌角就这么被掰了下来。不要脸，小孩子也勾搭！愤怒的王储殿下在别院等到了还对东东恋恋不舍的仔仔小朋友。站在门口，仔仔看见莱凯，
十分给面子的笑弯了眼。王储殿下耳尖微红，面上十分冷酷。明天早上我教你学习。不就是陪仔仔吗？他一整天都陪着仔仔学习，就不信他还会对史密斯家的那个家伙恋恋不舍。一心学习的王储殿下觉得学习就是世上最轻松最快乐的事情，至少比儿童乐园的摇摇车好玩。一生要强的王储殿下绝不认输。还不明白学习是什么的仔仔困惑歪头。是好玩的，明天你就知道了。莱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牵着仔仔的胖爪爪，稳稳地带着小家伙进了别院。好玩的？小家伙眼睛亮了，小手手期待地捧着肉嘟嘟嫩生生的脸蛋儿。会比摇摇车还好玩吗？在仔仔小小的脑袋里，坐摇摇车已经成为最好玩的项目了。没办法，没见过世面的仔就是这样子。猫猫揣手手点 JPG， 看着仔仔就这么被王储哄过去了，这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们不禁也开始期待明天仔仔上学以后的表现。学习的确是好玩的，失眠的时候只要想想它就能立马睡着，失眠人必备佳品。学习还有一个好朋友叫作业，也特别好玩，二者配合使用最佳。噗噗噗，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回家的仔仔第一时间就是抱着温柔漂亮的女仆姐姐给冲的瓶瓶奶嘬2口。啊，甜甜的，好好喝哦。自从被仔仔选中自己冲的奶以后，女仆小姐姐一直苦练冲奶技术，成功的成为了仔仔小朋友的御用冲奶师。靠在沙发上，小家伙翘着二郎腿，舒舒服服的喝着奶，快乐的眯起了眼睛，闲适的令人嫉妒。嫉妒时还有一堆工作要做的我面目全非，突然开始期待明天仔仔被王储殿下拉起来学习的样子了。快点送仔去学习吧，我见不得他这么无忧无虑的样子。仔仔，归心似箭的奥德斯尔一到点就赶紧回来了，把还在喝奶的小家伙端着放到桌子上，一本正经地看着他。他要和仔仔来一场认真严肃的交谈。嘟嘟啊！小家伙抱着奶瓶，小屁股一挪一挪地靠近奥德斯尔，直接从桌子边一倒，一头扎进奥德斯尔怀里，欢欢喜喜地和嘟嘟贴贴。虽然今天玩得很开心，可是都没有看见嘟嘟，要补上和嘟嘟的贴贴才行。想嘟嘟啊！仔仔小朋友是一只粘人又娇气的仔仔，肥嘟嘟的脸蛋儿依赖的在奥德斯尔怀里蹭蹭，甜甜的奶香味钻进鼻腔，便是有再多的话，奥德斯尔也说不出了。罢了罢了，不就是个小男孩吗？自己平时多注意就是了。他家的仔这么可爱，有那么些小崽子喜欢黏着仔仔也正常。我也想仔仔。嘴角含着一抹笑容，奥德斯尔的眼神柔得能滴出水来，不说的话谁还能看出这是帝国赫赫有名的不败战神。王庭的人已经发现了仔仔的特殊之处，考虑了很多，最终王庭还是打算将这件事公布出去。毕竟自从仔仔出现以后，帝国兽人的精神暴乱几率大大的降低了，一些敏锐的人已经察觉出了其中的奥妙。即便王庭一直藏着掖着，也总是会被人知道的，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公布出来。这些天他就是在处理公布的相关事宜。或许是关心则乱，正是因为和仔仔息息相关，奥德斯尔没办法做到像处理其他事务那样冷静，时时刻刻都在琢磨一些细节，这让奥德斯尔今天一整天都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现在抱着仔仔放松下来，那种精神上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第一次，奥德斯尔觉得有些疲惫，揉揉眉心，奥德斯尔努力把疲惫的情绪藏起来。可小家伙怎么会感受不到？嘟嘟，刚出生的幼崽语言极度贫瘠，小家伙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只知道嘟嘟看起来不舒服的样子，就像他昨天在被窝里被白衣服叔叔用针戳的时候一样，这让小胖仔急得团团转。仔仔现在还记得被针戳的时候有多不舒服，小家伙一点也不想让嘟嘟不舒服，伸出小胖手抱着奥德斯尔的脖子。这只爱玩泥巴和摇摇车的仔仔小嘴巴叽里咕噜的在说着什么阴言阴语，像是在说仔仔哄嘟嘟呀。奶声奶气的声音软绵绵的，奥德斯尔听了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捏了捏小家伙软嘟嘟的小奶膘。小家伙操心这么多做什么？当心变笨。变笨？为什么？小朋友瞪圆了眼睛。仔仔不想笨笨的。玩偶爪爪碰着自己的脑壳，在毛茸茸的衬托下，仔仔的脑袋显得格外圆滚滚。被小家伙这样的反应逗笑，奥德斯尔没忍住笑出了声。怎么可以笑仔仔？气鼓鼓点 JPG。仔仔小朋友现在大致已经能分辨出什么是嘲笑了。别看小家伙年纪小，人家可要面子了。坏坏，亏人家还哄嘟嘟，太过分了。软绵绵的指责奥德斯尔，仔仔不高兴地抱着奶瓶从膝盖上滑了下来。不管怎么样，瓶瓶奶一定要抱得紧紧的才行。屁股一扭一扭的往外爬，仔仔决定不理嘟嘟，除非嘟嘟给做糊糊，要3大碗才行。贪心的幼崽暗戳戳加码，最后经过讨价还价，2个人以2碗糊糊成交。仔也太好哄了吧，1碗糊糊就能被哄走。
什么1碗？那明明是2碗，整整2碗糊糊，什么概念？那是宰一顿饭的口粮。哈哈哈哈！咯儿区区2碗糊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可以哄到一个生气气的仔仔。懂了，这就去学做糊糊，明天就去仔仔家门口蹲着，只要跟咱走，糊糊管够。不知道网上那些坏心眼叔叔姨姨们是怎么编排自己的，胃口极好的仔仔小朋友狂吃2大碗糊糊，挺着小肚子又毫不介意的和嘟嘟亲亲热热的贴贴了。嘿嘿，人就是这么好哄。第二天一早，睡得正香的仔仔醒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从昨天就开始期待的王储殿下，在天才蒙蒙亮的时候就已经起来了，换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勉强才选出一套满意的。整理好衣襟，莱凯端着一张俊俏白皙的脸，云淡风轻的往仔仔的房间走。如果忽略掉他快到飞起的步伐的话，小家伙昨天晚上吃的太多不消化，在床上蹦到好晚才睡觉，现在睡得正香呢。仔仔好可爱啊！莱凯扒在床边的栏杆看仔仔睡觉。小家伙皮肤白嫩，圆圆的脸蛋儿，肉嘟嘟的，浓密卷翘的睫毛在嫩生生的脸蛋上撒下一片细密的阴影，红润的嘴巴时不时的蠕动2下，可爱的要命。从来不承认自己喜欢仔仔的莱凯小殿下有点看迷了，不自觉地伸出手指戳了戳小家伙肉乎乎的脸蛋，好软。莱凯瞪大了眼睛，感受这样奇妙的感觉。我可不是喜欢你。莱凯嘀嘀咕咕的，手上的动作却一点没停下，继续戳 in， 没醒，再戳，好像觉得有点不舒服。小家伙皱皱眉毛，脸蛋在被子上蹭了蹭，吓得莱凯1步3尺高，下意识地蹲下来，反应过来后，王储殿下的脸红了。没有动静，莱凯又悄悄地伸着脖子看仔仔。小家伙只是稍微动了动，还是睡得很香。莱凯不敢再戳小家伙的脸，就这么趴在仔仔的床边。很久以后，小家伙终于有了要醒的迹象。只见仔仔闭着眼睛，伸出小胖手在床上摸索，左摸摸，右摸摸，终于摸到了心爱的瓶瓶奶。就在莱凯和网友们以为小家伙终于要醒了的时候，软乎乎的糯米团子把奶嘴塞进嘴里，小小的嘴巴十分有力地嘬着瓶瓶奶，可眼睛就是不睁开。莱凯，这样也行？莱凯脸上的困惑太过明显，被看直播的网友们看得一清二楚。王储殿下是不是很困惑？为什么仔能一边睡觉一边喝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很困惑，这些天看多了就习惯了，或许这就是仔仔的天赋技能吧。系统也见惯不惯了，本来他还担心小家伙躺着喝奶会被呛到，可这么多天半点事都没有，也就不担心了。镜头再转到床上，团在被子里的仔仔小朋友嘴巴的动作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慢慢停下。莱凯伸手想把奶瓶从仔仔嘴里拿出来，可刚一用力，小家伙就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口粮，半点不肯松口。哈哈哈哈，我们仔也是知道护食的小朋友，我就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能从睡着的仔仔嘴里把奶瓶抢过来的，除非仔仔自己松口。不知道王储殿下能不能成为第一个成功的人？莱凯无奈，只好松手。这么闹了一场，小家伙居然没醒，只是抱着奶瓶转了个身子，依旧睡得香喷喷。莱凯是7点左右到的仔仔房间，一直到10点，小家伙才慢慢悠悠地醒过来，睁着惺忪，睡眼茫然地看着莱凯。很显然，他已经忘了昨天莱凯说的话了。现在要学习了。莱凯认真地看着仔仔，手上是他昨天晚上连夜准备的教案。今天他准备的课程有帝国史和数学、物理，考虑到仔仔年纪小，他准备的课程内容比较少。习习，小家伙还没睡醒，口齿不清地重复莱凯的话。是学习。莱凯认真地纠正，学习就是要从细微的地方入手，今天他要做严厉的老师。习习。仔仔努力地重复，觉得自己说的超棒，高高的扬起小下巴。厉害，这小家伙还知道给自己比个大拇指。莱凯没有听到莱凯的夸夸，仔仔小朋友奇怪地歪着脑袋盯着他，胖爪爪抓着莱凯的衣袖摇了摇。来来，厉害啊！喵喵喵。来来为什么不说仔仔厉害啊？仔仔不厉害吗？厉害。莱凯第一次说了违心的话，字正腔圆地说出厉害这2个字，已经是他最后的倔强了。要叫我哥哥。莱凯强调。来来什么的，太不稳重了。来来。仔仔笑眯眯地露出牙尖尖，倔强地继续。哥哥。来来。算了，你喜欢就好。莱凯无言，最终还是屈服了。这么一来一回的，小家伙总算是清醒了。DW1360也进来准备给仔仔洗漱。杂七杂八的事情做完，已经到了中午，小家伙软趴趴地趴在桌子上，迷迷蒙蒙地看着现在上面的莱凯。本来想让小家伙坐板正，但一想到仔仔有多倔强，这位从不放弃的王储殿下还是放弃了。最先上的是数学课，莱凯先把1到10以内的数字一句一句地读给仔仔听，然后让小家伙跟着读。仔仔觉得太简单了，奶声奶气地跟着莱凯数数，一声比一声大。网友们都纳闷了，还以为能看到小家伙被学习虐得哭唧唧，
没想到小家伙学习起来精神奕奕的。会了吗？待读完一遍，莱凯低声问道。会。小胖爪一拍桌，仔仔小朋友自信极了。这是几？莱凯指着第一个数字。1。小家伙毫不犹豫地回答。莱凯有些惊讶，又把手指头放在数字6上面。那这是几？2。又是毫不犹豫的回答。莱凯惊了，他不理解，这怎么会是2呀？仔仔说是2就是2。小家伙奶凶奶凶的看着莱凯，颇有种说一不二的气质。莱凯不甘心，又指了数字2，那这是几？他心里还是带着一点期待的。3呀！毫不犹豫的，小家伙自信的给出自己的答案。完蛋，白交了，网友们都笑疯了。噗哈哈哈！我承认是我高估仔仔了，还以为仔会是个学霸，没想到是个一次性学霸。仔看起来好自信，如果不是知道答案，我几乎都要相信这是正确答案了。王储殿下看起来好像有点傻眼了。不对，这才是3。莱凯抱着幻想纠正道。仔，算了，我再你认一遍吧。莱凯心累了，又一字一句的带着小朋友认了一遍。最后，这是几？指着数字8。1。奶乎乎的声音果决的给出答案。毁灭吧！无力的看着沾沾自喜的小家伙，莱凯心中升起一股疲惫之感。原来仔仔是笨蛋吗？开学第一天就学会了100以内的加减乘除的王储殿下，第一次碰到这么笨的仔仔。1呀！见莱凯不说话，小家伙又强调一遍。Double kill！ 哈哈哈哈！仔你还是少说2句吧，没看见王储殿下都愁成啥样了吗？感觉和仔仔更加亲切了。我们都是学渣，不知道元帅大人知道了会怎么想？哈哈，要知道元帅大人可是跳级从帝国大学毕业的，他要是知道自家仔居然是个学渣，脸色一定会很好看吧？来啊！仔仔说的不对吗？不知道自己已经荣升学渣的小家伙困惑的歪着脑袋，胖爪爪抠了抠肉嘟嘟的脸蛋儿。莱凯只能带着小家伙一遍又一遍的重新认这些数字。小家伙最开始还是有点学习激情的，可是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么一点激情也被消磨殆尽了。不呀！趴在桌子上奶乎乎的小团子把头背对着莱凯。仔仔不想习了，一点也不好玩。没有夸夸，还要一直念呀念的，仔仔的嘴巴好痛的。小家伙很娇气，如果没有夸夸的话是没有动力的。仔仔乖一点，我们说好要学习的。莱凯皱眉，伸手戳了戳小家伙的背。不习啊！仔仔小朋友坚定的拒绝，怕莱莱再说什么，手脚并用的爬了出去，溜了。仔仔半途而废不是好仔仔。莱凯跟在仔仔后面碎碎念，小家伙假装听不见，抱着奶瓶一个劲儿的往外爬。不可以这样！莱凯大腿一跨，拦住了仔仔的去路。仔仔爬得太快，一时没刹住，啪叽一下撞到莱凯腿上。好痛哦！笨拙的捂着脑袋，仔仔泪眼汪汪的看着莱凯。莱凯不自在的抿抿嘴，担心的蹲下身子揉了揉仔仔毛茸茸的脑袋。撞痛了吗？他也没料到会这样。的。小家伙用力的点头，撅着嘴巴，可怜兮兮的抱着莱凯贴。不习啊！要是想仔仔不痛的话，就不要再让仔仔习了。小家伙年纪小，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心眼的，都用在逃避学习上了。谁让他是一只学渣仔呢？不可以，不学习的话，仔仔难道想变成笨蛋吗？莱凯真真切切的为仔仔的智商担忧。本来就笨笨的，要是再不学习的话，可怎么办？以后上幼儿园一定会被别的小朋友嘲笑的。圆润的身形动了动。笨。仔仔扭头看着莱凯，无辜水润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习，笨，不学习就会变笨蛋吗？在小家伙不可置信的目光中，莱凯残忍的点点头。怎么可以这样子？仔仔难过了，悲伤的抱着胖胖的自己，小家伙哭得不能自已。不笨呀！奶声奶气的哽咽着，眼眶红彤彤的，看着好不可怜。仔仔不要变成笨蛋，可是仔仔也不想习好无聊，还没有夸夸。豆大的泪珠一颗一颗的往下掉，吧嗒吧嗒的砸在地板上。小家伙的悲伤比怀里的瓶瓶奶还要大。仔仔知道的，笨会吃不饱，没有瓶瓶奶。仔是因为变笨所以这么伤心吗？楼上这不明知故问吗？不过仔这个样子也太可爱了吧，委委屈屈的，好想抱回家。不哭了哦，妈妈都要心疼死了。不想变笨就好好学习，仔一定可以的。不想变笨就和我一起好好学习，这样你就可以变成最聪明的小孩了。莱凯趁机诱惑，可惜小家伙对变成最聪明的小孩没兴趣，只要不笨的吃不饱就万事大吉。不习，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莱凯，小家伙摇头拒绝。仔只要吃饱饱就可以了，现在把瓶瓶奶都攒起来，以后就不会吃不饱了。这样的话
就算笨笨也没有那么难过了。小家伙绕过来凯往大厅去 ，DW1360 跟在小家伙身后。达达呀，妮妮。仔仔抱着 DW1360 说：“没办法，女仆小姐姐今天好像放假，只能找大大了。她决定了，现在开始好好攒妮妮。仔仔一定可以的。是的，小主人。”DW1360 机械的点点头，转身就要往厨房那儿去。等等，莱凯叫住 DW1360， 请问有什么吩咐？仔仔，你要是学会1到10的数字的话，我就多给你2瓶奶。莱凯还是不死心的，想用瓶奶诱惑小家伙。2瓶？果不其然，仔仔迟疑了。那可是整整2瓶妮妮啊！哎，怎么样？莱凯觉得有戏，低头问仔仔。只不过仔仔小朋友还是拒绝了。不呀，瓶奶现在还有，习习太无聊了，仔仔不想习。斩钉截铁的拒绝，小家伙拉着 DW1360 爬到厨房去。我的老天爷，哈哈哈！仔仔真的是对学习深痛恶绝，简直就是令我。有网友因为小家伙的厌学而哈哈大笑，也有网友开始担心仔仔以后上学怎么办。不过这么笨的仔仔，以后上学能跟上进度吗？观看直播的奥德斯尔也同样有这样的忧虑，也不知道仔仔是哪个种族的，万一是智商不太高的就麻烦了。看小家伙这模样，也不像是能努力学习的样子，要是种族智商也不太高。想到以后小家伙上学会被人嘲笑，奥德斯尔的眼角就忍不住直抽抽。不行，一定得学习，说什么都不好使。为小家伙的未来深深的忧虑着，奥德斯尔立马就在新网下单了从幼儿园到博士生的所有学习资料。做完这些还不够，奥德斯尔又叫助理找来了军部唯一基因繁育了孩子的上校过来。元帅，你有什么吩咐？进门之前，亚特伍德仔仔细细地整理了自己的衣服才敢进去。你平时都是怎么教孩子的？没当过父亲的元帅大人茫然地问。教孩子？亚特伍德惊了，元帅大人原来也有不懂的方面吗？你不是和伴侣基因繁育了一个孩子吗？啊，对，教孩子嘛。亚特伍德连忙点头。可说到教孩子这个话题，他又语塞了。他能说孩子都是他老婆在带，其实他就是个工具人吗？看着元帅认真的目光，亚特伍德哭唧唧地否决了自己这个想法。要是自己这么说了的话，绝对会被元帅鄙视的吧。我平时对孩子都比较严厉，关于孩子的学习，亚特伍德只能随口瞎扯了。2个没有带孩子经验的男人，居然就这个话题聊了那么久，关键是彼此还都挺满意的。元帅，以上这些就是我关于带孩子的一些心得了。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亚特伍德总算是停下了。没想到自己还挺有养孩子的天赋，讲起来头头是道的。亚特伍德觉得自己还挺厉害，回去就在自家臭小子身上实验。奥德斯尔满意的点点头，很好，你先回去吧。很显然，这位元帅大人也被唬弄过去了。2个男人就这么各回个家。奥德斯尔到别院的时候，莱凯还锲而不舍地跟在仔仔身边，而仔仔小朋友躲在皇后怀里。仔仔，你有没有在听？长篇大论说完一大堆的莱凯想戳一戳仔仔，却被皇后拦住。嘘！转过去一看，小家伙已经被念叨的睡着了。见此状况，奥德斯尔更坚定了要好好让小家伙学习的决心。于是，翌日清晨，睡得迷迷糊糊的仔仔小朋友从被窝里被奥德斯尔抓出来了。嘟嘟呀！仔仔生气了，凶凶地瞪着奥德斯尔，小家伙的胖爪爪毫不留情地啪叽一声拍在他脸上。绝叫！仔要睡觉了。从来没有人能打奥德斯尔的脸，除了眼前的小家伙。俊美无愁的脸陪着笑，奥德斯尔把小家伙哄着洗漱好，喝完妮妮勉强不生嘟嘟气的仔仔小朋友窝在奥德斯尔怀里，随着脚步的走动，宽厚的怀抱一晃一晃的，小家伙没忍住开始打起了瞌睡。然后在到达目的地后，仔仔小朋友发现自己居然坐在来昨天教自己数数的地方。喵喵喵！胖乎乎的小拳头揉揉眼睛，小家伙左看看右看看，试图找出和昨天的不同来，但这都是徒劳的。找不同失败的仔仔小朋友意识到不妙，身子一倒，麻溜的就要往外爬。太可怕了！还没爬出去2步远，就被一只大手提溜起来了。哎呀！小家伙就像一只搁浅了的小乌龟，拼命地扑腾着自己的小胳膊小腿。仔仔，我们今天来学习好不好？把小家伙端到椅子上，奥德斯尔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可再好听的声音和学习放在一起，也变得恐怖起来。不习习啊！小家伙连吃奶的力都用出来了，使劲地往外挣扎，肉嘟嘟的脸憋得红扑扑的。坏蛋嘟嘟，居然骗仔仔！仔仔不喜欢嘟嘟了。握着小拳头，仔仔张嘴就是一口，嗷呜一声咬在奥德斯尔的手臂上。哼，仔仔可凶了！要是再拦着仔仔，就要你好看！死！奥德斯尔皱眉，捂着被咬的手臂，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见奥德斯尔这样，
小家伙骄傲地挺挺小胸脯，知道仔仔的厉害了吧？可骄傲没多久，奥德斯尔还是那么痛苦的样子，小家伙就坐不住了。他没想让嘟嘟这么痛的。小爪子摸着奥德斯尔的手，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皱眉吸气的男人。痛痛呀？嘟嘟很痛吗？没事，我不痛。奥德斯尔还是捂着手臂，嘴上说着没事，却还是吸着气。不然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呢？奥德斯尔这么一说，小家伙立马就紧张起来了，软软嫩嫩的肉脸蛋儿和粗壮的手臂贴贴。不痛痛呀？一边这么说，还一边鼓着嘴巴给奥德斯尔吹吹。系统看得眼红极了，仔，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受伤？肯定是骗人的。呸，不要脸，小孩子也骗。也不想想，小家伙才长出来一颗牙，还只长出来一点点，这家伙肌肉这么硬，怎么可能会被仔仔咬伤？说不定连个印子都没留下。系统仗着奥德斯尔看不见，对着他呸呸两声。奥德斯尔敏锐的抬头，视线直直的指向系统的方向。原本还嚣张的不行的系统马上收声，怂唧唧的变成球，躲在仔仔身后。好统不和难斗，他这是战略撤退，才不是怕了他。虽然系统戳破了奥德斯尔的谎言，但仔仔小朋友完全没信。小家伙对自己的杀伤力就是这么自信。仔仔可是最厉害的宝宝了。噗噗，小家伙垂着眼眸，认认真真的给奥德斯尔吹吹，口水都飞出来了。吹完了，小家伙才歪着头观察奥德斯尔的神色，软绵绵的询问：痛痛呀？嘟嘟还痛不痛呀？奥德斯尔继续卖力表演，使劲吸气，任凭系统气得跳脚。还是好痛，仔仔可以帮嘟嘟一个忙，让嘟嘟不痛吗？铺垫了这么久，终于说到了真正的目的。奥德斯尔认真的看着仔仔，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要忽悠小孩。的。小家伙毫不犹豫的点头。仔仔可以坐在这里看视频吗？等会儿视频里的人叫你做什么你就跟着做，这样我就不痛了。有了刚刚的教训，奥德斯尔也不直接说学习这个词，把小家伙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只要不是学习，一切都好说。小家伙非常大方的点头答应。奥德斯尔立马把幼儿启蒙的视频放了出来。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画面上是一个穿着粉色衣裳的卡通小女孩，带着亲切的微笑，用朗读腔开始逐字逐句的讲课。这个小姐姐没见过啊。仔仔新奇的看着屏幕，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小女孩。这是小家伙第一次看卡通动画，聚精会神的同时还不忘把胖乎乎的手指放在嘴里使劲做。难道小家伙真的能重拾对学习的热爱？这种想法完全是多虑了。就在网友们惊奇的时候，事情开始变得有点不对劲了。不过3分钟，只见仔仔的眼皮越来越重，小脑袋一点一点的，最后直接 doing 的一声砸在桌子上。这么大的动静，小家伙愣是没醒过来。网友都心疼仔仔的脑壳。哈哈哈哈，好快乐！我承认，我不应该对仔仔有期待的。学习完全就是他的安眠药吧，笑死。话说，仔不会痛的吗？楼上的，想想那可是用脑壳撞门的仔，区区一张课桌，有啥好怕的？至于奥德斯尔，他沉默了，把小家伙抱起来，一看额头都红了。元帅大人没忍住心疼，叫 DW1360 拿药过来给仔仔揉了揉。学习就真的这么难吗？天才奥德斯尔很难理解。把启蒙视频一关上，小家伙立马就醒了过来，精神奕奕的，完全看不出来刚刚困得用头撞桌子。仔仔是来搞笑的吗？变脸都没他这么快，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这很难让我不怀疑仔刚刚是不是装的。仔，我们……奥德斯尔还没说完，就被反应过来的仔仔捂住嘴巴。嘟嘟坏。经过这么一回，小家伙算是明白了奥德斯尔是怎么一回事了。坏嘟嘟就是想骗仔学习。气鼓鼓的从奥德斯尔身上挣扎着下来，小家伙撅着屁股刷刷往外爬。太过分了，居然骗仔仔！小家伙委屈受大了。来来和嘟嘟都是坏蛋，总是要仔仔洗洗，仔仔一点也不想洗洗。委屈的小家伙连带着把莱凯也带上了。仔仔知道不洗洗会笨笨，可是仔仔笨笨他们就不喜欢仔仔了吗？越想越委屈，娇气包仔仔的眼睛含着一包眼泪要掉不掉的。那么大一个家，居然容不下一个不爱洗洗的仔仔。明明仔仔辣腰可爱，这个家本仔仔是待不下了。小家伙爬到自己房间里，小脑壳一用力，啪的一声把门给关上，差点没把奥德斯尔的鼻子给拍了。虽然奥德斯尔的情商不算高，但这个时候他下意识的觉得自己还是在外面待着可能比较好。打开仔仔的直播间，小家伙现在正打包行李呢。仔仔这是要离家出走吗？网友困惑了。只见小家伙把自己的瓶瓶奶全都用小被子装了起来，还知道打个结背在背上。就算离家出走，也要记得把瓶瓶奶带上的仔，也太可爱了吧！哈哈哈哈！厉害了，有远见，小家伙还知道把口粮带上。
因为小家伙无时无刻都要抱着瓶瓶奶，时不时的都要嘬上一口，所以卧室里准备了不少瓶瓶奶。仔仔本来想把所有的瓶瓶奶都带上的，可惜小家伙力气太小，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能把包裹拖动，只好恋恋不舍的把几瓶奶拿了出来。门外的奥德斯尔懵了，他家的仔现在要离家出走了，所以他要拦着吗？拦着的话，仔仔会更生气的吧？还没思考完，小家伙就推门出来了。感应门就是方便，就算握不到门把手，也能轻轻松松的开门。仔仔，哼，娇娇气气的哼了一声，小家伙跟蜗牛似的背着自己的家当，慢吞吞的往外爬。主要是想快也快不了。仔仔，小朋友都是要学习的，以后你还要上幼儿园，什么都不知道是会被其他小朋友笑话的。奥德斯尔苦口婆心的劝着。现在帝国的幼儿园是越来越卷了，他听亚特伍德说，他家孩子还没上幼儿园之前就已经把100以内的加减法学会了，甚至还学会了2000个通用帝国文字。仔仔要是现在不学习，以后被别人落下了怎么办？他奥德斯尔的仔仔怎么能比别人差？什么？你说半月之期到了以后，万一仔仔没选他怎么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他的仔，谁也抢不走。奥德斯尔就没打算和那些人公平竞争。小家伙头也不抬一下，时不时的摸一摸自己的瓶瓶奶，确定没掉以后又继续往外爬。哼，什么幼儿园，仔仔统统都听不懂。仔仔就是要做笨蛋。嘟嘟想笑就笑吧。要知道，看直播的网友里有不少奥德斯尔的竞争对手，譬如皇帝一家，又譬如艾瑞驰，此外还有第一天住进别院的就被奥德斯尔丢得远远的培育园那边的人。一见小家伙闹离家出走，纷纷带着人过来接仔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傻子才会错过。不过2-3分钟，大厅就已经挤满了人。仔仔，你愿意去我那儿吗？衣着华丽的金发男人微笑着看着仔仔。还有姨姨，姨姨这边也欢迎仔仔的。皇后眼冒红星，捧着脸激动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她本来以为奥德斯尔这家伙对奶孩子没兴趣的，所以当初和皇帝才放心奥德斯尔的建议。可谁知道这家伙居然也觊觎仔仔的监护权，还仗着和仔仔关系好霸占仔仔，抢占先机。现在有了机会，可不得好好把握住。培育园那边派来的是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女生是个很漂亮温柔的小姐姐，男生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十分好相处的样子。2个人也挤到仔仔面前争取。仔仔，我们培育园有很多幼崽喜欢玩的东西，你来我们这儿吧，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这俩人就是因为对自然幼崽有足够的喜爱，又加上本身能力不差，所以才被选上来别院的。可惜碰上了奥德斯尔这个不讲道理的，还没来得及见仔仔小朋友一面，就被丢到别院最偏远的地方了。去我那儿，去我那儿！一群人争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的。仔仔小朋友暂时忘记了离家出走的决心，呆呆地看着这几个帝国风云人物吵架，看起来好像很有趣的样子。不过他们为什么要吵架呀？猫猫困惑点 JPG。 几个人说话的速度太快，小家伙根本就没听懂。是以几个人根本就是吵了个寂寞。几个人吵到最后也没吵出个结论来，干脆齐刷刷地看着看戏的小家伙。仔仔，你说你选谁？仔仔，这和仔仔有什么关系？小家伙一脸懵逼。但最后小家伙还是跟艾瑞驰走了。虽然皇后姨姨很温柔，可毕竟他那里有莱凯，西西噩梦的创始人，小家伙现在暂时还不想见到他。皇后知道了，都想连夜把自家儿子打包送走。至于培育园那边的2个哥哥姐姐，虽然很漂亮，可是幼崽和他们不太熟，想来想去还是爬到了艾瑞驰脚边。当然他没有忘记带上自己的口粮瓶瓶奶。 Joe， 背着瓶瓶奶，小家伙口齿不清地说，胖乎乎的爪子指着外面，说话间透着一股奶味儿。小家伙刚刚肯定偷偷喝奶了吧？艾瑞驰还能分出念头思考，他想的还真没错。小家伙围观几个人吵架的时候，没忍住悄摸摸的从小被子里拿出瓶瓶奶嘬了2口，一边看热闹一边喝妮妮，好不快活。按理来说，半月之期内大家应该和小家伙一起住在别院培养感情，但仔仔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如果小家伙非要离开，那么谁也无法阻拦。艾瑞驰成功抱得仔仔归，走上人生巅峰。抱着小家伙出去，艾瑞驰脸上满是春风得意的笑容，而与之相反的则是争仔失败脸色难看的几人，其中最为难看的就是奥德斯尔。原本热热闹闹的皇家别院迅速寂静下来，反应快的人如奥德斯尔已经在第一时间买下了离艾瑞驰家最近的房子。仔仔能走，他们也能走。一时间，艾瑞驰家附近的房价飞涨，房子供不应求。仔仔，我们到家了。艾瑞驰家是一座十分华丽的别墅，别墅的大门是非常古朴的木色，上面雕刻着精致美丽的浮雕。大人，穿着白衬衫燕尾服的管家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迎接2人，身后跟着2队排得整整齐齐的侍者。不知道是谁先咽了口水，
网友们的弹幕又一次井喷式的爆发。我去，不愧是帝国最有钱的人，刚刚的别院都没这么华丽吧？看来我们仔不用担心没有瓶瓶奶喝了，管够！你们的手也太快了吧！就这么一会儿，艾瑞驰大人家附近的房子都卖光了，我还打算和仔仔来一场偶遇呢。皇家别院附近的房子是属于皇家的，一般人不允许购买，所以网友们就是心痒痒也没办法。可艾瑞驰这儿就不一样了，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能买。仔仔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这短短的时间里，以艾瑞驰家为圆心，方圆10里的房子都被清空了，有些网友用单身几10年的手速都没能抢到。以后这就是我们家了，怎么样？喜不喜欢？怕小家伙到了新地方不适应，艾瑞驰低头看怀里的仔仔。什么你们家？他家仔就是暂时去做客，早晚还是会回来的。一边看直播一边准备搬家的某位元帅大人酸了吧唧的撇嘴，但艾瑞驰完全是多虑了。只见小家伙仰着头，好奇的左右观察，一点惬意都没有。很显然，小家伙适应得很。走，我们进去瞧瞧。艾瑞驰一笑，抱着仔仔大踏步进去。这几天艾瑞驰没有在别墅，管家他们把别墅照顾得很好。弯弯曲曲的小路旁边是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的各种珍稀植物，随随便便拿一株出去都能被炒成天价。幼崽很容易被这样鲜艳的画面吸引，趁艾瑞驰不注意，小家伙伸出胖爪爪揪了一朵粉色的花花。我操！仔住手啊！这不是朱丽叶玫瑰吗？我记得在一次拍卖会上拍出了1500万的天价。有眼尖的网友看出了小家伙手里的花是什么品种，平时键盘敲得贼溜的手微微颤抖着打下这段话。完蛋了，仔仔就是把他的瓶瓶奶全都拿出来也赔不起吧？虽然但是我觉得艾瑞驰大人不像是会让仔仔赔的样子。难道你们忍心让仔仔把他的瓶瓶奶全都交出来吗？是啊，仔仔那么喜欢喝瓶瓶奶，要是全都用来赔花的话，一定会哭唧唧吧。可是，一想到小家伙眼眶红红的可怜模样，有点想看是怎么回事。网友们赶紧打住自己危险的想法。而这朵被万千网友牵挂的朱丽叶玫瑰，在艾瑞驰眼里却和路边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植物差不多。仔仔喜欢。看着胖乎乎的爪子里握着的玫瑰花，艾瑞驰薄唇微勾，如海一般蔚蓝的眸子里充满了宠溺。喜欢的话，这些全都给仔仔。不过是花了点小钱买来解闷的，能让仔仔喜欢也算是他们的荣幸。简直毫无人性！是谁酸了我不说，鱼哭了水知道，我哭了谁知道？1500万的花说给就给，果然艾瑞驰大人不愧是能在一众人中间脱颖而出，赢得仔仔欢心的大赢家。什么叫1500万？没听见人说全都给仔仔吗？这一片怎么也得有几个亿了吧？几个亿？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被所有人羡慕的仔仔小朋友却做出了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举动。小家伙伸着小胖手，把粉色的花花别到艾瑞驰耳朵上，还轻轻地拍了拍，像是在确定花花戴的稳不稳固似的。哎呀！仔仔小朋友歪着脑袋盯着艾瑞驰，眉眼弯弯的小模样，看着就让人稀罕。艾瑞驰也不介意头上戴花，反而轻笑一声，调整了一下花的位置。怎么样，仔仔？俊美瑰丽的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容，狭长的眼眸是要命的温柔。嘶哈嘶哈，艾瑞驰大人也太美了吧！世上有4种辣：微辣、中辣、变态辣和老公我来辣。刚刚楼下阿姨来投诉了，说我家漏水，我一看，这不我的口水吗？吸溜！我去，一进来就被满地的苦碴子绊倒了，楼上的把苦碴子捡起来好吗？骚话连连的网友用带颜色的弹幕霸占了屏。
震耳欲聋的声音直接把心慌慌的仔仔小朋友狠狠吓了一跳。呜，彤彤，仔仔怕怕。小家伙躲在被子里，小拳头紧紧地攥着放在耳朵边，一双眼睛含着一包泪水，哭唧唧地看着系统。仔仔不怕，彤彤陪着你呢。系统心疼了，变成人形，轻轻地给小家伙拍着背，安抚仔仔受惊的情绪。不怕不怕，彤彤在呢。说来也是好笑，他作为系统，本来应该带着宿主苏炸天的，意外到了这里变成了奶孩子的桶。不过这些他都是心甘情愿的。或许刚开始是迫于无奈，荒心只有仔仔一只有意识的蛋，没办法才绑定的他。可经过这些天的相处，系统就再也说不出迫于无奈的话了。仔仔是个很可爱的幼崽，会给他送花，会带着他一起玩，还会奶乎乎的哄他，当然也会哭唧唧的和他告状，要他轰轰。虽然偶尔会调皮，但那又怎样？谁会拒绝这样一只笨拙柔软又稚嫩的仔仔呢？反正他不会。小家伙一时刹不住，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委委屈屈的抽噎着，小肚子一吸一吸的，根本停不下来，可爱的要命。另一边，被闪电声吵醒的艾瑞驰从床上醒来，想到隔壁的仔仔，赶紧穿上鞋去隔壁房间看看。到了那儿一开灯，只见公主床上小小的一坨鼓包，一抖一抖的，小家伙正委委屈屈的哭着呢。仔仔，艾瑞驰走过去拍了拍仔仔的背，然后才轻轻的掀开被子。小家伙哭得一脸汗，也不敢掀开被子透透气，短短的头发粘在脸颊上，肉嘟嘟的脸蛋儿被闷得红扑扑的，眼眶微红，就像是被抛弃的小兽，看起来可怜兮兮的。爱啊！本来已经被系统哄得差不多的小朋友，被艾瑞驰这么温柔关心的声音一问，雾蒙蒙的眼睛瞬间又聚拢了一包眼泪。超委屈的小家伙抱着艾瑞驰的手臂，哼哼唧唧的哭着，也不知道是在撒娇还是在哭。仔仔哥，怕怕呀！粉扑扑的糯米团子一边打着哭嗝一边说：“不怕不怕。”艾瑞驰把仔仔抱在怀里，轻轻地拍打背部。他真的好后悔，当初装修的时候没有把房子的隔音做好。艾瑞驰不怕雷声雨声，有时候还会刻意去听这些声音放松，所以当初对于房间的隔音并没有做特殊处理。没想到仔仔住进来第一天就把他吓到了。雷声停了，小家伙靠在艾瑞驰厚实的肩膀，听着艾瑞驰温柔的低语，慢慢的再次进入梦乡。仔仔长长的睫毛被泪水粘在一起，肉嘟嘟的脸上是汗水和泪水，脏兮兮的。艾瑞驰小心的把仔仔放在床上，注视着小家伙熟睡的面孔，真是小可怜。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怜惜。爱怜的摸了摸仔仔嫩生生的脸，艾瑞驰去卫生间准备好温热的湿毛巾，给小家伙把脸和脖子擦擦干净。做完这些，艾瑞驰又立马把助理叫起来，准备给仔仔的房间准备隔音。半夜被叫起来的冤种助理，明明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可到了第二天照样是晴空万里。美美的睡了一觉，仔仔小朋友想起昨天自己怂唧唧的跟彤彤和爱爱撒娇，有点不好意思的红了红脸。仔是大孩子了，怎么可以随便哭呢？好丢脸哦。好吧，这是个要面子的胖仔。女仆姐姐还没有过来给仔仔洗漱，小脸红彤彤的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小糯米团子决定自力更生，拖着比自己还大的枕头，小家伙慢吞吞的把枕头推下床，然后又把小被子推下床，然后一翻身，顺着床边呲溜一下滑到被子上，完美。整个过程无比丝滑。从被子和枕头里挣扎出来，仔仔小朋友慢吞吞的往外爬，很轻松的到了大厅。抬眼一看就能看见照片里的季季，不过这一回仔仔可不像昨天那样亲亲热热的爬过去抱着就亲，而是眼神躲闪的爬到门口去了。这是不能喝妮妮的片片，太可怕了，仔仔要跑得远一点。小胳膊小手倒腾的挺快，一会儿的时间就爬到了花园。艾瑞驰一早就去给仔仔挑隔音材料了，别墅里的侍者都在忙碌，竟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仔仔不见了。花园里只有一个侍弄花草的年轻侍女，靠在柱子边吃冰激凌，一边吃一边打瞌睡。天气太热了，花园里没有冷气，只能靠吃冰激凌解暑，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仔仔小朋友咂吧咂吧小嘴巴，没忍住爬了过去。侍女慢慢的靠着柱子睡着了，拿着冰激凌的手就这么垂了下来，正好给了小家伙偷吃的机会。扭着小屁股赶紧爬过去，糯米团子用力的撑起小脑袋，扬着下巴伸出粉嫩嫩的舌头舔了一下，好冰。小家伙从没吃过冰激凌，被冻得一个机灵，一张肉乎乎的小脸皱皱巴巴的，口腔里冰凉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肆意蔓延的甜甜的香草味，好好吃。仔仔瞪大了眼睛，没忍住又偷偷舔了一口，眯着眼睛享受极了。仔仔好喜欢哦，他们大人吃的都是这么好吃的东西吗？仔仔小小的脑袋有大大的疑问，难怪仔仔给他们分妮妮啊，他们都不喝。侍女还没醒，仔仔咽了咽口水，又舔了一口，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根本停不下来。侍女好似睡醒了，
皱皱眉动了动身子。某只偷吃的正欢的仔仔赶紧躲到柱子后面，露出2只圆溜溜的眼睛，偷偷盯着侍女。怎么少了这么多？醒来的侍女睁大了眼睛，看着手上的冰激凌，上面的球已经只剩不到一半了。难道是化了？侍女纳闷地站起来，四处看了看，不像啊，地上又没有化了的冰激凌。仔仔灵活地跟在侍女后面，愣是没被发现。看直播的网友都要笑死了。还好我今天起得早，来看了仔仔的直播，不然岂不是要错过仔仔这么可爱的一面？哈哈哈哈！小姐姐一觉醒来，冰激凌就被某只仔仔偷吃了半个，也太好笑了吧！元帅大人和艾瑞驰大人是少了仔的吃吗？怎么仔这么馋？而另一边，别墅里照顾仔仔的女仆发现小家伙不见了，着急的都要疯了。玛丽，怎么回事？穿着体面的燕尾服的管家皱眉看着慌慌张张的玛丽。作为艾瑞驰大人家的侍女，怎么能这样毫无礼数？仔仔不见了，我去仔仔房间找了，都没找到他。玛丽几乎都要哭了，仔仔有多重要，她心里自然有数。照顾仔仔的活是她千求万求才求来的，仔仔现在在她手里不见了，要是找不回来，她就是帝国的罪人。不见了！管家脸色巨变，立马让所有的仆人集合起来去找仔仔。此时，一个侍女试探的举起手，有什么事晚点再说。管家哪里还有心思管侍女要说什么，转身就要找仔仔。其实我们可以看仔仔的直播，确定他的位置啊。那位侍女直接大声的说了出来。她很不解，明明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搞得那么麻烦呢？好像有点道理的样子。管家顿住脚步，场面一时有点尴尬。管家和玛丽2个人关心则乱，被仔仔不见了的消息这么一冲击，早就把直播的事情丢在脑后了。玛丽被这么一提醒才反应过来，连忙把光脑打开，进入仔仔的直播间。仔仔在新西亚那里。有人忍不住高声说道，他们现在就在花园。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浩浩荡荡的去了花园。他们找到仔仔的时候，小家伙正眼巴巴的跟在新西亚后面，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跟在冰激凌后面。溪流点 JPG， 管家终于找过来了吗？哈哈哈，仔仔多少是有点馋了。这叫有点馋吗？这分明是一点点好罚。小家伙的口水都能把花园里的花花草草给淹了，就没见过这么馋的小仔仔。仔仔，管家赶紧跑过来。小家伙一见有人过来了，赶紧钻进花丛里躲着。还好这一片花没长刺，仔仔皮肤娇嫩，要是有刺能把小家伙给划伤。可就算没刺，这一下也能把所有人吓一大跳。而冰激凌惨遭觊觎的新西亚小姐姐则一脸茫然，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向讲究仪态的老管家朝自己跑来。管家这是看上他了吗？不行，管家太老了。新西亚紧了紧自己的衣领，警惕地看着管家。管家，我……他话还没说完，管家就在他面前蹲了下来。这是要求婚了吗？不行，不能答应。就在新西亚小姐姐想入非非的时候，管家钻了花丛。等等，钻进了花丛。新西亚一低头，就看见虽然身处花丛，却依旧盯着自己冰激凌的仔仔小朋友。仔仔，新西亚吓了一跳，手上的冰激凌都被吓掉了。甜甜呀！被管家逮住的仔仔小朋友可惜地看着掉在地上的冰激凌，还有好多呢，怎么就掉了呢？我……新西亚还不知道自己的冰激凌是被仔仔偷吃的，瞪大了眼睛，我了好久也没说出话来。要命，他出息了，居然和仔仔近距离接触了。而另一边挑选完隔音材料的艾瑞驰，在知道自家仔居然偷吃冰激凌，马不停蹄就赶了回来。好他个胖仔，还知道偷吃冰淇淋了。谁都别拦他，他一定要给这小崽子一个完整的童年才行。粉色的公主房内，脏兮兮的奶团子坐在地上，一脸不服气的鼓着嘴巴，小嘴巴还沾着白色的小胡子，那是吃冰激凌蹭上的。艾瑞驰轻柔地把胖仔脸上的小胡子擦干净，一向温柔的嗓音现在却异常严肃。仔仔，偷吃是不对的，知不知道？哼，这么凶干什么？仔仔小朋友不服气地看着艾瑞驰，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看起来又奶又拽。刚刚艾瑞驰一到花园，就把小家伙从管家手里拎过来，当着大家的面抬着手就对着仔仔的屁屁打了2下。虽然没有用力，但是伤到仔仔的自尊心了。怎么可以在外面打仔仔的屁屁呢？那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看着，仔仔不要面子的吗？小家伙当场就羞红了脸，心里又是委屈又是生气。其实在小家伙的心里，他隐隐约约知道自己这样做好像是不对的，可艾瑞驰整了这么一出，让小家伙又羞又气，原本想认错，现在也撑着面子不愿意了。看表情就知道仔仔在想什么。艾瑞驰知道自己刚刚太简单粗暴了，有些后悔，只好揉着声音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仔仔，那是姐姐的冰激凌，你没有问过姐姐的意见就吃了。你想想，要是有人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喝了你的瓶瓶奶，你是不是很生气？这样一换位思考，
仔仔的不服气的小表情收了收。好像是哎，仔仔的瓶瓶奶可重要了，要是有人偷偷喝仔仔的瓶瓶奶，仔仔一定会超级难过的。抠着自己的胖爪爪，小家伙有些犹豫的低头。那爱搭屁屁啊！小家伙期期爱的看着艾瑞驰，已经不生气了，可是水汪汪的眼睛还是委委屈屈的。是的呀，怎么可以打小宝宝的屁屁呢？刚刚仔仔都看见了，大家都在笑话自己，这可怜巴巴的小模样，搁谁看了也顶不住啊！就是，我们仔的屁屁怎么能说打就打，太过分了！有网友给仔仔打抱不平，我们仔可是个体面仔，要面子呢。小家伙这么小也知道要面子吗？哈哈，那要是他能看见弹幕，不是更羞羞了？艾瑞驰被看得心都软了，抱着脏兮兮的奶团子道歉。刚刚爱做的也不好，不应该直接打你屁屁，爱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不好？温柔湿润的气息在仔仔耳畔蔓延，小家伙只觉得耳朵痒痒的，心里最后一点小委屈也没有了，咯笑出了声，原本耷拉下来的眉眼现在又眉开眼笑了。现在的仔仔小朋友又是一只开心幸福的小胖仔了。那仔仔现在应该做什么呢？艾瑞驰捏捏小家伙 QQ 弹弹的婴儿肥，耐心的引导。找甜甜谢节，要找甜甜姐姐道歉。仔仔举着胖爪爪抢答。拥有甜甜的姐姐就是甜甜姐姐啦。小家伙的声音又奶又甜。花园里看仔仔直播的辛西亚双手捂着胸口，眼冒爱心。艾米丽，仔仔居然叫我甜甜姐姐，奶唧唧的，好幸福。艾米丽是个瘦弱的女生，被辛西亚这么一抱，就像风中飘摇的柳树枝一样，毫无还手之力。淡定。艾米丽艰难的出声，不过她也好想让仔仔叫自己姐姐。不，我淡定不了，我决定了，以后我就改名叫甜甜。辛西亚握拳，眼神坚定道。不知道甜甜姐姐因为自己就要改名的仔仔说完以后，慢吞吞地爬到自己攒瓶瓶奶的地方，珍而重之地拿出里面最大的一瓶出来，给谢杰啊！小家伙对着艾瑞驰说，他打算把自己的瓶瓶奶赔给辛西亚。艾瑞驰有些惊讶，他本以为小家伙知道去道歉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仔仔还能给自己一个惊喜，这么大一瓶。搭。仔仔用力的点点头，给谢杰。糯米团子眯着眼睛，小奶音又甜又软。艾瑞驰欣慰的笑了笑，修长白皙的手揉了揉仔仔毛茸茸的脑袋，真心实意的夸赞：仔仔真棒！网友们也为仔仔这么乖巧贴心而疯狂敲键盘。我仔真的好乖，这么小就会知错就改了，不愧是我养的仔。瓶瓶奶明明对他那么重要，就算离家出走也要背着瓶瓶奶，现在却愿意把瓶瓶奶送出去道歉，他是天使仔仔吗？不知道等会儿那位甜甜姐姐收到仔的瓶瓶奶会是什么表情，我已经开始期待了。房间里，仔仔小朋友一马当先，带着超大瓶瓶奶爬出去。外面太热，管家看了直播，怕仔仔累着，已经提前把辛西亚叫进来了。老管家选择性忽视了刚刚小家伙自己生龙活虎的偷溜出去的事实。辛西亚紧张的坐在椅子上，一看到仔仔朝自己爬过来，就迫不及待的站了起来。冷静点啊！明明自己也很紧张，艾米丽颤抖着声音安慰辛西亚。话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和仔仔见面。别看他们是别墅的侍者，但侍者也是分3、6、9等的，他们只能在别墅外面干一些粗活，能进别墅工作的侍者都是要经过层层考核的。十分抱歉，仔仔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吃了你的冰激凌。艾瑞驰脸上挂着如沐春风的笑意，真诚的替仔仔道歉。小家伙也养着一张小肥脸，认认真真的和辛西亚道歉。对不起啊，谢杰，他们做仔的就是要一仔做事一仔当。对不起的话还是艾瑞驰刚刚教他的。没事，没关系的。辛西亚赶紧摇头，区一只冰激凌而言，和仔仔比不值一提。一只冰激凌的代价就能和仔仔说说话，辛西亚还觉得是自己赚翻了。妮妮呀！仔仔抱着瓶瓶奶递给辛西亚，那双晶莹剔透的眼睛满是真诚与一丢丢不舍。咕嘟，小家伙饿了。不可以，这是给谢杰的瓶瓶奶。努力把自己的视线从瓶瓶奶上移开，仔仔真诚的眨眨眼。仔仔也太惹人爱了吧，好想亲亲我的仔。好羡慕艾瑞驰大人家的侍者，请问首富大人家还招人吗？我不要工资，只要能被仔仔叫一声姐姐就此生无憾了。什么不要工资？我能倒贴，只要让我进去就行。这就去应聘别墅的侍者，求求一定要让我通过。同应聘+1。就这么一会儿，首富家别墅的侍者已经成为了帝国炙手可热的岗位。不用了，仔仔你留着自己喝吧。辛西亚赶紧摇头，结结巴巴的拒绝。仔仔那么喜欢瓶瓶奶，他怎么能要呢？不要仔的瓶瓶奶。仔仔抱着奶瓶又爬得离辛西亚近了一些，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瞧。不可以，仔是不能被拒绝的。妮妮呀！十分霸总的把瓶瓶奶往辛西亚手里塞。
辛西亚悄摸摸地看了一眼艾瑞驰，艾瑞驰俊脸含笑的点点头。那好吧，谢谢仔仔了。辛西亚把瓶瓶奶接了过来，在小家伙手里很大的瓶瓶奶，到了辛西亚手里却那么小。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仔仔又那么馋了，之前一直是仔仔抱着奶瓶，我还以为有多大呢，原来才这么点大。就这还是仔仔挑的最大的了。成功把瓶瓶奶送出去的仔仔开心了，学着大人的模样拍了拍辛西亚的膝盖。乖哦。被这么小的幼崽说乖还是第一次，辛西亚又是新奇又是激动。小肉脸蹭了蹭辛西亚，仔仔开心的和他贴贴。收了仔仔的瓶瓶奶就不可以生仔仔气了哦。小家伙以己夺人，觉得失去甜甜的姐姐一定很生气，季季把瓶瓶奶赔给姐姐应该就不生气了。得到仔仔贴贴的辛西亚最后是晕晕乎乎的被艾米丽扶着走的。辛西亚觉得自己要飘了。网友们仿佛吞了一整箱柠檬，整个弹幕都弥漫着酸酸的气息。棒棒呀！仔仔目送辛西亚离开，扭头一脸期待的看着艾瑞驰。仔是不是很棒呀？超级棒！仔仔是世界上最棒最乖的宝宝了。艾瑞驰毫不吝啬的夸赞软软糯糯的小团子。嘻嘻，自己被夸了。小家伙傻乎乎的笑着，白白嫩嫩的包子脸红扑扑的，一双眼睛亮晶晶的。觉得一个人的夸奖不够，仔仔又看向管家他们，歪着脑袋求夸。棒棒呀！一向不苟言笑的管家在面对仔仔时却笑得格外慈祥。我们仔仔当然是最棒的，又懂礼貌又可爱。其他的侍者也笑意盈盈地夸着仔仔，好听的话不要钱似的说出来，五花八门的。圆滚滚的团子坐在地上听着众人的夸赞，原本就红扑扑的脸蛋越发的红了，身体害羞的蜷缩着，一双眼睛水润润亮晶晶的，手手脚脚都不知道放哪里了。仔仔被好多人夸来，好开心哦。哎呀，其实仔仔也没有那么棒了，就是一点点棒棒。艾瑞驰被仔仔这样既害羞又无措的小模样萌化了，摆摆手示意众人停下。再这样被夸下去，估计小家伙能膨胀到飘了。小家伙还穿着一身睡衣，因为钻进花丛里变得脏兮兮的。艾瑞驰看不下去，抱着仔仔去浴室洗白白。像洗澡睡觉之类比较隐私的时候，系统是会暂时关闭直播的。光光的坐在浴缸里，小家伙兴奋地扑腾着，水花四溅。只是给仔仔洗个澡，艾瑞驰却觉得好像打了一场仗一样，全身湿漉漉的。把洗白白擦香香的软团子放在床上，艾瑞驰先去自己房间换了件衣服再过来。你说你怎么这么调皮？坏仔仔。换了一身白衬衫，艾瑞驰点了点仔仔的鼻尖，调侃道：不呀。胖仔仔无辜地望着艾瑞驰，抱着他的手臂，软嫩的嘟嘟肉和艾瑞驰亲亲密密的贴贴。真是被你打败了，就会装无辜的坏仔仔。可他又能怎么样呢？艾瑞驰嘴上说着坏仔，实际上还不是纵着他。今天早上虚惊一场，别墅的侍者很快恢复往常，有条不紊地准备好仔仔的早餐。仔仔除了喝奶还能吃一些糊糊，艾瑞驰特意请了大厨专门来给仔仔做营养又美味的糊糊。艾瑞驰手上拿着可可爱爱的粉色小碗和小勺子，把糊糊吹得差不多了才送到小家伙嘴里。嗷呜！眯着眼睛，小家伙脖子上围着嫩黄色的兜兜，一脸享受的嚼吧嚼吧吞进去，然后又迫不及待的张口。要糊糊呀！嫌艾瑞驰喂得太慢，仔仔干脆把勺子要过来自己吃。艾瑞驰也想锻炼一下仔仔自己的动手能力，笑眯眯的把勺子给仔仔。目前为止，培育员那边还没有找出仔仔是哪个种族的，仔仔应该什么时候会走路，什么时候会长大，他们都一无所知，但是又怕耽误了仔仔的生长，所以凡事都尽可能的顺着仔仔。毕竟各个种族都会有自己的本能。仔仔要记得先。艾瑞驰还没嘱咐完，仔仔拿着勺子首先就舀了满满一勺糊糊，吹也不吹，直接就往嘴里送。结果可想而知，勺子吧嗒一声掉在地上，不出意外的，小家伙被糊糊烫到了，娇嫩的小嘴巴瞬间就起了个水泡，感受着嘴巴那儿传来的灼热感，仔仔泪眼汪汪的看着艾瑞驰。糊糊打仔仔啊！不知道什么是烫的仔仔哭唧唧的跟艾瑞驰告状。小小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糊糊要打他，凡是让自己痛的，在小家伙不太聪明的小脑袋里，那就是对方在打自己。艾瑞驰赶紧抱着仔仔去处理嘴巴，听见小家伙这么委屈的和自己告状，只是不知道是心疼还是好笑。我都还没说完，你这动作怎么就这么快？平时看着慢吞吞的，吃起东西来倒是半点不含糊。仔仔像朵枯萎的小花，黏黏的垂着小脑袋，小手手想摸摸自己的嘴巴。都这样了，还敢摸嘴巴？艾瑞驰没好气的抓住仔仔的胖爪爪，痛痛坏糊糊。小糯米团子这时候还不忘说糊糊的坏话。糊糊，我没惹你们任何人，还会倒打一耙。艾瑞驰觉得好笑极了，
先把冰块放在仔仔嘴里镇痛。仔仔猝不及防的被冰了一个机灵，想到今天早上的甜甜，没忍住把冰块含在嘴里嘬了2口。嘬一下，再嘬一下。喵喵喵，怎么没味道？胖仔困惑，这个甜甜坏了吗？小嘴巴使劲的嘬冰块，就是没吃出味道来。艾瑞驰都被气笑了，你这是当冰激凌吃呢？一点机会也不放过是吧？甜甜坏呀！仔仔困惑的歪头，想不通为什么。这不是你的甜甜，吐出来。艾瑞驰朝仔仔伸手。至于仔仔小朋友，条件反射的把嘴巴捂得紧紧的。哎啊，胡说什么啊？仔仔听不懂的。坏了的甜甜也是甜甜，仔仔才不吐出来呢。就算肉乎乎的脸被冰得皱皱巴巴的，仔仔也倔强的不肯把冰块吐出来。无奈的叹气，艾瑞驰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小家伙就乖乖的张嘴，把冰块拿出来。艾瑞驰再给仔仔涂了药。经过这么一回，小家伙在吃糊糊的时候长了记性，还是自己拿着勺子吃，不过在吃之前会鼓着嘴巴用力吹一吹，确保不会被糊糊打了以后再吃。今天是仔仔离家出走的第2天，奥德斯尔独自待在新的书房里处理公务，却怎么都看不进去。奥德斯尔本来个性冷淡，一个人独来独往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现在屋子里没有奶声奶气的声音，也没有糯米团子和自己贴贴，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眉心微拧，奥德斯尔还是打开仔仔的直播间，打算看看仔仔在干嘛，却发现小家伙的嘴巴被烫了个水泡。怎么回事？艾瑞驰那家伙是怎么照顾仔仔的？来不及思考，奥德斯尔脸色一变，大踏步的往艾瑞驰家走。两家离得很近，不过几分钟就到了。和奥德斯尔一样，皇后、莱凯和培育员那边的人全都过来了，几人在门口碰面。进了别墅，侍者引着几人往大厅去。仔仔正在地上玩玩具，看见嘟嘟他们来了，丢下玩具躲到沙发后面，圆溜溜的眼睛偷偷的盯着嘟嘟。仔仔，姨姨来看你了，看姨姨给你准备了什么？皇后笑眯眯的看着仔仔，手上是一件漂亮的小裙子，这是皇后特意为仔仔定制的胖揪小裙子，里面还配了一对可可爱爱的翅膀。其实皇后是有私心的，她是兽形是凤凰，仔仔穿过兔子、猫咪和恐龙套装，就是没穿过凤凰的，她也想看看仔带着小翅膀是什么样子。小裙子是红色的，上面镶嵌着各种各样亮晶晶的宝石，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后面是一对圆润可爱的翅膀，喜不喜欢？皇后期待地问。仔仔小朋友十分给面子的点点头，甜甜的笑着，奶呼呼开腔：稀饭呀！亮晶晶的东西最得小仔仔的欢心了。仔仔，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玩具车。培育员的2人拿着一个很大的玩具车放在地上，这个玩具车外观看起来和普通的车没什么区别，功能也差不多，就是等比缩小，车速比普通车要慢上不少，只够仔仔小朋友一个人坐。车？没见过这样的玩具，仔仔好奇地盯着车左右观察。星际时代大部分时候都是用飞船，很少会用到汽车，仔仔被接回帝国和去儿童乐园玩的时候都是坐的飞船。谢谢。得到礼物的小仔仔快乐地和皇后以及培育员的人道谢。2拨人送完礼物，其余的人齐刷刷地看向奥德斯尔。奥德斯尔一脸茫然，他之前一直在处理公务，看到仔仔受伤后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哪里知道还要买礼物。仔仔，这个送给你。上下摸了摸口袋，奥德斯尔把自己胸前的元帅勋章送给仔仔。小家伙在别院的时候总喜欢抱着勋章啃，仔仔应该会喜欢的吧。奥德斯尔是帝国最年轻的元帅，这枚勋章对他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现在却就这样送给了仔仔。期盼地看着仔仔，这位冷脸元帅显得弱弱的。小家伙可记仇了，还记得昨天嘟嘟骗他袭的事情，傲娇的一撅嘴，娇娇气气地哼了一声。奥德斯尔有些失落，仔仔还在生他的气吗？可是他不太明白为什么仔仔会生气。学习是每个幼崽都要做的事情，他就是提前让仔仔开始而已啊。从小就被皇室严格要求的元帅大人如是想到。暗暗观察嘟嘟脸色的仔仔察觉到他的失落，关切地看着嘟嘟，但是又拉不下面子不生气。犹犹豫豫的小家伙最后还是把勋章接了过来。仔仔还气气哦。糯米团子最后还不忘傲娇的撇嘴强调，仔仔才没有那么好哄，嘟嘟要多哄哄才可以。奥德斯尔却不在乎这些，见仔仔收了自己的勋章，硬朗的眉眼之间略微轻松了一些。仔仔还愿意和自己说话，那就证明他没有真正生气。说完这些的仔仔小朋友有点羞羞，嘟着嘴巴，小屁股一扭一扭的爬到沙发后面躲着奥德斯尔。奥德斯尔知道不能着急，只是微微一笑，和艾瑞驰谈起了仔仔嘴巴上的伤。仔仔还在等奥德斯尔过来哄哄他呢，没想到嘟嘟居然不理他了，眼巴巴的扒着沙发盯着奥德斯尔。小家伙又不开心了，小宝宝就是要多哄哄呀，怎么可以哄一下下就不哄了？完全忘记了到底是谁不理谁的仔仔小朋友气鼓鼓的想，
哼！仔仔要生气的更多了。郁闷的糯米团子孤独地爬到自己的房间，抱住胖胖的自己。就在网友们以为小家伙要气鼓鼓的时候，仔仔却开始自力更生。乖乖哦，仔仔不气。胖乎乎的小爪爪自己给自己拍胸脯，一边拍还一边夸自己。仔仔最乖乖，棒棒哒！如此自恋又如此可爱的仔，还有谁？自己哄自己，还有这样的操作？网友惊呆了，这是什么情况？仔也太乖了吧，谁会拒绝一个气鼓鼓的还会自己哄自己的仔仔呢？仔，你还有多少惊喜是妈妈不知道的？笑死，还说要去首富大人家应聘侍者，哄睡技术连仔仔都比不上，还拿什么和人比？哈哈哈！画面里的小家伙垂着脑袋给自己拍胸脯，红扑扑肉嘟嘟的婴儿肥挤出一个圆润的弧度，怎么看怎么可爱。慢慢的，小家伙一边拍一边开始打瞌睡，眼皮开始打起了架，越来越重。就在大家以为仔仔要睡着了的时候，仔仔又突然醒了过来，迷茫的看着周围的一切。仔仔还有点不太熟悉，雾蒙蒙的眼睛水润润，脑袋上一根呆毛随风飘扬。好一会儿，小家伙才反应过来，继续给自己拍的就闭上了眼睛。网友们都不敢说话了，生怕隔着网线把仔仔吵醒了。忽然，小家伙动了动脑袋，他，仔他要醒了。有的网友手足无措的发弹幕：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唉，没想到小家伙是虚晃一招，脸蛋儿趴在门边，又沉沉的睡着了。虚惊一场。呼！有人长舒一口气。卧室就这样归于安静，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铺在小小的糯米团子身上，仿佛是为仔仔披上了一层金光，像极了天使宝宝。不知道仔仔更生气了。在了解仔仔的伤并无大碍以后，奥德斯尔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回去以后的奥德斯尔信心满满的开始准备下一次送给仔仔的礼物。刚刚自己没有准备，下次再去的时候一定要一雪前耻，送一个超级棒的礼物给仔仔。元帅大人如是想到。而一觉醒来的仔仔发现自己已经睡在床上了，一抬头就看见皇后姨姨送过来的小裙子。爱美的小家伙重复早上的操作，呲溜一下从床上滑了下去，哒爬到衣柜面前，一把小裙子扯了下来。小胖爪揪着裙子，仔仔小朋友开始第一次尝试自己给自己穿裙子，第一次给自己穿衣服，小家伙显得有点狼狈。仔仔卖力的在衣服里面挣扎，完全不得章法，小脑袋怎么也找不到领口，最后干脆挤到了袖子里，出不去也脱不下来，急得小家伙直敲脑壳。哎呀！凶凶的摔了一下脚，仔仔小朋友啥也看不清，只能凭着感觉往外爬，最后不负所望 ，do and 的一下撞到凳子。小家伙只觉得眼冒金星，晕乎乎的，呆呆的在原地坐了一会儿。糯米团子又开始了新一波挣扎，小身子使劲扭。要不是皇后送的衣服质量好，那些宝石能叮铃当啷掉个满地。不止仔仔急，网友看了也着急。仔呀，你去叫个人行不行？妈妈怕你把自己给蒙没了。哈哈，仔仔是想笑死我，然后继承我的新网账号吗？马德，可爱死了。仔仔你先撑着，谢杰笑够了，再来救你。呼哈哈哈，可爱，没有脑袋。还好最后玛丽经过，帮小家伙从衣服里解脱出来，不然他能急得当场表演一个脑壳砸地。仔仔，你还好吗？把小裙子脱下来，玛丽担心地问。这小家伙穿裙子也不知道把拉链打开，这样怎么可能穿得进去？仔仔在裙子里面急得冒汗，出来以后脸蛋通红，头发乱乱的贴在饼饼脸上。小胖手不甚在意的扒了扒脸上的头发，仔仔揪着小裙子，眼巴巴的看着玛丽，小奶音软绵绵的，跟吃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漂漂呀！仔仔要穿漂亮的小裙，变得漂漂亮亮呀！要知道，这可是个臭美的小姑娘。玛丽当然是答应他了，给小家伙换好小裙子，装上小翅膀。玛丽还特意给仔仔扎了2个心形的小揪揪。玛丽，网友，操！仔仔怎么能这么可爱？完蛋了，我的心要跳出来了。小家伙等玛丽一扎好，立马就爬到大镜子前面欣赏自己。哎呀，这是哪个仔仔啊？怎么会这么可爱？哦，原来是仔仔季吉啊！自恋的扭头左看看右看看，仔仔小朋友笑得合不拢嘴，奶乎乎的靠近镜子，小家伙湿润润的摸啊亲了一口自己。没有办法，仔仔太可爱了，背着一对可爱的小翅膀，仔仔兴奋的要出去给所有人都看看。每碰到一个侍者，小家伙就要停下来，拉着人家用英语叽里呱啦不知道说些什么，然后在侍者满脸问号的时候，把身后的翅膀抖了抖，然后一脸天真无邪的说：漂漂呀！铺垫了这么久，只为了告诉侍者自己穿了漂亮的小裙子。在得到侍者的夸夸以后，小家伙才心满意足的眯着眼睛离开，直到遇见下一个侍者，然后再继续叽里呱啦重复操作。最后别墅里的侍者都被小家伙碰瓷碰得差不多，
艾瑞驰也发现了自家胖仔到处碰瓷夸夸的事迹。哎呀！还在寻找目标的仔仔小朋友看见艾瑞驰，眼睛咻的一下亮起来，屁颠儿屁颠儿的爬到艾瑞驰身边。美元井号100分号啊！又是听不懂的英语。已经充分了解自家胖仔的流程，艾瑞驰决定省了这些步骤，一步到位。仔仔怎么会这么漂亮？简直就是帝国最漂亮的仔仔了。说完，还诚恳地看着仔仔，像是在问：看我夸的是不是很好？糯米团子懵了，胖爪爪挠挠头，和艾瑞驰面面相觑。怎么不按套路来呢？仔仔小朋友有点不习惯，甚至觉得缺了点东西。不呀！小家伙拉着艾瑞驰，试图再来一次。不呀，漂呀！不可以这么快夸仔仔漂亮的。仔仔努力的解释，手脚并用的比划着。网友：噗，笑死！夸也要按流程来，不然就要重开，哈哈哈！我的仔怎么又怪又搞笑的？怎么夸还有这么多规矩？看着仔仔白白嫩嫩、一本正经的饼饼脸，艾瑞驰明白小家伙是什么意思，忍着笑意点头。见爱的态度很好，小家伙满意点头，然后开始走流程。先是叽里呱啦的聊天，然后艾瑞驰懵逼，仔仔抖翅膀，艾瑞驰夸仔仔漂亮。流程 get 根号，完美。达成目的的仔仔眉眼弯弯，咧开嘴笑得欢脱，露出一颗可爱的小米牙。失去价值的艾瑞驰不再能吸引仔仔的目光，小朋友扭头开始研究起了培育员送来的车。这个玩具车有使用说明视频，为了让幼崽也能看得懂，用的是非常简单轻快的卡通动画。车子的操作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启动、关闭、左转、右转，能语音输入目的地、车速和道路障碍，车子都能够自动处理，即便是仔仔也能很快看明白。手脚并用的爬上车，小家伙试探的伸出一根小拇指，戳了戳启动的按钮。隆，车子启动，随即以一种不紧不慢的速度在大厅开始运行。艾瑞驰不放心，干脆在车子后面跟着。车子的速度不快，艾瑞驰走快一点就能跟上。失重的感觉让小家伙瞪大了眼睛，好奇的喔喔直叫，胖爪爪使劲拍。灰啊，飞起来了！仔仔抱着背后的一对翅膀，开心的扇了起来。不用自己走路，还能这么快，不就和飞飞一样吗？哎呀，也一起来玩呀！仔仔还记得后面的艾瑞驰，扭头朝艾瑞驰招手，让他一起上车玩。好幼崽是知道分享的。艾瑞驰，仔你自己看看，这像是我能坐上去的吗？不知道爱的心理活动，仔仔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原本总是靠爬艰难前行的仔仔，现在开着车四处溜达。小家伙眯着眼睛，脑袋上2颗小爱心随风飘扬。艾瑞驰看得手痒痒，心中一动，朝仔仔招手。仔仔小朋友帅气的给车来了个漂移，奶声奶气的问：干嘛啊？拽的小模样，怎么看怎么惹人稀罕。艾瑞驰不说话，薄薄的嘴唇挂着一抹浅笑，一把小家伙抱在怀里，宽厚的手掌狠狠地撸了一把仔仔的小爱心。他早就想这么干了。金发的男人没了平时的绅士温柔，笑眯眯地撸爱着怀里的小糯米团子，蓝色的眼眸透着几分痴汉。干得漂亮，我也想这么撸爱仔。哎呀，为什么我不能也撸啊一撸啊仔仔？嫉妒时我面目全非。小家伙没防备，脑袋上2个小爱心就这么被撸爱散了，猛猛地看着艾瑞驰，水润的眼睛睁得溜圆，长长的睫毛忽闪的，眼神无辜又可爱。操，真 TM 可爱！网友们都要疯了，捂着嘴疯狂尖叫。我的老天爷，为什么仔仔的头发乱糟糟的，还能这么可爱？梦中情仔这就是。咳。艾瑞驰有点心虚的捂着嘴咳嗽2声。完蛋了，看小家伙那么喜欢那2个小爱心，要是被仔知道爱心被自己揉乱了，一定会气鼓鼓的。挤着眉毛靠近艾瑞驰，仔盯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爱怎么不说话呀？小家伙歪着脑袋，困惑极了。怎么了？艾瑞驰心虚发言，完全忘了是仔问他要干嘛。忽然，小家伙从艾瑞驰的瞳孔里看见了自己头发散乱的倒影，瞳孔一震。仔试探的去摸脑袋上的2个星星，却摸了个空。仔星星呀！小奶鹰颤抖着说，一双圆润的瞳孔满是不可置信。仔的星星没有了？仔还没漂亮够呀，怎么可以没有星星？没有星星的仔不漂亮了。小家伙的天塌了，眼眶红彤彤的，雾蒙蒙的眼睛含了一包泪水，要掉不掉的。可谓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仔，对不起，爱不是故意的。艾瑞驰立马道歉，拉着小家伙的衣袖摇了摇。星星没啊。沉浸在悲伤里的仔听不进艾瑞驰的话，捧着肉嘟嘟的脸蛋儿自闭了。嫩生生的嘟嘟肉从指缝中露了出来，小家伙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不漂呀！仔要做最靓的仔，可是现在没有星星，仔不可以做漂亮仔了。仔现在是一只不快乐的小仔了。
没有，仔仔是最漂亮的小朋友，没有星星也是。艾瑞驰赶紧哄小朋友。仔仔不听，艾瑞驰只好继续哄。爱给重新扎好不好？回忆着胖仔脑袋上的星星是什么模样，艾瑞驰觉得也不是太难，打算自己给小家伙重新扎一个。真的吗？仔仔小朋友哭唧唧地看着艾瑞驰，一边打嗝一边可怜巴巴地问：真的吧？艾瑞驰的语气有点飘忽不定，他从来没给小姑娘扎过辫子，不过看样子应该不会太难吧。要飘飘哦。小胖仔抽抽噎噎地转过身子，把后脑勺对着艾瑞驰，软绵绵地叮嘱道：反正漂亮是第一要义。艾瑞驰只能硬着头皮上，找了把梳子，先把小家伙的头发梳顺。然后要怎么做？艾瑞驰顿住了，平时他也只做到这一步，再往后就没有了。网友们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位首富大人一脸为难的样子，弹幕撒了欢地涌出来。真没想到纵横情场的首富也会有今天。谁让他入我们仔仔的脑袋的？后面是分骨啊，把头发分成2份。这手足无措的样子，爱了。反正碰上仔仔，无论之前有多厉害，在仔仔面前就只能当狼狈的奶爸。爱啊！许久没感觉到有动静的仔仔扭头怀疑地看着艾瑞驰。金发男人强行露出一抹微笑，轻轻地把小朋友的脑袋扭过去。别看他，看得他心慌。没事，仔仔乖。趁小家伙扭过去，艾瑞驰立马从心网找出了扎辫子的教程。当好一个奶爸不容易，上要能泡奶，下要能会扎辫子，还得能哄仔。艾瑞驰每一步都严格按照教程的要求进行，一丝不苟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在处理什么大交易，分分钟上亿的那种。痛呀！艾瑞驰努力的想用皮筋把仔仔的头发扎起来，可小家伙的头发还没长，一个用力就不小心把仔仔揪痛了。看着手里的发丝，艾瑞驰越发的没信心了，但嘴里还要安抚仔仔，简直感人。乖乖啊，刚刚不小心用力了点，等会儿就好了，揉揉就不痛喽。扎起来以后要做什么？这怎么和视频里的完全不一样？艾瑞驰傻了，看着只扎了一半的头发，不知从何下手。本来仔仔的头发就还没有完全长起来，看着有点少，艾瑞驰还要把小家伙的头发全都往后梳，把头皮绷得紧紧的，看起来又紧又贴头皮，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要不是仔仔颜值高，还真 hold 不住这样的死亡发型。不管了，随便扎吧。看着已经和教程完全不同的发型，艾瑞驰开始摆烂，左弄一弄，右梳一梳。在仔仔小朋友美好的期待下，艾瑞驰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扎发作品。如果忽略美感的话，看起来还是挺有艺术感的。看着在自己手下成型的发型，艾瑞驰闭着眼睛不忍直视，弹幕都要笑死了，一闪一闪的哈哈哈，看起来欢快极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发型，感谢首富让我知道，我还是有比首富强的地方的。我就是用脚也做不出这样的发型。仔仔不哭，答应我，看到发型以后不要太伤心，哈哈哈哈。小家伙对此一无所知，欢欢喜喜地从沙发上滑下去，坐着他的车找到的一块镜子，拿起镜子，仔仔期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万众瞩目下，欢欢喜喜正准备迎接漂亮的自己的胖仔仔看到了镜子里的那个奇怪的发型，小家伙愣住了，茫然地眨眨眼。艾瑞驰心虚不已，弱弱地戳了戳仔仔的肩膀。怎么样，仔仔？我还没问完，艾瑞驰就被打断了。下一秒，小家伙仰着小肥脸放声大哭，哇哇哇！仔仔丑呜啊！没错，仔仔被自己丑哭了。镜子里的仔仔小朋友眼眶红红，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直往下掉，一副委屈极了的小模样。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使劲嘲笑，笑声魔性十足。哈哈哈！仔等会儿，妈妈笑完了再来安慰你，哈哈哈哈！爱美的小臭仔绷不住了，仔仔帅，这头发不如不扎。首富大人完蛋了，仔仔你别哭啊！艾瑞驰没想到仔仔的反应会这么大，手足无措的给小家伙拍拍。以往这样做大都能让仔仔的心情平复下来，可这一次却没用了。不拍拍啊！一只手擦眼泪，一只手拍开艾瑞驰。爱美的小仔仔生气了，伤心欲绝的把自己团巴缩在车里。小家伙当场给大家表演一个仔仔自闭。为什么爱这么笨，不会扎便便，还把仔仔扎得这么丑？仔仔要做最漂亮的仔仔的。爱是坏蛋。仔仔太伤心了，他觉得自己需要一大瓶奶才能恢复过来。胖嘟嘟的仔仔从车里下来，就在大家伙以为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小家伙止住哭声，抱起放在沙发上的瓶奶猛嘬一口，然后再继续哭唧唧。没办法，哭也是需要补充体力的。真幼崽就是要借奶消愁。艾瑞驰试探性地戳一戳仔仔突出的小肚肚，软嫩 Q 弹的肚子肉晶莹剔透，一抖一抖的。
这位男人企图引起仔仔的注意，可小家伙理也不理，独自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哼唧，坏，不理他了。翻个身，仔仔把屁屁对着艾瑞驰，最后还是艾瑞驰把玛丽找来给仔仔重新扎了个漂漂亮亮的小辫子，小家伙才开心起来。一个人缩在沙发角落，艾瑞驰看着开心起来的小家伙和玛丽各种贴，欢欢喜喜的照镜子臭美，不由得嘟囔两句：我觉得我扎的辫子也挺好看的呀，和那个女侍者差的也不是很多吧？怎么仔就不和我贴呢？对自己的水平心里没什么数的金发男人不服气的想。重新拥有2个星星便便的仔仔现在对艾瑞驰的手十分警惕，一看见艾瑞驰抬手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艾瑞驰突然抽风又把他的便便给揉散了。记仇点 JPG。 不过小仔仔的气性不大，到了第2天看见艾瑞驰吃冰激凌的时候完全就散了。哎呀，仔仔嗷呜，屁颠的爬到艾瑞驰身边，仔仔抱着艾瑞驰的手就要把冰激凌往自己嘴里塞。星际时代虽然科技进步了，也研发了很多能轻松让人填饱肚子的营养液，但对各种各样的美食的研究也没有放下。除非是有战争爆发，兽人们才会使用便携性好、饱腹感强的营养液。科技的进步，兽人们寿命的提高，对于口腹之欲也越发的重视起来。毕竟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后，人们会向上发展更高的需求。兽人们饱受精神暴乱的折磨，对于精神上的追求也更加疯狂，毕竟谁也不知道下一秒自己会不会突然暴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兽人都是保持着在不违法的基础上快乐至上的精神。美食能够很好的愉悦身心，关于美食的发展自然越来越快。即便是一个冰激凌，他们也能玩出花来。这可不行！艾瑞驰抬起手不给仔仔，可小家伙抱得紧，居然也一块被提溜起来了。在半空中蹬腿，仔仔丝毫不慌，还养着一张软软嫩嫩的小脸蛋儿，对着艾瑞驰甜滋滋的笑。网友们痛心疾首：仔，你的节操呢？昨天不是还不理人吗？怎么今天一看冰激凌就全都忘了？仔，嘶哈，有了好吃的还要啥节操啊？笑死，我们家仔有点脾气，但是不多，一根冰激凌就能解决。你们说，以后仔上幼儿园了，该不会一根冰激凌就能拐走吧？有这好事？等仔上幼儿园了，我就去试试。看不到弹幕的仔不知道网友们是如何嘲笑自己没节操的。小家伙还在跟艾瑞驰撒娇呢。哎呀，嗷呜甜甜！哎，仔要吃甜甜了，就给仔一丢丢吧。顺着手臂往上爬，抱着艾瑞驰的脖子，小家伙把肥嘟嘟的脸蛋埋在金发男人的脖子上，扭小身子和他贴。这谁看了不迷糊？这谁看了不嫉妒？系统也酸了，酸不溜秋的盯着艾瑞驰手上的冰激凌。不就有个破冰激凌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吸溜。其实系统也馋了，它是有味觉系统的，但是吃东西需要消耗能量，他要攒着能量回家，只能看着咽口水了。小孩的肠胃弱，艾瑞驰哪里敢把冰激凌给他，只能拒绝了。虽然上一次小崽子没闹肚子疼，但上一次小家伙吃的少，而且不怕1万就怕万一闹了肚子疼，最后心疼的还不是他自己。等崽长大了再吃好不好？现在咱们不吃。把冰激凌举得高高的躲开崽的袭击，艾瑞驰看起来有点无奈。不呀！崽摇头，胖爪爪还锲而不舍地去抓冰激凌。为什么都要长大了才可以？玩泥巴的时候也说要长大，吃香香也说要长大，长大是很厉害的事情吗？一大一小僵持了许久，在艾瑞驰没有注意的地方，崽发现冰激凌有点化了，正慢慢的往下融，大眼睛一亮，张着嘴巴稳稳地接住了融下来的冰激凌。甜甜哎，美滋滋的眯着眼睛，红润润的嘴巴咂吧，还在回味。虽然不是很冰了，但是比上次偷吃谢姐的还要甜呀。正美滋滋呢，就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崽，你在做什么？艾瑞驰一扭头就看见小家伙在冰激凌下张着嘴巴嗷嗷待哺的小模样，心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哎呦，被抓包了！小家伙无辜地睁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讨好的抱着艾瑞驰蹭，像只小奶猫似的。甜甜呀，崽就是想吃甜甜而已，有什么错呢？这软绵绵的小嗓音可爱死了。哼！艾瑞驰意味不明的哼笑一声，索性自己也不吃了，把崽放到沙发上，然后把冰激凌直接扔进分解桶里，瞬间就给分解得一干二净。这样的分解桶可以将垃圾分解成各种物质，然后在底部将分解剩下的物质送到各个需要它的地方，极大的减少环境污染。小家伙都要急死了，趴在沙发上滑下去，眼瞅着甜甜进了那个黑黑的桶里，啊呀2声也跟着爬了过去。不甜甜呀，不丢甜甜呀！爬到分解桶旁边，小家伙一时情急，扶着桶软乎乎的站了起来，小脑袋探进去瞧，却什么也没看到。冰激凌已经被分解完毕了。没啊！崽失落极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为逝去的冰激凌哀悼。
他不明白为什么爱爱要拆散他和甜甜。就在仔仔伤心的时候，一位侍者突然过来，悄悄在艾瑞驰耳边说了什么。是企业那边一个股东出了点问题。艾瑞驰皱眉，嘱咐侍者照顾好仔仔，以及不准给仔仔吃冰激凌。和小家伙告别过后，便急匆匆地赶去公司。眼见爱爱离开，原本还伤心失落的仔仔立马爬到门口观察一会儿，在确定艾瑞驰暂时不会回来以后，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乖乖的在沙发上玩了一会儿娃娃，好像是确定侍者已经放松警惕了，小家伙才拉了拉陪伴他的侍者。侍者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砸中，晕乎乎的弯腰，以一种柔的能滴出水来的声音问道：“怎么啦？肥肥不见呀？”嫩生生的奶音又甜又脆。仔仔用那种天真不知事的眼神盯着侍者，把侍者迷得晕乎乎的。肥肥是仔仔最喜欢的一个娃娃，丑的一批的那种，他最喜欢放在嘴里啃了。当初小家伙独宠肥肥的时候，大家还纳闷了，怎么仔仔的眼光这么独特，挑了个最丑的。肥肥不见了。侍者左右看了看，找了一圈，就是没找到肥肥。肥肥是个只有仔仔手掌大的娃娃，小家伙很轻松的就把肥肥藏在小裤子里面，侍者是不可能找到的。为难的看着仔仔，侍者打着商量：“仔仔可不可以先玩别的娃娃？”仔仔可怜兮兮的眨眨眼，然后摇头，眉毛都耷拉下来了，摇着侍者的手撒娇：“肥肥啊，仔仔就要肥肥嘛。”侍者：“这就去找。”“好嘞，仔仔，我这就去找。”说完，开始到处找肥肥。仔仔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偷偷的溜到厨房的。小崽子看得可清楚了，爱爱就是在一个大柜子里面拿的冰激凌。爱爱不给仔仔吃甜甜，仔仔就自己拿。快乐的奔向厨房，小家伙一眼就找到了冰箱。还好冰激凌是放在最下面的冰柜，不然以仔仔的身高，估计连门都碰不到。嘿呦，肉嘟嘟的脸蛋儿皱在一起，小家伙用尽全身的力量才打开冰箱，里面是满满当当的冰激凌。哇哦！仔仔觉得自己到了天堂，简直乐开了花，贪心的抱走了3只冰激凌。仔仔赶紧爬到房间里，迫不及待的吃起了冰激凌，一口又一口，甜甜的味道在口腔里扩散开来，好幸福！小家伙眉眼弯弯，笑成月牙。网友们惊了，我去，小家伙这一身的心眼全用在吃上了吧？还会玩暗度陈仓这一手？有没有人来管管这只馋仔？看这样子，他是想3个都吃了，等肚子疼的时候就完蛋了。有艾瑞驰大人家的侍者在看直播的吗？快点的制服这只馋仔仔！这个弹幕就是想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有上班摸鱼看仔仔直播的，立马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管家。于是乎，小家伙还没来得及把3个冰激凌细细品尝，管家就带着一堆人过来敲门了。咚咚咚，管家在门外敲门。仔仔被吓得一激灵，赶紧把冰激凌藏到床上，自己则躲在床底下。网友们都要被糯米团子的这个操作给笑死了。仔是不是忘了冰激凌会化的呀？躲到床底下可还行，哈哈哈。管家也正在看直播，但还是十分敬业的问：“仔仔，你在里面吗？”苍老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小家伙急中生智，奶声奶气的扯着嗓子喊：“仔仔不在呀！”仔仔说了不在，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得意的捂着小嘴巴，小家伙觉得自己聪明极了。糯米团子洋洋自得的表情全都被一五一十的直播出去了。网友们被小家伙这个蠢蠢的操作搞得又是好笑又是担忧的。好笑的是小家伙洋洋自得的小表情，担忧则是为仔仔的智商担忧。这仔看起来真是笨笨的，以后真的能跟上星际的课程吗？要知道，星际的孩子都是基因繁育，大家可以在自己原本的基因上进行优胜劣汰，除了饱受精神力暴乱折磨这个缺陷外，帝国的孩子基本上就没有笨的。现在帝国只有仔仔一个自然幼崽，为了仔仔的健康成长，以后是一定要送他去和基因繁育的幼崽一起上幼儿园的。要是仔仔跟不上课程的话，会不会觉得很失落呢？光是稍微这么想一想，仔仔失落的小表情，一众兽人的这个心就揪了起来。谁会忍心让仔仔失落呢？我是帝国教材编写组的，要不我和小伙伴们商量商量，编得简单点。有网友开始自曝身份，我是教育部门的，要不然以后考试的试题，我让他们出的简单点，反正至少要让仔仔能及格吧。我是帝国特级教师，以后仔仔要是成绩不好，我就免费给他补课。你们都太逊了，最近看了仔仔这么久的直播，我打算和伴侣基因繁育一个孩子来着，以后就送他和仔仔在一个学校上幼儿园，让他专门保护仔仔。楼上的可以啊，你繁育孩子都想到了。网友们开始光明正大的讨论以后要怎么给仔仔小朋友走后门这件事。门外的管家和侍者都要笑岔气了，最后还是管家摆摆手，众人才停了下来。最后的最后，仔仔小朋友是连宰带脏的被闻讯而来的艾瑞驰气势汹汹的提溜出来的，就像只干了坏事的二哈，事后乖巧的不行，手手脚脚乖乖的并在一起，一点也看不出这是个黑心芝麻团。在得到艾瑞驰的一通教训后，这只贪吃的胖仔仿佛失去了生活的全部，
抱着平平奶缩在角落长蘑菇。终究还是平平奶和季己相伴到永远。软乎乎的脸蛋挤在落地窗的玻璃上，完美复刻出一张可可爱爱的饼饼脸。好难过。仔仔也知道自己偷偷拿甜甜不对，所以被爱爱训了，倒也没多生气，就是为了到嘴的冰激凌飞了而感到难过罢了。谁让甜甜那么甜呢？他胖仔就是管不住自己的爪爪。于是小朋友积极认错，态度良好，但是死不悔改，并且打算下次再犯。理不直气也撞点 JPG。今天是熊孩子仔仔，嘿嘿。艾瑞驰要是知道小家伙是这样的想法，估计能气得吐血。仔这样该不会抑郁了吧？有网友忍不住担心，就为了一只冰激凌抑郁？不至于不至于。什么叫一只冰激凌？明明是3只好吗？网友们在为仔仔担心，别墅里的其他人也在担心。老管家迟疑地看着艾瑞驰，先生，仔仔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要不要去哄一哄？他一个老头子，看着仔仔肉嘟嘟的脸蛋耷拉着，都心疼的不行。艾瑞驰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快转变态度，即便心里再想去哄仔仔，脸上也依旧还是冷冷淡淡的不说话。老管家跟了艾瑞驰也有那么些年了，哪里不清楚艾瑞驰现在的心理状态，无非就是拉不下面子。于是继续给艾瑞驰搭台阶。其实艾瑞驰也在反省自己刚刚的话是不是说的太重了。老管家这台阶一搭，艾瑞驰就顺驴下坡，扭头询问管家：那要怎么哄仔仔开心？他和女人交往的时候，一般都是一起出去吃饭，或者买一些名贵的宝石鲜花，可仔仔还是个孩子，和那些女人不一样，从来都在女人堆里所向披靡的艾瑞驰，这时候竟然也有些不自信了。毕竟这是帝国的珍宝，他怕太宠溺把仔仔养歪，又怕不够宠溺让仔仔受委屈。总之，为了仔仔，艾瑞驰在心里思考了千千万万遍，却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管家也有些为难，活了这么多年，他没养过孩子啊。玛丽，你觉得呢？管家适时的把问题抛给守在仔仔门口的玛丽。玛丽本来应该跟在仔仔身边的，可惜小家伙奶声奶气的说自己要静静，为了失去的冰激凌，玛丽只好出来守着。还真别提，这位清秀的女侍者的确查了一些自然幼崽的资料，见老管家把话头踢给自己，也丝毫不怵，甚至开始侃侃而谈。或许我们可以和仔仔一起玩家家酒。家家酒，艾瑞驰和管家异口同声的重复这个词，很显然他们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是的，我查阅了帝国关于自然幼崽的资料，发现在很久以前，自然幼崽们都喜欢聚集在一起玩这种游戏。玛丽推推眼镜，继续一板一眼的解释。总之，这是一种幼崽角色扮演的游戏，通常是由单个或多个幼崽进行，幼崽扮演自己想扮演的人物，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影视剧或历史人物，根据幼崽的需求而定。这种游戏似乎在当时的自然幼崽中十分受欢迎。当然，如果先生想促进与仔仔的关系的话，我建议您可以陪仔仔一起玩这种游戏。玛丽解释的头头是道，听得两人一愣一愣的。是吗？艾瑞驰有些心动了。是的，先生您要知道，别墅只有仔仔一个幼崽，现在还不到仔仔上幼儿园的年龄。办家家酒这个游戏的互动性强，并且也可以让仔仔在玩的过程中学会一些生活常识，锻炼仔仔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仔仔的智力发育是非常有利的。玛丽一边说，一边打开自己的光脑，调出当时自己做的一些笔记。自从仔仔来别墅以后，玛丽就一直在搜集自然幼崽的资料，就是为了能更好的照顾仔仔。这里是关于家家酒的形式，需要的道具以及一些简单的小 tips， 比如幼崽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他觉得你是妈妈，你就是妈妈，即便上一秒他让你扮演的是宝宝。总之，就是一切顺着幼崽的心意，不要和他争辩，只有在遇到安全与常识问题时，才需要监护人进行干涉。听起来貌似很不错。艾瑞驰翻阅着玛丽的笔记，一边看还一边点头，上面关于自然幼崽的知识十分详尽。就这么办吧，管家，去把这些道具在10分钟内用打印机打印出来。艾瑞驰当即就拍板决定，他口中的打印机可以打印出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东西，只要具备足够的材料以及详细的描述，效率非常高。是的，先生。老管家拿着玛丽提供的资料去了打印室。艾瑞驰，你等会儿把这份笔记发给我，还有你翻阅的那些资料也发给我一份。玛丽，是的，先生。几分钟后，老管家抱着一箱家家酒道具过来，艾瑞驰也正好把长蘑菇的小家伙骗了出来。和仔仔解释完游戏规则后，艾瑞驰怕仔仔不明白，还想再补充一下，却被满血复活的仔仔小朋友打断，满眼期待地开始了家家酒游戏。或许自然幼崽是对家家酒这种游戏有本能反应吧。艾瑞驰暗自推测，心里对晚点多多研究自然幼崽的资料更加坚定了。总不能他对自然幼崽的了解还比不过一个侍者吧？其实艾瑞驰完全是多想了，仔仔根本就没耐心听艾瑞驰那一大串的解释，他就只听见了一个关键词：想干嘛就干嘛。
还有这种好事？小家伙当即决定自己是家里的一家之主，而爱爱则成了仔仔的小宝宝。看着笑得一脸软萌的胖仔，艾瑞驰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不妙的感觉。爱爱，乖乖啊！大厅里，小小的幼崽坐在高脚凳上，才能勉强碰到面前坐着的金发男人的头发。男人一头蓬松柔软的金发，如今已经被小家伙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脑袋上是一个又一个粉色的小夹子，扎了2个小辫子，上面是各种花里胡哨的头绳。可艾瑞驰的底子实在是好，即便是这么奇葩的造型，也依旧能帅得让人腿软。或许这就是神颜的力量吧。完蛋，为什么艾瑞驰大人就算这样，我看了还是疯狂心动？操！还是帅得我流口水。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应该很幼稚的发卡，戴在艾瑞驰大人脑袋上怎么就这么好看呢？嘿嘿嘿，楼上的我已经 get 同款了，除了没有仔，别的都有。只有我觉得首富大人现在看起来有点搞笑吗？楼上不是一个人，笑死，有生之年也能看到艾瑞驰大人这么狼狈的模样，这辈子值了。仔仔这算是公报私仇吧，哈哈，报自己的冰激凌被拿走的仇。弹幕区不同的评价进行的碰撞，只有网友们知道，而艾瑞驰此时正震惊于自己的美貌。艾瑞驰手里是一张仔仔给的公主小镜子，上面装饰着一个粉色的小蝴蝶，好丑！这是艾瑞驰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的第一感觉，竟然和弹幕区的某些评论不谋而合。不忍直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艾瑞驰总算是明白了当初仔仔被他自己的发型丑哭是什么感觉了。要不是自己还记得要和仔仔培养感情，他能原地找个缝钻进去。他艾瑞驰什么时候这么尴尬过？仔仔，要不然你给我换个别的颜色吧。思考再三，艾瑞驰还是迟疑着和仔仔打商量。他一个大男人用什么粉色也太奇怪了。不呀！小家伙摇头拒绝，咧开嘴露出一颗可可爱爱的小米牙，伸出小胖手拍了拍艾瑞驰的脑袋。爱爱乖乖，妹妹啊！爱爱乖乖听话，要做一个听话的妹妹哦。仔仔可喜欢粉色了，爱爱也要用粉粉哒。糯米团子仰着小肥脸，可可爱爱的歪头看着艾瑞驰。妹妹？怎么又成了妹妹？艾瑞驰一脸问号。刚刚不还说他是小宝宝吗？幼崽的心情都是这么说变就变的吗？那小胖仔一本正经的点头。爱爱，漂漂呀！仔仔决定对爱爱进行改造，把爱爱打扮成一个漂亮的妹妹。先生 ，tips。见艾瑞驰有咬牙的倾向，玛丽在旁边小声提醒。艾瑞驰一愣，随即脸色松弛下来，任凭小家伙在自己脑袋上捣乱。算了，无所谓了，不就是面子吗？哪有仔仔开心重要？旁人也不敢当着自己的面触眉头，就当没这回事吧。艾瑞驰这么在心里劝自己，居然也慢慢的想开了。千金难买他家的仔开心。薄薄的嘴唇微微勾起，如大海般蔚蓝的眼眸里满是宠溺与包容。扎便便哦！小家伙开心的扭扭屁股，嘴里不知道在哼什么不成调的歌，心情看起来好得不得了。艾瑞驰脑袋上已经有了2个小辫子了，仔仔仍然觉得不够，胖爪爪笨拙的在艾瑞驰脑袋上追加辫子。偏偏小家伙又不是个知道轻重的，胖手手一揪就有几根头发惨死在仔仔手上，把艾瑞驰疼得龇牙咧嘴的。报复，绝对是报复！仔仔肯定还在记之前被艾瑞驰大人扎的辫子丑哭的仇，真的笑死，2个人相爱相杀。仔仔轻点好不好呀？艾瑞驰不敢回头，生怕又扯到自己的头发，只能僵硬着脖子和仔仔柔声商量。艾瑞驰这话一出口，胖仔就假装气鼓鼓的撅嘴，把那颗花里胡哨的头扭过来。谢节啊！小奶鹰甜滋滋的胖胖的手指头指着自己，很明显，糯米团子是让艾瑞驰叫自己姐姐。现在在玩扮家家，季季是谢姐，爱爱是妹妹，爱爱当然应该叫自己谢姐才行。好好，仔仔小姐姐，能不能轻一点？艾瑞驰觉得，反正现在已经不会更丢脸了，他们再嘲笑又能嘲笑到哪里呢？用一点点的面子来培养和仔仔的感情，值？好吧，被叫姐姐的仔仔很高兴，小嘴巴控制不住的往上扬，傲娇的点点头。谢节吹吹哦。贴心的小仔仔还怕爱爱妹妹痛痛，鼓着嘴巴给艾瑞驰的脑袋吹了吹，如果没有把口水也吹上去的话就更好了。要理解吗？毕竟仔仔还是个需要用口水兜兜的小宝宝吗？一个又一个小辫子在艾瑞驰的脑袋上拔地而起，像极了随风飘扬的旗帜，加上仔仔特意加上去的粉色草莓小卡子，显眼的不行。偏偏某位罪魁祸首还觉得超棒，用欣赏的目光看完以后，又把视线转向了艾瑞驰的其他地方。艾瑞驰觉得不妙，小家伙扭头爬到工具箱里，开始左右翻找，整只仔都要埋到工具箱里了。终于在长达3分钟的沉默后，仔仔终于从工具箱里出来了，手上抓着一个珍珠项链，中间还吊着一个粉水晶，可以说是非常戳仔仔小朋友的少女心了。漂漂呀！
小胖仔恋恋不舍地看着在胖爪爪上熠熠闪光的粉水晶珍珠项链。由于艾瑞驰不差钱，所以珍珠和粉水晶用的都是真的，而且是比较昂贵的材料，以至于整条项链显得并不廉价，反而有几分高贵。多漂亮的珠珠呀！要不是仔仔要给爱爱，就给季季戴了。仔仔有点可惜的想，小糯米团子可喜欢亮晶晶了。不论价值，反正只要是亮晶晶就行。这个家除了好吃的以外，胖仔最觊觎的估计就是挂在大厅上的水晶吊灯了。每次小家伙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嘬着手指，眼巴巴地看着水晶吊灯。闪！太闪了！闪的小胖仔的眼睛也跟着一块亮了起来。坐在高高的凳子上，仔仔费劲的想要给艾瑞驰戴上这条项链。本来粉水晶一般比较柔和，大都是给女性做饰品用的，男性更多的是用蓝色。可这条项链在艾瑞驰却好像显得格外的高级。只不过某只胖仔仔好像在给艾瑞驰戴项链的时候碰上了点小麻烦，项链的长度短了。管家打印道具的时候是根据仔仔的尺寸打印的，艾瑞驰戴的话，项链的首尾是连不上的。咦呀！胖仔困惑，怎么扣不上呀？然后加大力度，肉乎乎的手使劲想把项链的扣子扣上。艾瑞驰被勒得闷哼一声，赶紧阻止仔仔，把自己救了回来。可嗨嗨，傻仔仔，你是想勒死我吗？摸着修长的脖子，艾瑞驰没好气的扭头弹了还一脸懵的小胖仔一个脑瓜崩儿。小家伙睁着无辜的眼睛，懵了好一会儿，才好像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不该做的事。爱痛痛，有些愧疚的眨眨眼。小家伙踮起脚搂着艾瑞驰的脖子，后悔极了。仔仔不想让爱痛痛的，鼓着嘴巴，仔仔认真的给艾瑞驰呼呼。艾瑞驰低头就能看见小家伙圆嘟嘟的脸蛋儿。一时大厅里安静下来，阳光从窗前洒到两人身上，凌乱的玩具，男人滑稽的发型以及可爱的幼崽，一切都显得格外的美好。静静的看着仔仔为自己担心的模样，艾瑞驰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幸运，自己何其幸运，能碰到这样让人温暖的幼崽。只要看着仔仔，看着他咿咿呀呀的说着人听不懂的英语，看着他调皮捣蛋后无辜可怜的眼神，看着他真真切切的为自己担忧，就仿佛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就好像怀里软绵绵的糯米团子真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亲人一般的感觉是他从未在其他人身上感受过的。艾瑞驰没有母亲，他的父亲受困于精神暴乱，郁郁寡欢，每天除了处理企业的事情，就是去酒吧寻欢作乐。为了让家族的企业拥有继承人，才勉强基因繁育了艾瑞驰，把艾瑞驰丢给保姆机器人和管家他们，提供不了除了新币以外的任何东西，就连一句关心的话都从未有过。终于又熬了20年，在艾瑞驰有足够的能力接手企业的时候，艾瑞驰的父亲毫不犹豫地结束了生命。他们的家族都是这样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艾瑞驰的精神力很高，但同样这也意味着他承受的精神暴乱更加痛苦。所以他走上了他父亲的老路，除了工作，其他时间全部都在寻欢作乐，过着灯红酒绿糜烂的生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艾瑞驰本来以为自己会和他的父亲一样，玩够了以后，在差不多的年纪基因繁育一个孩子，然后把孩子丢给别人养，最后在孩子长成的时候，从这个世界上彻底解脱出去。就在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他看到了仔仔，在那个黑暗的山洞里，幼崽天真无邪的笑容。这个一眼就让他的精神海平静下来的幼崽，他想方设法的和仔仔住在一起，一步步的拉近和仔仔的感情，直到最后把仔仔成功拐回了家。这个世界再也不是从前冷冰冰的模样，现在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有了仔仔的笑声，让人觉得愉快而又温暖。他想，他是把仔仔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了吧？或许会有很多人想要竞争仔仔的监护权，但他是不会输的。蓝色的眼眸坚定十足，看着小家伙肉嘟嘟的脸蛋儿，艾瑞驰没忍住亲了小家伙一口，这一口简直引起了惊涛骇浪。系统，操，给老子住口！网友，啊，我的崽，我都没亲过，嫉妒，也不知道崽的肉肉脸亲起来是啥滋味儿，肯定 QQ 弹弹又软又奶，越想越馋，怎么回事？我不对劲，住口啊喂！麻麻的崽崽，你一个老男人居然敢亲我家傻崽，我要和你拼了！系统完全失去理智，变成一个光球在大厅里弹来弹去。看得出来他很生气，只可惜他的生气无人知晓，唯一能看见他的崽崽压根儿就没往那边瞧。崽崽一下子被亲懵了，歪着脑袋萌萌地盯着艾瑞驰瞧，白嫩嫩的脸蛋上迅速羞红了，一双清澈透亮的眸子蒙上一片水汽，不受控制的扭扭屁股，浑身散发着快乐的气息。小家伙是个很娇气也很粘人的崽崽，亲亲贴贴这种表示亲密的举动能让他快乐好一会儿。好开心哟！崽崽知道的，这是亲亲只可以亲亲喜欢的人的。小家伙看影视剧的时候学了不少。怎么傻了？艾瑞驰点了点崽崽红扑扑的婴儿肥，薄薄的嘴唇噙着一抹笑意。
稀饭挨挨啊！奶声奶气的拉长声音，仔仔抱着艾瑞驰使劲贴，小家伙充满依赖的模样，看着就让人稀罕。艾瑞驰从未收到过这样直白的喜欢，神色微正、俊美的金发男人，那双蔚蓝的眼眸像是放烟花一样，绽放着璀璨的花火。把仔仔又往怀里紧了紧，艾瑞驰沉声回应：“爱爱也很喜欢仔仔，爱爱会一直喜欢仔仔。”两个人亲亲密密的，羡煞了围观的一众人。有人表示羡慕嫉妒恨，也有人不由得感叹幼崽对艾瑞驰的改变。不得不说，自从有了仔仔以后，艾瑞驰大人看着比从前好多了。从前的大人虽然也总是一副永远温柔有礼的绅士模样，可我总觉得他好像离人很远。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大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温柔。同上，我也有这种感觉，首富大人的棱角感觉都变得柔和起来了。系统却不管什么温柔不温柔的了，为了避免教坏仔仔，首先屏蔽仔仔对他的视觉和听觉，然后再直接弹到艾瑞驰脑袋上蹦迪，一边蹦迪一边开始骂：“我可去你的吧！我拉扯仔仔这么大，都还没亲过我家胖仔，你个大傻井号！你@美元星号井号，我 TM $美元星号人民币。”系统骂得痛快，却也无人在意，毕竟没人听见。而在直播间另一头的奥德斯尔也着急了，他家仔怎么看着要被艾瑞驰那家伙拐走了怎么办？他得想个办法才是。看着冷冷清清的屋子，奥德斯尔做出了一个决定。看着大包小包的奥德斯尔，艾瑞驰心里暗道一句：晦气！才刚和把仔仔哄睡着，这家伙怎么就跟过来了？怎么样？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奥德斯尔坐在沙发上，明明是个客人，却做足了主人的范儿。不过想想奥德斯尔刚刚对艾瑞驰说的话，也能理解了。毕竟他是要来蹭屋子住的。元帅大人，您又不是没有房子，何必屈居我这小小的地方呢？占地几百亩的豪宅，也只有艾瑞驰才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小了。艾瑞驰这句话瞬间点燃了网友们的柠檬心。也就区几百亩地的豪宅而已，小地方算不上啥。哭了。首富大人家有这么大吗？我都没看出来。楼上的那是仔不常出去，仔要是出去走走你就知道了。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奥德斯尔反正是打定了主意要待在艾瑞驰家，任凭艾瑞驰怎么说也不为所动。反正也没人打得过他，他非要赖在这里，艾瑞驰这家伙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位一向严守纪律的元帅大人，为了仔竟然也学会了耍无赖。好整以暇的等艾瑞驰说完各种各样的借口，奥德斯尔微微一笑，态度十分礼貌。现在可以帮我安排房间了吗？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艾瑞驰被奥德斯尔这么一噎，蓝色的眼眸微暗，而后强行勾起一抹笑意，对管家使了使眼色。好，管家，替我给元帅大人安排一个房间。来住也没关系，安排到最远的那一栋不就是了？到时候再把那一栋用围墙围起来，看他还怎么来找仔仔。就在管家为奥德斯尔提行李的时候，身材挺拔的男人随意的在大厅走了走，然后在仔隔壁的房间站定。我看这个就不错，就在这里住吧。他仔细研究过仔的直播，小家伙房间的左边住的是艾瑞驰，右边是空的，给他住正好。艾瑞驰怎么可能愿意让奥德斯尔离小家伙这么近？本来奥德斯尔就有优势，这个家伙对他的威胁最大。这怎么行？这间屋子闲置太久，还是让管家给你准备一间更好的屋子吧。艾瑞驰给管家使眼色，示意管家赶紧把奥德斯尔的东西带走。奥德斯尔却不管那么多，拿着行李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房间里的东西都很齐全。奥德斯尔满意的点点头，不用麻烦了，这儿挺好的。艾瑞驰紧咬牙关，只能眼不见心不烦，干脆直接走了。网友们都要被两个人的暗潮汹涌笑死了。他们两个借四奏马，也太搞笑了吧！仔简直就是万人迷幼崽，两个人都要打起来了，就为了小家伙的监护权。话说这半月之期也过了差不多一半了，首富大人和元帅大人争得那叫一个火热，皇帝陛下和裴玉元那边就有点拉胯了。也不知道最后谁会成功，不过能肯定的是裴玉元肯定没戏，那边太凉了。谁说的？万一爆冷，裴玉元捡到仔的监护权了怎么办？楼上的该不会是裴玉元的吧？要是裴玉元能赢，我直播倒立拉稀，以此弹幕为证，大家都是我的见证。楼上真勇士啊，我支持你，期待了。裴玉元里穿着白色卫衣的男生气愤地用力敲桌子。哦，痛！吉恩抱着自己的手，一脸吃痛。你又干嘛呢？萨利被吉恩的动静吓了一跳，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他们两个就是前2天给仔送车的裴玉元的人。我就是太气了，他们都说咱们裴玉元没机会，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明明才是最有资格拥有仔监护权的。吉恩气得不行，五官都挤在一起。什么？他们这么说的？萨利一听，赶紧抢过吉恩的光脑，看到他们都在说裴玉元没戏，也愤愤地敲桌。不行，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才行，
不然元帅和艾瑞驰大人他们肯定把咱们甩得远远的了。吉恩，不然我们也学元帅，搬到艾瑞驰大人家去。萨利有些犹豫，这能行吗？万一艾瑞驰大人不让呢？我们又不像元帅那么能打，他要是叫保镖把我们打出去怎么办？你们是不是忘了，半月之期还没过呢？你们本来就应该和仔仔住在一起啊。培育员园长从外面回来，听见两个人在讨论怎么住进艾瑞驰家，哭笑不得的点了点两人。对哦，两人恍然大悟的点头。我们培育员就看你们两个了，要加油知不知道？培育员园长拍了拍两人的肩膀，语重心长的嘱咐道。他本来是想自己去争取仔仔的监护权的，可是最近他这身体不太好，没有这个精力，只能是让年轻人过去了。园长，我们会努力的。吉恩和萨利奇刷刷点头。你们两个？穿着睡袍，艾瑞驰皱眉看着吉恩和萨利。艾瑞驰还没来得及睡，就听见管家说又有人过来了，只能满脸不耐烦的出来。我们也是来您家住的。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哈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那位要倒立拉稀的兄弟呢？说不定培育员这边真的能爆个冷，哈哈哈。楼上，我就是，等着看吧。我们老虎从来都是说到做到。我好像没有邀请你们吧？艾瑞驰皱眉，那张俊美的脸看起来有几分阴翳。大晚上的，总是有人来打扰，还都是来和他抢仔的，这心情可不就阴沉了吗？吉恩原本的气势一下子就泄了，弱弱的戳了戳萨利。怎么办啊，萨利？艾瑞驰大人看起来好凶，卡克，你个没出息的！萨利恶狠狠地把吉恩的手拍开，然后也泄了气。呜，为什么艾瑞驰大人看起来这么凶？他也好怕地说。两个人半斤八两，谁也别笑话谁。就在网友们以为这俩菜鸡会被赶出去的时候，艾瑞驰的光脑突然响了。在看了一则短讯后，艾瑞驰脸色难看地收起光脑，然后离开了。萨利和吉恩面面相觑，这是不是就代表着他们俩能和仔仔住在一起了？结果显而易见，两人欢欢喜喜地住进别墅。同样的，收到消息的黄氏一家也屁颠屁颠地赶了过来。一个是住，两个也是住，到最后艾瑞驰已经放弃反抗了。第二天，一夜无梦的仔仔小朋友动了动身子，在睁眼的前一秒，小家伙首先摸到了床单上湿湿的东西。仔仔睁开眼睛，胖爪爪一把掀开小被子，上面是一道很明显的地图。嫩生生的脸疼的一下就红了。这是小家伙第二次尿床。第一次尿床的时候，仔仔对尿床是什么都没有概念，后来才察觉到是羞羞的事情。只不过自那以后 DW1360 都会在睡觉之前给仔仔换上尿裤，小家伙就再也没尿湿过床了。本来玛丽都是会注意给仔仔换尿裤的，但是昨天是艾瑞驰照顾的仔仔，并且让玛丽提前去休息了，根本就没给小家伙穿尿裤。于是悲剧就这样发生。在大人眼里这只是一个小事，可在仔仔小朋友眼里却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小家伙先是警惕地看了看门外，确定暂时还没人过来以后，迅速地开始毁尸灭迹。仔仔是不会尿床的，肯定是床先动的手。趴在床上滑下去，仔仔踮起脚尖，笨拙地把床单从床上抽走，然后团巴藏到床底下。从床底下爬出来，这么短短一会儿，小家伙已经累得不行。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还不知道床垫也被湿透了的小家伙觉得自己聪明极了，慢吞吞地想要往外爬。玛丽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打开门，小家伙已经快爬到门口了。玛丽抱着仔仔打算放在床上，然后再给他换衣裳。注意到失去了床单的床以及湿了一块床垫，玛丽明白了什么。谢节啊！生怕被发现的胖仔紧张地捂着玛丽看向公主床的眼睛，把掩耳盗铃表现得淋漓尽致。玛丽忍着笑给仔仔换好衣服，清洁洗漱干净，然后在仔仔出去的时候迅速地把床垫和床单清理干净。小家伙藏东西不严实，一大半的床单从床的另一边露出来了。那么费劲的藏，还是藏了个寂寞。小仔仔根本不知道，短短的一夜，嘟嘟他们居然全都来了。在看到所有人都坐在大厅上的时候，仔仔的表情是这样的：星号。不出意料，小家伙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德斯尔。这么久了，仔仔其实早就不生奥德斯尔的气了。奥德斯尔有些紧张的弯腰抱起仔仔，笨拙的拍了拍小家伙的背。这几天没有抱仔仔，他觉得自己都生疏了许多。仔仔，男人的声音有点干涩，可那双金色的瞳孔确实一如既往的温和。奥德斯尔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这么沉默了一会儿，平静被皇后打破。皇后直接上手把仔仔抢过来，闻着久违的奶香味儿，吧唧一下就是一大口，在小家伙脸上留下一个红红的唇印。昨天他看直播的时候就馋了，艾瑞驰都亲了小家伙，他也不能落后是不是？仔仔，姨姨好想你啊，你想不想姨姨啊？在离家出走的这几天，皇后都撸不到乖乖软软的仔仔，她感觉自己都要抑郁了。仔仔羞羞地看着皇后，
软嫩的脸蛋儿一下子就红了，但还是乖乖的抱着皇后，贴着皇后的胸口，声音软绵绵的：“想姨姨啊，姨姨身上香香哒，仔仔好喜欢哦。”小家伙脸上带着口红印，还埋在皇后胸口，要不是长得可爱，都要怀疑他是不是什么不正经的胖仔了。今天的小家伙又换了一种动物套装，今天是熊猫仔仔，穿着熊猫连体衣，不看正面的话，完全就是一只可可爱爱肥嘟嘟的熊猫仔仔。这些动物套装都是网友们给小家伙寄过来的，就是为了看仔仔穿上自己种族的衣服。除了衣服，还有各种各样仔仔用的东西，比如玩具、磨牙棒、奶瓶，甚至还有口水兜兜，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网友送不了的东西。艾瑞驰这儿每天网友送过来的东西都能堆满一层楼，要不是这儿宽敞，估计礼物都没地方放。仔仔今天真可爱。皇后没忍住，又在仔仔另一边脸上盖了个口红印，簸箕一声超级响。现在正好对称了，不正经的胖仔看起来更不正经了。萨利看得眼红极了，和吉恩在旁边咬耳朵。怎么办？我也好想亲仔仔。你以为就你想？谁不想？吉恩酸酸的看着皇后，他也想来着，可是元帅他们本就不给机会啊。不过，仔仔的脸看起来也太软了吧，一看就很好入爱的样子，不知道咬一口会不会哭唧唧。艾瑞驰看着往日是他一个人的仔被那么多人霸占，心里不是滋味极了，早餐都没动几口。在座的都是大忙人，除了吉恩和萨利两个，其他人都要忙着去处理各种事务。早餐过后，别墅就只剩下仔仔和吉恩、萨利以及侍者们。萨利和吉恩坐得远远的，看着仔仔一个人坐在那里玩拼图，心里既想上去和仔仔聊天，又有点不太敢过去。在培育园的时候，各种畅想要和仔仔贴贴培养感情，真到了上场的时候又怂了。你去。萨利推了推吉恩，吉恩舔了舔嘴巴，推了回去。你去。我不敢啊，仔仔那么小那么软，我嗓门这么大，不会吓到他吧？萨利苦着一张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在网上的时候，乖仔乖仔叫得欢，还自称是仔的妈妈，现在又跟个巨嘴葫芦似的，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吉恩不屑，你怎么这么怂啊？萨利当时反手就抓住吉恩颤抖的手，有本事说我，你的手先别抖啊！半斤八两，有啥好说的？吉恩颤抖，我也怕呀，我不知道怎么和仔仔说话。萨利，怎么可能？你不是特意还瞒着我写了一整本仔仔攻略计划吗？吉恩，你不也一样瞒着我写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独占仔仔。两个人你推我，我推你，就是没一个真的赶过去的，倒是内讧起来了。上次说培育园没戏的网友，现在算是放心了。我就说培育园没戏吧，这么怂，怎么可能赢元帅大人和艾瑞驰大人？不过楼上的你是忘了皇帝陛下们吗？嚯，不小心把陛下忘了。谢杰，奶声奶气的声音突然在吵得正凶的萨利耳边响起。萨利扭头一看，居然是仔仔。仔仔，萨利被吓得往后一跳，脑袋砰的一声撞在沙发上。我去！萨利痛的眼泪都出来了。小家伙见萨利被自己吓到，费劲巴拉的爬到沙发上，有些担心的看着他。谢杰啊！呼呼，谢杰很痛吗？仔仔小朋友撅着嘴巴，认认真真的给萨利呼呼，奶呼呼的声音就在耳边，暖洋洋软乎乎，听得人心里比蜜还甜。萨利眯着眼睛，快乐的一批。等萨利看起来好像不那么痛了，仔仔才想起来他的正事儿。谢杰哥哥，拉着萨利和吉恩的衣袖，小家伙指了指地上的家家酒道具。仔仔想要人陪他玩家家酒了，一个人玩太无聊了，别墅里只有吉恩和萨利是闲着的。萨利有些犹豫，他从来没玩过这样的游戏，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让仔仔玩得开心。吉恩倒是没有犹豫，可他现在已经被仔仔的可爱迷得晕乎乎了，连话都不会说。好可爱的仔仔。没有得到回应的仔仔小朋友眨眨水润无辜的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萨利和吉恩，无声撒娇。萨利 and 吉恩，走，谢杰斜杠哥哥这就陪你玩。两个人昨天晚上也是看了直播的，大概是知道家家酒的玩法的。自信满满的坐在地上，萨利和吉恩都觉得自己一定能给仔仔最好的体验。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完了不过10分钟，仔仔小朋友就已经心累了。趴在地上，胖嘟嘟的仔仔撅着屁屁，胖手手抠着手指，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他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两个哥哥谢杰会这么笨。仔仔都说哥哥是宝宝，谢杰是妹妹了，为什么哥哥谢杰还是会搞错？是哥哥谢杰太笨笨，还是仔仔太棒棒了？小家伙扭头偷偷的瞧了眼一头雾水的萨利和吉恩，点点头，白白嫩嫩的脸蛋儿一本正经，心里有了结论。唉，都怪仔仔太棒棒了，哥哥谢杰笨笨不是他们的错。仔仔小朋友捧着肉嘟嘟的脸蛋儿，心里得意嘻嘻的想，算了，看在自己这么棒棒的份上，仔仔就原谅哥哥谢杰吧。
可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且看网友们的弹幕。噗，仔这是第几次改口了？笑死我了，哈哈哈！明明是他说让萨利和吉恩两个反串当弟弟和妹妹，他们才记住了反串身份，小家伙自己又忘了，干脆就随口乱说，人家纠正他，他还觉得是人家太笨记不住。刚开始我还羡慕萨利和吉恩这两人能和仔仔玩游戏，现在我只想给他们点辣。倒打一耙的仔仔小朋友十分大方的决定原谅笨笨的哥哥谢杰，慢吞吞的爬到两人身边，小家伙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们，胖爪爪还拍了拍两人的膝盖，好可怜哦。哥哥谢杰笨笨的，上幼儿园会被别人笑话的。从前被奥德斯尔劝学的幼儿园被小家伙在这里用上了，谁让他只知道有幼儿园呢？乖哦，稀饭，哥哥谢杰。哥哥谢杰乖乖哦，就算笨笨，仔仔也还是喜欢你们，不会嘲笑哥哥谢杰笨笨的。仔仔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安慰一脸懵逼的萨利和吉恩。仔他是在安慰我们吗？萨利不确定的问，脑袋上是仔仔给扎的小便便，上面是艾瑞驰同款花里胡哨发卡。或许吧。吉恩有点懵，手上还拿着粉色的小铲子，这是仔仔给发的道具，上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爱心。猛男配粉铲子，咦惹，辣眼睛。可是为什么啊？萨利茫然地看着仔仔，他有什么需要安慰的地方吗？这样呆呆的萨利和吉恩在仔仔面前那就是笨笨实锤了。不灵不灵的大眼睛是同情的神色，肉乎乎的手抓着萨利，仔仔给了萨利一个亲亲。笨笨不难过呀。仔仔给谢杰一个亲亲，谢杰不要因为笨笨难过了哦。至于为什么不亲亲吉恩，小家伙表示吉恩哥哥用粉铲铲太丑了，不想亲亲。粉嘟嘟的小嘴巴亲在萨利的脸上，呼了萨利一脸口水，但萨利却完全不在乎，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在天堂了。啊，仔仔亲我了。萨利梦幻地看着吉恩，嫉妒使吉恩面目全非。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仔仔的一个亲亲吗？哈，他也好想要。吉恩破防了，大家都是一起来的，凭什么你能独得仔仔恩宠？吉恩不甘心，抱着自己的粉铲铲靠近仔仔，尤其把自己的脸对着仔仔，看着这张又大又平整的脸，仔仔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想亲亲吗？努力睁大眼睛，吉恩期盼地看着仔仔。啪！吉恩得到了小家伙肉嘟嘟的小巴掌，小胖手推开吉恩的脸，仔仔觉得自己受到了惊吓，需要瓶瓶奶压压惊。吉恩哥哥看起来好奇怪哦。小家伙的词汇不多，只能用奇怪来形容，但有一个更贴切的词语，那就是猥琐。吉恩也太惨了吧，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笑他，哈哈哈哈哈。他好像都怪叔叔哦，都把仔吓到了。仔仔偏心眼的样子我也好爱。抱着瓶瓶奶，小家伙窝在萨利怀里，悠哉悠哉地喝着奶。或许是玩得太久了，小家伙竟然就这么抱着奶瓶，一边嘬一边慢慢地睡了过去，小脑袋就靠在萨利腿上。萨利一动不敢动，生怕吵醒了小家伙。吉恩，萨利戳了戳吉恩，压低声音。吉恩极度的翻白眼，下意识的也压低声音。干嘛？你看仔是不是超可爱？萨利小心翼翼的戳了戳仔仔软软 QQ 的脸蛋儿，惊喜的看着吉恩。这也太软了吧，比自己想的还要软。吉恩来的兴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爬行到仔仔身边，趴着观察仔仔睡觉。小家伙现在还含着奶瓶。吉恩小心的伸手想把仔仔嘴里的奶瓶抽出来，可小家伙像是早有防备似的，嘴巴咬得死死的，小胖手也抱紧瓶瓶奶不放，可就是没有一点要醒过来的意思。粉嫩的公主房，软乎乎的糯米团子乐呵呵的把自己藏进被子里。噗！萨利和吉恩两个轻轻的打开房门，看见小家伙还露在外面的屁屁，一时有些没憋住笑。没错，一觉醒来的仔仔小朋友和两人玩起了捉迷藏。仔仔藏，萨利和吉恩找。只不过小家伙这藏的好像有点太显眼了。小胖仔充分体现了只要他看不见别人，别人就看不见他的原则。小胖腿还在快乐的扑腾。突然萨利坏心眼的问了句，仔仔藏好了吗？好啦。被里的仔仔小朋友毫不犹豫的回答，奶声奶气的小嗓音又软又甜。这下不只是萨利和吉恩，网友们也纷纷绷不住了。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仔怎么这么可爱？有这样玩捉迷藏的吗？不愧是麻麻的笨仔，小脑袋的智商估计不太够，哈哈哈。楼上的说啥呢？那是不太够吗？那就是一点点而已。系统无奈的看着傻乐的仔仔，小笨仔傻乎乎的，他突然就有点担心自己攒够狂暴值回主神空间以后，这小家伙要是被人欺负了怎么办？仔仔这小家伙性格软乎乎的，就算偶尔会生气，只要用瓶瓶奶就能好好的把人哄回来。傻乎乎的，指不定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反正老父亲
系统是不会放心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就算是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也不行。奥德斯尔那家伙一身的肃杀之气，吓人的很。艾瑞驰就知道赚钱，到时候忽略了他家仔仔怎么办？越想越不放心，系统甚至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回主神空间了。反正主神空间那些统成天说自己不合群，不回去不是更合他们的心意？统统藏呀！看见系统大喇喇的在外面，小家伙伸着胖嘟嘟的小肉手就把白团子塞进贝贝里。虚仔仔，宝夫，统统呀！胖乎乎的手指头放在嘴巴上面，小家伙撅着嘴，不仅自己认真玩游戏，还记得要保护他的统统。系统愣了，控制板面卡了一下，突然就觉得自己的主板变烫了。谁要你一个小家伙保护？像你这样的，别人一拳能打2个。系统结结巴巴的嘟囔，身体却诚实的乖乖团在小家伙软绵绵的肚子下面。他才不是开心呢，毕竟爱护幼崽人人有责，他这是爱护幼崽，没有别的意思，绝对没有。某只口是心非的傲娇桶如是想到，这边负责找仔仔的2人索性就当啥也不知道。要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小家伙肯定会不开心，就当没看见吧。萨利对吉恩使了个眼色。吉恩接收信号，立马点头。从现在起，他们2个就是瞎子，啥也看不见。接下来2个人拿出了堪比影帝的演技，一个比一个浮夸。哎呦，怎么找不到仔仔啊？萨利开始胡言乱语。吉恩附和，对啊，仔仔可真厉害，这么会藏。2个人浮夸的表演让弹幕都直呼做作，可躲在被子里的小家伙却得意极了，扭扭小屁股，悄悄地掀开被被，露出那双水润的大眼睛，观察2人的情况。还是萨利反应快，赶紧把偷看仔仔扭屁屁的吉恩提溜过来。2人假模假样的在房间里四处翻找，就是看不见糯米团子。见哥哥谢杰这么笨，找不到自己，小家伙眯起眼睛给了自己一个夸夸，好棒棒哦，仔仔藏的可真好。小家伙拍拍胸脯，把贝贝放下，更开心了。仔仔真的信了，哈哈哈，笑死，小家伙也太可爱了吧。和仔仔玩游戏难度还挺高的，对演员的演技要求挺高。幼崽都这么好玩的吗？搞得我都想去繁育一个了。楼上的可别，我姐就繁育了一个，聪明的不行，出生2-3天就化形了，小老头似的，一点也不好玩。仔仔，你在哪里啊？谢杰都找不到你呢。哥哥也是，仔仔你好棒哦，藏得真好。2个人演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要不是脸上挂着猥琐的笑，观众们都要真的信了。呸，就知道骗仔，看我家仔被你骗得多开心。有网友忍不住吐槽。而被骗得的仔仔小朋友正一边傻乐一边扭屁屁呢。统统，仔仔棒棒呀！待在被子里，没有人可以被小家伙炫耀，仔仔就盯上了肚子下面的系统，把系统抱起来，撅着嘴摸一口，小家伙在系统脸上留下了晶莹的口水。或许是脸吧，一只团子，脸不脸的应该不重要。轰！系统立马从一个白团子变成了粉嘟嘟的团子，超！就连直播的信号都变差了，画面闪着雪花。怎么回事？这是雪花跳了好一会儿才恢复平静。重新看到画面的网友们发现，幼崽的捉迷藏居然结束了。就这短短的几分钟没看直播就 TM 结束了。看直播的网友不可置信的揉揉眼睛，并且爆了一句粗口：那个啥能不能行啊？啥技术？还能滋滋冒雪花？错过关键信息的网友破口大骂。被骂的系统这次居然难得的没有暴躁，而是娇羞的把自己埋在仔仔的枕头里，不断的翻滚，将画面推进的3分钟前。轻薄了系统的小胖仔没得到夸夸，鼓鼓腮帮子，倒也没有特别不开心。不想藏的仔仔小朋友在萨利和吉恩快要把夸奖的话说完之前，终于主动从被子里出来了。哥，仔仔借力啊！软乎乎的声音奶了吧唧，小家伙笑开了花，露出2颗小米牙。没错，小家伙的第2颗牙齿已经开始冒头了，晶晶亮的大眼睛弯成可可爱爱的月牙形状，仔仔捧着自己肉乎乎的脸蛋儿，嘟嘟肉从小家伙的指缝中露出来 ，Q 弹得要命。萨利和吉恩恍然大悟般的点头，继续浮夸。原来仔仔在这里啊，谢姐哥哥都没想到呢，棒棒呀！胖嘟嘟的仔仔给自己求夸夸，吉恩十分配合的点头，我仔棒棒。可萨利却突然冷了脸，什么棒不棒的，这很棒吗？仔，网友喵，你在说什么屁话？雾气弥漫的眼睛水水润润，原本可可爱爱的呆毛现在也失落的耷拉下来，小家伙像是呆住了，猛猛的看着萨利。小家伙委屈巴巴的瘪着嘴巴，仔不棒棒吗？猫委屈点 JPG， 人民币美元井号@，我仔当然是天下第一宇宙无敌超级棒了。在仔哭唧唧之前，萨利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在最后一刻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吓死他了，
以后再也不玩这种犯贱游戏，要是就把仔仔委屈哭了，估计他能被大家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二营长，我的意大利面呢？祝你妈身体健康。我擦，差点没收住。40米大刀没收住，已经开喷了，后脏有菌吧？小家伙闻言眨巴眨巴大眼睛，好久才反应过来。这下仔仔不哭唧唧了，软软嫩嫩的脸蛋儿慢慢的变红，耳朵尖儿都红了，害羞的捂着肉肉的脸蛋儿。哎呀呀，其实仔仔也没有拉腰棒棒的，最后干脆呲溜一下，学着系统把自己埋进枕头，好羞羞哟，开心心。害羞到把自己藏起来的小仔仔也太可爱了吧。萨利和吉恩满脸姨母笑地看着小家伙在床上扭麻花。玩了一天，晚上所有人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嘟嘟呀，最先回来的是奥德斯尔。为了比艾瑞驰有更多的时间和仔仔相处，奥德斯尔今天是半点没松懈，刷处理完事务以后，紧赶慢赶的就回来了。小家伙爬到奥德斯尔面前，像是在迎接他一样，歪着脑袋抱着奥德斯尔的大腿要抱抱。抱抱呀！张开胖嘟嘟的手臂，仔仔脸上是甜到人心底发软的笑意。看到仔仔，奥德斯尔觉得这一天的疲惫都烟消云散，整个人都变得精神十足。抱起仔仔，奥德斯尔注意到仔仔牙床上新冒出来的牙齿，又长牙了。抱着仔仔坐在沙发上，奥德斯尔轻轻地捏住小家伙肉嘟嘟的脸蛋儿，把小嘴打开，有点担心。仔仔长第一颗牙的时候就发烧了，不知道这次还会不会发烧。奥德斯尔永远都记得上次小家伙因为发烧难受的模样。咿呀，嘟嘟为什么皱着眉头呀？小家伙张着嘴巴，口水忍不住顺着下巴滴落在口水兜兜上。把仔仔的脸放开，奥德斯尔还不忘给小糯米团子揉揉脸蛋儿。可揉着揉着，这位元帅大人就停不下了。天知道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没有仔仔 Ruel 到底有多痛苦。现在仔仔在怀里，他一定要把这几天的 Ruel 回本才行。奥德斯尔的力度非常轻柔，一点没有让仔仔觉得痛，反而舒服极了。小家伙快乐地把小肉脸放在奥德斯尔手上，一脸享受地眯着眼睛。揉揉呀！小家伙还知道提要求，指指这儿，指指那儿，整个就是客人在按摩店消费的状态。按摩小妹奥德斯尔十分敬业，时不时捏捏小肉脸，挠挠下巴，看起来非常专业。小家伙被撸得昏昏欲睡，艾瑞驰到家的时候都没打起精神来。要知道，艾瑞驰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回家以后仔仔在门口等着自己，这让他有一种温馨的感觉。而今天却因为奥德斯尔这个家伙失去了仔仔迎接的福利。越看奥德斯尔，艾瑞驰就越觉得不顺眼。吃饭的时候，小家伙勉强打起精神，努力把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胖乎乎的手抓着勺子，笨拙的给自己喂糊糊。现在仔仔已经能自己吃糊糊了，就是还不太熟练，经常把糊糊喂到鼻孔或者脸上，反正就是塞不进嘴里。到最后能进小家伙嘴里的糊糊只有很小一部分。小脏仔，小脏仔！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就坐在仔仔的左右手，见小家伙吃得这么狼狈，异口同声地叹了一句，不约而同地拿着手帕想给仔仔擦脸。两个男人的手在空中触碰，一时间电光火石，餐桌瞬间安静下来。皇帝和皇后好整以暇地看着两个人的修罗场，莱凯则有些担心仔仔。至于萨利和吉恩，这两个人怂的都快躲到桌子底下了。好可怕！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他们真的 hold 不住啊！淡定，以后这种场面肯定不少，你要学会习惯。皇后语重心长地拍拍萨利的肩膀。事态很明显，现在赛程过半，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和仔仔的感情明显好过他们和仔仔的感情。以后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个估计有的争了。不过皇后还是没有放弃，毕竟兽人总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而且说不定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败俱伤，他还能捡漏也不一定。反正不到最后，他是绝对不会认输的。再看仔仔这边，两个男人的目光仿佛含着利剑，刷刷射向彼此，谁也不让谁。这是我家仔，你凭什么给我家仔仔擦脸？奥德斯尔皱着眉，金色瞳孔冰冷而刺骨。艾瑞驰不甘示弱的挑挑眉，微笑的回击：什么叫你家的仔？话别说得太满，仔仔现在和我的感情好得很，最后花落谁家还不一定呢。两个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赢。最后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个人一人给仔仔半张脸。仔仔呼呼，太困了，小家伙没忍住，早就已经睡着了。网友们忍不住纷纷表达自己对仔仔的敬意。厉害厉害，没想到仔仔居然能这么淡定，在两个大佬中间若无其事的睡着了。这气氛，我隔着屏幕都觉得害怕，我仔居然一点不怵。看来仔仔除了有点笨笨的，胆子还是挺大的嘛。有没有一种可能，仔仔只是单纯的没看懂现场的氛围？这一顿饭吃的萨利和吉恩是心惊胆战，一结束就忍不住立马溜了。元帅和首富谁也惹不起。半夜
粉嫩的公主房里，小家伙闭着眼睛睡得正香。忽然，门悄悄地被打开了，高大的男人蹑手蹑脚地靠近床边，满脸柔和地看着仔仔，忍不住伸手碰了碰小家伙肉嘟嘟的脸蛋儿。月光照在男人的脸上，是奥德斯尔。他还是怕仔仔晚上发烧，大晚上干脆就偷偷溜过来，万一小家伙有什么不舒服的，自己也能及时处理。忽然，身后的门又打开了，奥德斯尔转头去看，是艾瑞驰。这家伙怎么来了？此时两个人的心情居然出奇的同步。不耐烦的轻啧一声，艾瑞驰坐在仔仔床边，视线在触碰到仔仔时瞬间变得柔和。这两个男人都是担心小家伙长牙期出状况过来的。翌日清晨，仔仔小朋友从美美的梦里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了奥德斯尔和艾瑞驰趴在自己床上，慢吞吞的从小被子里钻出来。小家伙悄悄地爬到两人身边，眨眨眼睛，小家伙趴着凑近奥德斯尔，浓浓的奶香味儿钻进这位装睡的元帅大人鼻尖。奥德斯尔嘴角微翘，心里暗自得意，仔仔最喜欢的人还是他。还没高兴几秒，眼皮那儿就传来一阵抽痛，原来是小家伙上手拔了他几根睫毛。刚一进直播的网友们就被这么一副场景暴击，嘻嘻哈哈的调侃仔仔胆子大。仔仔真是出息了，元帅大人的睫毛也敢拔。我还记得之前虫族入侵，虫族的一只王虫碰到了元帅的衣服，然后就被元帅追着暴打，后面直接被碾碎了。王虫碰了元帅，被元帅碾碎，仔仔拔了元帅的睫毛，安然无恙，四舍五入一下，我仔岂不是比王虫还厉害？楼上，你发现了滑点。虽然虫族的最高统治者是虫族女王，但虫后一般都是起到统治作用，武力值最高的还是属王虫。惨遭拔睫毛的奥德斯尔无奈，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闭着眼睛睡觉。拔完睫毛的仔仔小朋友见嘟嘟还没醒，乐呵呵的咧着嘴，慢慢的将小肉脸贴近奥德斯尔，然后嗷呜一口咬住奥德斯尔。温热湿润的触感在脸颊上蔓延开来，奥德斯尔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小家伙就动了。只见他咬着奥德斯尔的脸，然后开始磨牙，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全方位磨牙。噗哈哈哈哈！仔仔这是把元帅大人的脸当成磨牙棒了吗？哈哈哈！绝了 ！Big 胆，小家伙胆肥了，敢这么干！仔仔就长了2颗小米牙，甚至有一颗还没完全长出来，痛肯定是痛不到哪儿去的，但是耐不住小家伙啃的勤啊！睁开眼，一大一小视线相接，奥德斯尔那双金色的瞳孔冷硬中又带着些宠溺。被发现了！明，小家伙赶紧松口，水灵灵的眸子清澈透亮，仿佛水晶般澄澈，肉肉的脸颊微微鼓起，无辜的冲奥德斯尔咧嘴一笑。没啊，嘟嘟呀，仔仔什么都没做哦，嘟嘟什么都没看见。小家伙奶声奶气的推卸责任，胖乎乎的爪子挡着奥德斯尔脸上的口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这掩耳盗铃的样子，看得让人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奥德斯尔故意冷着脸，看起来凶凶的，伸手就要弹仔仔的额头，就在要碰到小家伙的时候，又放轻了力道，只是轻轻的点了点。你个胖仔，还学会装傻了？低沉而暗哑的声音，磁性十足，仿佛是从胸腔中震动出来的一样。软乎乎的抱着奥德斯尔弹他的手，仔仔主动把自己的小肉脸上供。不气气啊？仔仔给揉揉，嘟嘟不要生气气。装作恶狠狠的模样，捏了一把小家伙。奥德斯尔瞥见旁边的金发男人眼皮微动以及微勾的嘴角，坏心眼的把小家伙往那儿放，指了指艾瑞驰的眼皮，叫他幸灾乐祸。自己被仔仔揪了睫毛，艾瑞驰怎么着也不能这么轻松。小家伙被嘟嘟逮到过一次，心里虽然跃跃欲试，却又有点不敢了，期期爱爱的看着嘟嘟。奥德斯尔回以鼓励的眼神，加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仔。被奥德斯尔这样盲目的自信感染，小家伙膨胀了，挺着胸脯，仔仔小朋友的小肚肚趴在艾瑞驰那张英俊的脸上。是的，这一次小家伙没有选择拔艾瑞驰的睫毛，而是抱着艾瑞驰的脑袋开始薅那一头闪耀的金色及肩长发。这一次艾瑞驰没能继续忍住装睡，而是伸手抓住仔仔小朋友胖嘟嘟的小肉手，再不阻止自己就要变秃了。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再次被抓包，仔仔猛猛地瞪着眼睛，慢吞吞地眨了眨。肿么肥四？为什么仔仔咻的一下就被爱爱抓住了？然后小家伙赶紧屁颠屁颠的把自己塞进被里，这样爱爱就找不到自己了。这个躲法还是在和萨利吉恩2个人捉迷藏的时候学会的。艾瑞驰无语，小家伙是把自己当傻子吗？有人吗？这里有幼崽谋杀，他想笑死我，哈哈哈！首富大人智商仿佛受到了侮辱，戳戳小家伙露在被外面的屁屁。小家伙假装没感觉，再戳，再装。最后是艾瑞驰直接把小家伙从被里提溜出来，仔仔小朋友这才认命。知道错了吗？居然想着薅自己头发，要是薅秃了，以后自己还怎么出去见人？错呀！小家伙委屈巴巴的对手指，乖乖的认错。
艾瑞驰终究还是舍不得仔仔委屈，无奈地把小家伙抱进怀里带去洗漱。奥德斯尔也不甘示弱，艾瑞驰给仔仔刷牙，他就给仔仔洗脸，一点也不落后。两个男人相争，最后受苦的还是仔仔。小家伙只长了2颗牙，即便是用的儿童牙刷，相对仔仔的牙齿来说还是会有点大，需要很小心的清洁。尽管艾瑞驰已经很小心了，但还是不如玛丽刷的舒服。至于洗脸阶段，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半斤8两，毛巾打湿拧干，然后在小家伙肉嘟嘟的脸蛋上撸爱2下就完事儿了。撸爱的仔仔小脸红扑扑，偏偏奥德斯尔还觉得不错，满意的点点头。这么简单的又迅速的洗漱完，两人就想带着仔仔出去。仔仔小朋友，仔仔的香香呢？拉住两人，小家伙问：香香呀，要做漂亮的小仔仔，怎么可以不擦香香呢？两个从来没擦过香香的大男人面面相觑。什么是香香？仔仔小朋友看得直跺脚，脸上的嘟嘟肉也跟着颤抖。爱爱和嘟嘟怎么这么笨笨呀？香香就是香香呀！指着洗漱台上的儿童专用润肤霜，小家伙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两人。看来这个家里最聪明的还是仔仔了，还说仔仔是笨仔，他们才笨笨。仔仔小朋友得意地挺着小胸脯，两人这才知道香香是什么东西，还是老规矩，一人给仔仔擦了一半的香香。擦香香环节结束，仔仔小朋友才被抱出去。今天的仔仔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学走路。虽然不知道仔仔是什么种族的，但是根据培育员那边的检查，小家伙现在的发育已经足够支撑小家伙学习走路了。大多数兽人只要一出生的时候就会走路，只有极少的种族才会需要教走路，而且也不需要教很久，通常1天就能解决。毕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基因筛选，现在被繁育的兽人幼崽都是极为优秀的。奥德斯尔和艾瑞驰有些紧张，他们没有教幼崽走路的经验，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今天两个人特意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后延了1天，就是为了能专心的教仔仔走路。还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要做什么，小家伙美滋滋的抱着瓶瓶奶，一口又一口，天真不谙世事的模样格外的惹人疼惜。仔仔，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艾瑞驰开始骗仔。游戏？仔仔小脑袋一抬，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小家伙最喜欢玩游戏了。呀，用力的点头。仔仔满眼期待的看着艾瑞驰。仔仔玩游戏可厉害，可厉害了。小家伙一点也不羞羞的夸着自己。那我们先站起来好不好？艾瑞驰回想了一下自己在新网搜的资料，把小家伙提溜起来，先让小家伙维持站立的样子，让他明白站起来是什么意思。这个简单，小家伙之前已经能够自己扶着东西站起来了。轻轻松松的自己扶着凳子站起来，小家伙骄傲的扬着下巴，像极了骄傲的小天鹅。莱凯有些紧张的看着仔仔，今天是仔仔学走路的日子，他特意请了假，就为了见证仔仔会走路的第一个瞬间。莱凯班上有一个同学，有个双胞胎妹妹，就在隔壁班，总是把他妹妹带到班上炫耀。他想等仔仔学会走路以后，再把仔仔带到学校，让他们看看他的妹妹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妹妹。虽然现在仔仔还没有叫过他一声哥哥，大概是仔仔小朋友平时在地上爬来爬去的，锻炼得很好，小手小脚都很有力。短短的时间里，小家伙已经能扶着凳子踉踉跄跄地走上几步了。网友们看得都泪目了，或许是这些天看着仔仔一天天的长大，见证了小家伙一步一步的成长，他们已经将小家伙当成了上天赐给他们的独属于自己的一个幼崽。撒娇、粘人、要抱抱，这些举动本来在兽人眼里都是弱者的行为，因此基因繁育的幼崽从来都不会轻易掉眼泪。可换成了仔仔，他们却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厌烦，反而觉得可爱的让人心软。因此哪怕只是在从前的他们眼里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在仔仔身上也能让兽人们格外的重视。仔仔好棒，这么快就能扶着凳子走路了吧？妈妈好骄傲，不愧是仔仔，我要截屏留念，打印出来放在床头。我们仔仔可真棒，爸爸爱你，爷爷也爱你。各种各样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等层出不穷。网友们仿佛是被激起了一片慈父慈母心，纷纷在弹幕对仔仔花式彩虹屁。别墅的众人也耐心地夸着仔仔，一路都不带重复的。小家伙逐渐在彩虹屁里迷失自我，一双溜圆的大眼睛欢欢喜喜地眯起来，咯咯咯地露出小巧可爱的米牙。仔仔最喜欢夸夸了。然而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仔仔小朋友骄傲地一仰头，大大的脑壳向后仰，随后重心不稳，扑通一声摔了个屁墩儿，身上白白软软的肉肉也跟着抖了抖。仔仔小朋友，喵喵喵，这是什么情况？看了一圈周围的人，小家伙生气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仔仔小朋友觉得摔了个屁墩儿太丢脸了，索性干脆趴在地上，小胖脸一埋，开始生起了自己的气。胖仔气鼓鼓点 JPG， 太丢人了，仔太没用了，仔的面子没了。小家伙抱着自己胖胖的脑壳，不肯面对这个事实。
艾瑞驰和奥德斯尔一左一右趴在仔仔旁边，伸出手指戳戳自家胖仔。胖仔，不理你们。哼唧，我们仔仔是最棒的，肯定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对不对？艾瑞驰温柔地安慰小家伙，一缕金色的长发不小心从小家伙指缝的嘟嘟肉上划过，痒痒大。仔仔没忍住，伸出胖爪爪抠了抠脸蛋儿，然后继续埋鸡鸡。这一回合，奥德斯尔发挥的不太好，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只能干巴巴的附和。对，仔仔最棒。这个诡计多端的男人太会说话了，词盗用十方恨少。奥德斯尔现在只恨自己大学进的是机甲学院，不是文学院。可恶，论口才完全比不过，怎么办？元帅大人嫉妒的视线在射向艾瑞驰的同时，那只宽厚的手掌也不忘轻轻拍拍小家伙的背，无声的安慰。幼崽怀疑，真的？小家伙悄悄扭头，眼巴巴的看了看两人，然后又立马收了回去。仔仔现在还有一点点羞羞，要再多夸夸几句才行。接收到信号的两人立马接着夸，那叫一个舌灿莲花。奥德斯尔这个不怎么会说话的人，也硬生生被逼出了几分夸人的潜能。听着不重样的夸夸，小家伙总算是暂时忘了羞羞，重新开始对学走路充满信心。干劲十足的仔仔拒绝两人的搀扶，憋红了脸，自己站了起来，捏紧胖乎乎的拳头。可还没走几步，就又有了波澜。大厅里，软绵绵的糯米团子穿着奶黄色的小裙子，颤颤巍巍地迈出步子，软嘟嘟的脸蛋儿憋得通红。网友们不禁为小家伙提起一口气。加油啊，我仔，你一定可以的。对，就是这样，仔仔，把腿迈出去，就差一点点了，一点点。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紧紧地盯着仔仔的小肥肌哦。噗！就在大家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小家伙啪叽一下坐在地上，不走了。抱抱呀！张开藕结似的手臂，仔仔小朋友仰着软绵绵肥嘟嘟的脸，期盼地看着奥德斯尔和艾瑞驰。这个游戏太累了，仔仔不想玩了。不行哦，仔仔答应了要玩的，不能半途而废。奥德斯尔安抚地摸了摸小家伙的背，语调是生硬的温柔。没办法，在军部练兵练习惯了，现在要他温柔，还是太为难他了。抱抱吗 ？W。仔仔眨眨眼睛，水灵灵的眼睛就这样可怜巴巴地看着奥德斯尔。奥德斯尔顶不住小家伙的撒娇，戳了戳艾瑞驰。他上吧，自己顶不住了。可艾瑞驰还没来得及劝，小家伙就眼巴巴地把视线转向他。艾瑞驰，他也顶不住啊喂！长得这么软嘟嘟就算了，还这么会撒娇，上辈子是撒娇精转世吗？于是两个人背着仔仔小朋友开始内讧。你不是很会说话吗？奥德斯尔怀疑地看着艾瑞驰。你不也一样，哄不好仔仔？艾瑞驰毫不退让。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对方。仔仔歪头，鼓着腮帮子，好奇地看着艾瑞驰和奥德斯尔的背影。艾艾和嘟嘟在玩什么好玩的东东啊？小家伙趴在地上，屁颠屁颠地爬了过去。咿呀，是什么好玩的？让仔仔也看看呀！小家伙从两人中间挤进去，露出一颗可可爱爱的小脑袋。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艾瑞驰和奥德斯尔迅速离开对方，无奈地看着兴致勃勃的奶团子。不然今天算了，不然今天算了。两个无底线宠仔的男人异口同声道。很好，达成共识。仔仔小朋友，今天的学走路课程结束。仔仔，嘟嘟今天带你去军部玩好不好？奥德斯尔抢先抱起还在好奇的糯米团子，修长的手指拨弄两下仔仔糯叽叽的肥腮。小家伙也不反抗，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奥德斯尔，脸上挂着甜滋滋的笑容，软嫩的脸蛋儿一戳一个坑。抢仔失败的艾瑞驰只能坐在一旁幽怨地看着仔仔。该死的奥德斯尔，不就是武力值比他高，反应比他快一点吗？这个只有蛮力的家伙，他才不会羡慕这家伙抢到了仔仔呢。明天他就带仔仔去公司，好好的炫耀炫耀。给小家伙换了一身兔子套装，奥德斯尔抱着仔仔就去了军部，后面跟着幽怨的艾瑞驰。今天特意把工作都推了，好不容易攒的陪仔仔的时间一点都不能浪费。三人到军部的时候，还没下飞船，就能看见一群人挤在门口围观。这可是仔仔爱，但凡是没有任务的，全部都挤到门口，有的还趴在围墙上看。飞船的舱门打开，奥德斯尔冷着脸看着这些来围观的家伙。10秒钟，统统回去训练。奥德斯尔一向以严厉著称，落在他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原本以为元帅大人会因为仔仔放他们一马，没想到还是这么冷酷。围观的士兵们来不及思考，纷纷变成兽形飞奔回去。一时间，狮子、老虎、兔子、猫咪，各种动物应有尽有。在奥德斯尔怀里的仔仔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变成兽形，一双水润的眼睛瞪得溜圆，红嘟嘟的嘴巴张成了 O 型。兔兔啊，和仔仔一样可爱的兔兔爱。仔仔指着一只兔兽人，胖胳膊胖腿欢快的扑腾，
软绵绵的声音又奶又甜。在士兵面前严酷冷漠的元帅大人，在面对自己怀里这只奶唧唧软嘟嘟的糯米团子时，却展现出无限的耐心，笨拙温柔地亲了亲小家伙的脸蛋。走，我们去看看军部的一些常规训练。因为有直播，所以一些需要保密的训练是不能去看的。军部是根据兽人的种族进行编排的，奥德斯尔他们最先去的是兔兽人的军团，因为小家伙刚刚看起来很喜欢兔兽人的样子。他们到的时候，兔兽人们正在训练机甲对战。最前面的是一位看起来很强壮的教官，神情严肃地指挥着机甲对战。只不过稍稍有些违和的是，那位强壮的教官脑袋上顶着一对兔耳朵。兽人在作战的时候会利用自身兽形优点帮助作战，兔兽人的听力敏锐，因此在训练和作战的时候大多会把兔耳露出来。猛男配兔耳，咦惹！看到奥德斯尔，教官挥挥手停止训练，大踏步朝这边走来。兔，教官还没走过来，小家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往兔教官的方向倾倒。元帅大人，亚基。两个人短暂地打了个招呼。奥德斯尔怀里的糯米团子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 Ruel 兔的欲望，直直地往亚基怀里扑。亚基瞳孔微缩，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仔仔。软乎乎的奶团子在自己怀里，亚基一动都不敢动一下，生怕弄疼了仔仔。仔仔出现之前，亚基都是去决斗场发泄精神暴乱带来的躁郁。仔仔破壳之后，他也不去决斗场了，天天一有空就蹲在仔仔小朋友的直播间里。别看他长得壮，直播间里自称仔仔麻麻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看了仔仔直播，从此腰不痛腿不酸，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抱抱仔仔。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抱着和他有同款兔耳朵的小糯米团子，亚基乐得见牙不见眼。小家伙却不管这么多，成功到了亚基怀里，一双小胖手不安分地想撸他的兔耳。兔呀，仔仔要摸兔耳朵呀！仔说什么就是什么。亚基俊脸一红，乖乖地低头把自己的兔耳朵给仔仔撸。看的网友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不少的兔兽人还沾沾自喜起来。看吧，仔仔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兔了。我呸！你们兔子臭不要脸，我们猫才最得仔仔欢心了。其他还在训练的士兵见状，哪里还能忍得住继续训练，全都溜溜达达的过来了，还极为心机的用兔耳朵诱惑小胖仔。干什么？都不用训练了吗？亚基抽出空来瞪了瞪那群企图勾引仔仔的家伙，然后继续温柔地抱着小家伙给兔耳朵。变脸都没他变得快。仔仔别看他们都是坏兔子。亚基偷偷摸摸地说别的兔子的坏话，言下之意只有他才是好兔子。嚯，这话不仅惹到了训练场的兔兽人，更是惹毛了看直播的兔兽人。什么意思？合着就他是好兔子呗？这是哪家的兔崽子？我要告他家长！见笑了，自家蠢儿子回去一定好好教训，把他的兔毛给剃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兔族公敌，亚基脸上挂着格外欠揍的笑容。奥德斯尔和艾瑞驰都看他不太顺眼了，两个人打配合，一个抱走还沉迷兔耳朵的仔仔小朋友，另一个则隔开恋恋不舍的亚基。兔呀，这是瘪着嘴哭唧唧的糯米团子。仔仔呀，这是被挡得严严实实的亚基。两个人好像是牛郎织女，艾瑞驰和奥德斯尔就是那条银河。乖，不哭，嘟嘟也有耳朵，嘟嘟的耳朵给你摸好不好？奥德斯尔脸色微红，不自在地把自己的耳朵露出来。为了小家伙，元帅大人付出了太多。奥德斯尔的原型是狮子，俊美冷硬的脸庞，腰细腿长的身材，再加上兽耳，不知道戳中了多少网友的 XP。嘶哈，元帅大人也太帅了吧！我去，我可以想坐元帅大人的摇摇车啊！楼上的注意点，就为了你这句话，元帅大人哄了我一晚上。突然不知道说什么骚话好了。刚刚还在哭唧唧的糯米团子，一看见那对毛茸茸的耳朵，眼泪唰的一下就收起来了。小胖手忍不住摸了摸奥德斯尔的耳朵，嘟嘟，毛茸茸呀！原来嘟嘟也有毛茸茸，好厉害！小家伙两眼放光，至于亚基，已经被他抛之脑后了。呸！小渣仔！网友们暗暗唾弃，却还是忍不住捧着脸，一脸姨母笑的看着小家伙。离开兔兽人军团，几人到了豹兽人军团。豹兽人们光着膀子，拳到肉，他们正在练习格斗。仔仔看着他们打来打去，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你也想去试试？注意到仔仔的视线，奥德斯尔低声问道。小家伙仰头看着奥德斯尔，举着小胖手，认真的点头。呀，看起来好有趣的样子，仔仔也要。艾瑞驰拉了拉奥德斯尔，满脸不可置信。你想什么呢？仔仔才多大，你就让他玩这个？他家仔可爱软嘟嘟的，怎么能和这家伙一样，竟想着打打杀杀？艾瑞驰不同意，就是随便玩玩。奥德斯尔不像艾瑞驰那样小心翼翼。最终艾瑞驰反对无效，
奥德斯尔领着小家伙去了单独的练习室。封闭的房间，奥德斯尔把小家伙放在地上。来，仔仔，你打我一下。奥德斯尔举着手，让小家伙自己过来。仔仔困惑的歪头，短短的几秒钟，糯米团子已经忘记了自己刚刚点头要玩格斗这件事了。萌，嘟嘟傻呀？嘟嘟是不是傻？为什么要仔仔打他？小家伙知道的，被打可疼可疼了。奥德斯尔，我不傻。他是想借这个机会让仔仔自己主动试试走路。那好吧，实在想不通，仔仔只好听嘟嘟的了。可没想到，小家伙是条实打实的咸鱼仔，就这么往地上一趴，噗噗噗的爬过来，到了奥德斯尔面前，再举着肉乎乎的小手软绵绵的一拍。拍完以后，还觉得自己厉害的不行，歪着头奶声奶气的夸夸自己。厉害呀！世界上怎么会有仔仔这么厉害的小朋友呢？奥德斯尔好像也没毛病，可这个操作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厉害，奥德斯尔字正腔圆道。胖仔了然的点头，然后厉害，声音又甜又亮。怕奥德斯尔听不清，抱着他的手臂又重复了好几次。厉害，厉害，厉害！重要的事情说3遍，跟个小鹦鹉似的。哈哈哈！元帅大人还是放弃吧，王储殿下也不是没试过，就从来没成功过。真的超爱小家伙这样自信的模样，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普信仔吧。算了。奥德斯尔第一次在仔仔身上学会了妥协这个词。来，我们重新再来。仔仔要自己走过来，然后打我。把小家伙放得远远的，奥德斯尔期待地看着仔仔小朋友。仔仔这次不负奥德斯尔的期待，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练习室里没有扶着的东西，小家伙站起来还没2秒呢，又啪的一声往后倒了。这一下把小家伙摔了个眼冒金星，直冒泪花。艾瑞驰看得心疼的要命，赶紧把仔仔抱起来。这一次就没有之前那么幸运了。毕竟训练室不像别墅，到处都铺着厚厚的毛毯，小家伙的后脑勺直接给摔肿了。直播间里明晃晃的是仔仔肿起来的后脑勺，网友们也要心疼死了。他们虽然喜欢看仔仔哭唧唧，但是谁也不想看到仔仔受伤。奥德斯尔马上叫人送药过来，熟练的给哭得泪眼巴达小胖仔上药。呜痛痛！仔仔委屈的瘪着嘴，眼眶红红的靠在艾瑞驰怀里流眼泪。乖哦，嘟嘟给仔仔上完药就不疼了。奥德斯尔一边温柔地哄着仔仔，一边把仔仔的脑袋包扎好。小家伙从可可爱爱的糯米团子瞬间变成了软乎乎的小木乃伊。药剂有镇痛的作用，感受到后脑勺没那么痛了，哭唧唧的小胖仔总算哭得没那么厉害了。抽抽搭搭的仔仔看着地板，内心的仇恨一涌而上，小胖腿用力一跺，奶凶奶凶道：坏坏，都怪这个板板。本来是件让人心疼的事情，小家伙这么一跺脚，原本严肃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起来。傻乎乎的。艾瑞驰没忍住，笑着调侃仔仔：你在说什么？小家伙奶凶奶凶的眼神唰的一下看向艾瑞驰。小朋友是不可以听不动听的话的。好好好，我的错。艾瑞驰啪啪的收回自己的话，嘴角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笑意。有了这么一个插曲，几人也不多逗留，抱着气鼓鼓的小仔仔就要回别墅。被包成木乃伊的小家伙却不依了，硬是爬回去，站起来对着地板又跺了2脚，全身的肉肉都跟着颤抖。哼！坏板板，知道仔仔的厉害了吧？拽拽的撅着嘴，软乎乎的糯米团子扬着下巴，嘚瑟的不行。做完这些，木乃伊仔仔小朋友才被抱回别墅。皇后他们看了直播，知道仔仔摔了脑袋，小家伙一到家就忙不迭把人从艾瑞驰怀里抢过来，心肝宝贝的叫着：仔仔痛不痛？姨姨心疼死了！你们2个大男人还看不住仔仔，太没用了吧！抱着软绵绵的小木乃伊，皇后没忍住对着艾瑞驰和奥德斯尔翻了个白眼。这才出去多久，脑壳就肿了个包。2个人自知理亏，只能抬头望天。你们2个要是照顾不好仔仔，不如就把仔给我们养算了，你们时不时来看2眼就行。皇帝趁火打劫，想借此机会把仔仔拐回自家。他打着如意算盘，仔仔的监护权要是拿到了，自己岂不是能富平仔贵，一步登天，以后就再也不用睡书房了。想想就美的很。可结果显而易见，皇帝被2个男人无情拒绝，想和他抢仔，下辈子都没戏。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同时在心里暗暗想到。至于我们的仔仔小朋友，经过这一摔，好像铁了心要征服地板，从皇后身上下来，拒绝所有人的帮助，憋足了力气，自己站了起来，颤颤巍巍的自己走路，就是摔了也不哭不闹，爬起来继续走。主要是地毯铺的厚，一点也不疼。正在走路新鲜期的小家伙，就连在沙发和莱凯一起看动画片的时候，也不忘兴致勃勃地站起来。来玩呀！纯真无邪的眼睛盯着莱凯，看起来炯炯有神，粉嫩的脸颊圆鼓鼓。仔仔小朋友乐淘淘地拉着莱凯的小手，叫他一起玩。莱凯看着小家伙软嘟嘟的样子，
心里那点恶趣味突然就升了起来，伸出一根手指头放在仔仔的额头上。小家伙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惨绝人寰事情，甜滋滋的冲着莱凯笑，圆滚滚的眼珠向上盯着莱凯的手指变成了斗鸡眼仔仔。莱凯微微一笑，然后轻轻的一戳，小家伙瞬间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还顿了2下。仔仔猛，呆呆的看着莱凯，小家伙的眼睛忽闪忽闪的。仔仔不信邪，又站了起来，不出意料又被手指头推到了。这下仔仔意识到自己被来捉弄了，震惊的看着莱凯，一张圆圆胖胖的脸蛋儿气鼓鼓的皱起来。坏坏！胖乎乎的爪子指着莱凯，明明是在骂人，却硬生生听出撒娇的感觉，一点威慑力也没有。猫猫生气点 JPG， 网友们不禁感叹小家伙词汇匮乏，每次骂人的时候只知道用坏坏这个词。仔仔小朋友骂完以后还不忘打击报复，给莱凯来一段猫猫拳，出拳迅捷如风，势不可挡，无人可敌，可把小家伙给累坏了。唯一遗憾的就是手太短，根本没碰到对方。这一波杀敌为0，自损1500。打完猫猫拳的仔仔累得气喘吁吁的，像摊饼一样瘫在沙发上。莱凯识趣的认错，小心的戳了戳仔仔，对不起，我不应该戳仔仔你的。嘴上说着认错，下次想着还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喜欢逗仔仔，想看小家伙各种各样的表情，不可置信的、生气的，不管什么样的表情都觉得超级可爱，乐此不疲的把仔逗生气了，然后再卑微的哄回来。这和他的性格一点也不相符。明明在仔仔出现以前，除了学习，他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的。仔仔不想理他，小乌龟一样默默的给自己翻了个面，埋在沙发里，还摸索着把抱枕放在自己脑袋上。仔仔现在很生气，哄不好的那种。小家伙捏着拳头，胖嘟嘟的脸埋得死死的，怕仔仔闷着自己。莱凯把抱枕拿下来，然后拿出他的制胜法宝瓶瓶奶。这可不是普通的瓶瓶奶，这是超大 Plus 版，大概有一只仔那么高的样子。这是他摸透仔仔尿性特意定制的，都是莱凯自己在实验室亲手做的，材料都是精挑细选出最好的。仔仔，你看这里有超大的瓶瓶奶，快来看看嘛。莱凯让侍者把瓶瓶奶放在沙发上，小家伙一个没注意就被 Plus 版的瓶瓶奶给弹了起来。看到比自己还要高一点的瓶瓶奶，小家伙的眼睛都要粘在那上面了，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的。这个 Nina 一定可以吃好久好久吧？想要吗？莱凯低声诱惑小家伙。仔仔迫不及待的点头，圆溜溜的眼睛放光般的盯着莱凯。仔仔可以拥有吗？要是来把这个给仔仔，仔仔就不气了。仔仔小朋友十分大方的想。莱凯了然，抱着瓶瓶奶放到仔仔嘴边，小家伙才刚张嘴，他就把瓶瓶奶又抬高了点。就在仔仔小朋友要暴躁的时候，莱凯提了个条件，要叫哥哥。没错，这位王储殿下还是对仔仔不叫他哥哥耿耿于怀。仔仔是那种为瓶瓶奶折腰的仔吗？那必然是的。哥哥，这一声哥哥叫得又甜又奶，听得莱凯心情愉悦，快乐极了，直接就把瓶瓶奶放到仔仔面前。仔仔成功到手超大瓶瓶奶，美滋滋的抱着奶瓶，小家伙也不想着走路了，抱着瓶瓶奶就要回自己房间。口粮当然要好好藏起来才行啊。目前仔仔的房间已经藏了很多瓶瓶奶了，小家伙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自己藏了瓶瓶奶，经常躲在房间里给自己加餐。殊不知别墅的人心知肚明，怕仔仔的瓶瓶奶坏了，每天都要趁仔仔睡着给他换新的瓶瓶奶。啊呀！小家伙抱着瓶瓶奶，用尽全身的力气，即便五官也跟着同样用力，还是没有挪动他一丝一毫，甚至还往小家伙那儿滚了过去。仔仔躲闪不及，小胖腿就这么被压在瓶瓶奶下面了。来啊，哥哥啊！小家伙求助的看向莱凯，伸着胖手手把瓶瓶奶往外推。莱凯忍着笑意，从容不迫的戳了戳仔仔肥了吧唧的脸蛋儿，只把小家伙惹急眼了，才帮他把奶瓶拨开。哭唧唧的仔仔被王储殿下这么一压，瓶瓶奶也不要了，凶凶的瞪了莱凯一眼，然后默默的把这仇记下了。坏来，屁股一扭一扭的从沙发上下来，小家伙麻溜的离莱凯远远的。一不小心玩脱的莱凯跟在小家伙后面哄，可这一次仔仔没那么好哄了，头也不抬一下。艾瑞驰从书房一出来，就看见小家伙气成河豚的小模样，把仔仔抱起来，小家伙还是不高兴的样子。谁惹你不高兴了？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在小家伙耳畔响起。一听这话，仔仔的眼神瞬间变得凶狠。坏来，仔仔一定要欺负回来。越想越气，圆滚滚的糯米团子干脆让爱爱把自己带到房间，抱着超大萝卜玩偶，仔仔小朋友手脚并用的去找莱凯。仰头看着高高的楼梯，仔仔咽了咽口水，无辜的眼睛眨巴眨巴。莱凯的房间在2楼，小家伙都是被人抱上去的，从没自己去过。艾瑞驰双手环抱，从容不迫的站在仔仔身后。要不要爱爱抱你上去？
虽然不知道小家伙抱着萝卜要去干嘛，但单单从他这气势汹汹的模样来看，一定有人要倒霉了。这他还不得冲在第一线吃这个瓜？不呀！瞪着台阶，仔仔鼓鼓嘴巴，想也不想的拒绝。报仇这件事，仔仔要记起来。说干就干，小家伙当即就开始爬楼梯。这楼梯修得又高又陡，只爬了几级就累得不行。但我们仔仔是随随便便就放弃的仔吗？休息够了的仔仔抬手继续爬，却不小心摸了个空，咕咚咕咚的像个皮球似的滚了下去。网友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有的兽人捂着眼睛都不敢看。在后面跟着的艾瑞驰伸手一捞，把小皮球严严实实的接在怀里。小迷糊，还是爱爱抱你上去吧。捏了捏仔仔的小鼻子，艾瑞驰啼笑皆非，抱着糯米团子大跨步上了2楼。仔仔从艾瑞驰身上下来，拖着自己的大萝卜径直爬到莱凯的房间。莱凯有一份小组作业需要完成，正和小组成员视频。仔仔悄悄地爬到莱凯椅子下，抡着自己个儿的大萝卜抵着莱凯的脑袋。坏来，仔仔揍！大坏蛋来！仔仔要狠狠地揍你！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小家伙抱着大萝卜就是一顿狂扁。坏蛋！让仔仔洗，还戳仔仔！莱凯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击，可还没碰到偷袭他的人，就听到了那股熟悉的小奶音，手就这么悬在半空。仔仔可不管那么多，还以为是莱凯怕了超凶猛的自己，追着莱凯继续扁他。莱凯的几位小组成员从来没见过这么狼狈的他，作为王储，莱凯从来都是淡定从容、高贵优雅，这种被人追着揍，而且还是一个没断奶的幼崽，这是前所未有的。仔仔加油，扁他，朝他的脸砸！烟丝在光脑上攥着拳头给仔仔打气，其他组员没吭声，只有烟丝这么兴高采烈的。虽然他和莱凯的关系不错，但莱凯这小子长得比他好看，班里的小姑娘都喜欢他，明明自己也不差，这让烟丝怎么都觉得不服气。现在碰到这样绝佳的机会，烟丝怎么会错过呢？甚至还迫不及待地开始录屏，等回学校以后就让那些人看看，他们喜欢的王储殿下也有狼狈不已的时候。莱凯一边躲一边还要注意不会伤到仔仔。见损友这么贱兮兮的，冷冷的眼刀就要射过去，却被仔仔小朋友的大萝卜袭击，只能狼狈的躲开。干得漂亮，仔仔，哥哥爱你！烟丝这厮还不忘火上浇油，大喇喇的给仔仔比个星星。艾瑞驰本来还在看戏，见这家伙这么不要脸勾引仔仔，脸一下子就黑了。他家胖仔怎么能看这么辣眼睛的东西？可光脑在莱凯手里，他忙着躲仔仔，哪里还有时间关视频？烟丝好像看不见艾瑞驰的黑脸一样，嘴里的彩虹屁不要钱的说给仔仔听。他还是个孩子呢，艾瑞驰大人怎么会自降身价和他一个孩子见识呢？有恃无恐的想着，烟丝是半点都没收敛。哈哈，这是哪家的孩子？好勇啊！能和王储殿下做朋友，应该也不是什么普通家事。这好像是教育部部长的孙子去过一次宫宴，见过。感觉艾瑞驰下一秒就要爆发了，敢在艾瑞驰大人面前对仔仔比心，不要命了吧？哈哈哈！这场单方面的殴打持续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直到仔仔觉得没那么生气了，才勉强停下。大大的胡萝卜丢在地上，仔仔嘚瑟的抬头。不欺负，揍哟！以后不许欺负仔仔，不然仔仔揍你哦！仔，凶，仔超凶的哦！小家伙捏着自己豆包大的拳头，奶凶的威胁莱凯。可软绵绵的小嗓音非但没有让仔仔看起来气势汹汹，反而显得更加糯叽叽的，让人忍不住想捏一把小家伙软嘟嘟的脸蛋儿。莱凯不知道说什么好，嘿嘿嘿，仔他好像觉得自己真的很可怕的样子，就想知道谁给他的自信。楼上的瞎说什么大实话，我们仔明明就是帝国第一凶猛好伐，并没有被吓到。莱凯面对小家伙自信满满的眼神，只能极不走心的鼓掌，敷衍道：好凶，我好怕。仔仔好像感受到莱凯的敷衍，不满意的拧拧眉头，张张嘴还想说什么，却被一段极富感情的夸夸打断。凶，我们仔仔就是世界上最凶的幼崽，谁都比不过仔仔凶。视频里烟丝十分捧场的鼓掌，要不是网友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估计还真能信了他的鬼话。他不仅自己夸，还要带着其他的小组成员一起夸。琼斯、伊妮德，你们说是不是？琼斯和伊妮德是2个漂亮的小姑娘，被烟丝这么一问，生硬的扯了扯嘴角，呵呵笑了2声，在小糯米团子满含期盼的眼神下，只能昧着良心点头。对，好凶啊，都把我吓到了。这不能怪他，要怪只能怪仔仔太可爱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3个哥哥谢结在小盒子里，被夸奖的仔仔小朋友还是开心的仰着脑袋笑开了花，胖嘟嘟的小手贴在嘴巴上，笨拙的给了3人一个飞吻。母啊！奶声奶气的声音软乎乎的，这是小家伙看影视剧学来的。视频里的3人超仔仔怎么能这么甜？嫉妒的眼神齐刷刷射向莱凯。
这家伙未免也太幸运了，居然能和仔仔住在一起。我仔也太会了吧，这个飞吻直接亲在了我的心吧。请仔仔不要过分散发你的可爱，不然妈妈会想把你偷回家的。艾瑞驰看得眼红，拎着自家小胖仔就出去了。给这些小屁孩飞什么吻？艾瑞驰的动作虽然看着简单粗暴，其实非常小心，一点也没弄疼仔仔。小家伙就像一条咸鱼，胖嘟嘟的胳膊腿软趴趴的在空中下垂。不可以随便亲亲别人，知不知道？把仔仔放在沙发上，艾瑞驰一本正经地说。仔仔迷茫的眨眨眼。当然别的人不可以，但是可以亲亲爱爱。艾瑞驰咳嗽2声，一点也不脸红补充。嚯！我举报艾瑞驰大人作弊。元帅大人快来啊！暗戳戳发私信。我宣布，艾瑞驰大人违规操作，取消仔仔竞争权。哈哈哈！楼上的注意点，当心艾瑞驰大人顺着新网过去找你。下午大家都不在别墅，莱凯悄摸摸的逮住正在啃肥肥的小家伙。仔仔小朋友闻声抬头，嘴巴里是肥肥的尸体。没错，肥肥的脑袋已经被小家伙啃掉了。明明只有2颗米牙的小仔仔，却能把布偶给啃到头掉。干嘛啊？虽然小家伙已经揍了一顿莱凯出气，但这是个记仇的团子，哪里能这么快就缓过来？莱凯靠近仔仔的耳朵，直播里只能看见莱凯的嘴巴动了动，却听不清这位王储殿下到底说了什么。说完话，网友们显而易见的看见小家伙还有点气鼓鼓的脸蛋，一下子就喜笑颜开。嘘，不能说。莱凯竖起手指放在嘴巴上面，一脸认真道。小家伙赶紧神秘兮兮的闭嘴，2只胖爪爪使劲捂住嘴巴点头。不能说的，仔仔要保密。仔仔小朋友用力过猛，把鼻子也一起捂着，只把白白嫩嫩的小脸蛋儿捂得红扑扑。仔仔，现场表演一个我闷我自己。你是想闷死自己吗？笨蛋！莱凯觉得有被仔仔笨到，无奈的把仔仔的手拿开。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向不乐意自己被说笨笨的小家伙，这一次明明白白的听见莱凯说自己笨蛋，居然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快乐的仰着脑袋笑得开心。什么话威力这么大，能让仔仔无视笨笨的威力？网友们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操！我确实是好奇了，王储殿下到底对仔仔说了什么？什么话是身为仔仔妈妈的我不能听的？这2人不会要搞事情吧？第二天一早，天才蒙蒙亮，一道身影悄悄地到了仔仔房间。莱凯昨天已经和仔仔说好了，今天趁他还在睡觉的时候带他出去玩。小家伙是个爱玩的，一听见能出去玩，什么都被抛到脑后，迫不及待的就点头答应了。之所以要趁仔仔睡觉的时候带他出去，主要是因为在仔仔睡觉的时候，直播是不会开启了，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知道仔仔被自己带去学校了。至于到时候仔仔醒了被发现了怎么办，这也不用担心，反正已经到了学校，仔仔不愿意走，别人也不能强迫仔仔离开。莱凯作为王储，论心眼儿，比起许多成年兽人也丝毫不逊色。把小家伙放进书包，莱凯坐着飞船到了学校。严斯、琼斯和伊妮德已经等在门口了。怎么样，仔仔呢？琼斯的性格活泼，莱凯刚下飞船就迫不及待地迎接过去。严斯和伊妮德紧随其后。先进去。莱凯面色沉稳，几个人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快速地进了校门。为了万无一失，莱凯4人提前了2个小时，是学校里来的最早的，除了他们几乎没有别人了。到了教室，莱凯把书包拉链打开，仔仔小朋友在里面睡得香甜极了。莱凯特意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的书包，里面垫了柔软的毛毯，一点也没让仔仔觉得不舒服。哇，仔仔好可爱啊！琼斯趴在桌子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仔仔，蠢蠢欲动的手戳了戳仔仔肥嘟嘟的脸蛋儿。琼斯2眼放光，恨不得把仔仔抱回家。伊妮德的性格沉稳，可现在也淡定不了了，激动地看仔仔睡觉。4个人围着放仔仔的桌子，活像4个痴汉。系统简直没眼看了。的确，仔仔在睡觉或者做其他比较隐私事情的时候，他会关闭直播，但如果碰到有人偷仔，他还是会破例开播的。要不是知道仔仔很想出来玩，系统早就在莱凯出现在仔仔房间的第一时间开播，让奥德斯尔他们把这小屁孩给提溜走。你们给我适可而止一点啊喂！系统在4人耳边碎碎念，就是没一个能听见的。你快看，仔仔会吐泡泡啊！伊妮德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书包里被温暖的毛毯抱着的小仔仔闭着眼睛，红润润的嘴巴时不时地蠕动2下，鼓着脸颊吐了个泡泡。好神奇！琼斯一脸新奇，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幼崽，更别提还是自然幼崽了。我感觉光是看着仔仔，就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好多啊！伊妮德摸摸脑袋，觉得自己的精神海变得轻松了许多。切，少见多怪。系统骄傲挺胸，觉得自家仔就是最棒的。烟丝没忍住犯贱的手，戳破了仔仔吐的泡泡，直接给小家伙弄醒了。随着软绵绵的小奶音，
仔仔睁开了迷蒙的眼睛。啊！他醒了怎么办？燕思慌张地看着莱凯，恨不得砍了他刚刚贱兮兮的手。叫你戳，这下把仔仔弄醒了吧？莱凯，别慌，反正仔仔已经到了学校，没什么好怕的。来来，哥哥呀！刚想叫来了的仔仔，想到昨天莱凯说的话，赶紧改口叫哥哥，说完还赶紧捂着嘴巴，圆滚滚的眼睛咕噜噜的转。昨天莱凯和仔仔说的悄悄话之一，就是要仔仔一直叫他哥哥。莱凯被这一声软软的哥哥叫得通体舒畅，嘴脸翘起愉悦的弧度，得意的视线投向另外几个人，明晃晃的看见了几人眼里的羡慕。哼，仔仔和他天下第一好，这位向来沉稳的王储殿下，竟然也有了孩子气的一面。仔仔，你还记得我吗？昨天视频的那个，我叫燕思，你也可以叫我燕思哥哥。燕思是个张扬的性子，剪着寸头，看起来桀骜不驯，却在这么一个软乎乎的糯米团子面前结巴了。仔仔显然还记得这个昨天超有眼光的哥哥，眼睛一亮，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琼斯打断了。还有我叫琼斯，你随便叫我什么都行，当然能叫我姐姐自然更好。琼斯扎着双马尾，脑袋上别着亮晶晶的草莓发夹，瞬间就吸引了仔仔的目光。小家伙往琼斯的方向爬过去，小胖手摸了摸琼斯的头发。琼斯还以为是自己吸引了仔仔，眼睛虚的一下就亮了。仔仔是喜欢我吗？伊妮德和琼斯坐在一起，温柔地冲仔仔笑了笑，郑重其事地做着自我介绍。仔仔你好，我叫伊妮德，很高兴和你见面，你可以叫我姐姐。三个人自我介绍完，教室里突然就沉默了一会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燕思有些紧张地问。第一次照顾幼崽，还是自然幼崽，本以为自己会很淡定，没想到心脏还是扑通扑通的跳。给仔仔洗漱。莱凯淡淡道，从书包的隔层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洗漱用品。我来给仔仔刷牙。我刷牙可厉害了，我有10年刷牙经验。琼斯高高的举着手，一时紧张，开始胡言乱语起来了。说个笑话，8岁的琼斯刷出了10年的刷牙经验。这一次不只是另外3个小伙伴嘲笑琼斯，就连系统也遭不住了，扑哧一声放声大笑。琼斯脸蛋通红，不说话了。很快，4个人分配好了工作。琼斯负责给仔仔刷牙，燕思负责给仔仔洗脸，伊妮德负责换衣服和扎小辫儿，莱凯则负责喂奶。没错，准备充分的莱凯不仅带了洗漱用品，还带了衣服和瓶瓶奶，可以说非常细心了。早早来看仔仔直播的网友们，发现自家胖仔居然换了个地方，当即就疯狂艾特别墅的人。元帅大人快来啊，仔仔被王储殿下拐跑了。艾瑞驰大人快来啊，仔仔被拐跑了。皇帝陛下，皇后陛下，仔仔被拐跑了。弹幕里被这样的评论刷屏。教室里有专门的厕所，仔仔很快就洗漱完毕，换好衣服，扎完小辫儿，仔仔小朋友可可爱爱的再次出现在课桌上。小家伙今天穿的是小狮子套装。莱凯看着可可爱爱的小狮子，金色的瞳孔一丝满意一闪而过。破案了，小狮子套装就是这位王储殿下特意挑选的。皇室的兽形一般男性是狮子，女性是凤凰，这是因为皇室每一代都和凤凰族的兽人通婚。仔仔是小狮子，自己也是狮子，这样的话大家一眼就知道仔仔是自己的妹妹了。莱凯心里的小九九，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琼斯有些遗憾，早知道自己也带一套小豹子套装了。琼斯是豹族的，目前仔仔还没穿过小豹子套装呢。莱凯哥哥拿着莱凯的手往自己瘪瘪的小肚子上放，仔仔撅着嘴巴问他要妮妮。小狮子仔仔太可爱了，莱凯小脸一红，赶紧把瓶瓶奶拿给仔仔。喏，快喝吧。小家伙胖乎乎的手手脚脚抱着瓶瓶奶，红嘟嘟的嘴巴用力的嘬着奶瓶，就像在吃山珍海味似的。琼斯都被仔仔给看馋了，咽咽口水，眼巴巴的盯着仔仔小朋友的奶瓶。仔仔，这个很好喝吗？我感觉看起来应该很好喝的样子。喝奶喝到一半的仔仔小朋友动作一顿，水汪汪的大眼睛咕噜一下看着琼斯，然后抱着自己的瓶瓶奶送给琼斯。喝妮妮呀，这个姐姐看起来比仔仔还馋，仔仔分一丢丢给她吧。小家伙大方极了，奶声奶气的邀请琼斯。真的吗？琼斯有些开心。呐。仔仔小朋友大方点头。好嘞。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琼斯会和仔仔客气客气，然后再把瓶瓶奶还给仔仔的时候，琼斯猛地拧开奶瓶，然后一口干了剩下的半瓶妮妮。一口干了。一口。然后抹抹嘴巴，打了个嗝。网友莱凯燕斯伊妮德，你在做什么？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仔细一想，好吧，琼斯确实不是人。仔仔傻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奶瓶，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眼泪吧嗒一下掉了下来，胖嘟嘟的脸耷拉下来。随着第一滴眼泪的逝去，小家伙张开嘴，露出2颗刚刷好的小米牙，
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的控诉：“妮妮没啊，仔仔没啊，呜啊！妮妮一下子就没了，仔仔没有，妮妮可以喝了。”小家伙虽然愿意分享，但不代表愿意自己的瓶瓶奶被喝得一滴不剩。小肩膀一耸一耸的，就连圆滚滚的小肚子也一吸一吸的，委屈极了。仔仔乖，别哭了，这里还有。莱凯手忙脚乱的哄着仔仔，从书包里再拿出一瓶 Nina 给小家伙。仔仔一边哭得悲痛万分，悼念自己失去的半瓶 Nina， 一边把新的瓶瓶奶紧紧抱在怀里，警惕的往后挪了挪。琼斯也傻眼了，他没想惹哭仔仔啊，可是那个奶瓶就那么一点点大，一口不到就喝完了，他真不是故意的呀。教室里4个小伙伴手忙脚乱的哄着仔仔，别墅里几位大人面色铁青的看着直播。教室里哭得泪眼朦胧的仔仔小朋友喝一口奶，然后再抽噎2声，脑袋上戴的小狮子耳朵一抖一抖的，看得人心痒痒，恨不能瑞几下。最后还是琼斯用草莓发夹哄好了哭唧唧的胖团子。时间慢慢推移，学生们陆陆续续的到了教室，所有人在进教室的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趴在课桌上喝奶的仔仔小朋友。于是以仔仔的课桌为原点，所有人都疯了似的围成一圈。仔仔看起来比直播里还要可爱，哎呀呀，好想他的脸怎么那么糯叽叽的，好想揉一揉。小家伙闻起来奶乎乎的，咬一口一定很甜吧。不少人浑水摸鱼，你一下他一下的，捏捏小肉脸，摸摸小耳朵，不一会儿仔仔小朋友就要被这群怪哥哥谢姐们入 A 成废仔了。惊恐的捧着自己不堪重负的小肥脸，手脚并用的爬到莱凯怀里。仔仔觉得这些人太可怕了，居然这么 raw 仔，仔仔的脸都要被 raw 大了。谴责的目光凶凶的瞪着还想 raw 仔的人，小家伙撅着嘴，一张小肉脸皱皱巴巴的，但是好像用处不大，非但没能震慑住怪哥哥谢姐们，反而看起来更痴汉了。啊！仔仔凶起来怎么也这么可爱，萌死我了！双手捧脸，有激动一点的直接就眼冒爱心，放声尖叫了。喵喵喵！肿么更奇怪了，仔仔慌了，救命呀！还有没有王法呀？这里怪怪的哥哥谢姐！抱着慌了神的仔仔，莱凯冷着脸扫视一周，低气压笼罩着整间教室，还在躁动的人群瞬间消音，闭嘴乖乖的回到座位上去。我的仔，不是哥哥斜杠谢杰不爱你，要怪就只能怪王储殿下太凶了。所有人在心里哭唧唧，即便是回到座位，大家的视线还是粘在小家伙身上。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小声提醒：卢宾塞老师来了。我去，怎么把他给忘了？所有人马上拿出课上所需的东西，正襟危坐，眼神也不敢再往仔仔的方向飘了。原本人声鼎沸的教室瞬间变得安静。莱凯脸色微变，把仔仔放到课桌底下，低声叮嘱仔仔不要发出声音，随即也和其他人一样端正坐好。这位卢宾塞老师可以说是整个学校的噩梦，极为严苛，只要是上过他的课的，没有一个敢在他的课做小动作，更别说带个孩子过来了。安静的教室，脚步声渐渐逼近，一位神情严肃的老爷爷挎着一本书走进教室，这就是让学生们为之闻风丧胆的卢宾塞老师。锐利的眼神扫视整个教室，满意的点点头。卢宾塞开始今天课程的内容。坐在桌子底下的仔仔觉得无聊极了，胖嘟嘟的小手拉扯着季吉软绵绵的脸蛋儿，目光瞥见教室的后门，仔仔眼睛一亮，趁莱凯不注意，抱着瓶瓶奶悄悄溜了出去。可一到走廊，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自由的小家伙，就被一个机器人拦住了去路。哎呀，玩呀！仔仔要出去玩，快点让开！小胖手推了推圆滚滚的机器人，仔仔咿咿呀呀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机器人却不为所动，蓝光上下扫射了一下糯叽叽的小奶包，发现狮子族幼崽一只，马上送回幼儿园，马上送回幼儿园。机械地重复2遍，机器人圆滚滚的身体里突然伸出2只抓手，一把逮住了正慢吞吞地绕开机器人往外爬的小胖仔。啊，放仔仔啊！身子一下子悬空起来，仔仔扭扭小屁股，想让机器人放开他。肿么肥四，仔仔还要出去玩的？瞪着一双溜圆的大眼睛，小家伙抿着嘴，小胖腿努力的扑腾，却怎么也碰不到机器人。摔，腿倒用10方恨短。就这样，仔仔小朋友被送到了帝国学院的幼儿园里。把仔仔放进幼儿园，机器人便重新回到了小学教学楼。被摔了个屁墩儿的仔仔抬着头，茫然地看着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就在网友们以为小家伙会害怕的时候，他居然毫无违和地融入到了幼儿园了。棒棒呀！两眼放光地看着幼儿园的娱乐设施，小家伙屁颠屁颠地爬过去，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沙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朋友，小家伙乐开了花。这个他熟啊！沙堆里，大多数的小孩都在有条不紊地堆城堡，每一步都非常的精确。仔仔小朋友也有样学样，跟着一起堆。仔仔旁边是一个扎着公主头的小女孩，小小的手下是一座非常精致的城堡，
烟囱房顶，各种细节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反观胖仔，小家伙堆得一脸兴奋，最后却是两坨看不出来什么玩意儿的东西，软扑扑的脸蛋儿还沾上了一脸的沙子，怎么看怎么傻。网友们简直不忍直视。完了完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本来还看不出来，这样一对比，显得我仔更笨了。仔呀，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JPG，仔仔无辜脸，嘿嘿，以后仔上幼儿园可怎么办哟？你堆的是什么？公主头小女孩堆完城堡，这才注意到旁边还有个小胖仔。小女孩长得很漂亮，脸上是不符合年龄的成熟。歪着头，爱丽丝不解地看着眼前这个小家伙堆的东西，她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沙堆。仔仔闻言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扬起一抹甜滋滋的笑容，软绵绵道：嘟嘟和爱爱啊。看直播的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他们想过无数种可能，却唯独没想过仔仔堆的居然是他们两个。网友们都笑疯了，疯狂拍桌，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哈哈哈哈！什么？楼上笑得太大声，我没听清。仔仔，你再说一遍。估计今天仔仔回家屁屁不怎么感受。这是元帅和艾瑞驰大人。我读书少，但不代表我傻。爱丽丝很费解，拧着眉头。嘟嘟和爱爱是新出的玩偶吗？除了玩偶，她再也想不出什么东西能丑成这样。父亲母亲经常买一些丑兮兮的玩偶给她。被当成丑东西的奥德斯尔和艾瑞驰无言以对。不呀！仔仔抱抱自己辛辛苦苦堆好的嘟嘟和爱爱，摇摇脑袋否认。爱丽丝点点头，没有再关注仔仔堆的两个丑东西，问起来其他的东西。你是新进幼儿园的幼崽吗？看起来好小，这么小小一只，应该是小班的吧？仔仔一脸懵地看着爱丽丝。什么幼儿园？小家伙早就忘了幼儿园这个词了。没有得到回应的爱丽丝并不生气，反而拿着手帕给仔仔擦了擦脸，认真地靠近小家伙。不然你和我一起去大班吧，我喜欢你。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爱丽丝睁着那双漆黑的瞳孔，一眨不眨地看着仔仔。不知道为什么，爱丽丝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即使这个幼崽看起来有点笨笨的。爱丽丝从来都不喜欢笨小孩，她觉得只有聪明幼崽才可以和他玩。可这一次不一样，即使这个幼崽笨笨的，堆的沙子也很丑，但是她就是很喜欢。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喜欢的不行，自内而外的觉得愉悦轻松。大班是什么？仔仔困惑的看着爱丽丝，可可爱爱的歪着小脑袋，水润的眸子不灵不灵的。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爱丽丝自顾自的下了决定。这个妹妹太可爱了，她要带回家。别看这小姑娘扎的是公主发型，看起来文文静静软软萌萌的，其实性子霸道的很。正好上课铃响了，爱丽丝抱着仔仔就回到教室去了。没错，就是抱。怕仔仔不乐意，直接秀了一把大力女孩出奇迹。明明自己才5岁，却能毫不费力的把还在懵逼的小胖仔抱进教室。爱丽丝，这是你妹妹吗？有和爱丽丝玩得好的小朋友凑过来好奇的问。爱丽丝脸不红心不跳的点头。对啊，你妹妹好可爱啊。黛西羡慕的看着爱丽丝。星际的生育率极低，兽人的生育意向普遍不强，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已经非常不错了，二胎更是闻所未闻。被羡慕的爱丽丝有点开心，却还是要保持稳重的样子，矜持的点点头。还行吧，也就比幼儿园所有幼崽都可爱那么一点点。快点回位置吧，老师要过来了。把仔仔放下来，爱丽丝牵着小家伙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都是我的玩具，你是我的妹妹，这些也都是你的，随便你玩。从书桌里把玩具都拿出来，爱丽丝大方极了，还把自己的公主皇冠也戴到仔仔头上。她爱丽丝的妹妹一定要拥有最好的才行。安娜老师如往常一般给大班的孩子们上课，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她走到了爱丽丝旁边。看着爱丽丝旁边可可爱爱的小狮子仔仔，安娜老师呆了。这不是仔仔吗？怎么突然到了幼儿园？话说是小狮子的仔仔也超可爱的。音响 Rua 打住！这个时候不是 Rua 仔的时候。安娜从激动中清醒过来，低声问道：爱丽丝，仔仔为什么会在这里？仔仔是我的妹妹，仔仔快说老师好。爱丽丝坦然地看着仔仔，不知道的还真能被他糊弄过去。仔仔抱着玩偶，仰着小肥脸，乖乖巧巧地问好。老师好呀。仔仔的小奶音也太软乎乎了吧，口齿不清的样子也超可爱的。安娜没忍住被小家伙萌得五迷三道的。仔仔也好呀，声音温柔的不行。但温柔归温柔，安娜还是没忘了自己的目的。安娜是谁？她每天除了上班以外的空闲时间都在看直播，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仔仔到底是不是她妹妹？你老实和老师说，仔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老师不会怪你的。收起笑容，安娜严肃地看着爱丽丝。即便爱丽丝早熟，在老师这样郑重其事的话语下，还是忍不住有点胆怯的，
只能抿抿嘴，有些心虚的把仔仔抱在自己怀里。这是我在教室外面捡的，我捡到了，就是我的。怕安娜老师和自己抢妹妹，爱丽丝又紧了紧抱着仔仔的手，警惕地盯着安娜老师。仔仔觉得有趣，也伸着小胖手抱着爱丽丝，软乎乎的脸蛋儿蹭了蹭爱丽丝的脸，重复爱丽丝的话：捡哒捡哒。爱丽丝闻声得意地看着安娜，漆黑的瞳孔看着仔仔的时候格外柔和。看吧，仔仔也喜欢我。仰着脸得意洋洋地看着安娜老师，小姑娘就跟抱着洋娃娃似的，格外的宝贝仔仔。安娜老师被爱丽丝孩子气的话逗笑了，仔仔是个孩子，又不是玩具东西，谁捡到就是谁的，更何况仔仔还是帝国唯一的自然幼崽，就算是仔仔愿意，帝国也不能同意啊。爱丽丝，你要知道，仔仔他不是物品，不可能你。我不听。爱丽丝捂着耳朵，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安娜老师无奈极了，还想再说什么，爱丽丝却不想再听，抱着仔仔直接冲了出去。仔仔被她捡到了，那就是她的妹妹，什么物品不物品的，她才不管。抱着仔仔躲到储物室，爱丽丝抿嘴不语，漆黑的瞳孔直勾勾地盯着脚尖。仔仔看懂了爱丽丝情绪的低落，安慰地抱了抱小姑娘，奶声奶气的安慰：乖乖哦，不难过呀。甜甜的奶香味儿包裹着爱丽丝，小姑娘回抱仔仔，一颗心越发的坚定，直接用光脑联系了父亲。爱丽丝，怎么了？低沉的男声在储物室响起。爱丽丝父亲有些惊讶，爱丽丝不爱亲近人，从来没主动给他打过电话，这还是第一次。父亲，我给你捡了个女儿，我想带回家做妹妹，好不好？爱丽丝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丢出了最重磅的消息。看直播的网友都要被爱丽丝这轻飘飘的语气给整不会了。小姑娘很勇啊，捡个孩子跟捡根棒棒糖似的。果然，一代更比一代强，我要是捡到仔仔了，估计能激动疯了。果不其然，爱丽丝父亲被这句话震得不轻。你说什么？我好像听错了，捡了个女儿。肯定是他幻听对吧？孩子那是能随便捡的吗？没错。爱丽丝残忍地打破了父亲的幻想。没错啊。仔仔觉得有趣，抱着爱丽丝的光脑软乎乎地打了个招呼。爱丽丝父亲听着光脑另一面有点熟悉的小奶音，整个人都懵了。这不是他在新网的云女儿吗？不得不说，爱丽丝父亲也是仔仔直播间的忠实男妈妈。仔仔？是仔仔吗？和仔仔通话的喜悦冲昏了爱丽丝父亲的头脑，暂时忘记了去思考自家小姑娘是怎么捡到仔仔的。有点疑惑为什么父亲会认识仔仔，但这都不重要。爱丽丝揉了揉仔仔嫩生生的脸蛋儿，撺掇仔仔，仔仔对着这个叫爸爸。叫了父亲爸爸，仔仔就是自己的妹妹，以后就不能反悔了。不得不说，小姑娘挺厉害的，还知道先把名分定下来。奥德斯尔和艾瑞驰看到这里，脸都黑了起来。他家胖仔都还没叫过他爸爸，这个不知道是谁的家伙，凭什么可以被仔仔叫爸爸？开着飞行器，两个人直接火急火燎的往帝国幼儿园的方向赶去。说什么笑话？他家仔怎么也只能叫他爸爸。储物室里，仔仔睁着一双迷蒙的大眼睛，看起来有点茫然，肉乎乎的小肥腮闷闷的鼓了鼓。爸爸，似什么？好吃吗？会比瓶瓶奶还好喝吗？歪着脑袋，仔仔好奇地问。小家伙从出生以来就没有爸爸，对于这个词还很陌生。爱丽丝被问住了，这个她还没学呢。摇摇嘴巴，小姑娘苦恼地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仔仔的问题。爸爸就是每天住在一起，会管着你，总是抱着你，还总是喜欢用胡子扎你的人。仔仔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门外就传来了安娜老师焦急的声音：爱丽丝，你快点出来好不好？老师会着急的。爱丽丝才不出去呢，抱紧仔仔，大声地对着门外喊：除非你们不和我抢仔仔，不然我就不出去。老师怎么会和你抢仔仔？不是，仔仔他……安娜老师有点被爱丽丝绕进去了。仔仔什么时候是爱丽丝的了？算了，安娜老师见劝不过爱丽丝，也不白费功夫了，干脆直接联系机器人拆锁。因为储物室是从里面锁上的，除非拆锁，不然是不能从外面打开的。短暂的几秒，维修机器人打开门，安娜老师赶紧进去，却没看见爱丽丝和仔仔。储物室里堆着许多杂物，两个孩子躲起来还是绰绰有余的。箱子里，爱丽丝和仔仔两个人挤在一起，小姑娘屏住呼吸，生怕被安娜老师发现。仔仔觉得有趣，也像模像样的捂着小嘴巴，露出一双溜圆水润的大眼睛，紧张地靠在爱丽丝怀里。小家伙透过箱子的小孔看到安娜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他们，有点小嘚瑟地扬了扬小肥脸，露出两颗可可爱爱的小米牙。嘿嘿，仔仔超会玩捉迷藏哦，都没有人可以找到仔仔的。这个自信是萨利和吉恩给的。殊不知直播间早就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安娜老师打开直播间，根据网友们的提示打开纸箱，得到了两个小可爱。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个也匆匆忙忙赶到幼儿园，
和发现仔仔不见了的4个小伙伴在门口撞了个正着。二叔，艾瑞驰阁下。莱凯有些心虚的和两人打招呼，他心里清楚，要不是自己偷偷把仔仔带到学校，小家伙也不至于被别人捡走。另外3个人怂了吧唧的躲在莱凯身后，完全不敢正面直视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唯唯诺诺的和两人打招呼。元帅大人好，艾瑞驰大人好。毕竟不是自家仔，艾瑞驰即使生气也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礼貌的回以微笑。但奥德斯尔就不同了，这是自家侄子，什么礼不礼貌的直接冷冷的扫视过去，在仔仔面前永远温柔的嗓音，在莱凯面前却比万年寒冰还要让人战栗。胆子大了，敢把仔仔带到学校里来，今天自己去军部训练。从小到大，莱凯只要犯了错，就都会被丢到军部训练。燕斯3人有些担心的看着莱凯，虽然他们不知道具体有哪些惩罚，但想也知道，能让元帅大人亲自开口惩罚，必定不会是什么轻松的事。莱凯知道自己错了，被罚得心甘情愿，点点头，是。至于另外的人，艾瑞驰微笑的看着剩下的3人，微勾的唇角似笑非笑。3人被看得瘆得慌，眼神躲闪不已。完蛋了，艾瑞驰大人好可怕。一行人到了储物室的时候，里面正僵持不下。爱丽丝抱着仔仔，仔仔抱着瓶瓶奶，安娜老师则是无奈的劝着爱丽丝：爱丽丝，你要明白，仔仔他有自己的家，不能和你回去的。我不管，仔仔被我捡到了，被他捡到了，那就是他的。爱丽丝小姑娘倔得很，采取不听不信不回应的态度，说完以后就抱着仔仔不撒手，一副拒绝交流的样子。至于仔仔小朋友，他饿了，抱着瓶瓶奶一个劲儿的嘬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呆呆的看着师生2个为他反目，完全没有身为万人迷小仔仔的自觉，甚至无聊了还会吐2个奶泡。网友们都要被小家伙这样的反应笑死了。仔仔，我是谁？我在哪儿？他们在干什么？仔仔哟，你能不能有点身为女主角的自觉？元帅大人，他们估计马上就要到了吧，哈哈哈！希望仔仔的屁屁没事。楼上的还是担心王储殿下吧。仔仔，2个男人到了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只百无聊赖的仔仔，哭笑不得的走进去，叫了一声小家伙。听见熟悉的声音，仔仔从呆滞中抽离出来，眉眼弯弯的从爱丽丝怀里出来，哒哒哒的奔向2人。爸爸，小奶音又甜又脆，说的内容却震撼网友一整年。我去，是我耳背还是大家都耳背了？2个男人面面相觑，然后异口同声：哎，你应什么？仔仔明明是在叫我。艾瑞驰和奥德斯尔四目相对，一时间火花带闪电，滋啦滋啦响。爱丽丝原本还和安娜老师大眼瞪小眼，现在2个人也不瞪眼了，歪着脑袋看2个大男人的暗潮汹涌。仔仔牵着2个人的手，甜滋滋的，一人又叫了一声爸爸。2人的脸色瞬间柔和，声音柔的能滴出水来。仔仔。经过爱丽丝小姑娘刚刚对爸爸的解释，仔仔自动带入了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住在一起，管着自己，还总是用胡子扎自己，每一条都非常相符。还在吃瓜的爱丽丝小朋友这才反应过来呢，自己亲爱的仔仔妹妹居然叫了别人爸爸，这怎么行？仔仔叫了别人爸爸，那自己父亲怎么办？仔仔是别人的女儿，那不就当不成自己的妹妹了？绝对不行，不可以！爱丽丝趁安娜老师不休息，咻的一下跑到仔仔面前，抱着他不放手。仔仔不可以叫他们爸爸，她是我的妹妹。正所谓不知者无畏，小姑娘不知道奥德斯尔和艾瑞驰的可怕，瞪着眼睛警惕地看着2人。看直播的和被直播的都沉默了。服了，真服了，这小姑娘是喝了多少，敢在元帅大人和艾瑞驰大人面前胆子这么大，把帝国2个最不能得罪的全都给得罪了。小姑娘她爸已经哭晕在厕所。的确如弹幕所言，爱丽丝父亲已经在哭唧唧了。女儿啊，那是什么人，你就敢随随便便和人叫板？你爸我都不敢这么干。马上就开着飞行器去幼儿园，爱丽丝父亲已经做好被狠狠宰一顿的准备了。而现场的安娜老师赶紧过去想把爱丽丝拉过来，哪里知道爱丽丝虽然是孔雀族幼崽，实际上是属倔驴的，就抓着仔仔不撒手。安娜老师也不能强迫爱丽丝撒手，只好尴尬地冲奥德斯尔和艾瑞驰笑笑，讪讪地为小姑娘开脱。元帅大人，艾瑞驰大人，爱丽丝她不是故意的。可惜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爱丽丝小姑娘毫不领情，扯着嗓子喊：仔仔不会跟你们走的，我家就是仔仔家。安娜赶紧捂住爱丽丝的嘴巴，小祖宗，你可闭嘴吧。可是区区一双手，怎么可能挡得住爱丽丝表达的欲望？我爸可厉害了，他一定会比你们对仔仔还要好。拉开安娜老师的手，爱丽丝努力地说着自家的优势。还在路上高速运转的飞行器歪了歪，里面正在看直播的爱丽丝父亲差点没哭出声。女儿啊，你可闭嘴吧，你爸没那么大的本事，能比元帅大人和艾瑞驰大人还厉害。不过
要是仔仔真的能跟自己回家，好像有点美滋滋爱。爱丽丝父亲畅想着自己拎着仔仔回家的场面，突然就乐得笑出了声。这么一来，好像也没有那么怕元帅他们了。哈哈，我已经能想象小姑娘她爸现在是什么表情了。哄堂大笑了属于是。大孝女啊，按理来说，奥德斯尔身为帝国元帅，是不应该和一个5岁的小姑娘计较的。可今天他却破天荒的幼稚起来，蹲下身子把仔仔抢了回来。抱着软嘟嘟的仔仔小朋友，奥德斯尔在小家伙软软糯糯的小奶膘上吧唧亲了一口，极为认真地看着爱丽丝，一字一句道：看到了没？这是我家的，不可能会跟你回去。爱丽丝没能抱住仔仔，委屈地瘪起了嘴巴。艾瑞驰也不忘火上浇油，在小家伙的另一边脸上也抹了一口，嘴角挂着肆意的笑容，看起来格外轻佻。这也是我家的，小姑娘，还是好好在幼儿园上课吧。仔仔被2个亲亲给亲猛了，粉粉嫩嫩的小脸蛋儿唰的一下爆红，胖嘟嘟的小手托着肉乎乎的嘟嘟肉，水润润的大眼睛蒙上了一层雾气。好羞羞哟！这下爱丽丝小朋友是绷不住了，再也维持不了淡定，仰着头哇的一下哭出了声。哇！我不管，我不管，仔仔就是我的！呜啊！这声音隔着2里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爱丽丝再早熟，年纪毕竟摆在这里，平时看起来淡定的不像样，那是没碰到过让她破防的事情。毕竟星际的生育率低，每一个幼崽都得到了最好的资源，很少受到挫折。仔仔小朋友一时没防备，被这中气十足的哭声吓了一跳。谢杰为什么哭了？这位小朋友还在状况外，根本没明白为什么刚刚还在和自己玩捉迷藏的谢杰一下子就崩溃了。难道是因为被找到了不开心吗？仔仔觉得这个谢杰太脆弱了，但还是从奥德斯尔的怀里下来，颤颤巍巍地走到爱丽丝面前，小胖手轻轻地给爆哭的爱丽丝擦擦眼泪。谢杰，不哭呀！小家伙的声音软绵绵的，把爱丽丝心里的委屈一下子就带了出来。抱着仔仔，爱丽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仔仔，你别和他们回去，你和我回家吧。小姑娘哭得狼狈极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她就是想要当仔仔的姐姐，想和仔仔住在一起。他们都没我好，哥，我可厉害了。爱丽丝一个劲儿地夸着自己。仔仔听得一脸懵，爱丽丝说的太含糊了，小家伙根本就没听明白。在仔仔的眼里，就是这个姐姐乌拉乌拉的抱着自己哭，然后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奥德斯尔脸一黑，本来还想着小姑娘哭得这么厉害，就暂时让她抱抱仔仔吧，没想到她还夹带私货，暗戳戳的内涵自己。把仔仔抢回来，奥德斯尔再次认真道：这是我的仔，你想要叫你爸妈再繁育一个。或许是奥德斯尔的声音太过坚定，爱丽丝好像知道自己没办法把仔仔带回家了，哭声慢慢减弱，就是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住抽噎声。奥德斯尔满意的点头，刚想抱着仔仔回去，就被眼眶红红的爱丽丝拉住。叔叔，你还缺女儿吗？不能把仔仔带回家，自己跟着仔仔走也是一样的。刚到储物室门口的爱丽丝父亲，爱丽丝仰头看着奥德斯尔，红红的眼睛满是期待。还能这样干？这个操作是奥德斯尔没想到的。沉默地看着执着的小姑娘，奥德斯尔突然有点同情起他的父亲了。被同情的爱丽丝父亲，他没想到短短的几分钟，自己能经历从有到无的大起大落。捂着胸口，爱丽丝父亲觉得这小兔崽子白养了。我不缺女儿。沉默良久，奥德斯尔干巴巴道。小姑娘希冀的眼神瞬间暗淡下来，没精打采的耷拉着眉眼。嘿嘿，爱丽丝，爸爸来了。清清嗓子，爱丽丝父亲觉得是时候展现一下自己身为父亲的存在感，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可靠。然而效果好像并不是很好的样子。小姑娘亦步亦趋的跟在仔仔后面，一点眼神也没分给自家父亲。现场的气氛开始尴尬起来。安娜老师只能上前打着圆场。爱丽丝爸爸，爱丽丝好像很喜欢仔仔，想让仔仔当她的妹妹，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呢？对，我。爱丽丝父亲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急于摆脱尴尬的场面，傻乎乎的点头，我了好半天也没能说出什么来。说啥呀？其实他也挺想让仔仔跟自个儿回家的。奥德斯尔也懒得在这儿多待，抱着自家小胖仔就准备回去。艾瑞驰礼貌的冲几人微微点头，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安娜老师被迷得呆了一瞬，没忍住傻呵呵的也笑着点头。爱丽丝一点也不迟疑，屁颠屁颠的跟在奥德斯尔屁股后面，俨然一副仔仔去哪儿他也去哪儿的样子。爱丽丝父亲不敢相信自家崽儿居然真的这么简单的抛弃了自己，3两步走到爱丽丝面前，宽厚的手掌在小姑娘面前晃了晃。不是，爱丽丝，爸爸在这儿呢。父亲，不要拦着我。爱丽丝不耐烦地扒开父亲的手，小碎步紧赶慢赶地跟了上去。爱丽丝父亲伸手还想再拦，见此状况，爱丽丝之后拉着父亲的衣袖，让他弯腰，然后悄悄在他耳边说出自己的想法。父亲，你暂时等等，
我先去和仔仔培养感情，到时候带着仔仔私奔回来就是了。小姑娘算盘打得贼溜，好像可以爱。爱丽丝父亲眼前一亮，于是父女两个开始就怎么诱惑仔仔和爱丽丝私奔展开一系列的推想。奥德斯尔抱着仔仔无语极了，这两个家伙是不是以为说话的时候用手挡着嘴巴，他就听不见了？傻逼！不过很快，父女两个的私奔计划就告破了，因为爱丽丝根本就出不去。笑死！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到放学时间是不能出去的。至于为什么爱丽丝父亲不带着爱丽丝出去，别问，问就是打不过元帅大人，根本没这胆子。幼儿园门口，爱丽丝被关在门内，眼巴巴的伸手拉着仔仔。哇，仔仔，一定要记得我在幼儿园等你。呜，是他考虑不周，居然忘了还有不能出去这件事。父亲果然没什么用。仔仔也很喜欢这个姐姐，小胖手依依不舍地拉着爱丽丝。谢姐，两个小家伙难舍难分，就像私奔被逮到的小情侣似的。奥德斯尔看得满脸黑线，倒是爱丽丝父亲不忍心两个幼崽这么难过，有些害怕的上前。元帅大人，不如我们留个联系方式，以后两个小家伙也能常联系。爱丽丝哭声一止，觉得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抽抽搭搭的看着奥德斯尔，眼含期待。仔仔则抱着奥德斯尔的脖子使劲蹭蹭，肉嘟嘟的脸蛋儿软乎乎的贴，奶声奶气的撒娇。嘟嘟呀，你演戏，你演戏。面对两个幼崽的双重夹击，奥德斯尔无力抵抗，最后还是屈服了。心不甘情不愿的和爱丽丝父亲交换光脑号，奥德斯尔暗戳戳的把对方拉进黑名单。哼，和他抢仔门儿都没有。乐呵呵的目送几人离开，爱丽丝父女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拉黑了。回到别墅，刚刚还一致对外的艾瑞驰和奥德斯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两个人开始了关于仔仔的新一轮竞争。就是苦了仔仔小朋友，接下来将会面对嘟嘟和爱爱之间火药味十足的战争。下午，肚子饿得咕咕叫的仔仔迎来了战争开始的序幕。仔仔，想不想喝妮妮啊？房间里，奥德斯尔手上拿着瓶瓶奶，低沉的嗓音里充满了诱惑。啊！小家伙点点头，张着嘴巴就想咬。嗷呜一声，仔仔咬了个空。什么？难道不是给仔仔喝的吗？小小的糯米团子充满了困惑，胖嘟嘟的手捏着肉肉的小肚鸡。奥德斯尔摇摇手指，现在还不可以，要先回答嘟嘟一个问题才行。好吧，嘟嘟有瓶瓶奶，嘟嘟说了算。仔仔就是这样一个能为了一口奶屈服的小朋友，毫无骨气可言。毕竟骨气不能填饱肚肚啊。乖乖的坐好，小家伙已经做好了回答问题的准备。仔仔告诉嘟嘟，你最喜欢的是谁？图穷匕现，奥德斯尔暴露了自己的目的。最稀饭。胖仔歪头，胖乎乎的爪子挠了挠后脑勺。对，最喜欢。奥德斯尔期待地看着仔仔，那双深邃的金色瞳孔，此时完全是小糯米团子的倒影。在这位元帅大人的期待下，小家伙毫不犹豫地开口：妮妮啊！只要一想到超级香香、超级甜的妮妮啊，仔仔小朋友就乐得见牙不见眼。没想到会得到这个答案，奥德斯尔脸色一僵。见元帅大人脸色难看，网友们纷纷哈哈大笑。我敢说，元帅大人这个表情承包了我一整年的笑点。楼上的已经做好表情包了，拿好不谢。笑不出来点 JPG。笑死！没想到吧，元帅大人，你居然败给了一瓶妮妮啊！妮妮啊！小家伙伸着胖嘟嘟的手去够奥德斯尔手上的瓶瓶奶，一个只有奥德斯尔受伤的世界达成了。没有等到嘟嘟主动给自己喂奶，自认为已经完美的回答完一个问题的小家伙，小老虎似的扑在奥德斯尔身上，手脚并用的想把瓶瓶奶搞到手。奥德斯尔觉得不甘心，这不是他想听的答案，拎着奶瓶的手又往上提了提，再问：那除了妮妮呢？仔仔不高兴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但为了妮妮啊，小家伙只能迟疑着说：大大。大大是仔仔的蛋壳，就是那个从山洞里带来的还剩一半的蛋壳。虽然现在小家伙没有再吃蛋壳了，但仔仔还是很喜欢待在蛋壳里。半圆形的蛋壳能够让小家伙蜷缩着躺进去，这让他很有安全感。奥德斯尔抿嘴不语，只是拎着瓶瓶奶的手又往上提了提。很显然，这个答案他也不满意。仔仔继续猜，糊糊、香香，总之把吃的都猜了一遍，就是没猜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瓶瓶奶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在瓶瓶奶即将离自己而去的威胁下，最后一遍，小家伙总算是说出了正确答案。仔仔最喜欢谁？嘟嘟啊！录好音，奥德斯尔满意的笑了笑，爽快的把瓶瓶奶给了仔仔。等会儿就把这录音给艾瑞驰那家伙听，让他知道谁才是仔仔最喜欢的人，谁才是有资格被仔仔叫爸爸的人。小家伙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即将到头，欢欢喜喜的抱着奶瓶儿一个劲的吮吸，甜甜的，好好喝哦。书房里，艾瑞驰看着奥德斯尔给自己发过来的录音，
永远含着一抹懒洋洋微笑的脸，此时已经阴沉下来，金色的长发遮住蓝色的眼眸。不就是一段录音吗？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咬着牙这样劝自己，艾瑞驰的身体却十分诚实，立刻就起身去找仔仔。艾瑞驰找到仔仔的时候，小家伙正在到处溜达碰瓷，炫耀自己的新发型。仔仔的爱美之魂已经崛起，加上还有超会编发的玛丽加持，小家伙现在每天都要换一个新发型。在用尽所有的词语夸得小家伙脸蛋红红以后，艾瑞驰带着仔仔去了他早就在别墅准备好的儿童乐园。没错，为了讨小家伙欢心，艾瑞驰特意把别墅外面的一片花园改成了儿童乐园，可以说很土豪了。想玩吗？艾瑞驰低头看着已经蠢蠢欲动的小家伙，语调温柔中又带着一丝诱惑。只要仔仔说最喜欢爱爱，并且叫爱爱一声爸爸，就可以去那里玩了哦。还有这种好事？仔仔一双溜圆的眸子水水润润，写满了这几个字。小胖仔本来就不是傻有骨气的仔，毫不犹豫地开口：稀饭爱爱啊，爸爸。关于喜欢和爸爸这两个词，小家伙根本就不甚理解。在仔仔的小脑袋里，这和嘟嘟爱爱以及其他叔叔姨姨哥哥谢杰的名字一样，就是让人用来叫的而已，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小家伙说完以后，就急不可耐地扑向了心心念念的儿童乐园。艾瑞驰心里明白这件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听得美滋滋，并且把录音发送给奥德斯尔炫耀。哼，不就是一声喜欢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仔仔不仅说喜欢他，还叫了他爸爸呢，这样比起来，怎么看都是他更胜一筹吧。两个一生要强的男人就此展开了关于仔仔的竞争。吃饭的时候，小家伙要是给奥德斯尔舀了一勺糊糊，艾瑞驰就要2勺，半点不肯落后，不然就委屈巴巴地盯着仔仔。半柔弱的这一招非常好使，一用一个准儿，反正把小家伙是吃得死死的。奥德斯尔表面鄙视艾瑞驰一个大男人跟幼崽示弱，内心却悄悄学习。只可惜奥德斯尔是天生的钢铁直男，视起弱来就像猛虎落泪，一点也不柔弱，反而吓人。奥德斯尔给仔仔买了一条小裙子，艾瑞驰就要买衣柜的衣服，还搭配各种华丽的金首饰珠宝，怎么贵怎么来。两个人针锋相对起来，那简直就是刀光剑影，根本没人敢到他们两个面前来。小家伙也被折腾烦了，宁愿一个人默默地躲在房间里啃拖鞋，也不愿意被逮到两个人面前去。对，就是啃拖鞋。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被嘟嘟和爱爱烦得厉害的小家伙突发奇想，把自己的小拖鞋塞进嘴里啃了几下。这不啃不知道，一啃吓一跳，拖鞋 QQ 弹弹的口感瞬间就征服了仔仔小朋友，这不比磨牙棒好多了。而且小家伙还发现一个事情，嘟嘟和爱爱吵架的时候，只要自己啃拖鞋，他们两个立马就不吵了，这让仔仔更爱啃拖鞋了，根本停不下来。他哪里知道，两个男人不吵架只是在担心小家伙的智商，拖鞋都能往嘴里塞，看来是小笨蛋实锤了。他们愁啊，愁的都吵不起来了。看直播的网友也纷纷折服于仔仔的脑回路，要不是知道仔仔是诞生的，他们都要怀疑小家伙是二哈了。毕竟这种如出一辙的傻气，很难不让人怀疑。二哈族表示自己有被内涵到。半月之期的倒数第3天，艾瑞驰和奥德斯尔的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与此同时，仔仔已经能比较熟练的自己走路了，除了偶尔会突然走着走着在人面前摔倒碰瓷以外。仔仔，在外面溜达的仔仔小朋友突然听见了熟悉的声音，抬头看去，居然是已经有几天没见的爱丽丝，旁边还有一位老爷爷。管家出去刚一开门，爱丽丝就迫不及待地飞奔过来，然后一把抱住还没反应过来的小糯米团子，埋在仔仔怀里。爱丽丝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撅着嘴在仔仔软乎乎的脸蛋上重重地啵了一口。仔仔，我好想你哦。把自己的脸和仔仔贴贴，爱丽丝声情并茂地表达自己对小家伙的思念。仔仔开心极了，圆滚滚的脸蛋儿挤出可可爱爱的笑容，露出2颗小米牙，回抱住爱丽丝，软乎乎的回应：仔仔也想姐姐哦。听见动静出来的奥德斯尔看见抱在一起的2个小朋友，内心的心虚一闪而过。他们应该不知道自己拉黑了爱丽丝父亲吧？爱丽丝，快点和元帅大人问好。和爱丽丝一同过来的老爷爷笑得格外慈祥，杵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慢地走进来。老爷爷看起来平平无奇，可看直播的兽人们却因此掀起一场波澜。我没看错吧？这是已经退休的布朗首相大人。这么看来，爱丽丝小朋友就是布朗家族最小的孙女。难怪昨天爱丽丝和她父亲那么作死，元帅大人也没有怪罪他们。奥德斯尔和爱丽丝父亲是同龄人，只不过因为奥德斯尔太过出众，爱丽丝父亲虽然在同龄人中也能算得上是佼佼者，但还是和奥德斯尔相差太多，两人基本上没什么交集。反而是爱丽丝爷爷因为官职的原因常常进皇宫，和皇家的关系不错。爱丽丝听了爷爷的话，这才松开抱着仔仔的手，乖乖的和奥德斯尔问好。元帅大人好。今天的爱丽丝穿的是衬衫配小裙子，一如既往的扎着公主头，显得格外淑女。要不是看到了昨天小姑娘为了仔仔哇哇大哭的模样，
观众们还真要被骗过去了。奥德斯尔眼眸微动，点点头，只是微抿的嘴角显得人颇为冷硬。转向一旁的爱丽丝爷爷，奥德斯尔看起来有些担心。首相大人可还安好？什么首相大人，我早就退休了，现在啊，就是一个普通老头儿，叫我叔叔就是了。爱丽丝爷爷笑着摇头，布满皱纹的粗糙大手拍了拍奥德斯尔的肩膀。他是看着皇帝和奥德斯尔两兄弟长大的，平时的关系不错，说一声叔叔也不为过。奥德斯尔搀住爱丽丝爷爷的手，嘴角微勾。是，布朗叔叔。爱丽丝爷爷虽然满头白发，但看起来依旧精神矍铄，靠近两个小家伙，视线落在仔仔小朋友的身上。这就是仔仔吧？之前皇帝和我说过，可惜那时候在外面旅游，到现在才过来瞧瞧。自然幼崽的出现是帝国的大事，虽然爱丽丝爷爷已经退休，但皇帝还是和他说了这事儿。是的，奥德斯尔点头，目光看向小小的幼崽时柔和不已。仔仔歪着头，好奇地看着爱丽丝爷爷，眼前的人头发白白的，后背还有一点佝偻，这和小家伙目前为止见过的人的形象完全不同。爱丽丝爷爷是个很耐心的人，蹲下身子，轻轻地朝仔仔挥了挥手，声音浑厚：“仔仔你好呀。”这个人和仔仔打招呼了。小家伙微微睁大眼睛，有些无措地看着奥德斯尔。社牛如仔仔小朋友，在碰到从没见过的人的时候，也害羞起来了。奥德斯尔拍拍仔仔漂亮的小揪揪，带着小小的糯米团子走近2步，贴心地为小家伙介绍：“这是爱丽丝的爷爷。”爱丽丝爷爷拄着拐杖，笑眯眯补充：“仔仔也可以叫我爷爷。”爷爷。小家伙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有些迟疑道：“他不太明白爷爷这个词的意思。”爱丽丝爷爷点点头，从兜里掏出来一个丑了吧唧的小玩偶，递给仔仔：“喜欢吗？”本来爱丽丝爷爷想给仔仔带点糖果来着，但是想到小家伙还小，怕噎着他，最后还是带了个小玩偶来。他一个老头子，还特意上新网查了仔仔喜欢什么。听网友们说，小家伙特别喜欢一只长得特丑的玩偶，还取了个名字叫肥肥。爱丽丝爷爷看了一眼那个叫肥肥的玩偶，的确丑的一批。虽然不理解为什么仔仔会喜欢，却还是让自家便宜儿子连夜去买了限量版。除了这一个，还有能装满一个飞行器的娃娃，晚点应该就能送过来了。看见心爱的小玩偶，仔仔眼睛一亮，小胖手抓着丑玩偶不放，小奶音里满是惊喜。肥肥，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正好小胖崽的肥肥报废了，正愁没有肥肥咬呢。谢谢爷爷。激动地咬了一口肥肥的脑袋，在呼了肥肥一脑袋口水后，小家伙大方地把自己的小脑袋放在爱丽丝爷爷手上蹭蹭，活像吃了小鱼干的小猫咪一样，乖得不行。爱丽丝爷爷目光微暖，粗粝的大手轻轻摩擦2下。仔仔喜欢就好。小家伙的性格和爱丽丝完全不同，爱丽丝自小就对人冷淡，像仔仔这样撒娇卖萌是从来没有过的。想到这儿，爱丽丝爷爷不禁有些羡慕地看着奥德斯尔。人老了就想着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享受孙女软乎乎的对着自己撒娇，可哪里知道自家宝贝孙女性格要强，别说撒娇了，就是服个软都不行。要不是帝国对仔仔监护权竞争者的年龄设了限制，高低他也要来争上一争。爱丽丝已经不耐烦看他们寒暄了，迫不及待想和仔仔一起玩，任性的抱着仔仔踉踉跄跄的就跑了，一边跑还一边说：“我们小朋友和小朋友玩，爷爷你们大人和大人玩吧。”言下之意就是让自家爷爷别和自己抢仔仔。无奈的摇摇头，爱丽丝爷爷知道自个儿孙女的性子，目送2个小家伙跌跌撞撞的离开，转身和奥德斯尔去了书房。他来这里也有正事要和奥德斯尔说。大厅里，2个人玩起了萨利和吉恩之前送给仔仔的小车车，2个幼崽正好能坐在里面，仔仔开车，爱丽丝则是给仔仔加油鼓劲。仔仔好棒，超厉害！爱丽丝是个仔仔无脑吹，一声高过一声的夸赞声，成功的让小胖仔迷失在彩虹屁里，车车也越开越狂野。网友们看的心都要提起来了，系统级的跳脚，劝小家伙开慢点。可已经极度膨胀的小奶包哪里听得进，咻咻咻的在客厅里乱窜。最终一个漂移，小胖仔成功闯祸，砰的一声撞掉了角落里装饰的花瓶。花瓶落地的声音格外清脆，2个幼崽待在原地。网友们纷纷开始幸灾乐祸，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哈哈哈，完蛋了，我崽闯祸了！这一顿竹笋炒肉大概是少不了了，哈哈哈哈！楼上笑得好大声，吵到我的眼睛了。我就一个问题，这个花瓶大概值多少钱？有没有懂行的大佬科普一下？能在首富家里带着的花瓶，那能是等闲之辈吗？怎么也要个几千万吧？楼上的真相了，这个花瓶市值大概在4300万左右。艾瑞驰听见声音出来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小家伙猫崽似的躲在角落，还不忘把爱丽丝挡在身后，又怂又可爱。艾瑞驰呐喊，这小胖仔还怪讲义气的。看着凌乱的现场，破碎的花瓶，车头凹进去的小车车，以及2只躲在角落的幼崽，艾瑞驰大概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仔仔激道，错了。
可怜巴巴的对着胖乎乎的手指头，小家伙怯生生的看着艾瑞驰。艾瑞驰有些生气，俊美的脸上笑意消失，从来没见过爱爱冷脸的仔仔慌了，晃晃悠悠的走过去，拉着艾瑞驰的衣袖。爱爱啊！小奶音软乎乎的，又带着一丝委屈。仔仔知道错了，仔仔不喜欢被爱爱凶凶。爱丽丝怕仔仔被骂，赶紧把仔仔护在身后，虽然也有点怕冷脸的艾瑞驰，还是鼓起勇气。叔叔，是我打碎的花瓶，叔叔别骂仔仔。仔仔那么小，要是被骂，一定会哭唧唧的。作为姐姐，爱丽丝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仔仔。可我们超讲义气的仔仔怎么可能让谢杰背黑锅？张着小嘴就想解释，却被爱丽丝反手捂住嘴巴。仔仔别说话，我保护你。小姑娘在仔仔耳朵边小声说。艾瑞驰成功破功，再也维持不了冷脸。合着这俩小家伙在这儿姐妹情深，他成了大反派了呗？他哪里是为了一个花瓶生气？他这是为了小家伙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才生气的。花瓶不过是死物，砸一个两个还是4个5个无数个，对艾瑞驰而言都无所谓。他在乎的是自家胖仔不能受伤。同时，艾瑞驰也懊恼自己没有好好的叮嘱仔仔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这些他都应该好好的和小家伙说清楚才行。仔仔，爱没有怪你的意思，但是这样危险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做了，知道吗？要是想开车，一定要记得来找爱爱或者其他大人，不能自己开行吗？蹲下身，艾瑞驰看着仔仔，蓝色的眼眸中满是认真，话语中充满着郑重的意味。小家伙乖乖的点头，一副爱爱说啥就是啥的模样。哎，不气气啊？怕艾瑞驰还生气，仔仔扑在艾瑞驰怀里，奶声奶气的撒着娇。都这样了，艾瑞驰哪里还能生小家伙的气？无奈的揉揉小家伙毛茸茸的脑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管家闻声而来，等机器人清扫完地上的花瓶碎片，管家恭敬的上前询问：大人，这个花瓶要不要送到雷蒙大师那里修复？这个花瓶碎的不算彻底，如果想修复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而雷蒙则是著名的修复师。漠然的看着机器人透明清扫舱里的花瓶碎片，艾瑞驰勾了勾嘴角，蔚蓝色的瞳孔却显得格外冰冷。碾碎，处理掉，能够伤害仔仔的东西不需要存在。即便是仔仔先动手的，即便这个花瓶没有真正划伤小家伙，他家的胖仔没有人也没有东西能伤害，哪怕是他自己。网友们听得都要心疼死了。这可是4300万啊，就这么碾碎吗？这就是首富大人吗？我不羡慕，我一点也不羡慕。别啊，艾瑞驰大人要是不想要的话给我啊，我一定拿着这花瓶离得远远的，保证不烦到艾瑞驰大人。而仔仔和爱丽丝在干嘛呢？见哄好了艾瑞驰，小家伙和艾瑞驰简单的说了一声，两个小伙伴随即去了别墅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修得很大，仔仔小朋友还没玩够呢，很多项目都还没玩，尤其是一些双人项目，比如跷跷板。仔仔早就想玩跷跷板了，现在爱丽丝来了，小家伙可不得高高的拉着爱丽丝一起玩个够。兴冲冲的坐在跷跷板上，随着小小的糯米团子一声令下，仔仔被弹了上去。失重感让仔仔极为兴奋，轮到小家伙压了，糯米团子用力的往下一坐，力求让爱丽丝谢杰也感受刺激的感觉。一压，用力压，压，怎么没动？小家伙茫然的低头看了看自己悬空的小肥脚，以及纹丝未动的爱丽丝。怎么肥四？系统在旁边都要笑翻了。傻仔，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多重？还想撬动爱丽丝？哈哈哈哈！仔仔的表情开始变了，从最开始的兴奋变成了懵逼。爱丽丝见状，只能悄悄站起来，让小家伙如愿以偿。就这样，在爱丽丝的支配下，小家伙一翘一翘的玩得开心极了。仔但凡有个幼儿园文凭，也不至于这么欢脱。还别说，我就喜欢看小家伙是萌行凶，可可爱爱的小傻子模样。在爱丽丝腿酸之前，仔仔小朋友终于玩够了跷跷板，领着爱丽丝一块去了沙地。谢杰，我们对啊！坐在沙地上，小小的糯米团子萌萌哒对爱丽丝眨眨眼。爱丽丝能拒绝吗？不，她不能。两个人开始玩起了沙子。爱丽丝是个非常有计划的小朋友，就算是玩沙子也玩得非常严谨。先是确定好堆沙子的主题，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完成目标，先堆什么后堆什么，要求的都非常明确。可仔仔注定不是个能乖乖巧巧按步骤来的小朋友，于是在和爱丽丝一起堆了一会儿后，小家伙就觉得无聊了，抠了抠脸蛋儿，把沙子抹到脸上。小家伙突然灵感迸发，想到了一个超有趣的玩法。抱着粉粉嫩嫩的小铲子，小家伙找了个风水宝地，然后开始挖坑。挖的那叫一个卖力啊，吭哧吭哧的，肉乎乎的小奶彪鼓着，地主家的驴都没他卖力。系统迷惑的看着仔仔，白白的团子弹到仔仔面前。仔，你干嘛呢？仔仔不理，继续挖坑。弹幕开始对小家伙的行为进行一系列的推测。我说，
仔仔不会想挖个坑埋了自己吧？当然，这个不靠谱的推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家胖仔虽然有点笨笨的，但也不至于自己挖坑埋自己。就是，楼上是我胖仔的黑粉吧？但是在小家伙挖完坑以后，刚刚还信誓旦旦反对挖坑埋自己这个猜测的网友们顿时哑口无言，因为这小笨仔真 TM 把自己给埋了呀！小家伙躺进挖好的坑，然后小手手慢慢悠悠的把两边的沙子扒拉到自己身上。而看直播的网友们已经为小家伙的智商发起了愁。自从看了仔仔的直播，每天都在担心小家伙上学以后怎么办。仔仔，嘿嘿，没别的才艺，给大家表演一个自己埋自己吧。想想当年我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妙龄少女，自从看了仔的直播，我觉得看什么都觉得心平气和了。以后仔要是知道他的黑历史都是高清 4K 加全国直播会怎样？突然就好奇起来了。弹幕议论纷纷，小家伙也没闲着。没一会儿，仔仔就把自己埋好了，就露出一颗可可爱爱的小脑袋，圆滚滚的眼睛咕噜噜的转着。爱丽丝正沉迷搭城堡，等她搭的差不多了，转头再这么一看，她仔仔妹妹呢？仔仔，你去哪儿了？四周望了望，爱丽丝双手做喇叭状喊道：仔仔，见你啊！小家伙奶呼呼的声音从下面传来。爱丽丝循声望去，什么也没看见。仔仔在自己身上堆的沙子有点高，挡住了爱丽丝的视线。这小笨仔要埋自己，他是真埋。又往前走了好几步，爱丽丝才看见小家伙那颗圆滚滚的脑袋。纵使爱丽丝对小家伙的脑回路有多大的包容，现在也不由得哑口无言。这样事儿的胖仔，他还是第一次见。没看出爱丽丝的无语，仔仔小朋友的胖爪爪从沙子里钻出来，非常热情的招呼他：谢姐，玩呀！挥动的小胖爪上的沙子掉进嘴里，小糯米团子皱着眉毛，连着呸呸呸了好几下。呸完沙子，又继续招呼爱丽丝。从这个执着程度来看，这的确是个很爱分享的小朋友。摆摆手，爱丽丝刚想表示拒绝，就看见软嘟嘟的奶团子歪着脑袋看着她，一双澄澈透明的眼睛里装满了期待。好吧，有被萌到。突然就觉得这沙子看起来好像有点舒服的样子。迟疑几秒，爱丽丝有样学样，抱着仔仔的粉铲铲，吭哧吭哧在小家伙旁边也刨了个坑，然后安详的躺了进去，顺带还把自己埋严实了。两个小朋友就这样美滋滋的躺在沙子里，闭着眼睛享受阳光的沐浴。怎么突然还觉得有点舒服了？是我错乱了吗？楼上的，你不是一个人，这就去家附近的公园试试。有一就有二，这条弹幕一出，网友们纷纷效仿。或许帝国的幼崽会永远记得今天，公园里埋满了各种各样种族的兽人，一边埋还一边拿着光脑姨母笑。这是一个能够载入帝国史册的事件，就叫公园集体埋兽人日。爱丽丝慢慢的也爱上了埋在沙子里的这种感觉，两个小家伙居然就这么在沙子里睡着了。最后还是玛丽出来找仔仔，这才发现两个小不点把自己埋起来了，干脆一手一只仔直接提溜进别墅里了。两只小脏仔被带到浴室洗白白擦香香，换上新衣服才作罢。说起衣服，就不得不提起艾瑞驰和奥德斯尔，这两人较劲，争着给仔仔买衣服，从现在到30岁，能穿的衣服全都买了，塞得满满当当，并且每天还在源源不断的补充。照这个趋势，这些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穿完。爱丽丝挑了和仔仔一样的小裙子，用她的话来说，那就是姐妹装。而书房内，奥德斯尔和爱丽丝爷爷正在讨论关于仔仔监护权的问题。奥德斯尔，马上就到了半月之期，关于仔仔的监护权，你是怎么考虑的？爱丽丝爷爷神情肃穆地盯着奥德斯尔。仔仔的监护权自然会在我手上。奥德斯尔想也不想地回答。把仔仔让给别人？不可能。爱丽丝爷爷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奥德斯尔看着爱丽丝爷爷，自然，布朗叔叔有什么问题吗？陛下和我说了，虫族的新一轮进攻又要开始了。爱丽丝爷爷目光微凝，缓缓地说。虫族的进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行的，一次打几个月，打完以后又用几个月休养生息，以待下一次的进攻，如此循环往复。由于虫族的繁殖速度，帝国只能将其打退，却无法完全消灭他们。奥德斯尔作为帝国的元帅，自然是要上前线作战。虫族进攻的时候，难道你想带着仔仔也去吗？爱丽丝爷爷的声音虽然不大，却问住了奥德斯尔。帝国的边境条件艰难，仔仔那么小那么娇气，没有瓶瓶奶喝就会哭唧唧，要是到了那里，小家伙会受不了吧？的确，自己作为帝国的元帅，自然应该保卫帝国不受虫族侵犯。可他没办法放弃仔仔的监护权。是在小家伙第一次蹒跚地爬过来问自己要抱抱，还是第一次喂他喝奶，又或是在仔仔第一次叫了他爸爸的时候？奥德斯尔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反正他就这么决定了，仔仔应当是他的女儿才行。关于这一点，他从来都很确信。
爱丽丝爷爷叹了口气，面前站着的不仅是帝国的元帅，同时也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他怎么会让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伤心？其实你可以和艾瑞驰联手。爱丽丝爷爷提醒了一句。和他联手？奥德斯尔表示拒绝，他才不乐意和艾瑞驰分享仔仔的监护权呢。他家胖仔自然是他一个人的，而且王庭那边也已经决定了，等监护权确定了以后就要公开仔仔的特殊能力。奥德斯尔虽然了解艾瑞驰的性格，知道他不至于让仔仔帮他捞钱，但作为一名老父亲，他怎么都没办法把仔仔交给除他以外的任何人，这是作为一名老父亲的基本修养。恰巧的是，艾瑞驰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和他联手？我拒绝。艾瑞驰听完爱丽丝爷爷的话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还以为奥德斯尔叫自己来是为了什么事。关于仔仔的监护权，艾瑞驰同样也是寸步不让。爱丽丝爷爷无奈地看着两个不太对付的人。你们自顾自地决定好，难道没有想过仔仔的感受吗？你们就这么确定仔仔会愿意离开你们中的另外一个人？这的确是个问题。两个男人互相看了一眼对方，久违的沉默了。他们毫不怀疑仔仔对自己的依赖，但同样他们也清楚小家伙对另外那人的依赖并不弱于自己。这几天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人针尖对麦芒，就算争得再凶，最终小家伙也没有冷落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弹幕还调侃仔仔是小海王，但奥德斯尔和艾瑞驰都明白，仔仔将他们两个都当成了重要的亲人，任何一个他都没办法舍弃。同样，这也是为什么爱丽丝爷爷会想着劝两人联手。半月之期接近尾声，只要是看过直播的人都明白，别墅里的每一个人仔仔都很喜欢，但要让他选出最喜欢的，那必定是奥德斯尔和艾瑞驰无疑。皇帝和培育员都清楚自己和这俩人比没有半点优势，但同样的，他们也清楚这俩人都对仔仔的监护权势在必得。小家伙才刚破壳没多久，对仔仔来说，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人缺一不可，无论监护权在谁手上，小家伙都不会开心，唯有两人一起才是最完美的。所以皇帝才会叫爱丽丝爷爷过来当两人的说客。目前仔仔还小，没有自主能力，帝国打算让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仔仔的抚养权，等到仔仔有自主能力的时候，再让小家伙自己选择是跟艾瑞驰还是跟奥德斯尔，就都看他自己了。爱丽丝爷爷笑眯眯地看着两人，你们觉得如何？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能觉得如何？谁也不想让自个儿的小胖仔伤心难过。两个人互相交换眼神，点点头，异口同声道：可以。话音落下，爱丽丝爷爷满意的点点头。看来他老头子还宝刀未老啊，这嘴皮子依旧利索。艾瑞驰算盘打得很好，反正过些日子奥德斯尔就要上战场了，自己就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和仔培养感情，争取让小家伙在奥德斯尔回来之前把他给忘了，这样自己就能轻轻松松把奥德斯尔给甩掉。到时候名正言顺的独占仔仔，小家伙也不会伤心难过，两全其美，岂不更好？奥德斯尔哪里不清楚艾瑞驰打的算盘，金色的瞳孔微微闪烁，冷硬的嘴角微扬。他也留了后手，看谁能笑到最后。两个人就这样表面上和谐的达成了协议，各自出了书房。客厅里，仔仔正兴奋的不行，拉着爱丽丝扒着玻璃窗，一双不灵不灵的大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外面。爱丽丝爸爸来了，带着一飞行器的限量版肥肥，现在正在卸货呢。用推车装好肥肥，仆人们引着爱丽丝爸爸进来。好多肥肥哦，要是仔仔可以拥有的话，应该可以咬好久好久吧。小家伙开始咬着手指，浮想联翩。自认为是姐姐的爱丽丝十分严格，抽掉被仔仔含在嘴里手指头。呜！失去咬手指快乐的小朋友瘪着嘴眼巴巴地看着爱丽丝。不行！爱丽丝别过头去，紧紧闭眼。衣袖被拉了拉，低头一看，小家伙泪闪闪的大眼睛正biu biu放光。爱丽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小家伙的手指头塞回他嘴里。咬吧咬吧，都听你的。硬！不怪他，实在是仔仔太可爱了，根本忍不住嘛。爱丽丝，爸爸来了。还没进门呢，爱丽丝爸爸就迫不及待地朝两只幼崽挥手。小胖仔也没忍住，挥挥小手手对着他心爱的肥肥。爱丽丝爸爸一进来，仔仔就暂时放弃咬手指，亦步亦趋地跟在爱丽丝后面，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爱丽丝爸爸，萌得不行。他还记得这个叔叔，但是在幼儿园里太混乱了，还没来得及认识。仔仔，这是叔叔送给你的，喜不喜欢？爱丽丝爸爸弯着腰小声地说。稀饭，谢谢叔叔啊。小家伙乖乖软软的就着一个肥肥，脑袋上的小揪揪一晃一晃的，可爱死了。爱丽丝爷爷一出来就看见自家便宜儿子正给他自个儿邀功呢，这能忍吗？你个臭小子，这明明是你爸我送给仔仔的，就是叫你帮忙运一下，什么时候成你送的了？爱丽丝爷爷没忍住，咚咚敲了两下爱丽丝爸爸的脑壳。哎呦，您轻点啊！撕了口气，捂着脑袋，
爱丽丝爸爸哀怨地看着自家老爹：“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打傻了你就没儿子了。”故意搞怪的做了个鬼脸，小家伙被爱丽丝爸爸逗得咯咯直笑。爱丽丝爸爸赶紧抓住机会，给仔仔来了个飞吻，看起来格外风骚。你看，你看，仔仔都觉得我说的对。小家伙一脸懵，慢吞吞的眨眨眼，嘴唇微张，露出2颗小米牙。爱丽丝爷爷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你可少给自己脸上贴金。”父子俩答的那叫一个鸡飞狗跳。过了一会儿，慢半拍的仔仔小朋友听明白了，又软着嗓音和爱丽丝爷爷说谢谢。谢谢爷爷。哎，不谢不谢，仔仔喜欢就好。原本还气冲冲的爱丽丝爷爷立马柔和了脸庞，皱巴巴的手温和慈祥的碰了碰仔仔的发顶，和刚刚怒发冲冠的模样截然不同。我们仔仔还有什么喜欢的，尽管和爷爷说，爷爷马上让人给你买过来。这要什么给什么的架势，只把爱丽丝爸爸看得一愣一愣的，恨不得自己生成女人。想当初自己才10岁就被老爹拎到住宿学校，说是要自己独立，生活费也只是够不被饿死，想要别的东西就得自己想办法。果然同人不同命，爱丽丝爸爸可耻的酸了。哎呦，人家也好想要老爹的宠爱啊。咦，你这是什么眼神？爱丽丝爷爷有点嫌弃。大男人的流血不流泪，撒什么娇？作为帝国的前首相，爱丽丝爷爷是个文臣，但是又很向往军队，所以在对儿子的教育上向来奉行的是铁血教育，力图把自家儿子培养成帝国第一硬汉。没想到用力过猛，非但没能培养成硬汉，反而成了个浪荡子。被嫌弃的爱丽丝父亲只好讪讪地收起了作怪的表情。余光瞥见老子的奥德斯尔，爱丽丝父亲突然想起了来这里的另一个目的。元帅大人，我怎么总是拨不了您的光脑号？霎时间，艾瑞驰了然的目光扫向某位元帅大人。还在看戏的奥德斯尔神色顿时收敛。糟糕，难道被发现了吗？仔仔小朋友也眨巴眨巴眼睛，好奇地看着奥德斯尔。有吗？奥德斯尔强装镇定。有的。爱丽丝小姑娘毫不留情地拆台。我想给仔仔发视讯，都打不了。上次从幼儿园回来，爱丽丝一直缠着爸爸要和仔仔联系，却怎么也接不上奥德斯尔的光脑。艾瑞驰微微撇头，嘴角微翘，悠然自得地等着看奥德斯尔的笑话。可奥德斯尔是谁？什么场面没见过？刀削斧凿般俊美的脸庞波澜不惊，胡说八道，张口就来。大概是你的光脑有问题吧？爱丽丝爸爸纳闷，他的光脑才换了没多久，怎么会呢？可他也没这个胆子质疑，只能哦了一声，就再没了下文。又在别墅待了会儿，到了回家的时候，爱丽丝还不舍得走，用力地抱着仔仔，认真邀请：“仔仔，你明天来我家玩吧，我有可多好玩的了，还有很多好吃的。”小姑娘还打着诱惑仔仔的主意，让仔仔看一看自己家有多好，把小家伙的心牢牢抓住。作为一只爱吃又爱玩的小胖仔，有好玩的和好吃的诱惑，仔仔可耻地动摇了。想去，直勾勾地看向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人，那双水润圆溜的大眼睛写满了这2个字：玩呀！抓着两人的手，仔仔小朋友软着嗓子撒娇，抬起双腿，圆滚滚的糯米团子在两人中间荡秋千。爱丽丝也不松懈，抱着自家爷爷无声撒娇。爱丽丝爸爸看的那叫一个嫉妒，爱丽丝从来都没对他撒过娇呢。第一次被孙女撒娇，爱丽丝爷爷有点激动，怎么还舍得让孙女失望？仔仔和爱丽丝都是孩子，多在一块玩玩也好，你们觉得呢？小家伙这么期盼，再加上爱丽丝爷爷的话，2个人只好同意仔仔明天出门。得到允许的2个小姐妹开心极了，抱着对方蹦蹦跳跳的，最后还是双方家长把2个小家伙分开了。仔仔，你明天早点来哦。1步3回头的爱丽丝小朋友再三叮嘱。胖嘟嘟的糯米团子点头如捣蒜，好熬。等爱丽丝出了别墅，小家伙已经把自己点头点得晕晕乎乎了，呆呆地抱着肥肥。仔仔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晕的，或者晕天花板。总之，地板和天花板都在转圈圈。只见小奶团软绵绵地走着曲线，跟喝醉了似的。艾瑞驰浅笑着看幼崽晕乎乎的模样，甚至还极其无聊地戳了小奶包圆滚滚的后脑勺一下。谁知道小家伙没站稳，直接啪叽一下扑在地上。送完爱丽丝爷爷回来的奥德斯尔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这家伙真的能照顾好仔仔吗？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前线了，艾瑞驰该不会天天这么欺负他家胖仔吧？奥德斯尔突然就不放心起来了。地上的小家伙倒下以后就没动了，奥德斯尔怕伤到哪里，有点担心的过去，把软乎乎的奶团子翻过来一面。白担心一场，这小胖仔已经睡着了，真的是秒睡，凑得近一点还能听见奶乎乎的呼噜声。奥德斯尔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无奈的轻声骂了一句小懒猪。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里是宠溺和温柔的结合，金色的瞳孔，冷硬的面庞，再配上宠溺的表情，怎么都让人心动的砰砰跳。
网友们都被杀疯了。啊！今天的元帅好温柔，怎么破？音想睡。重金求一个嫁给元帅大人的方法，诚邀各位网友回答。谢邀，我要有办法，还至于在这看直播吗？抱着小家伙放到床上，仔细的掖好被子，奥德斯尔仔仔细细的看着仔仔。小家伙从刚破壳到现在也不过1个月不到，却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爬到会走路，从无齿幼崽到长了2颗牙，每一次变化都让奥德斯尔打心底里愉快至极。大概是年纪越小的幼崽，变化的速度就越快。他总觉得小家伙每天都有不同，这种变化快得让奥德斯尔心里升起一种恐慌。他在害怕，他怕自己这一次去了前线会错过太多仔仔的成长过程。小家伙，可别忘了我。摸摸软绵绵肉嘟嘟的熟睡的面孔，奥德斯尔的视线放在仔仔身上，语气颇为郑重。呐。睡着的仔仔小朋友好像听见了奥德斯尔的话，闭着眼睛嘟着嘴巴吐了2个泡泡，像是在回应他似的。奥德斯尔轻笑一声，喉结滚动，低头小心地亲了一口小家伙的嘟嘟肉。那就当你同意了，要是忘了就扣掉你3天的瓶瓶奶。现在小家伙的主食慢慢的变成了糊糊，瓶瓶奶已经变成了仔仔嘴馋时解馋的小零食，没事就要抱着嘬2口，谁也不能跟他抢。难以想象没有瓶瓶奶的仔仔小朋友会哭唧唧。自顾自地决定好惩罚，奥德斯尔回到书房，他要好好计划这一次的作战方式。和从前不同，现在的奥德斯尔有了个时时刻刻都要牵挂的胖仔，虫族那边自然要尽可能的速战速决。毕竟家里还有一个不怀好意和他抢仔的艾瑞驰。他决定把2个月的作战计划高度压缩，如果能做到1周之内结束战争，自然是最好的。第2天，小家伙早早的就起来了。看直播的网友们破天荒的没有看到仔仔抱着瓶瓶奶，而是呲溜一下滑下去，歪歪扭扭的去找玛丽。没错，他还记得昨天爱丽丝和他说的要早点去，正好和刚到门口的玛丽碰了个正着。拉着玛丽帮自己换衣服扎便便，穿着小狐狸套装的仔仔迈着气势汹汹的步伐去了奥德斯尔的房间。嘟嘟嘟的小脑壳把门敲得梆梆响，玛丽拦都拦不住，把奥德斯尔叫醒。小家伙又继续以上操作，叫醒了艾瑞驰。看着眼睛还带着红血丝的艾瑞驰，仔仔小朋友抱着系紧的狐狸尾巴，肉乎乎的小脸微扬，露出一个无辜可爱的笑容。爱心发射 biu biu， 嘿嘿，仔仔牌闹钟，你值得拥有。艾瑞驰还没脱口而出的暴躁祖安语录，就这样神奇的被压了回去。爱爱起，晒屁屁了！爱爱快起来，太阳都要晒屁股了！看了眼刚翻鱼肚白的天空，小家伙一脸甜笑的胡说八道，颇有昨天奥德斯尔面对爱丽丝爸爸时的风范。要是别人在艾瑞驰面前这样胡扯，他能让那人这辈子都说不出话来。可谁让说这话的是这只胖团子呢？揉揉太阳穴，艾瑞驰认命的抱起这只奇奇怪怪的幼崽。洗漱结束，小家伙就迫不及待地拉着2人要去爱丽丝家。这才刚刚天亮，谁家接待客人会在刚天亮的时候？奥德斯尔想劝仔仔晚点再去，可这小家伙就是不听，怎么劝都不行。还能怎么办？只好带着他过去了。2个男人以为仔仔到了爱丽丝家门口，见主人家都在休息就会消停，可他们低估了2个小家伙的决心。他们到的时候，爱丽丝小姑娘早已经牵着自己昏昏欲睡的爷爷和爸爸在门口等着的。同是天涯早起人，8双眼睛相接，互相都看到了彼此眼里的疲惫。仔仔，谢姐，2只幼崽欢欢喜喜的飞奔抱在一起，活像800年没见过了一样。明明他们昨天才见过面。看不懂的4个人进了屋，把空间留给2个小家伙。对了，我把我的小美带过来了，给你玩。把早就准备好的娃娃递给仔仔，爱丽丝一脸期待的看着他。这是爱丽丝最喜欢娃娃，大概幼崽都是这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让喜欢的朋友也喜欢。仔仔很给面子，亲亲热热的抱着娃娃一顿蹭蹭。一顿亲热完毕，爱丽丝拉着小家伙走到角落，神秘兮兮小声的在仔仔耳边说：仔仔，我昨天发现那边有一个洞，我们一起钻过去玩好不好？小孩子永远对神秘未知的东西充满兴趣。要不是因为今天仔仔要来，爱丽丝昨天发现这个洞的时候就直接进去了，哪里还能耐着性子等到今天？被这样神秘的氛围吸引，仔仔用力的点点头。好啊！2个小家伙随便找了个借口，支开守着他们的侍女，做贼似的偷偷溜到洞的那边。奥布里今年3岁了，尽管长得白净可爱，但那双紫色的眼睛里却透着不符合年龄的冷静与沉稳。尽管是科伦家唯一的继承人，天生就有着100年难得的精神力等级，奥布里却饱受折磨。由于精神力等级过高，奥布里的精神暴乱比普通幼崽提前了太多。从2岁起，奥布里就开始了暴乱。为了防止克伦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因为承受不住精神暴乱的痛苦而自杀，也为了防止对手家族抓住这个问题故意引诱奥布里发狂，家族的人把奥布里悄悄安置在这个别墅里。
今天也与以往的任何一天别无二致。奥布里坐在院子里发呆，忽然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院子角落传来。奥布里敏锐地察觉紫色的瞳孔看向声音来的方向，以为是对手家族派过来的人。奥布里正奇怪为什么这一次的潜入这么简单粗暴，让人一眼识别。可目光落在那个出乎意料的奶团子身上时，奥布里的瞳孔不受控制的剧烈收缩。为什么？在看见这个小家伙的第一眼，自己狂暴的精神海居然平静了下来。你是谁？这是仔仔小朋友穿越洞口听见的第一句话。半卡在洞口，小家伙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小男孩。仔仔，你怎么不往前了？是卡住了吗？在另一面的爱丽丝怕大声引来大人，只能小声问道。你是来和我交朋友的吗？奥布里靠近仔仔，低着头，没忍住捏了捏糯米团子软软糯糯的小奶标，软乎乎的。奥布里没忍住又软了一下。仔仔受惊似的撇过头，圆滚滚的眼睛盯着奥布里一眨不眨。抱歉，你看起来很好捏的样子，我没忍住。奥布里非常诚实地说，一双紫瞳格外真诚。那好吧。小家伙也是个愣的，奥布里这么解释完了，他也就傻乎乎的点头。网友们看了都替他着急。我的傻仔，你点什么头？是不是人家卖了你还要帮人家数钱？这就叫天然呆吗？另一边的爱丽丝没听到仔仔的回应，以为小家伙真被卡住了，小手用力一推，就把仔仔完全推到了墙的另一边。奥布里离得近，小家伙直接就把他给扑倒了，结结实实的当了个肉垫。仔仔经过别墅一众人的投喂，现在可以说是肥嘟嘟肉乎乎的，就是个实心小肉团。奥布里才3岁，被仔仔这么一压，直接就胸闷气短。你好，艰难的撑着仔仔，粽子还没出口呢，奥布里就觉得身体一轻，再抬头一看，小家伙已经悬空了，小手手小脚脚笨拙的扑腾着。难道这是鸟族幼崽？奥布里困惑了。再一看，原来是被人拎了起来。拎起仔仔的就是爱丽丝。大力女孩就是这么厉害。爱丽丝把仔仔推进去以后，自己立马就钻了进来，一看这里居然有家伙和自己抢仔仔妹妹，当即就提溜起她的宝贝妹妹。哼，仔仔是她的妹妹，谁都不能和她抢。爱丽丝小朋友完全忽视了是仔仔压倒了对方这回事。为妹沉迷的姐姐就是这么双标。哼唧，一天天的不消停，搞什么动静？忽然尖锐的女人声音从屋子里传来。奥布里脸色一变，把两人藏进灌木丛里。躲好，别出来。这个女人和克伦家族有那么一点关系，所以被派来这里照顾奥布里。最开始女人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奥布里，后来或许是想着奥布里年纪小，又不经常回主家，家族也发现不了，便渐渐放肆起来，每天的名扬怪气不少，有时候生气起来甚至还会动手。当然她就是挑剔不显眼的地方下手，要是被她看见仔仔，估计也不会手下留情。你一个病秧子，天天待在这儿看什么？别给我找麻烦。女人不耐烦地瞪着奥布里，嘴里滔滔不绝的，就没一句好话。一旁仔仔小朋友虽然听不懂病秧子是什么意思，但从女人的态度举止上来看，是在欺负奥布里无疑。怎么可以欺负幼崽？正义小胖仔生气了，气鼓鼓的跳出来，小家伙捏着拳头护住奥布里。坏蛋，不可以欺负小朋友。塔马斯自认和克伦家族有点关系，在外一直都嚣张跋扈，低头看着矮墩墩义愤填膺的小奶包，长得倒是挺可爱的，不屑的嗤笑一声。女人伸手拨开小家伙，离远点儿，我不为难你。这么糯叽叽的小孩，他能一拳打死一个。塔马斯不爱看直播上新网，再加上人品不行，没什么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这小家伙是帝国才接回来不久的自然幼崽。忽视掉心里莫名其妙想要入爱崽的冲动，塔马斯冷冷地看着奥布里，而被拨开的小胖仔一个踉跄没站稳，啪叽一下摔在地上。奥布里赶紧过去扶仔仔。在灌木丛里的爱丽丝哪还能忍？仔仔被欺负了，作为姐姐，爱丽丝小姑娘决定找回场子。你个老女人，臭不要脸，居然欺负小孩子！爱丽丝小姑娘火力全开，嘴巴是一点也没收着。大婶，你该不会是长得太丑想报复社会，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吧？塔马斯被这一顿对的胸闷气短，顿时怒火中烧，抬着手就想打爱丽丝。可爱丽丝是谁？这可是大力女孩。只见爱丽丝小姑娘丝毫不慌，一个闪身躲开塔马斯蒲扇大的巴掌，然后一个横扫踢攻击塔马斯的下盘，直接就把人给踢倒了。哼！大拇指摸摸鼻子，刚刚还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小姑娘，现在格外的帅气。爱丽丝虽然是孔雀幼崽，但是却没有遗传孔雀一族爱打扮的特性，反而拥有非比寻常的大力，特别喜欢练武。虽然还比不上多数的成年兽人，但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还是能出奇制胜的。七，若死了。小姑娘轻蔑的环抱双手，看着倒在地上挣扎的塔马斯，嘴巴毫不留情地吮着他。这种高光时刻，怎么少得了小家伙的崇拜？仔仔瞪大了眼睛，那双水汪汪的瞳孔里充满了惊叹与崇拜。
一张红润的小嘴巴张成了大大的 O 型，小胖手忙不迭地啪啪拍手。谢姐，棒棒的，姐姐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姐姐了。这小奶音甜到爆炸。爱丽丝十分受用最爱的妹妹崇拜的视线，越发骄傲地抬头，下巴扬得高高的。奥布里看着小胖团子的视线全都放在爱丽丝身上，突然就不是滋味了。塔马斯扶着腰从地上起来，内心被怒火覆盖，瞪着眼睛就要逮住3个小家伙。塔马斯现在也不管自己想不想 Roy 宰了，他已经将3个人归为一体，无论如何，反正这几个小屁孩一定得付出代价。可几个小家伙根本没注意到慢慢靠近的塔马斯，等几人发现时，塔马斯已经靠近过来了。还是爱丽丝反应快，拉着仔仔就要跑，可塔马斯更快，大掌一把抓住没跑掉的仔仔小朋友。哼，跑啊！提溜着疯狂在空中扑腾的小胖仔，塔马斯冷笑着看着另外2个。坏蛋，放开仔仔！一瞬间失重的感觉让小小的糯米团子有些惊慌失措，但很快就适应了，随即凶凶地对着塔马斯恶狠狠地骂道。胖嘟嘟的小胳膊小腿对着抓住自己的坏蛋一顿输出，只可惜手脚太短，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不说，还半点都没碰到对方。还在为仔仔着急的网友们在看到小家伙这么一顿乱扑腾后，顿时就急不起来了，甚至还有点好笑。我仔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吧？之前被王储殿下他们欺负的时候，也是短胳膊短腿的，根本碰到不仁。笑死，就我仔的小短腿，以后碰到像我这样的怪阿姨，估计跑个2-3步就能被提溜回来。仔虽然人家腿短，但是气势还是要足足的。系统也十分无良的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完全不担心仔仔会被塔马斯伤害。他很笃定没有兽人会伤害仔仔。别看现在塔马斯看起来怒气冲冲的，但只要仔细观察，其实他的手轻的不行，下意识的避开了让仔仔不舒服的动作。而跑掉的2个小家伙也跑了回去。快放开他！2人异口同声道。哼！塔马斯不理2人，还轻轻晃悠了手上的糯米团子。小家伙被吓了一跳，手脚勾着塔马斯的手臂，奶凶的装作凶恶的样子。嗷呜！仔仔可凶了！言下之意，再不放开本仔仔，本仔可要凶你了哦！这么毫无威慑力的恐吓，就好像刚出生的小奶猫碰到了恶狗，自以为用尽全身力气最凶狠的吼声，殊不知在恶狗眼里，无异于软着嗓子和自己撒娇。看着挂在自己身上自以为超凶的小胖仔，塔马斯眼眸微动。糟糕，有点可爱，怎么回事？打住，自己是反派来着。甩头，塔马斯避开小家伙可爱到不行的大眼睛，直视爱丽丝和奥布里。还是看这2个不怎么讨喜的小屁孩吧。2个小孩一道上去，对着塔马斯拳打脚踢。可这一次的塔马斯有了防备，再加上有仔仔当挡箭牌，2个人竟然没能伤到他一丝一毫，反而被塔马斯打了好几下。眼见着局势开始变得不妙，网友们纷纷爱丽丝爷爷。首相大人快来，有人欺负你孙女啊！再不过来，你的孙女就要变成废孙女了。一时间，弹幕里全都是爱丽丝爷爷的，而爱丽丝爸爸则无人问津。爱丽丝他爹，是我不配吗？这波爱丽丝爸爸的存在感属实是有点低了。而在屋里交流养仔心得的4个大人，这么久没听见自家崽儿的声音，觉得有点不对劲，走到院子里一看，哪里还有孩子的身影？怎么回事？以为是崽儿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几人赶紧到了院子，却怎么也没找着。奥德斯尔觉得不妙，打开仔仔的直播间，却发现自家胖仔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别墅，还被一个丑不拉几的女人提溜着。这里好眼熟，是哪儿？爱丽丝爸爸也开了仔的直播间，抬头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爱丽丝爸爸发现了端倪，惊呼一声。仔仔和爱丽丝2个在隔壁，看着自己孙女儿被人欺负，爱丽丝爷爷气得胡子都竖起来了。奥德斯尔冷着脸，直接去了隔壁别墅。3个足以撼动整个帝国的人物站在门口，爱丽丝爸爸狗腿的上前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里面却毫无反应。想到胖仔还被人提溜在手上，奥德斯尔没有这个耐心继续等下去，按动光脑，直接把飞行器叫了过来。坐在驾驶位上，奥德斯尔发动飞行器，轰的一声直接撞了进去。由于每个别墅都有防护网，正常情况下只能从大门进去，但现在是非正常情况，奥德斯尔也只能这么做了。别墅的大门应声而破，巨大的响声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一般的飞行器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但作为帝国元帅，他的飞行器经过了专门的改装，虽然比不上战舰，但撞破别墅的大门还是绰绰有余的。艾瑞驰微笑挑眉，蓝色的瞳孔带着对奥德斯尔的欣赏。干得不错。这种干脆果决的行动力，即便2人关系算不上多好，艾瑞驰也不得不赞一句。奥德斯尔直接开动飞行器飞向仔仔所在的位置，剩下3人也紧跟其后。别墅的后院，抓着仔仔的塔马斯正想嘲笑2人不自量力，却听见飞行器嗡嗡的声音。抬头望天，奥德斯尔将飞行器停在后院。元帅，
即便塔马斯再孤陋寡闻，也还是在第一眼认出了奥德斯尔。从飞行器下来，奥德斯尔不想和塔马斯多说，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靠近，然后把仔仔抢了回来。不过短短几秒，塔马斯在低头的时候，原本挂着一只糯米团子的手臂已经空落落的了。嘟嘟啊，坏坏欺负！嘟嘟，仔仔被坏蛋欺负了！一到奥德斯尔怀里，小家伙就开始豪横起来，环抱着奥德斯尔的脖颈，小奶团子手舞足蹈的告着状。欺负啊！晃晃！嘟嘟快帮仔仔欺负回去！坏蛋居然晃仔仔，把本仔仔的小脑袋瓜晃得晕晕的。仔仔要晃回去！一生要强的幼崽绝不服输！知道你受了委屈，叫你乱跑，这次长了教训吧。奥德斯尔没好气的捏了捏小家伙的鼻子，话语虽是责备的，语气却格外温和。仔仔小朋友听懂了奥德斯尔的话，原本还气鼓鼓的小表情一下子就变得无辜起来，圆滚滚的眼珠子咕噜噜的乱转，就是不看奥德斯尔。只要本仔仔不看嘟嘟，嘟嘟就骂不到仔仔。剩下的3人也赶了过来。爱丽丝见援兵来了，赶紧飞奔过去。爱丽丝爸爸做好被女儿一顿熊抱的准备，张开双手眯着眼睛看着，猥琐极了。宝贝女儿怎么还没跑过来？久久没等到女儿到来的爱丽丝爸爸奇怪地睁开眼睛，却发现自个儿家的小崽子直接扑到了老爹身上。爱丽丝爸爸终究是错付了。嘤嘤怪还没来得及哭唧唧，就听见自家女儿一脸委屈地告起了状。爷爷，这个坏女人欺负我们，不仅打了我，还把仔仔提起来吓唬他。说完，爱丽丝还把衣袖撸起来，露出被打的地方。幼崽的皮肤白嫩，哪怕是轻轻的碰上一下也会青了，更何况被塔马斯毫不留情的下手，手臂上青青紫紫的伤痕看着就让人倒吸一口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爱丽丝爷爷和爱丽丝爸爸的怒火燃烧起来。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欺负我的闺女？爱丽丝爸爸虽然是个浪荡子，但该给力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拖后腿，冷着一张脸，看起来还真有几分威慑力。塔马斯能凭借大人的力量欺负2个孩子，却没办法面对4个护崽人的怒火。我可是有科伦家做靠山。后退2步，塔马斯不忘把自己一直以来的嚣张跋扈的底气说出来。我表姐可是科伦家族的长媳。这个关系乍一听好像关系还挺硬，其实要仔细查一查，就能发现这个所谓的表姐，那叫一个一表3千里，基本上是不怎么能让人记得的货色。普通人一听是科伦家长媳的表妹，顿时就被吓到了，哪里还会想着去查？可在场的各位，哪个不是跺跺脚就能让帝国震动的人物？科伦家族在帝国的影响力确实不小，却也没到让几人因为一个长媳的表妹而退却的地步。科伦家族？奥德斯尔冷冷淡淡地看着塔马斯。塔马斯还以为奥德斯尔知道他和科伦家族有关系以后会放过他，连忙点头。对，就是科伦家族。艾瑞驰被塔马斯的自信逗乐了，没忍住轻笑一声。区一个2流家族也敢拿着鸡毛当令箭？在艾瑞驰眼里，除了皇家、首相家以及自己的家族外，其他的家族不过是2流家族，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塔马斯敢怒不敢言，瞪着一双眼睛，只好往下看。弹幕也因艾瑞驰的一句话进行讨论。2流家族？首富大人说科伦家只是2流家族，那我们岂不是18线小家族？突然就 emo 了。的确如此，皇家、首相以及艾瑞驰大人所在的家族确实是帝国最顶尖的家族，其他的家族根本就没法和这3个比。别墅后院，就在塔马斯低头不语的时候，艾瑞驰已经拨通某个光脑号，懒懒地对着光脑说了几句话，艾瑞驰匆匆挂断了电话。而科伦家族正在开开心心泡温泉的科伦家族长突然收到了来自管家的慌张的视讯。什么？你再说一遍？听完管家的话的科伦族长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先生，小少爷住的那间别墅被撞了。马德，谁 TM 撞了我家别墅？撞什么不好，非要撞别墅？老子要让他给我双倍奉陪！科伦族长捏紧拳头，内心已经暴走，完全没有心思泡温泉了。是，元帅大人。管家看了眼科伦族长瘦到骨头都显出来的肩膀，有些犹豫地说：就这个小身板，别说去要双倍赔，人都要没了。科伦族长也是个识时务的，管家一说是元帅，对面就立马滑跪。啊，那没事了。科伦族长十分狗腿地笑着。郁郁葱葱的庭院，3个幼崽懒懒散散地聚在一块儿。爱丽丝暗自咬牙，看着黏着仔仔的小屁孩。科伦族长在接到管家的视讯后，马不停蹄地从家里赶了过来。塔马斯看见族长，还以为是来救自己的，没想到迎面就生生受了一个大笔兜，打得塔马斯是头晕目眩。和奥德斯尔几人赔罪，科伦族长忙不迭地和塔马斯撇清关系，最后肉疼地把家族的一个实验室送出来，才勉强平息4人的怒火。至于塔马斯，被奥德斯尔以虐待幼崽的名义送到法庭判决，按照帝国的律法，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帝国对于幼崽的保护十分严格，塔马斯进去以后，估计不死也要脱层皮。
见坏人得到惩罚，爱丽丝得意极了，冲着塔马斯做了个鬼脸。可还没得意多久呢，就多了个奇怪的家伙和自己抢仔仔。早知道洞对面有一个家伙和自己抢仔，自己就不和仔仔说动的事了。想到是自己把仔仔推到隔壁的，爱丽丝的肠子都要悔青了。奥布里正在和仔仔玩拼图，爱丽丝硬生生从两人中间挤了进去，没好气地瞪了奥布里一眼，然后又低头冲着萌萌的仔仔露出一个笑容。仔仔，我来教你。她们女孩子就是要一起玩。奥布里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打败？眼珠一转，十分柔弱地倒在地上。他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仔仔，脸上没有多大的表情，却无端端让人觉得他很委屈。扮可怜这一招他可是从塔马斯那里学来的。塔马斯勉强算得上是奥布里母亲那边的亲戚，所以才能过来照顾他。平时奥布里母亲没来别墅，塔马斯就对他又打又骂，只要避开露出来的地方就行。奥布里母亲偶尔来别墅看他，也只是在这儿坐一会儿就走，塔马斯都会在旁边看着。就算奥布里身上的伤露了出来，塔马斯也会狡辩说是奥布里精神暴乱时自残造成的。要是奥布里母亲追问，塔马斯就装可怜，一装一个准。母子俩的感情不算亲密，塔马斯这么扮可怜，奥布里母亲还真就信了。奥布里也从最开始的希冀，慢慢的对母亲失去希望。爱丽丝姐姐，虽然你力气大，但是你肯定不是故意的，都怪我没坐稳，所以才被你推倒了。你放心，就算你弄疼我了，我也不会怪你的。小男孩因为长期的精神暴乱有些消瘦，配上这样委屈的表情，还真有几分被欺负后不敢作声的样子。仔仔手上抓着一块拼图，看看奥布里，又看看爱丽丝。奥布里再接再厉，渲然欲泣地看着小胖仔。爱丽丝气急了，赶忙解释：仔仔，你别听他的，我都没有用力，他是装的。说完，又恶狠狠地对奥布里扬了扬拳头。你再乱说，信不信我揍得你满地找牙？幼儿园还没毕业的爱丽丝小朋友，很显然还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哪里拼得过在塔马斯手下生活了1年多的奥布里？只见奥布里抖抖身子，双手护住脑袋，假装害怕的样子，低眉顺眼地附和爱丽丝的话。爱丽丝姐姐别打我，刚刚是我乱说的，仔仔你别信，我绝对不是因为爱丽丝姐姐的话，怕姐姐打我才改口的。眼前的小男孩虽然3岁多，可体型瘦小，说他2岁也没人会怀疑。长期不见光的皮肤显得有些病态的苍白，长长的睫毛遮住墨绿色的眼睛，在眼下洒下一片细密的阴影，让人不由得升起一股怜爱之情。网友们本来就因为奥布里被保姆虐待而心生怜爱，现在见他这么可怜兮兮的样子，越发的心疼了。奥布里也太惨了吧，别哭，姨姨保护你。他只是想和仔仔玩拼图而已，他有什么错？这么瘦瘦小小的，说他是科伦家族的长孙，我都不敢信。弹幕里都是为奥布里打抱不平的，但也有一些网友觉得不对劲。我记得爱丽丝好像没推他吧？但是怜爱奥布里的网友太多，这样的声音一下子就被淹没了。你知道就好，我认识仔仔比你久多了，我才是仔仔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姐姐。爱丽丝小姑娘挠挠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只能弱弱的再次强调自己和仔仔的关系亲密，让对方知难而退。毕竟在爱丽丝短暂的人生中，从来都没遇见过小白花这种生物。听着奥布里的话，爱丽丝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但是又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听完的仔仔有点蒙圈，大大的眼睛变成了蚊香眼。奥布里说的话太长了，又不像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他们会特意放慢语速，小家伙听得晕晕的，前面的一大段全都屏蔽了，就只听见乱说的几个字。乱说的？胖仔歪头，借个哥哥为什么要乱说？算了，仔的小脑袋想不明白。不过虽然小家伙想不明白为什么奥布里要乱说，但从他的表情来看，仔仔好像知道借个哥哥不太开心的样子。因为刚刚的共同作战，这只软嘟嘟的糯米团子已经把奥布里当成了小伙伴。看在他不开心的份上，本仔仔就勉为其难的哄哄他吧。绕过爱丽丝，爬到奥布里面前，小家伙十分郑重的摸了摸小男孩的脑袋。还好奥布里依旧维持着躺倒的姿势，不然小家伙估计只能摸他的肚子了。不哭哭呀，哭哭丑。没错，这只爱美的胖团子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也依旧关注着美丑的问题。小家伙板着一张嫩生生的小肥脸，软软糯糯的安慰奥布里。嗨呀，仔仔可真厉害。安慰完人的糯米团子也不忘得意的给自己比了个大拇指。不知道仔仔根本就没听懂自己煞费苦心的卖可怜，得到安慰的奥布里还真以为小家伙被自己忽悠过去了，得意的冲爱丽丝一笑。哼，看见没，就算你比我早认识仔仔又怎么样，自己使手段，小家伙还不是一样来哄我。这个表情被直播间的网友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了，还在为奥布里小朋友心疼的网友们瞬间目瞪口呆，觉得自己还是太年轻，真想给刚刚自己屁颠屁颠心疼奥布里的自个儿一巴掌。这是我一个只会啊扒呀扒的傻逼能心疼的吗？哈哈，楼上的别走，我帮你扇，哈哈哈哈。爱丽丝觉得自己被挑衅了，瞪着眼睛还没说什么呢，奥布里小白花同学就又扯着嗓子：仔仔你看，
爱丽丝姐姐好凶。小家伙扭头去看，爱丽丝赶紧挤出一抹笑，对着奥布里假笑。哪有，我很凶吗？仔仔奇怪地看着爱丽丝，姐姐的表情好奇怪哦。由于胖仔扭头太快，爱丽丝有点没太转换过来，嘴巴虽然是笑着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脸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特别割裂，可能是姐姐的脸抽抽了吧。小家伙简单的下了判断，拉着两个人一起拼图。3个小家伙玩了好久，时间差不多了，奥德斯尔和艾瑞驰才把小胖仔抱回家。时间过得很快，半月之期已经到了，网友们开盘打赌，占奥德斯尔和艾瑞驰的人不相上下。网友们争得欢，别墅里的人却早早的知道了答案。确定好仔仔由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人共同抚养，其他人只能就是再不情愿，也只好带着行李离开别墅。众人离开别墅的时候是早上，小家伙还没醒，莱凯有些不舍得摸了摸仔仔熟睡的脸蛋，最终还是一步3回头的离开了。昨天晚上别墅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仔仔小朋友不知道这是大家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玩得可嗨了，早上一直睡到了11点才起来。太阳透过窗户照进房间，小家伙被阳光叫醒，呆呆地坐在床上，还有点迷迷糊糊。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个人一前一后，逮着还在蒙圈的小家伙狠狠地亲了一大口，才去书房处理今天的工作。没错，他们今天特意把一些可以在家处理的工作搬到了别墅处理，至于一些要到现场的工作则推到了别的日期。今天黄家和培育员那边要离开，怕小家伙不适应，两个人特意待在家里，到时候仔仔要是难过，自己也能好好的安慰他。玛丽很快进来帮仔仔洗漱换衣服，打扮的可可爱爱的小团子歪歪扭扭的走到大厅。看着冷冷清清的大厅，小家伙慢吞吞的眨眨眼，满是疑惑。大家都去哪里了？左看看右看看，仔仔企图找到大家。平日里就算大家有事要处理，也不可能一个人都不在。依依来了。小家伙仰着脸问玛丽。玛丽恭敬的弯腰，皇后殿下，他们已经回去了。肥仔仔睁着眼睛不太理解。是的。玛丽点头。姨姨要回哪里？界里不是姨姨的家吗？小家伙又问。哥哥谢姐啊，那哥哥姐姐们呢？他们也回去了。又肥仔仔期待星星眼肥来啊。那姨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玛丽有些为难，但还是诚实的回答，他们不会回来了。不肥仔仔的天塌了，一张软嘟嘟的脸耷拉下来。明明界里就是他们的家啊。不行，姨他们一定是在和仔仔玩捉迷藏，只要仔仔找到他们就可以了。小家伙还是不肯相信，迈着小短腿颤颤巍巍的到处找皇后他们。卧室里、窗帘后，甚至是沙发底下，小家伙都要趴下去认认真真的看一眼。姨姨啊，哥哥谢节啊，就连冰箱、小糯米团子也不放过，一边找还一边扯着嗓子卖力的喊着每个人。原本清脆甜亮的小奶音慢慢的变得沙哑粗糙，以为大家在和自己捉迷藏，自己只要认真玩游戏就能找到大家的小奶包，在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大家的时候，蔫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整只团子软趴趴的躺在地上，不想动了。姨姨啊，来啦，哥哥谢节啊，你们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来见仔仔？没有了大家的声音，侍者们沉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别墅显得格外空荡寂寥。冷冷清清的别墅让仔仔觉得一点也不适应，奇怪的感觉从心里蔓延开来。委屈巴巴的小家伙红了眼眶，伤心欲绝地抱着肥肥一顿咬。姨姨他们是不稀饭仔仔了？眼泪再也忍不住，吧嗒吧嗒的掉了下来。这些眼泪不止砸在地板上，更是砸在所有的看到的人心上。仔仔，别难过，他们就是回家了，还会来看你的。系统变成人形，轻轻地拍着仔仔的肩膀，柔声安慰默默哭泣的小奶团。小家伙却完全听不进去，闭着眼睛，眼泪哗哗的流。呜，姨姨，来，哥哥谢节，不见啊，呜呜。仔仔笨笨，小小的脑袋根本想不明白，为什么季己一觉醒来，大家就都不见了。没有姨姨的亲亲，也没有哥哥谢节的抱抱，仔仔真的好难过，好难过的。系统心疼的要命，自家胖崽没少哭，可像这样哭得伤心欲绝还是第一次。这是幼崽第一次的离别，来得太快太急，小家伙根本接受不了。管家在小家伙趴下的时候，已经迅速去通知了艾瑞驰和奥德斯尔，两个男人迅速赶到。看见嘟嘟和爱爱，小家伙哭唧唧地爬到两人身边，一边掉金豆豆，一边抽抽搭搭的和两人诉说自己的难过。不见，大家没啊？嘟嘟爱，大家都不见了，仔仔好难过的。一张小肥脸上布满泪痕，看起来既委屈又糯唧唧的。艾瑞驰微微蹙眉，伸手细心地为仔仔擦了擦脸，预料到这样的情况，他昨天晚上已经打好了副稿，要怎样安慰小家伙。仔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姨姨他们现在是回自己家了，以后……艾瑞驰说了很多，把嘴都说干巴了，可小家伙倔得很，就是不听。界里哥就4家啊。
仔仔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就算打着哭嗝也要强调这里就是姨姨他们的家。艾瑞驰喝了口水，有些无奈地看了眼奥德斯尔。怎么办？要怎么劝仔仔？原本以为仔仔小朋友会很好哄，看来还是他们轻敌了。艾瑞驰和奥德斯尔真的能让小家伙接受大家离开了这个事实吗？两人还没想好怎么安慰仔仔，小家伙自己就哭得累了，抽抽搭搭地埋在艾瑞驰怀里睡过去，软嘟嘟的脸蛋儿还红扑扑的。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放到床上，两个在外叱咤风云的男人长舒了一口气。不管小家伙怎么不能接受，大家离开别墅这事儿已成定局。在接下来的几天，为了避免仔仔持续性不开心，奥德斯尔和艾瑞驰特意减少了工作，尽可能的多陪陪小家伙。可这样的作用好像不太大。虽然奥德斯尔和艾瑞驰陪仔仔的时候，小家伙非常给面子的回应，但是始终还是没有像从前那样活力满满。奥德斯尔觉得这样下去不太行。什么？送仔仔去幼儿园？书房里，艾瑞驰惊讶看着奥德斯尔。没错，奥德斯尔决定送小家伙去幼儿园。仔才多大？我不同意。艾瑞驰想也没想就反对这个主意。昨天我叫培育园的人来做了检查，小家伙现在的发育状况是可以去幼儿园的。现在仔仔每天都待在家里，没有同龄人的陪伴，终究还是太孤单了。去幼儿园的话，应该会好一些。这个决定，奥德斯尔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兽人幼崽根据种族的不同，生长发育的速度也各有不同。小家伙虽然还小，但帝国比仔仔年纪还小就上幼儿园的不在少数，也不算太突兀。毕竟有的种族在出生的第2天就能走路说话了。现在仔仔的表达能力已经慢慢的强化，和同龄人的交流已经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奥德斯尔担心小家伙的心情抑郁。每天他和艾瑞驰陪仔仔的时候，小家伙就开心一些。可若是没有陪他，小奶包就闷闷地抱着肥肥趴在落地玻璃窗上，眼巴巴地看着外面，期盼姨他们能回来。奥德斯尔和艾瑞驰每天都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尽管他们已经很努力地在挤出时间了，但还是不比从前天天都有人陪的时候。思来想去，奥德斯尔还是觉得送仔仔去幼儿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奥德斯尔将利弊和艾瑞驰分析透彻，原本还不同意的金发男人也开始有点动摇起来。可是如果仔仔不愿意呢？艾瑞驰不再坚决的反对，而是考虑起仔仔小朋友的感受。毕竟这是小胖仔上学，他们的意见不重要。说1000道1万，两个人还是将仔仔放在第一位。这个好办，奥德斯尔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就先让小家伙去幼儿园体验一下，上一次仔仔不是去了一次了吗？如果他喜欢的话就让他去，要是不喜欢的话就算了。上幼儿园这件事只是一个参考，仔仔开心是最要紧的。两个人视线相接，愉快地达成了共识。接下来就是要和仔仔说上学这件事了。回到客厅，小家伙正撅着屁屁蹲在墙角。别墅的侍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做，虽然有玛丽陪着，可终究还是和从前不同。小家伙一个人缩在角落，显得有点孤单。系统也有样学样，跟着小胖仔一块种蘑菇。仔，你干嘛呢？怎么看着愣了吧唧的？小小的糯米团子已经躲在角落好一会儿了，也不说话，就这么蹲着，小胖手托着系紧肉乎乎的小奶膘。网友们也觉得奇怪，难道仔仔太想皇后殿下他们变傻了？不过撅着屁屁的仔仔也好可爱哦，这个圆润的小屁股真想嗷呜一口咬一下。咦，惹楼上的是变态吧？嘘，仔仔把系统扒拉到自己怀里，一脸认真的把胖乎乎的手指放在嘴巴上。仔仔系咕咕不说话的。这话前言不搭后语的，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一过来就听见小家伙的胡言乱语，真是不懂仔仔的奇奇怪怪。你在做什么？奥德斯尔弯腰扭头轻声问道。仔仔紧张兮兮的看了看奥德斯尔，又看了看站着的艾瑞驰。艾瑞驰浅笑着也弯下腰，伸手拨弄2下小家伙的嘟嘟肉。他没事的时候最喜欢这样逗弄仔仔了。糯米团子圆滚滚的大眼睛瞟了瞟左右两边，然后唰的一下把2个人拉了下来。不可以说话，会被摘走的。说完还用力的抬手想捂住自己的脑袋，只可惜手太短，只能捧着脸蛋儿。结合上下文，这小笨仔该不会把自己当成蘑菇了吧？艾瑞驰看了眼奥德斯尔，发现对方和自己的脸色一样，都是不可置信的模样。只不过为什么这小家伙突然会这样？仔仔，你现在是蘑菇吗？奥德斯尔不太确定的又问了一遍。仔仔听了这话，用一种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家伙的目光盯着奥德斯尔。嗨呀，嘟嘟好笨哦。仔系咕咕啊。那我们呢？艾瑞驰指了指自己，蓝色的瞳孔兴味盎然地看着拖着脸蛋儿可可爱爱的小朋友。也系咕咕啊。笨笨，怎么今天嘟嘟笨，爱爱也笨？大家都变得奇怪了。还是仔最聪明了。小小的奶团子不解地歪头，一双澄澈透明宛如水洗过的眼眸充满了对艾瑞驰智商的鄙夷，
以及对自己智商的认可，还是第一次被人怀疑智商的艾瑞驰。说别人笨的时候，可不可以先看看自己呀，帅！明明是一个傻乎乎把自己当成蘑菇的小胖墩，为什么能对自己的智商这么自信？艾瑞驰在线暴走，网友们纷纷为小家伙的自信折服。有一说一，咱们仔虽然不大聪明，但是这个自信还是很充足的。感觉艾瑞驰大人已经被仔的自信逼疯了。不过也有网友对此表示疑问，好奇怪，小家伙虽然平时也是一只超级自恋的仔，但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蘑菇呀。不止网友有疑问，别墅的几人也有疑问。从小家伙的这个症状来看，很明显能看出来是吃了蘑菇。忽然奥德斯尔目光一凝，伸手从仔仔的口水兜兜上拿了个什么东西，拧眉看了看，随即了然点头。果然这小笨仔是偷吃了东西，修长的手指上是一些黑色的碎屑，很明显能看出来是蘑菇碎屑。玛丽，仔仔是什么时候吃的这些？艾瑞驰的目光扫向玛丽，玛丽皱眉不解，今天早上她在厨房给仔仔做辅食，没看见仔仔是什么时候吃的蘑菇。一行人去厨房，果然看见橱柜下沿的抽屉开了一条缝，里面放的正是蘑菇。这种蘑菇是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轻微的毒素，对于成年兽人而言不足为惧，可对于幼崽而言就不同了。因为仔仔长了2颗牙，昨天的午饭营养师给小家伙准备了2颗蘑菇尝尝鲜，贪吃的小家伙吃了2颗还不够，今天早上趁玛丽不注意，鬼鬼祟祟的跑到厨房偷吃。系统简直没眼看，他就一会儿没看着小家伙，他就能把自己吃到食物中毒。看着还躲在角落幻想自己是蘑菇的仔仔小朋友，所有人一时间都不由得沉默下来。看来还是不能小看仔对吃的执着。艾瑞驰被气笑了，伸手捏了捏糯米团子软乎乎的脸蛋，咬牙道：我是缺你吃了吗？笨蛋仔，就这么馋，逮着什么都吃。看来这学必须去上了，不然这只胖仔一心只有吃，别的就啥也不管。此时还把自己当成蘑菇的仔仔不知道，原本和他还是同一联盟的艾艾就这样被自己气到了咸鱼阵营的对面。现在的仔仔气鼓鼓地瞪着艾瑞驰，胖嘟嘟的手啪的一下打开，捏着自己的大手，十分宝贝地摸摸自己的脸蛋儿。伞伞乖乖哦，仔仔保护你。没错，根据蘑菇的生长特征来看，脑袋就是仔仔小朋友的菌盖。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菌盖，小家伙又往角落里蹲了蹲。一时间，艾瑞驰竟不知自己是笑还好，还是生气比较好。认命地端着小胖仔回到房间，家庭医生很快就到了别墅。这次来的医生还是上次仔仔发烧给他打针的那个医生。原本在卧室里拼命鼓着嘴巴吹气，假装自己在释放孢子的仔仔小朋友，一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就忍不住一个机灵，迅速地躲到床底下，嘴巴还不停地碎碎念：仔仔细姑姑啊，不打针。即便是成了蘑菇，小家伙也没有忘记打针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的阴影。医生看着掩耳盗铃，屁股还露在外面的小仔仔，吭哧一声没忍住笑，捂着嘴假装一本正经地给仔仔检查。小家伙还想躲，却被艾瑞驰武力镇压。不乖的小蘑菇是要被摘走炖蘑菇汤的。加点盐，加点酱油，再撒上一点葱花，美味极了。恶魔般的低语在仔仔耳边响起，小家伙瞬间消停，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艾瑞驰，粉嘟嘟的嘴巴委委屈屈地瘪了起来。这是可以对咕咕宝宝说的话吗？吓死咕了！阴咕仔仔不要盐，要糖糖。就算被炖汤，仔也要做甜甜的咕咕。被吓到的小家伙不忘提要求。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没什么大碍，由于这种蘑菇的毒素比较轻，只会有一些幻觉而已。小家伙这几天多注意休息，饮食清淡就行了。成功躲过一劫的仔仔很高兴，如果是普通的仔仔，他可能会普通的表达自己的开心，但现在的仔仔是作为蘑菇的一只菇仔，自然要有所不同。于是某只自认为是咕咕的笨仔开始疯狂吹气。我们做菇的开心的时候就是想喷包子啊。看着被喷了一脸口水的艾瑞驰，小家伙睁着一双水润无辜的眼睛，咧开嘴露出2颗超级可爱的小米牙。宽大的手掌抹了抹口水，艾瑞驰只能轻轻地戳了戳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小胖仔。艾瑞驰咬牙，算你厉害。仔仔骄傲挺胸，厉害啊。这句不太算夸奖的话，在仔仔眼里自动转换成夸夸，小家伙得意的不得了。仔仔关于自己是蘑菇的幻想持续了大概2-3个小时，蘑菇的劲儿过了以后就没什么问题了。本来艾瑞驰还打算等这只胖仔清醒过来以后好好的嘲笑一下他，可谁知道人全都给忘了，忘得一清二楚。艾瑞驰不甘心，追着小家伙到处乱跑。仔仔，你现在是什么？艾瑞驰不死心的追问。仔系，小宝贝啊。乖乖软软的团子正儿八经的回答。不对，你是蘑菇，你忘了吗？艾瑞驰企图勾起小家伙做菇时候的记忆，一张俊脸超级认真的盯着仔仔。艾艾今天怎么了？笨笨的。小家伙皱着眉，心情居然神奇的和做菇时候的心情相同。
第二次被小胖仔关爱智商的艾瑞驰，帅，这话说不下去了。套路不成，反被倒打一耙的首富大人心累了。奥德斯尔面色毫无波澜，可温和的金色瞳孔却显示出他现在愉悦的心情。接替被气走的艾瑞驰，奥德斯尔提起了正事。仔仔，你想去幼儿园吗？把仔仔抱在怀里，宽大的手掌有一搭没一搭的撸着怀里软乎乎的糯米团子。幼儿园？奥德斯尔一句话勾起了网友们的好奇。元帅大人是打算送仔仔去上学了吗？这会不会有点早啊？这有什么？我们家小兔崽子也是这个时候上幼儿园的。楼上的有必要这么说自家幼崽吗？楼上的有意见吗？我们是兔族，不叫兔崽子叫什么？行吧，咱要去哪个幼儿园？应该是帝国幼儿园吧，毕竟作为帝国唯一的自然幼崽，肯定要去最好的幼儿园才行。幼儿园？小家伙不太明白，也不太清楚去幼儿园要做什么。毕竟上一次去幼儿园是个意外，仔仔只在那儿玩了会儿沙子，别的啥也没做。对，就是你碰到爱丽丝的地方，在那里会有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你想去吗？奥德斯尔低头耐心地和仔仔解释。小家伙眼睛一亮，你要和他说完，那他可有精神了。谢杰啊！仔仔抱着奥德斯尔的手就要拿他的光脑。小家伙要和爱丽丝打视讯分享这个好消息。仔仔打过去的时间正好，爱丽丝已经从幼儿园回来了。喂，姐姐啊！抱着奥德斯尔的手，小家伙睁着一双溜圆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话。光脑一般都戴在手上。由于上次奥德斯尔说爱丽丝爸爸的光脑不给力，爱丽丝小朋友缠着爷爷给自己买了一个光脑，现在联系的就是爱丽丝自己的光脑。接到电话的爱丽丝惊喜极了，两个小姐妹叽叽喳喳的话题逐渐开始跑偏。爱丽丝和仔仔分享自己在幼儿园的趣事，仔仔则绘声绘色地说着爱变笨的事情。最后到了快挂电话的时候，仔仔才想起来还没和爱丽丝说上幼儿园的事，一脸骄傲地告诉爱丽丝，小家伙眯着眼睛笑得越发开心起来。爱丽丝也觉得高兴，仔仔要是去了幼儿园，自己不就能天天和仔仔见面了吗？结束通话，爱丽丝还觉得不够，看着通讯录，转念一想拨通奥布里的光脑号，她要好好的和这个家伙炫耀炫耀。哼，他再会装又怎么样？现在仔仔要和自己一起上学了，以后仔仔一定会更喜欢自己。奥布里现在的状况比起以前好了很多。有了塔马斯这件事，科伦组长不放心再把奥布里一个人留在别墅，但万万没想到奥布里自己不愿意离开，怎么劝都劝不动。科伦组长没办法，最后只能给奥布里换了个管家，怕重蹈覆辙，每隔一天都有科伦家族的人来检查。听着爱丽丝藏不住得意的声音，奥布里墨绿的瞳孔闪过一道光芒。挂断通讯，奥布里按响铃声叫来新管家。新管家是个看起来很稳重的年轻人，穿着燕尾服，头发服帖的梳到脑后，给人一种精英的感觉。请问主人有什么吩咐？我想和仔仔同一时间入学帝国幼儿园，你帮我准备一下。奥布里淡淡吩咐道。这个脑子里只有5粒的单细胞生物，难道不知道自己也能一起去幼儿园吗？仔仔以后一定会将自己当成最好的朋友，无论用什么方法。奥布里小朋友这样坚信，不只是因为小家伙能让自己狂乱的精神海平静下来，更是为了这个能勇敢地站出来保护自己的仔仔本身。从来没有人这样保护过他。是，主人。管家恭敬地弯腰，随即转身开始为奥布里的入学做准备。没想到自己前脚刚炫耀完，后脚就有人要跟着过来和自己抢仔仔。爱丽丝还在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即将要来幼儿园上学的仔仔妹妹准备礼物。毕竟幼儿园里那么多小朋友，仔仔又那么可爱，自己一定要牢牢抓住仔仔的心才行。很有危机感的爱丽丝小朋友如是想到，然后埋头钻进了自己放宝贝的超大柜子里。爸爸，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仔仔会喜欢吗？拖着一个比自己还要大3倍的飞船模型，爱丽丝认真地询问爸爸的意见。这个模型你不是很喜欢吗？爱丽丝爸爸有些惊讶。这个模型可是爱丽丝自己拼的，整整拼了2天，小姑娘格外的爱惜，谁都不让碰。爱丽丝爸爸没想到自家闺女居然能大方地把这个模型送给仔仔。这个模型让帝国普通的孩子拼，估计也要拼2个月。爱丽丝的心眼儿虽然不如奥布里多，但智力方面却不比奥布里差，或者说在整个帝国的幼崽之中算得上是佼佼者。毕竟奥布里从小就在塔马斯的手底下生活，而爱丽丝在爷爷和爸爸妈妈的爱意下长大，因此爱丽丝不需要过多的思考复杂的问题，而奥布里却不得不长出800个心眼来。就是喜欢，所以才要给仔仔啊。爱丽丝理所当然地说。她现在又不知道仔仔喜欢什么，这种情况肯定是送他喜欢珍视的东西才对，要是挑不喜欢的东西送出去，那就不是送礼物了，那是处理垃圾。爱丽丝爸爸看着自己闺女一颗心都扑在仔仔身上，可耻的酸了。虽然仔仔是他在新网的云女儿，可是他真的好酸呀。自己还从来没收到过女儿的礼物，
除了幼儿园老师要求完成的家庭作业除外。由于帝国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比较冷淡，所以幼儿园有时候会布置一些作业，要求孩子送一些礼物给父母，用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促进彼此的关系。爱丽丝送给爸爸的第一个幼儿园作业是一个极其敷衍的吃了一半的香蕉。至于为什么会送这个香蕉，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是因为当时爱丽丝手上只有半个香蕉。没错，就是这么草率的理由。在爱丽丝爸爸知道理由之前是很欣慰的，但这一切都在知道理由后破灭了。除了一半的香蕉，爱丽丝爸爸还陆陆续续收到过被切掉一半的橡皮、快用完的本子以及幼儿园老师发的糖果，反正各式各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既然已经决定送仔仔上幼儿园，那就速战速决。奥德斯尔和艾瑞驰打算联系幼儿园办理入学的相关手续，可两人还没来得及联系，就收到了来自帝国幼儿园的邀请。没错，帝国幼儿园的园长也是仔仔小朋友直播间的忠实粉丝。一看到奥德斯尔两人决定送仔仔去幼儿园，他就迫不及待地打来了电话，主动给仔仔把入学手续办好，就差两人签字了。好的，我们明天会送仔仔去幼儿园体验的。挂断通讯，奥德斯尔有些惊异，他知道小家伙在帝国很受欢迎，却没想到仔仔在帝国已经到了男女老少通吃的地步。帝国幼儿园的园长现在都已经100多岁了。入学的事解决了？艾瑞驰撩了撩金色的发丝，挑眉问道。高大的男人穿着一身白色衬衫，修长的手指微微松了松领带，点点头，黑色的碎发盖住金色的眼眸，显得格外冷酷禁欲。清晨，仔仔小朋友早早起来，活力满满的抱着瓶瓶奶，准备开启他的第一天上学之旅。可是小家伙真的能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吗？所有人的脑海中都有着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幼儿园门口又出现了新的出乎意料的状况。在仔仔上学之前，奥德斯尔和艾瑞驰设想过无数个意外，却独独没有猜到现在这个状况。在两人的设想中，仔仔或许会因为不愿意上幼儿园而临时反悔，抱着自己软软糯糯的哭唧唧，而自己温柔的安抚小家伙，最后把仔仔带到幼儿园里。又或许仔仔会开开心心的背着书包，愉快的上学，自己则满怀欣慰的目送仔仔进去。万万没想到的是，出状况的竟然是他们自己。在装扮可爱的幼儿园门口，两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牵着一位糯叽叽的小奶团，迟迟没有进去。良久，艾瑞驰迟疑地说：“仔仔，要不然我们过2天再来上学吧。”艾瑞驰拉着小胖仔的手，看着大门，心里没由来的有些后悔。一想到自己今天从8点到下午4点都见不到小胖仔，心里突然就觉得不得劲起来。听见艾瑞驰的话，网友们纷纷开始讨论：艾瑞驰大人怎么突然反悔了？舍不得仔仔吗？这也正常，要是我有一个这么软乎乎又乖乖的团子，我也不舍得送去幼儿园。可是元帅大人能同意吗？就在所有网友们觉得奥德斯尔一定会反对艾瑞驰的说法的时候，奥德斯尔出声了。我觉得可行。牵着胖仔仔，奥德斯尔艰难而郑重的点点头。其实他也有点后悔了，要不然在家里开个幼儿园算了，何必把小家伙送过来呢？家里又不是没这个条件。不把仔仔送到幼儿园，两个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成了离不开胖仔的老父亲了。没错，不是仔仔离不开他们，而是他们离不开仔仔。虽然相处的时间不算太长，小家伙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虽然在养仔的过程中也被仔仔气过恼过，甚至不久前还被这小胖仔倒打一耙，但是更多的却是快乐。两个大男人用期待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趴在大门围栏上饶有兴趣的小家伙，希望小家伙能点一点他那圆润可爱的小脑袋。只要他点头，这俩人立马就能扛着仔仔马不停蹄地回家。可惜小家伙根本就没回头。第一次来幼儿园的时候，仔仔是被机器人拎过来的，光顾着挣扎，后面又去玩沙子了，完全没注意幼儿园的其他方面。考虑到都是幼崽，幼儿园的装修非常的童趣且梦幻，对于经过基因筛选的其他小孩子来说可能有些幼稚，但对于这只胖团子而言却有趣的刚刚好。摸摸门上挂着的一个很逼真的小蘑菇，把某只贪吃的奶团子馋得都流口水了，张嘴就要咬。电光火石之间，奥德斯尔无奈的伸手捂住小家伙的嘴巴。笨仔，你有没有在听嘟嘟的话？老想着吃，以后估计一根棒棒糖就能骗走。没能如愿吃到蘑菇的仔仔茫然地看着奥德斯尔，很显然这只团子压根儿就没听。奥德斯尔只能再次重复，要不我们回去吧，过2天再来上学怎么样？至于这个过2天到底是几天，那就不得而知了。这下在园长办公室看直播的园长坐不住了，不是说好把仔送到幼儿园吗？都到门口了，怎么能反悔呢？这他还怎么 rua 仔？自从看了小家伙的直播，园长的心愿从再活200年变成了 rua 仔。这只胖仔他能 rua 200年。园长立马起身，腰也不痛了，腿也不酸了，拐杖都不拿，
健步如飞地往幼儿园门口跑，助理都追不上他。门口，听清楚嘟嘟的话，小家伙立马摇头。仔要上学啊？仔都和谢杰约好了，怎么可以不去呢？小胖手攥着奶黄色的书包袋子，小家伙肉乎乎的脸严肃极了。作为一只诚实守信的胖仔，是不可以说话不算话的。仔对自己的要求可高了。园长也忙不迭地赶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家看见仔就是一阵心肝宝贝儿的叫着：仔哦，奶奶老想你了。园长奶奶笑得就像风干了的橘子皮，一脸的褶子都皱在一起，看起来慈祥又温柔。虽然仔是第一次见到园长奶奶，可这样和蔼的笑意让他觉得非常亲近。乖乖的把脸蛋儿给园长奶奶入，小家伙瞧着就让人稀罕的要命。两人觉得不妙，赶紧把小胖仔牵回来。园长老师，我们家仔过些日子再来，今天就不上学了。脸上挂着礼貌温柔的笑容，艾瑞驰抱着仔就想溜。艾瑞驰，既然你叫我一声老师，那是不是应该把仔放下？见到手的仔就要飞了，园长奶奶严肃地看着艾瑞驰，哼，都到他的地盘了，想跑那是不可能的。园长，你也一样，奥德斯尔，是不是不把我当老师了？见艾瑞驰不敌，奥德斯尔刚想帮忙说句话，就被园长奶奶打断施法。我还记得你们俩当时都在我班上，那时候你们可没少。停，老师，我们今天就入学。两个人立马屈服，老老实实的把仔放下。屈服的这么快，网友们觉得很惊奇。元帅大人他们就这么把仔放下了？我还以为能看见元帅大战园长奶奶呢。就是，难道园长奶奶比元帅大人和艾瑞驰大人还厉害？从对话来看，元帅大人他们该不会有什么黑历史捏在园长手上吧？元帅大人的黑历史，想想就觉得超好奇。事实就是，园长奶奶是这两人读幼儿园时候的老师，对两人的黑历史一清二楚。比如午休的时候尿床，把不喜欢吃的菜偷偷丢到别人碗里。总之就是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帝国的两个风云人物会做出来的事。毕竟大家总是会美化优秀的人，这就对了吗？还和以前一样乖。你们把这个入学资料签个字，赶紧回去吧。一手抱着仔，一手把资料拿给两人。园长奶奶满意的点点头，等两人老老实实的把字签好以后，就把仔抱到幼儿园里。两人还想跟进去，却被园长无情的拦在门外。家长免进哦。这个字就很微妙。为了防止这俩人后悔，园长奶奶决定自己亲自带着仔去办手续。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只能站在门外，眼巴巴地看着小家伙被园长奶奶抱走。怎么一点都没不舍得我，没良心的笨蛋仔。艾瑞驰看着兴奋的左右张望的小家伙，没忍住酸酸的碎碎念。幼儿园里，办完手续，仔被送到了面试的屋子。每个孩子在入学之前都要经过面试老师的评测，确定孩子分到哪个班。面试是一个一个单独来的。小家伙到门口的时候还碰到了奥布里，奥布里看起来很自信的样子。两个幼崽还没来得及叙旧，屋里的老师就叫仔进去了。屋子里有3个面试老师，园长奶奶把仔放在门口，让小家伙自己进去的。面试的屋子一如既往的继承了幼儿园大门的风格，颜色轻快明亮，贴着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有许多都是仔不认识的。面试老师们看见仔也眼睛一亮，关于帝国这个唯一的自然幼崽，他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仔是只可爱的糯米团子。仔是帝国的瑰宝，这是所有帝国兽人的共识。今天的面试老师是费尽千辛万苦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面试资格。原以为直播里的仔已经够让人心动的了，可万万没想到，现实中的小团子看起来更糯叽叽了。小家伙颤颤巍巍地走进来，穿着毛茸茸的猫咪套装，身后还背着奶黄色的猫头书包，小尾巴随着走路一抖一抖的，整只仔都圆滚滚软乎乎，小奶标也挤出圆润可爱的弧度，怎么看都让人心里软软的。小朋友你好呀！一位男老师没忍住，笑意盈盈的和仔打招呼。要知道，这个可是幼儿园里最强壮的体育老师，浑身腱子肉，从来都面不改色，就是幼儿园里最熊的孩子，见了他也要抖2下。同样，这位老师也是在武力上以压倒性的优势碾压了其他竞争者，获得了面试仔的资格，其他老师完全没有一敌之力。仔歪着脑袋盯着男老师，眼睛一眨不眨，像是在确定对方是不是好人。小家伙仿佛刚出生不久的小猫，这样天真纯澈的眼神一下子就柔化了所有老师的心，男老师更加笑容可掬了。记好赢。确定对面的人没有恶意，小家伙软乎乎的仰着脸蛋儿，可爱的露出2颗小米牙，超大声的回答：脑西好啊！园长奶奶说了，里面的叔叔姨姨要叫脑西。这样稚嫩奶气的声音也太可爱了吧！3位老师没忍住眼冒爱心，脸上挂着有点傻气的姨母笑。不行，还要办正事。几个老师痴汉了几秒钟，就迅速恢复正常，轻咳2声，正式开始面试。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题仔会。小家伙毫不犹豫地回答。仔仔啊，按理来说幼儿园的面试都会问小孩的全名，但由于仔仔的身份特殊，起名字这件事并没有让奥德斯尔和艾瑞驰两个人决定，而是发在了新网集思广益。现在在新网大家为仔仔取的名字已经高达36574231个，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至此还没有比出一个胜负来。幼儿园也了解情况，所以并没有在名字上纠结，点点头，开始问起了其他问题。那仔仔知道自己多大了吗？多大？这个问题嘟嘟昨天好像告诉过仔爱。小家伙抱着胖嘟嘟的小手，这一次没有刚刚那么快，想了一会儿才斩钉截铁道：1个月啊。说的倒是没错，如果没有比出那3根短短胖胖的手指头就更完美了。在回家的路上，紧张的看仔仔面试直播的某位元帅大人没忍住黑了黑脸。这小笨蛋，明明昨天晚上教了那么多遍，怎么今天一问又给忘了？3位老师忍着笑面面相觑，一位老师上前把小家伙胖嘟嘟的手指头弯下去2根，温柔的提醒：这个才是1哦，这个才是1。仔仔困惑歪头，食指放在鼻尖，圆滚滚的眼睛盯着指头，就是看成了斗鸡眼也没明白。算了，不重要。想不明白的小笨仔很快就将其抛之脑后。接着老师指着手上的粉色积木问：那仔仔可以告诉老师这是什么颜色吗？这个简单。仔仔小朋友非常自信地靠近桌子，踮着脚尖指着积木一板一眼地回答：这个粉粉啊，仔仔最稀饭粉粉了，尤其是家里的粉铲铲，挖沙子挖得可得劲儿了，一下子就能挖个洞洞把自己埋起来，每次小家伙玩沙子都离不开这只铲铲。那这个呢？绿绿。那仔仔平时最喜欢什么呢？这要说的就多了。小小的糯米团子撸了撸袖子，掰着手指认认真真的列举：嘟嘟爱爱啊，妮妮啊，糊糊香香。还不太会说长句，小家伙虽然说的结结巴巴，却十分坚定。万幸某2位男人的训练没算全都白费，这次他们俩总算是排在了那些吃的前面。3位面试老师问的都是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我们的仔仔小朋友被光荣地分到了小小班。结束面试，仔仔一出去就看见等在门口的奥布里以及他的管家。布布啊！遇见小伙伴的仔仔很开心，欢欢喜喜地跑到奥布里面前，一张肉脸软绵绵的。走，我们一起去班上吧。奥布里牵着胖仔的小手手，志得意满的就要往教室走，仿佛下一秒就要在爱丽丝面前炫耀自己能牵着仔一起上学。可惜出师未捷，2个小家伙还没来得及动身，就被旁边的老师拦住了，有些为难道：奥布里小朋友，等等，你们不是一个班的。女老师是专门负责给面试的孩子发成绩，顺便带孩子去相应的教室的。奥布里被分去了大班，仔仔被分去了小小班，2个教室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奥布里，这怎么可能？不是一起的吗？小男孩绿色的眼眸悠悠地盯着女老师，为什么？奥布里小朋友，你的分数比仔仔小朋友的分数要高一些，所以你是去大班，仔仔要去小小班。面对那双墨绿色的瞳孔，女老师竟然有些瘆得慌，但还是径直地回答问题。他的分高？奥布里不理解，那么简单的题目，不应该每个人都是满分吗？奥布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一旁发呆的小胖仔。其实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年龄差的太多，幼儿园都是将差不多年龄段的孩子分在一个班的。考虑到每个种族的生长发育不同，小小班是0至3岁的孩子，年龄跨度比较大，其他年级则是1岁1分。奥布里3岁，勉强也能去小小班来着。可这家伙在面试的过程中发挥得太好，甚至嫌老师们的问题太弱智，自己出了道题，当场把老师给难住了。最后还是他侃侃而谈，把题目给老师讲解透彻。经过这一番智商的碾压，要不是考虑到奥布里年纪太小，老师们都要考虑把他送去读初中了。没想到奥布里算来算去，居然败在了自己发挥太好这回事上。早知道就发挥的差一点了。奥布里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妙。奥布里很少和除他以外的幼崽接触，幼崽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水平他也不清楚，还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还不死心，奥布里拉着仔仔不肯放手。我想和仔仔一个班。奥布里小朋友，这样是不可以的哦。无论奥布里说什么，女老师还是拒绝了。奥布里还想用家族的影响给自己换班，却被园长奶奶无情镇压。毕竟园长奶奶则是科伦组长的老师呀。活得久就是不一样，桃李满天下，谁来也不好使。2个小伙伴还没相聚多久，就这样分开了。还在班级里苦苦等待的爱丽丝，没有等来期待已久的仔仔妹妹，却等来了讨厌的奥布里。讲台上下，脸色臭臭的奥布里和脸色臭臭的爱丽丝视线相交，心情居然出奇的一致。怎么是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晦气！更让2人觉得晦气的是，由于班里只有爱丽丝旁边的位置是空的，2个相看两厌的小朋友就这样成了同桌。爱丽丝只要一看到奥布里这张脸，就能想到之前这家伙陷害自己的样子，心情完全美妙不起来。
嫌弃的把桌子搬开。爱丽丝小朋友傲娇的表示，才不和嘤嘤怪做朋友呢。奥布里倒是沉得住气，墨绿色的眼眸微闪。既然是已成定局，生气也毫无作用。反正他们两个谁也没和仔仔在一个班，谁也讨不着好。和两人相看两厌不同，仔仔进了小班，那叫一个如鱼得水。背着自己的小书包，仔仔小朋友奶声奶气、结结巴巴的和大家介绍完自己。小班里就11个小孩，加上仔仔一共12个。他好可爱，喜欢。在看见仔仔的第一秒，这是所有小班小朋友的想法。随即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叽叽喳喳想要和仔仔坐在一起的声音。经过大家踊跃的竞争，最后仔仔被分在了一个留着短发的酷酷的小女孩旁边。你好呀！抱着猫猫头书包，仔仔热情地和小女孩打招呼。爱爱说了，要好好和同桌相处。格蕾丝白皙的脸微微一红，抿着嘴不说话。好可爱的幼崽，他好小，白白的，软软的，想捏。心里有再多的想法，格蕾丝面上却还是一副认真听课的模样，除去微红的脸颊，看起来格外的冷酷。不理仔，很好，女人，你成功吸引了仔的注意。小家伙圆滚滚的眼睛一瞪，他生气了吗？因为我不理他。格蕾丝的余光注意着仔仔的动作和神情，见小家伙瞪眼睛，心里开始揣测仔仔的情绪。谁知道仔仔并没有发脾气，反而再接再厉。喝妮妮吗？从书包里抱出来瓶瓶奶，小家伙大方的和小女孩分享自己的宝藏。仔仔相信没有人可以拒绝妮妮的诱惑，喝了他的妮妮就要做他的好朋友了。见格蕾丝不正眼看自己，小家伙从凳子上下来，踮着脚把小女孩的脸扭过来，正面看小家伙的脸，格蕾丝的脸更红了。这样看起来好像更可爱的样子。其实格蕾丝是社恐来着，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要是和超喜欢的人说话就更紧张了。而这种紧张的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不正眼看人，因为正眼看对方真的好难啊。格蕾丝小朋友之所以看起来酷酷的样子，也是因为不会和人沟通。和妮妮再次重复的仔看起来格外的认真，他不会和别人说话的。仔仔，你要不然和我坐在一起吧。仔仔的前面坐的是一个小胖墩儿，脸蛋圆圆，身子圆圆，剪着寸头，看起来就像一个剥了壳的鸡蛋。小胖墩儿转过身，努力诱惑仔当自己的同桌。这个妹妹看起来太可爱了，她想带回家。我比她好多了，我会保护你，还会给你带糕点。小胖墩儿卖力地推销自己。再不说话的话，她会讨厌我吗？小胖墩儿的话让格蕾丝有了危机感，慢吞吞地眨眨眼，拉了拉被吸引注意力的小家伙。我喝奶，你别和他做同桌。虽然他早就已经不喝奶了，但是仔仔要是想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也可以保护你，也可以带蛋糕给你。小姑娘的声音还挺好听。格蕾丝的声音不是常见的小女孩软软甜甜的声音，而是稚气中略带一丝沙哑。没想到同桌还真喜欢喝妮妮小家伙胖乎乎的小爪子把桌上的瓶瓶奶往格蕾丝桌上推，热情的推荐。甜甜的，可好喝了。有了第一句话就有第二句，开了枪的格蕾丝变得没那么紧张了。在下课前，两位小伙伴已经差不多熟悉起来。一下课，教室里的小朋友们就好奇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想把仔仔拐过去给自己当同桌。爱丽丝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仔仔班上，和他一起的还有奥布里。没想到两个人一来就看到了这花心仔左拥右抱的场面。爱丽丝干，奥布里干，花心的胖仔。仔仔，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和我做同桌的话就全都给你。一个狼族的小女孩抱着自己的书包，一本正经地放在仔仔的书桌上，脑袋上的灰色狼耳微微颤抖，带着点期待地看着仔仔。格蕾丝有了危机感，抿着嘴捂住仔仔的眼睛，巧摸摸地把狼族小女孩的书包往下推。只要仔仔看不见，自己就不会暴露。至于其他人，格蕾丝表示不重要。小胖仔左拥右抱，左右逢源，好不快活。爱丽丝能忍吗？那肯定不能啊。再加上奥布里暗戳戳的撺掇，小姑娘怒吼一声，直接飞奔过去，一手一只幼崽，一下子就挤到了最中心的位置。奥布里小朋友跟在后面捡漏，不费吹灰之力，轻轻松松到了里面。你们都走开，仔仔和我最好，才不和你们玩。爱丽丝小姑娘叉着腰，仰着头，瞪着一双眼睛，企图吓退这些觊觎仔仔的家伙。你谁啊？狼族小姑娘也不是好惹的，挺着胸脯毫不后退。谁还不是个大力女孩了？我是仔仔最喜欢的姐姐，你们都要靠后。仔仔听见熟悉的声音，赶紧把格蕾丝的手从眼睛上扒拉下来，见是爱丽丝，欢欢喜喜地跑了过去贴贴。谢姐啊！小家伙的声音又奶又甜，胖嘟嘟的手环抱着爱丽丝的腰，闭着眼，软绵绵的小奶膘在小姑娘怀里蹭蹭。在仔仔心里，表达喜欢的最好方式就是贴贴啊。爱丽丝原本还怒气冲冲的，现在被仔仔这么一抱，
整个人的气势都柔和下来。挑挑眉，怀里有载万氏族的爱丽丝小朋友得意地冲其他人炫耀：“看吧看吧，仔仔最喜欢我了！你们这些奇怪的家伙，都给我离仔仔远一点！”得意的小脸上充满了对除他和仔仔以外的所有人的挑衅。好欠揍的家伙，但是好羡慕哦！齐刷刷地看着在爱丽丝认撸爱认撸的胖仔，小小班的小朋友们眼里是抑制不住的羡慕之情。白白软软的小家伙在爱丽丝怀里，就像一只乖乖被撸成一滩饼饼的小奶猫，浓浓的可爱气息让人蠢蠢欲动。奥布里即便是作为捡漏王，现在也只能干瞪眼。毕竟奥德斯尔和艾瑞驰的努力可不是白费的。怕仔仔被幼儿园里奇奇怪怪的小男生占便宜，两位老父亲连夜对自家缺心眼的胖仔进行紧急训练，成功的让仔仔有了性别意识。格蕾斯看新同桌就这样离开自己，内向的性格让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大的眼睛有些失落的低垂下去。狼族小女孩却不是个半途而废的，执着的问：“仔仔，她是你姐姐？”“嗯呐。”仔仔点点头，给予肯定的答案，脸上的嘟嘟肉随之颤抖。“现在相信了吧？”对于这个质疑自己的人，爱丽丝沾沾自喜地说：“哼，有什么了不起的？”狼族小女孩酸了吧唧地看着爱丽丝：“就是了不起，你们都不许跟我抢仔仔，不然我要你好看。”孔雀族兽人嫉妒心和占有欲极强，作为孔雀族的兽人幼崽，爱丽丝对于喜爱的人和物自然也从不松懈，喜欢就要牢牢抓在手里。可在场的兽人幼崽又有哪个是好惹的？帝国幼儿园作为帝国顶尖的幼儿园，能被送到这所幼儿园，家世天赋缺一不可，即便是小小班的幼崽，放在外面那也是能碾压同龄小孩的。爱丽丝这话瞬间引起众怒，凭什么不让我们和仔仔玩？仔仔是我们班的幼崽，当然要和我们玩，你年纪太大了，我们小小班才不和，都不和你们大班的玩。就是，明明都是幼崽，几个更小的幼崽一本正经的对着大一点的幼崽说对方年纪大，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有网友都忍不住自嘲起来：5岁的爱丽丝被一群2、3岁的小屁孩嘲笑年纪大，那还是个40岁的宝宝的我怎么办？要不楼上的还是入土为安吧，我帮你埋哈哈哈。星际兽人的寿命普遍偏长，即便兽人的幼崽期成熟的很快，平均寿命也有200岁，40岁还是年轻人。爱丽丝和几个小孩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场面一度混乱。我是谁？我在哪儿？他们为什么打起来了？仔仔迷茫地看着一力降十会的爱丽丝，圆滚滚的眼睛微微瞪大了些，完全没有作为引起事端的女主角的自觉。愣了一会儿，小家伙才想起来要拉架，屁颠屁颠地跑过去，还没来得及说上话就被误伤了。不知道是哪位的手推了一把仔仔，小胖仔直接摔了一个屁墩儿，1秒钟远离战局。胖仔，他龙傲天，仔仔怎么能就这样失败了？作为胖仔，这让他的面子往哪搁？气鼓鼓点 JPG。 于是小家伙拍拍屁屁上的灰，握紧小拳头，一弯腰一低头就是莽，小跑着跑进战局。这回仔仔小朋友比上次好多了，撑到了第3秒才被丢出来。呆滞看着2度懵逼的仔仔，网友们不禁拍桌狂笑，哈哈哈，笑死！仔仔也太搞笑了吧，又菜又爱玩，这不就是我打游戏坑队友的真实写照吗？哈哈哈！仔仔，你是想笑死妈妈吗？自闭的仔也太可爱了吧，好像捏一捏他的屁屁啊，也太 Q 弹了吧？不可能，一定哪里有问题。被网友们嘲笑的仔仔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小身板直挺挺地趴在地上，肉乎乎的脸蛋埋在地板上。冷静，淡定，要好好思考。作为最胖的仔，本仔仔怎么可能打不过他们？帅！淡定不过1秒，小家伙又开始暴躁。老师，大家在教室打架，不知道是谁找来了老师。作为仔仔班上的班主任，小鱼老师一进门就看见了在地上躺尸的仔仔。那一刻，以为仔仔被打出个好歹的小鱼老师，甚至已经想好自己以后被幼儿园开除，被行业封杀，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去扫大街的惨状了。在出声制止打架的同时，小鱼老师迟疑的戳了戳在地上躺尸的仔仔。小胖仔扭扭扭，干嘛惹？不要打扰本胖仔自闭。小家伙挪挪屁股，头也不抬一下。还能动，那没事。小鱼老师一下子就放心了许多，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被保住了。小鱼老师擦擦冷汗，温柔的哄着这只自闭仔。仔仔，我们掀起来好不好？把仔仔哄起来，小鱼老师上前想把几个小孩分开，但是他发现他居然分不开这群小崽子，7、8个小孩挤在一起，光是看他们打都眼花缭乱的。最后一个一个的劝，费了好大的功夫，小鱼老师才把几个小孩分开。完成任务的小鱼老师都要哭出声了，他一条鱼他容易吗？这几个小崽子里有2个猫科的，动不动就亮爪子变圆形，要不是教师的职业操守支撑着他都要跑回自家的浴缸冒泡泡了。外面太危险了，毕竟种族之间的压制在这儿，
如果精神力等级比较低的话，是很容易受到种族压制的影响的。精疲力尽的小鱼老师一个一个的点数，1、2、3、12、13、14，怎么多了2个？小鱼老师这才发现混在打架人群中的爱丽丝小朋友，以及在仔仔旁边的奥布里。爱丽丝小朋友有天赋加持，被这么多人围着，居然也没落下风，除了头发乱点儿，脸上多了道淤伤外，竟然也没别的伤口了。要知道，其他幼崽可比爱丽丝狼狈多了。小朋友，你们是哪个班的？把2个人拉过来，小鱼老师耐心地问。爱丽丝倔强的一扭头，你们不讲武德，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就知道告老师。他们大孩子才不会做这种事情。要不是老师来了，他早就把这些家伙揍得屁滚尿流。小鱼老师被一脸倔强的爱丽丝搞得没办法，只好去问看起来乖一点的奥布里。哪知道奥布里虽然看着乖，关键时刻还挺硬气的，抿着嘴也不说话。最后还是等到上课了，小葵花班的安娜老师见2人没在教室，一个一个找了过来，这才把2只不听话的崽滴溜走。对，就是仔仔第一次来幼儿园时碰到的安娜老师。没想到吧，又是她。爱丽丝和奥德斯尔所在的班叫小葵花班，仔仔所在的班叫星星班。我不走，我要和仔仔一起上学。即便被安娜老师拦腰抱走，爱丽丝小朋友也还是挣扎着朝仔仔扑腾双手。仔仔还以为姐姐被人欺负了，哒哒哒迈着小短腿要去解救姐姐于水火之中，然后成功被小鱼老师一把捞住。谢姐！小家伙一脸着急，一个劲儿地往前坠，妄图以自己的体重冲破小鱼老师的阻力。2位老师就好像棒打鸳鸯的封建大家长。仔仔，你等我，我还会回来的。爱丽丝见反抗不成，只好放下狠话，还想说什么，却被安娜老师毫不留情地捂住嘴巴。可闭嘴吧你，小嘴巴巴的。安娜老师对爱丽丝简直不要太熟，在班上的时候，爱丽丝小朋友就因为自己极其利索的嘴巴而闯了不少祸。譬如因为自己的同桌太笨，弄坏了自己做的手工作业，把对方骂到自闭，哭唧唧的找老师换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奥布里能这么幸运的和爱丽丝做同桌的主要原因。没办法，没有谁能和爱丽丝做同桌超过1个星期。在奥布里来的前一天，爱丽丝小朋友以为仔仔会和自己一个班，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笃定，直接武力威胁新同桌换位置，只为空出1个位置给仔仔坐。没想到就是这要巧，让奥布里捡了漏。只不过这个漏奥布里好像也不是很想捡的样子。别看爱丽丝看起来武力值点满，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智力那也是直接点满，只不过平时能用武力解决的事情，爱丽丝很少用智力解决。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手段都毫无意义。但是尽管爱丽丝气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桌，几乎把班里所有人都气了一遍，可她的人缘却出奇的不错。大概是星际普遍存在的慕强心理，尽管爱丽丝自我又骄傲，却仍然有人趋之若鹜，想和爱丽丝做朋友。2个小伙伴就这样被分开，仔仔泪眼汪汪的撅着嘴，淡淡的眉毛用力的皱在一起，一张软嘟嘟圆不拉几的脸蛋儿也皱皱巴巴的，惆怅的看着爱丽丝远去的身影。仔米用啊，饱父不了姐姐。小手手非常心痛的捂着自己的肚鸡，小胖仔奶夫妇的叹气。仔好心痛哦，这也太 TM 的可爱了吧！要命！没想到我仔还是个戏精仔，爱了爱了。仔，你能不能不要摸着自己的肚子说心痛？我很难不笑哒。楼上的是在笑吗？怎么那么像打鸣？我们做鸡的就是这样笑的呀，你有意见吗？刚刚在开会，摸鱼看仔的直播，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对面就坐着领导，我还把他的假发给吹掉了。咯哒，楼上的姐妹还好吗？谢邀正在赶1万字的检讨。小鱼老师好笑的看着戏很多的仔仔小朋友，戳了戳小家伙鼓起来的小奶膘，把胖嘟嘟的手放在他的胸口。好啦，我们回去上课好不好？好吧。维持着皱巴巴的表情，小家伙执着的把刚放到胸口的手又向下放在肚脐上，另一只手背到身后，嘴里还不忘碎碎念：心痛痛哦。幼儿园的课比较少，上完这2节课后就是户外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一串排得歪歪扭扭的幼崽开开心心的到了幼儿园的沙地。这是专门给幼崽们准备的活动场地，各种设施都非常齐全。仔仔小朋友拉着格蕾丝一起，抱着小铲子就想去挖坑，还没来得及跑呢，就被小胖墩神神秘秘的拦住。你们想出去玩吗？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出去买好吃的。出去玩？还有好吃的？还有这种好事？小家伙水汪汪的眼睛一亮，心动了。神秘兮兮的小胖墩儿拉着仔仔和格蕾丝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然后移开遮挡物，一个洞口就这样暴露在面前。从这里钻出去，外面就是小吃街，有可多好吃的了。一边说，胖墩儿小朋友一边从洞里爬出去。从这个熟练程度来看，大概是出去偷吃了不少回。钻洞，这个本仔仔熟啊。小家伙把铲子放下，撸着袖子就开始钻洞，
这次的洞可比爱丽丝家的大了不少，至少仔仔小朋友没有卡住。就在格蕾丝担心的时候，仔仔就已经麻溜的到了墙的另一面，格蕾丝也只好跟着一块钻了出去。因为这一片都是学校，幼儿园旁边的小吃街的摊铺众多，各种各样的小吃琳琅满目。小家伙睁大了眼睛，一双圆滚滚的眼睛左看右看，目不暇接。虽然这里的东西仔仔都没吃过，但是光从空气中的香味就能知道一定好吃。深吸一口气，仔仔小朋友没忍住咽了咽口水。走，仔仔，我带你去买糖吃。胖墩儿拉着仔仔的手，3个幼崽一起去了糖果屋。糖果屋不大，整个就是一颗糖果的外形，里面有一位机器人收银员，透明的柜台里是各种各样的糖果。我要3颗星星糖。小胖墩儿对着机器人憨憨地说完，下一秒，一只抓手从机器人身后抓了3颗星星糖递给他。小胖墩儿将手腕上的光脑贴收银机器人的抓手，一瞬间就完成了付款。一人1颗糖分完，小家伙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原本的硬糖在刚入嘴的时候立马化开，甜甜的滋味在口腔中蔓延开来。这种糖是特意为年纪还小的幼崽准备的，就是为了防止噎住幼崽。3只小家伙蹲在糖果屋门口，仔仔眯着眼睛，拖着脸蛋儿，一脸享受，小嘴巴还不时咂吧，圆鼓鼓的小奶标一动一动的，看着就很好入爱的样子。好甜哦，还想吃。小糯米团子和格蕾丝期盼地看向小胖墩儿，你们还想吃吗？小胖墩儿有些为难，今天妈妈只给了他3个新币的零花钱，星星糖1个新币1颗，刚刚买糖已经花完了他所有的钱了，要是再买的话，他就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了。私房钱不止对男人很重要，对正在读幼儿园的胖墩儿也很重要。仔仔歪着头，满是期许地看着胖墩儿。面对胖墩儿的眼神，格蕾丝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害羞地点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向来对糖果不感兴趣的他，今天突然就有点喜欢了。不过他不白吃胖墩儿的，我的零花钱放在家里，明天上学我请你。格蕾丝平时没什么花钱的机会，逢年过节家里的长辈给的零花钱全都放在卡里，一般不用光脑。这是你说的啊，我等下用我的私房钱买糖，你明天可一定要记得请回来。没想到还能被请回一顿，小胖墩儿一脸认真的强调。一定。格蕾丝小朋友也认真点头。仔仔听着2人的对话，水润的眼睛再次迷茫。钱？什么细钱啊？从出生起就没见过钱，也没听过钱的小家伙有点困惑。在2个小伙伴嘴里，钱这个东好像很重要的样子。不是很懂的仔仔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钱就是可以换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刚刚我们吃的糖就是用钱换的，你不知道吗？小胖墩儿大方地为仔仔解答困惑，并且反问一句，用钱换吃的？难道不是玛丽姐姐直接把吃的给仔仔吗？小家伙呆呆地眨眼，感觉一道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自己缓缓打开。你真的不知道？见仔仔久久没有回应自己，小胖墩儿弯着腰盯着仔仔，一脸狐疑。知道啊。虽然的确不太知道，但很爱面子的仔仔小朋友不想被小伙伴看扁，挺着肚子闭着眼，有点结巴地说，尽管白白嫩嫩的脸蛋儿紧张的红扑扑，也还是假装自己什么都会的样子。应该没被发现吧？闭眼闭了有一会儿，小家伙悄咪咪睁开一只眼睛，眼珠十分灵活地朝着胖墩儿的方向看过去。胖墩儿小朋友正在选糖果，并没有注意仔仔。就在小家伙要放松的时候，忽然一道男人的轻笑声传来。吃。虽然声音不大，侮辱性却极强。Big 蛋。是谁？居然笑本仔仔。仔仔小朋友把嘲笑声听得一清二楚，恼羞成怒地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企图找到那个敢嘲笑自己的坏家伙。要是被仔逮到了，仔一定要把他凶到哭，然后超大声地嘲笑他。是超大声哦。捏着拳头，胖嘟嘟的身子转了一圈，小糯米团子终于找到了那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就是看起来有点大的样子。用力地把头扬起来，仔仔小朋友终于看清了那个嘲笑自己的坏蛋。男人一头红发，剑眉直入云峰，鼻梁高挺，薄唇微勾，显露出痞痞的笑意，皮肤白皙，红色的发丝被大手捋到耳后，显得格外潇洒不羁。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色皮质外套，内搭一条蓝色衬衫，黑色的休闲裤使本就笔挺的双腿越发的长了起来，看起来好像打不过的样子。确定自己打不过，气鼓鼓的小仔仔一下子就没了棱角，唰的一下收回自己不太友善的目光，哒哒哒迈着小短腿去找小伙伴了。有点硬气，但是不多。这可不是怂，这叫识时务。还是等仔仔长到嘟嘟和爱那么大了再去嘲笑他吧。作为新到，霍雷肖在飞船上待了几个月，觉得有点无聊，就和小弟从飞船下来散散心解解乏。没想到还能碰到几个小孩，还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从幼儿园里偷跑出来的。毕竟以帝国的出生率，能一次看见3个小孩，还没有成人陪着，除了幼儿园也找不到别的地方了。
这3个小孩里，就属那个最小的，看起来圆滚滚、软绵绵，就跟一坨棉花糖似的，看着软软的，吃起来甜滋滋的，看得霍雷肖都手痒痒了。霍雷肖饶有兴致地看着棉花团子板着一张肉嘟嘟的脸，十分爱面子的不懂装懂，没忍住笑出了声。没想到居然传到了胖仔耳朵里，见小家伙左看右看，气鼓鼓的想要找出是谁在嘲笑自己。霍雷肖突然就好奇起他看见自己以后会是什么反应，伸手胡乱的把头发捋到耳后。这位向来不注重形象的男人竟然有些莫名的紧张，眼见着小家伙找到自己，眼见着小家伙气鼓鼓的脸蛋儿在看见自己以后变得耸唧唧，立马转身迈着小短腿到小伙伴那儿寻求安全感。霍雷肖不可抑制的笑出了声，那双永远似笑非笑的瞳孔，这一次盛满了浓烈到要溢出的愉悦。爽朗的笑声传到耸唧唧的仔仔耳朵里，小家伙不高兴的撅着嘴瞪了霍雷肖一眼，在接触到霍雷肖的视线时，却又马上移开，假装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第二次买的星星糖很快就享用完毕，胖墩儿的私房钱就这样被掏空了。最主要，胖墩儿的私房钱也没多少，总共也就3个星币。作为一只非常爱吃的幼崽，胖墩儿觉得自己有这个毅力攒下3个星币已经很不错了。骄傲挺凶点 JPG。3只无糖可吃的幼崽准备回去，仔仔在最后面还恋恋不舍盯着糖果屋一步3回头。仔仔也好想要钱哦，要怎么才可以有钱呢？小小的脑袋有大大的困惑。不过好香的味道呀！苦恼中的仔仔小朋友皱皱鼻子，用力的吸了口气。顺着香气的方向，小家伙看到了香喷喷的烤串，以及拿着烤串的嘲笑过自己的坏蛋。哼，坏蛋！仔仔别扭的扭过头，可不过2秒，小家伙又忍不住眼巴巴的盯着坏蛋手上的烤串。那是什么东西啊？闻起来好香的样子。从来没吃过烤串的土鳖仔仔两眼放光的盯着霍雷肖手上的烤串。霍雷肖大概知道了这只棉花团子贪吃的属性，挑挑眉，又和老板买了一大串，越发招摇的用烤串勾引仔仔。果不其然，仔仔小朋友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2个小伙伴，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到霍雷肖面前。小家伙也不说话，就这么眼巴巴的看着霍雷肖手上的烤串，这么可怜兮兮的小眼神儿，换谁也拒绝不了。霍雷肖无奈，长牙了没有？这么小一团也不知道长没长牙。这句话仔仔听懂了，立马咧着嘴展示自己的2颗小米牙。仔仔有牙大，要不还是算了吧，你这牙齿。看着小家伙粉嫩嫩的牙床以及2颗跟米粒似的牙齿，霍雷肖都担心这只棉花团子会不会吃串的时候把牙给崩了。算了，这怎么可以？小家伙鼓鼓腮帮子，蹦蹦哒哒的认真强调，仔有牙大。为了能吃上一口烤串，仔仔也算是拼了老命了。不过仔仔还是懂礼貌的，虽然超想吃串串，但没得到允许，乖乖的不去伸手拿，也没有满地打滚的耍赖。看着小团子期待的眼神，霍雷肖还是没忍心让仔仔失望，拿出一串没那么硬的烤肉放到仔仔嘴边。你先试试，咬不动的话就算了。小家伙也不客气，心心念念的肉肉就在眼前，嗷呜一口咬了上去，小米牙使劲的咬呀咬，磨了几分钟也还没把肉咬下来。怎么回事？小家伙不信邪，继续用力把腮帮子都咬酸了，也还是没咬动。正常来说，幼崽一般都是吃血柔瘦的肉，它的肉质细腻柔软，但由于价格高昂，像这种烤串店是用不起成本这么高的肉的，都是用肉质紧实的普通的动物肉，这种肉幼崽是轻易咬不动的。要不就算了吧。霍雷肖看都看累了，想把烤串从仔仔嘴里拿出来，可作为一只贪吃的胖仔，他能让到了嘴的肉跑掉吗？于是在霍雷肖用力想把烤串抽出来的时候，仔仔小朋友被吊了起来。没错，就是吊了起来，像钓鱼一样，胖胳膊胖腿还在空中扑腾。定睛一看，原来是小家伙连肉带签子一块咬住了。霍雷肖赶紧把仔放下，见小家伙完全没把刚刚的事儿放在心上，还一心一意的啃肉，大手一挥，烤肉放到盒子里，随即没好气的捏了捏这只胖仔肉嘟嘟的脸蛋儿。你就一心想着吃吧你，难怪这么胖嘟嘟的，都是一口一口喂出来的。看在这个坏蛋给吃的份上，仔仔小朋友暂时不和他计较，继续埋头苦吃。可没过多久，嘴里突然涌起的强烈刺激感瞬间让仔仔红了眼眶。呜！仔仔的嘴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红彤彤起来。霍雷肖这才想起来自己叫老板放了魔鬼椒的粉末。这种辣椒粉刚开始吃没什么感觉，让人觉得平平无奇，可过了一会儿后劲儿就上来了，辣得人嘴巴发麻，眼泪鼻涕一起流的那种。痛痛啊！第一次被辣的仔仔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感受，只能哭唧唧的一边吸溜口水一边说痛，一张白嫩可爱的脸也瞬间变得通红。这下糯米团子不想着吃肉了，肉嘟嘟的手摸摸小嘴巴，企图通过摸摸来缓解嘴巴上痛痛的感觉，2只吱悠吱悠也跟着蜷缩起来。霍雷肖又是担心又是好笑，担心是怕小家伙被辣出个好歹，
好笑是因为他还是第一次见人把自己辣哭，赶紧买了瓶奶给小家伙解辣。看小家伙渐渐红扑扑的脸蛋儿趋于平静，霍雷霄才放下心来。这下长教训了吧？弹了弹仔仔小朋友软绵绵的嘟嘟肉，霍雷霄嘴角挂着笑意，眉眼之间痞气十足。哼唧，捂住自己的脸蛋儿，小家伙皱着眉严肃地看着霍雷霄。小宝贝的脸是不可以摸摸的。被拒绝了，霍雷霄也不生气，反而挑眉问道：现在还想吃烤串吗？都被辣成这样了，傻子也知道不吃了。可站在霍雷霄面前的不是一只普通仔。吃啊！被辣得嘴巴通红的小家伙眼睛依旧发亮，奶声奶气的声音那叫一个铿锵有力。网友，幼儿园里，小胖墩和格蕾丝从地上起来，拍拍身上的灰。两人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仔仔。格蕾丝担心了，趴下去想出去看看仔仔怎么样了。格蕾丝、巴特，你们在做什么？小鱼老师的声音骤然响起，皱着眉看着还没来得及遮挡的洞口，瞬间了然。感情这俩小朋友偷偷溜出去了。只不过幼儿园的墙什么时候有了个洞了？学生偷偷溜出去，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小鱼老师的神情严肃起来。两位小朋友吓坏了，趴在原地不敢动弹。怎么办？被发现了。格蕾丝求助的视线投向巴特。巴特是小胖墩的大名。巴特没办法，他也是头一回被小鱼老师抓住，尤其是还被小鱼老师叫了大名，压迫感瞬间拉满。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小鱼老师再次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个仔仔。仔仔呢？直觉告诉小鱼老师，面前的两个小家伙肯定知道仔仔在哪里。巴特小朋友最先怂了，挠挠头，怯生生地指了指洞口。仔仔和我们出去玩了，从这个洞里出去的。是的。那仔仔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两个人心虚地垂着脑袋。小鱼老师哪里还能淡定下来，赶紧打开直播看看仔仔在哪里。看到小家伙一个人待在外面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你们乖乖在幼儿园等着，不许乱跑，等会儿老师再来找你们。叮嘱完，小鱼老师急匆匆出去找仔仔。等到他到那儿以后，仔仔小朋友正攥着一根烤串，啃得正香。仔仔，你怎么能偷偷跑出来？小鱼老师急得要命。还好学校还没下课，附近的街上根本没有别的人，要是人多眼杂，不小心受了伤就麻烦了。终于啃下一块肉，仔仔有点开心，白馒头似的手攥紧烤串，有点害羞的眨眨眼，不明所以的看着小鱼老师。脑细好啊，不可以出来吗？关于幼儿园的一些规定，小家伙还没来得及熟悉。小鱼老师被仔仔看得没脾气，但这终究不是件小事，把仔仔提溜回去。小鱼老师挨个儿通知了3个胆大包天的小家伙的家长。艾瑞驰和奥德斯尔2位老父亲还没来得及适应仔仔去上学的第一天，就喜提老师面谈大礼包。考虑到仔仔还小，不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小鱼老师在通知家长的时候态度非常柔和，只说是有点小麻烦。只不过格蕾丝和巴特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暗处看着软绵绵圆滚滚的小棉花团子被老师接走，霍雷霄这才放下心来，扭头转身离开。老大，你这就走了？不多和仔仔玩一会儿？小弟纳尔逊跟在霍雷霄后面，还有点舍不得离开。听着纳尔逊熟忍的态度，霍雷霄脚步一顿。仔仔，他叫仔仔，你认识那只团子？霍雷霄停得突然，纳尔逊一个没刹住，砰的一声撞到霍雷霄。知道自家老大不喜欢被人碰，纳尔逊怕自己被老大教训，赶紧闭着眼睛举着手护住脑壳，后退2步。老大，我不是故意的。老大武力值太高了，他不想被老大收拾。霍雷霄有些不耐烦，俊美英气的眉毛皱在一起，又重复一遍。你认识刚刚的小孩？迟迟没有迎来暴力，纳尔逊试探性的抬起头，一听霍雷霄问仔仔的事情，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老大，你不知道仔仔吗？那是帝国才发现不久的自然幼崽，就在大概1个月前，新网上突然就有了崽的直播间。说起来，我还是见证崽破壳的第一批人呢。我特意录了屏 TM 的可爱的要命，现在我每天都看崽的直播，我还以为老大你也看呢。说着说着，纳尔逊慢慢忘记了眼前的这人铁血冷酷的属性，开始滔滔不绝地分享起自己珍藏的崽物料。要不是看在他是老大的份上，一般人纳尔逊可舍不得给看呢。别看纳尔逊长得挺凶，其实背地里还是帝国崽男妈妈联盟的资深成员，每天除了干活就是沉迷看崽的直播，以及收集各种崽的周边。帝国的兽人们致力于收集崽的手办、等身玩偶、相册等等一系列的周边。由于帝国的个人肖像保护法，兽人们只能自己制作，不能大规模生产。至于那些手残的兽人，就只能眼巴巴的在论坛发帖重金求大佬做的崽的周边。自然幼崽，霍雷霄挑眉，想到那只笨拙的一心只想着吃的胖崽，这他倒是没想到。霍雷霄一向不爱上新网，也从来都不看直播，
船员们也不敢和霍雷肖说起这些琐事，以至于他到刚刚才知道帝国多了个自然幼崽。对啊，你看，现在仔仔的粉丝比帝国最红的偶像明星都要多，这些都是关于仔仔的论坛。纳尔逊极力给自家老大安利仔仔。等等，这个关于仔仔特殊能力的论坛什么意思？霍雷肖捕捉到几个关键字眼，问道：“老大，你不知道吗？”纳尔逊闻言，惊讶地看着霍雷肖，随即反应过来：“对哦，我忘了你不上新网来着。仔仔的特殊能力就是指仔仔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海平静下来，延缓我们精神暴乱的频率。精神暴乱的时候，只要看一看仔仔，就能平静许多。”纳尔逊一脸平静地说着颠覆霍雷肖认知的话。霍雷肖觉得这一定是骗人的，可想到看到那只胖仔以后，到现在还愉悦轻松的心情，以及自己没有在隐隐作痛的头部，这一切都让他意识到，或许纳尔逊说的是真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样的道理谁都懂。这个消息让霍雷肖紧张起来，想到小家伙可可爱爱的笑脸，霍雷肖淡淡道：“那个论坛无论有多少人，让他们闭嘴。拥有这样特殊能力的小家伙一定会沦为各方争夺的宝藏，他不想看到小家伙陷入危险之中。那样天真纯粹的笑容应该被好好的保护起来。”几乎是一瞬间，霍雷肖开始思考起要怎么才能把小家伙的特殊能力瞒下来。纳尔逊一脸为难：“老大，这个可能有点难办。”老大，这不是在为难他吗？霍雷肖皱眉：“难办？难不成这个论坛有很多用户吗？”纳尔逊：“那倒也还好，大概就是帝国有多少新网用户，论坛就有多少人吧。”你 TM 在逗我吗？霍雷肖虽然面无表情，可那双红色的瞳孔却将他的情绪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我是说真的，老大你看啊。纳尔逊怕自己被打，赶紧把论坛给他看。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只不过王庭那边还没有发通知而已。我们论坛甚至还有人坐庄，打赌王庭什么时候正式发通知。这么久了，我都要以为王庭是不是把这事儿忘了，还是说了解大家都知道这回事，所以懒得发了。纳尔逊一边翻帖子一边碎碎念。浏览着论坛的帖子，霍雷肖觉得自己的三观被颠覆了。正常人碰到这种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或物的时候，不都是想着怎么据为己有吗？怎么还会有闲工夫去打赌王庭什么时候发通知？霍雷肖把自己的困惑说了出来。纳尔逊一脸你好残忍地看着霍雷肖：“老大，你怎么可以这么想？仔仔是大家的，要是我们争来争去的，仔仔一定会不开心的。仔那么可爱，你怎么忍心的？”霍雷肖，你要不要听一下你自己说了什么？什么时候他的下属这么有爱心了？这家伙该不会忘了他是个新到了吧？纳尔逊知道霍雷肖一定会这么说，淡定地把仔仔小朋友穿着兔兔套装的照片给他看。老大，这么可爱的仔，你忍心让他不开心吗？照片里的小家伙在玩泥巴，肉嘟嘟的脸蛋上脏兮兮的，一双圆滚滚的眼睛却弯成月牙，清澈见底，溢着满满的欢喜，两只兔耳朵竖起来，光是看照片就已经萌得不行了。也就一般般可爱吧。忽略掉被可爱到软乎乎的心脏，霍雷肖身为老大的颜面不允许他和纳尔逊一样露出痴汉般的笑，只能嘴硬道。纳尔逊了然地看着霍雷肖，他给飞船里的兄弟们安利仔仔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嘴硬的，最后还不是在直播里吸仔吸的比谁都厉害。老大，我这儿有仔的周边，要不要分你一点？不需要，我对这些不感兴趣。霍雷肖双手插兜，看起来懒懒散散，实则走得飞快，确定把纳尔逊甩在身后了，再迅速搜到仔的直播间。只不过怎么新网上没有仔仔的周边卖？于是乎，找遍各大购物网站都一无所获的霍雷肖放慢了速度。其实，你要是一定给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故作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气喘吁吁跟上来的纳尔逊，红发男人云淡风轻道。纳尔逊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他就知道自家老大会忍不住来找他要的。假装没听见，纳尔逊加快速度，飞快地朝飞船跑去。霍雷肖脸一黑，胆子肥了是吧？今天就和他好好练练。于是被老大记仇的纳尔逊回去以后，以训练的名义被狠狠地练成了狗。不过这都是后话。另一边，由于接到军部的紧急消息，奥德斯尔只能赶去处理军部的事务，面谈就只能由艾瑞驰去了。到了幼儿园，还没进教师办公室，艾瑞驰就听见小男孩扯着嗓子卖力的哭爹喊娘。一进去就看见一个胖墩儿被一对夫妻混合双打，打的那叫一个上蹿下跳，猴子都没他会跳。而自家胖仔正在蹦蹦跳跳的给小胖墩儿求情。不打胖胖啊！仔仔认真的拉着架。作为一起偷溜出去的小伙伴，本仔仔怎么可以看着胖胖被打呢？只不过小家伙的求情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仔仔拦住巴特爸爸，巴特妈妈就抄着棍子揍巴特；拦住巴特妈妈，巴特爸爸就拿着蒲扇大的巴掌对着巴特的屁股啪啪就是几下。总之，巴特小朋友怎么也逃不开被打的命运。仔仔，你别求他们，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打他们的屁股。
巴特小朋友一边抱头鼠窜，一边抽抽搭搭的放着狠话。巴特爸妈一听，好你个臭小子，还要报复他们，更生气了，打得越发用力起来。一时间，办公室里全是巴特鬼哭狼嚎的声音。到门口的小鱼老师呆了。幼儿园开学第一天，他是见过巴特爸爸妈妈的。虽然他们是熊族，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从举止来看温文尔雅。夫妻俩刚到的时候看起来也很温和。他就是出去接了一下仔仔家长，怎么就突然抱起了？巴特爸爸妈妈，你们冷静点儿，怎么能这么打孩子？这么打孩子，万一打出什么问题来了怎么办？反应过来的小鱼老师赶紧上前制止。巴特爸爸妈妈没想到老师回来的这么快，不好意思的停了手。没事，我们熊族的熊崽子皮实的很，摔摔打打完全没问题。你看，巴特爸爸一边笑着对小鱼老师说，一边敲了一下巴特的后脑勺。从这熟练程度来看，巴特小朋友平时在家应该没少挨揍。对，而且我们平时都很温柔的。巴特妈妈连忙补充一句挽回形象。如果巴特妈妈把手上手臂粗的棍子放下的话，这句话的可信性或许会强那么一点。小鱼老师嘴角微抽，呵呵呵。几人面面相觑，只能尴尬的笑了笑。暂时停战，不用劝架的仔仔小朋友看见门口的艾瑞驰，惊喜的朝艾瑞驰跌跌撞撞的跑过来。爱啊！抱着艾瑞驰的大腿，小家伙超开心的贴，小胖手抱着艾瑞驰不撒手。半天不见，仔仔小朋友还是有点想爱和嘟嘟了。小脑袋往后探，没有看见奥德斯尔。仔仔困惑的歪头，嘟嘟啊，为什么嘟嘟不来看仔仔啊？嘟嘟有点事，不能过来，等放学就能见到嘟嘟了。艾瑞驰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弯腰把小家伙一把抱在怀里，修长白皙的手在仔仔毛茸茸的脑袋上呼噜一下，脑袋上的揪揪都被弄歪了。撸仔真的好快乐。艾瑞驰嘴角微翘，眯起眼睛，蓝色的瞳孔充满了愉悦。巴特爸爸妈妈有点眼馋的看着艾瑞驰怀里胖嘟嘟的仔仔，仔仔也太乖了吧！感受到对方羡慕的视线，艾瑞驰毫不掩饰的露出笑意，大方的炫耀怀里的胖仔仔。就在办公室的气氛趋于和谐的时候，还没被毒打够的巴特小朋友突然语出惊人：妈，要不你把我送给这个叔叔当儿子吧？第二次喜当爹的艾瑞驰勿 Q。网友们纷纷感叹小胖墩儿勇气可嘉。不错，有爱丽丝小朋友的风范。在作死这条道路上，总有前仆后继的幼崽不断努力。看来我们仔仔很受欢迎啊！已经开始期待这小胖墩儿会怎么被他妈教训了。有没有熊族的朋友为我们介绍一下？一般这种情况，你们都是怎么教训小孩的？谢邀，作为一名纯正的熊族兽人，奔熊小时候也干过这事儿，然后就在医院躺了1个星期。哈哈哈，笑死！听过熊族兽人猛，没想到能这么猛。巴特小胖墩儿，喂！果然不出网友所料，巴特妈妈一听这臭小子还想换个爸妈，双眉竖起，手上的大棒子眼看着就要揍上去。别，巴特妈妈，咱们冷静点。小鱼老师赶紧上去拦着，偏偏巴特小胖墩儿不顾小鱼老师的卖力阻拦，还不知死活的挑衅已经暴躁不已的妈妈。妈妈你太凶了，要温柔一点。古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算了，毁灭吧。看着对着妈妈略的巴特，小鱼老师两眼一抹黑。作死小能手，说的大概就是巴特吧。巴特妈妈闻言微微一笑，温柔？他们熊族字典里就没有温柔这个词。老师你别拦着我，今天我高低要让这臭小子知道厉害。巴特妈妈像拎小孩似的，一把提溜起瘦弱的小鱼老师放到办公桌上。就在小鱼老师还在猛神时，逮住贱兮兮挑衅的小胖墩，梆下去就是几棒子。还想不想换爸妈？还想不想？几棒子下去，立竿见影，胖墩立马老实，哽咽着说再也不敢了。格蕾斯父母就是这个时候到的。格蕾斯一家是松鼠，从来没见过这种大场面，直接就愣在原地。这是他们可以看的吗？格蕾斯小朋友早就被这样混乱的场面吓得躲了起来，看见爸爸妈妈来了，赶紧跑了过去。小鱼老师也成功劝服巴特妈妈放下棒子，立地成佛。不是平静下来。是这样的，今天巴特、格蕾斯和仔仔小朋友呢，偷偷的从幼儿园溜出去买东西吃。当然，这最主要还是我们园方没有好好的检查园内的设施，所以才出现了这样大的漏洞。这是我作为老师应该向几位家长说抱歉的。小鱼老师诚恳的和几位大人深深的鞠了一躬。其次是关于几位小朋友这个行为本身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好好的请各位家长过来一起协商讨论这个问题。说完这些，小鱼老师又把今天的监控视频给几位家长看了。看完视频，办公室里的气氛从刚开始的鸡飞狗跳开始变得有些凝重起来，尤其是巴特父母。这臭小子还学会偷溜了，还是拉着别的同学一起。巴特爸妈相视一笑，决定回去以后好好让这小子感受一下深沉的父母爱。在幼儿园太影响发挥了，还是在家比较方便。至于巴特小朋友，
他看了看老师，又看了看其他人，非常讲义气的主动承担责任。老师，是我带着他们出去的，洞口也是我发现的，老师你别罚他们了。爷爷说过，要做有担当的男子汉，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带头做的，怎么能让仔仔和格蕾丝受到惩罚？巴特妈妈冷眼看着主动揽责任的臭儿子。巴特，你给我老实交代，这洞你去了几次？以他对巴特的了解，以及刚刚视频里小家伙的熟练程度来看，这家伙肯定没少偷偷溜出去。巴特妈妈眼里是毋庸置疑的神色，在妈妈手臂粗的棒子以及爸爸蒲扇大的巴掌下，小胖墩儿最后只能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最后在几位家长的协商下，小家伙们写了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调皮偷偷溜出去，这事儿才算解决完。当然，仔仔小朋友不识字，所以是由艾瑞驰代笔，最后再由小家伙按手印。这感觉对艾瑞驰来说颇为新奇，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写保证书，没想到贡献给了幼儿园老师。事情结束后，已经到了放学的时候，几位家长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便离开了。目送着胖胖像乌龟一样被爸爸妈妈拎走，仔仔爱莫能助，只能投去同情的目光。回家的路上，小家伙兴奋地和艾瑞驰分享关于今天经历的一切事情。艾瑞驰坐在后座，一边听着胖嘟嘟的崽儿咿咿呀呀的小奶音，一边看着小家伙眉开眼笑的模样，不自觉地轻拍仔仔的背。仔仔今天在幼儿园觉得怎么样？开心吗？开心，好玩的。脑西还夸夸仔哦。欧杰四嫩生生的手抱着艾瑞驰的脖梗贴贴，肉嘟嘟的脸蛋儿亲昵地蹭了蹭男人挺拔的鼻尖。今天去面试的时候，面试老师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夸夸，成功的让仔仔小朋友开心的不像样，对幼儿园的好感度更是蹭蹭蹭的直线上升。虽然说别墅的人也没少夸这只胖仔，可到底还是比不上幼儿园里身经百战的老师，他们深刻的了解幼崽的需求，知道什么样的夸夸最能让小朋友们开心。看着小家伙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艾瑞驰也不禁勾起嘴角，几缕金色的发丝落在小糯米团子的嘟嘟肉上，渣渣的痒痒的，小家伙乐得直咯咯笑。看来送仔仔去幼儿园是个正确的选择，艾瑞驰暗道。到了别墅，奥德斯尔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高大的男人金瞳微闪，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把腰细腿长的好身材显露无遗。冰冷的目光在接触到那只胖嘟嘟的幼崽时，仿佛冰雪消融一般，瞬间温暖柔和起来。弯腰接住哒哒哒迈着小短腿朝自己跑来的糯米团子，奥德斯尔轻轻地摸了摸小家伙软乎乎的发丝。今天过得还开心吗？开心。艾瑞驰慢悠悠地走在后面，两人的目光相接。怎么样？金发男人懒洋洋地问。奥德斯尔目光微凝，沉默不语。军部的消息已经传来，让玛丽带仔仔去玩。两人进了书房。虫族那边有动静了。关好门，艾瑞驰站在窗前，目光盯着在花园里玩耍的小家伙，语气淡漠。虫族的攻击有提前的征兆。什么时候走？明天。那仔仔呢？不怕他难过？艾瑞驰撇头看着奥德斯尔。奥德斯尔嘴角微抿，俊美的脸庞此时是僵硬的线条。我是帝国的军人，作为帝国的元帅，他有义务保护帝国不受侵扰。他不想让仔仔难过，他想让小家伙永远都笑得开心欢喜，他想让仔仔永远都不受伤害。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帝国的安稳。如果自己不管不顾待在这儿，边境又会有多少兽人幼崽因为流离失所而失去笑容，甚至是失去生命，帝国也会因此陷入动荡。到那时，仔仔也会和边境的兽人一样受到战争的影响。蓝色的瞳孔微微闪烁，艾瑞驰双手环抱靠在落地窗上。看在你是为帝国出征的份上，我就不趁机和你抢宰了，希望你能完好无损的回来，到时候我们再决一胜负吧。趁人之危可不是君子所为。作为帝国第一风流，艾瑞驰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好，奥德斯尔点头。无形的约定在两人之间形成。窗外，小家伙不小心被石头绊倒，啪叽一下重重的摔在地上。奥德斯尔看得眉心微跳，赶紧去了院子。等两人到了院子后，玛丽正着急地询问小家伙有没有事。他就一小会儿没把目光放在仔仔身上，小家伙就摔了这么一下。这一下摔得可不算轻，把仔仔的裙子往上提，膝盖上是一片明晃晃的淤青，嫩生生的皮肤衬得淤青越发的吓人。小家伙被养得再娇气不过了，平时稍微语气重一点都能泪眼汪汪地盯着人瞧，更何况现在是实打实的摔了一跤。玛丽谢节，仔仔痛哦。埋在玛丽怀里，小家伙哭唧唧地喊着痛，一双圆滚滚的水润润眼睛湿漉漉的，看得人心是又酸又软，叫人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奥德斯尔把仔仔抱到怀里，火急火燎地把小家伙抱进别墅。看在奥德斯尔明天就要离开的份上，艾瑞驰轻笑一声，不和他争，而是看了看院子的地板。当初装修的时候，为了美观，设计师把庭院设计得错落有致，地面也没有铺平，而是点缀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叫人把院子填平，这些石头全都处理掉，然后铺上地毯。我不希望仔仔在这里摔倒第二次。
对着玛丽吩咐完这些，艾瑞驰径直进了别墅。客厅里，奥德斯尔拿着医药箱，小心翼翼地给眼睛红得跟小兔子似的仔仔消毒上药。清凉的药剂喷雾洒在淤青的膝盖上，有点凉又有点刺痛。仔仔觉得不舒服，撅着嘴在奥德斯尔怀里哼哼唧唧地撒着娇，胖嘟嘟的小身体扭呀扭。仔痛痛啊！小奶音软乎乎的，听起来委屈的不行。小胖腿不安分的胡乱扑腾，努力的拒绝药剂喷雾，却被奥德斯尔宽厚的大手无情镇压。乖，听话，喷药好得快。奥德斯尔熟练的哄着小家伙，可见平时没少哄这只娇气的胖仔仔，不过手上的动作却一点没停。不及时喷药的话，仔仔腿上的伤还要持续很久，到时候就不只是痛这一下了。可仔仔小朋友就不这么想，在他小小的脑袋里，事实就是本来仔仔就摔痛了，嘟嘟还用一个奇怪的平平让仔仔更痛，还不让仔仔动弹，于是反抗无效的小家伙有点生气了。小胖手捏成馒头似的拳头，气鼓鼓地捶了一下奥德斯尔的肩膀。仔不和，嘟嘟好了。小家伙郁闷地趴在沙发上，嘟嘟肉从侧边露出来一点点。生胖气点 JPG。 奥德斯尔无奈，宽大的手掌轻轻抚摸仔仔的背部，安抚小家伙的情绪。喷药是为了好得快，你再感受一下，现在是不是不痛了？这种药剂用的时候虽然会有一些刺痛，但是却能很好的活血化瘀，而且在用完药的几秒钟后还会有镇痛的作用。还在生闷气的仔仔闻言一愣，试探性的敲了敲自己的小肌肉，左扭扭右扭扭，好像真的不痛了哦。嘟嘟没骗仔，看着自家胖仔格外灵活的 GO， 奥德斯尔失笑不已。怎么样？低沉中带着些许笑意的声音传入耳朵中，仔仔蒙着小脑袋，脸蛋红红，有点不好意思。仔仔刚刚随便对嘟嘟发脾气了，嘟嘟是为了仔好，可是仔仔不乖，还凶了嘟嘟。小家伙心里隐隐明白，随便发脾气好像是不对的。看出了仔仔的不好意思，奥德斯尔十分上道的给小家伙搭台阶，毕竟再不给这只胖仔台阶下，他能把自己蒙到狗带。今天仔仔上幼儿园了，可不可以请最厉害的仔仔和嘟嘟说一说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最厉害的仔仔听起来好像很棒的样子。还在害羞中的仔仔有点膨胀了，不自觉地挺了挺胸脯，悄悄地抬起头偷瞟一眼奥德斯尔，确定嘟嘟没有再生自己的气，小家伙坐了起来，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已经对艾瑞驰说过一遍的见闻。小家伙的话断断续续的，东讲一句西讲一句，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人很兴奋，听的人却没这么开心了。别墅里的侍者听得昏昏欲睡，只有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十分认真，并且时不时的回应两句。两人的回应让仔仔讲得更起劲了，叽里呱啦的，小嗓门听着可带劲儿了。热情满满的仔仔小朋友像是开启了话痨的开关，对着奥德斯尔和艾瑞驰讲完还不够，别墅里的侍者有一个算一个，逮到谁就跟谁讲，整个就是一个小话痨。第二天还记得要去幼儿园上学，仔仔早早的从床上起来，洗漱好，吃完早饭，仔仔小朋友背着书包开开心心的准备上学，可一打开车门，小家伙就发现了不对。看着空空的座椅，小家伙揪着书包望向艾瑞驰。嘟嘟呀！眨巴眨巴眼睛，浓密卷翘的结与小扇子似的微微扇动，澄澈的眼底是一片好奇。艾瑞驰有些犹豫，今天军部早早就来人了，奥德斯尔这家伙去的匆忙，都没来得及和仔仔告别，现在倒好，把问题丢给了他。想起之前皇后他们离开别墅，这小胖仔找不到人就委屈巴巴的掉眼泪，艾瑞驰头疼极了，把仔仔抱起来放到座椅上，仔细的系好安全带，等做完这些事情，他才缓缓开口：嘟嘟出门了，要过段时间再回来。说完，艾瑞驰就紧紧地盯着茫然的仔仔，生怕小家伙一个不高兴就掉金豆豆。出门？奶夫妇的疑问句。对。哦。仔仔点头，然后把身子坐正，抱着猫猫头书包，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就这？艾瑞驰纳闷了，他都做好小家伙哭唧唧的心理准备了，怎么今天这胖仔不按套路来了呢？网友们也觉得不对劲，之前皇后殿下仔仔哭得多伤心啊，好几天都没缓过来，元帅大人不在，仔仔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知道元帅大人看了会不会伤心？哈哈哈。尽管心里有再多的疑问，艾瑞驰也不敢多问，怕一问就让小家伙反应过来，只能埋在心里，赶紧叫驾驶员开去幼儿园。而某位在飞往边境的路上偷偷看仔仔直播的元帅大人不开心了。奥德斯尔不想让仔仔因为自己伤心，可真的看到小家伙一点也不在乎自己不在的模样，他这心又有点不是滋味了。坏仔！奥德斯尔暗戳戳的在心里说了句小家伙的坏话，但是一想到仔仔被人说坏话时气哼哼的小模样，又马上反驳自己：不对，不是坏仔，他家胖仔天下第一乖。对仔仔加了有1万层都不止的滤镜的老父亲就是这么盲目。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谁也不能说仔仔坏话的最高境界吧，就是自己也不行。
飞船上，众人明显能感觉到元帅大人身边本来就冷冰冰的空气，一会儿变得更加冷凝，一会儿又回暖，就跟抽了风的空调似的。抖了2下，士兵们下意识地离元帅大人远了一点。那么，被所有人关注的仔仔到底在想什么呢？其实小家伙根本不知道艾瑞驰口中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奥德斯尔像从前一样，白天出去上班，然后下午回家。嗨呀，本仔仔早就习惯了，仔是坚强的仔仔，嘟嘟晚上就回来了。抱着猫猫头，仔仔小朋友甚至开始期待起今天在幼儿园会有什么好玩的。也不知道小家伙晚上回家以后发现嘟嘟不在家会是什么反应。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到了幼儿园门口的仔仔很快乐，这种快乐在碰到巴特小胖墩儿和爱丽丝的时候就更快乐了。仔仔，仔仔，2道声音齐刷刷的响起，一男一女2个小朋友朝快乐的小胖仔飞奔过来。最后还是爱丽丝抢先一步抱住仔仔，埋在小家伙怀里，深吸一口气。仔仔，我好想你，你昨天怎么都不来找我？我去找你也没看到你在哪儿。今天送爱丽丝上学的是她妈妈，看着自家女儿猛吸仔仔的痴汉模样，爱丽丝妈妈表示简直没眼看。巴特不开心了，郁闷的虎着脸盯着2位小姐妹。你抱够了没有？仔仔要和我去上课了。巴特爸爸没好气的拍了小胖墩儿圆滚滚的后脑勺。怎么说话的？然后态度和蔼的和艾瑞驰以及爱丽丝妈妈点头。3位家长脸上挂着笑容，彼此打招呼。哇呀！巴特不高兴的捂着后脑勺，扯着嗓子使劲嚎。老爸，我是你儿子吗？怀疑的小眼神看向巴特爸爸。接受着来自4面8方的怪异眼神，巴特爸爸呵呵2声，然后小声威胁，再逼逼，你的机甲玩具就别想要了。为了心爱的玩具，巴特小朋友只好老老实实的变正常。哎，拜拜啊！门口，仔仔小朋友笑眯眯的和艾瑞驰告别，小手手慢慢悠悠的晃着。艾瑞驰一手插兜，另一只手懒散的挥了挥，嘴角微勾，白皙的皮肤在清晨的食堂下散发着莹润的光芒，好看的眉眼之间是淡淡的笑意。看着小家伙可可爱爱的背影在视线里消失，艾瑞驰才坐在飞行器上去工作。幼儿园里，巴特小朋友屁颠屁颠的跟在仔仔和爱丽丝身后，等小家伙和爱丽丝分开，这小胖墩儿才敢上前和仔仔聊天。谁叫爱丽丝的力气太大了，刚刚巴特想挤到2人中间，可非但没有成功，还被小姑娘推得摔了个屁墩儿。教室里，格蕾丝早就到了，桌子上放着一堆小零食。巴特羡慕地看着小山似的零食堆，因为巴特的体重比同龄的小孩要重上不少，所以巴特爸爸妈妈是严格限制小胖墩儿的零食数量的，平时的零花钱也给的特别少。你想吃的话可以拿走，谢谢你昨天请我吃糖。格蕾丝把零食往巴特的方向推了推。仔仔也从猫猫头小书包里拿了一瓶 Ninia 出来。喝 Ninia 啊！送 Ninia 对于还在喝奶的小家伙而言就是最大的诚意了。对于格蕾丝的零食，巴特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小家伙的瓶瓶奶，巴特就敬谢不敏了。仔仔，我早就不喝奶了，你自己喝吧。作为一名男子汉，喝奶太有损他的威严了。不喝 Ninia。仔仔一双水润润的眼睛瞪得圆溜溜的，像是第一次听说一样。好喝的，咕嘟咕嘟哦。Ninia 可好喝了，咕嘟咕嘟的一下子喝下去就好了。几个小朋友还想再说什么，小鱼老师已经进来准备上课了。小朋友们，上课喽！脑系今天有点不一样哎。努力坐直的仔仔小朋友盯着小鱼老师，心里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又看不出哪里奇怪。老师，你今天要去约会吗？还是巴特一句话说到了重点。仔仔是插班进来的，虽然觉得小鱼老师今天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却又说不出来。但巴特就不一样了，他和小鱼老师相处了这么久，有什么不同一眼就看出来了。有了巴特这句话，其他的小朋友也纷纷议论开了。老师今天穿得好漂亮，嘴巴上还抹了红红的东西。老师是吃了魔鬼胶，所以把嘴巴辣肿了吗？不是的，江江你好土哦，这个叫口红，我见过妈妈抹，妈妈都是在和爸爸单独出去的时候抹的，每次这个时候我就会被送到爷爷奶奶家。可是为什么要去爷爷奶奶家啊？我听月月说，好像是爸爸妈妈他们要打架，这样就可以有宝宝了。打架？老师说好孩子是不打架的，可是小鱼老师抹口红是要去打架吗？那小鱼老师也不是好孩子。应该不会吧，小鱼老师还没有和她的男朋友结婚，我听说要结了婚才可以打架。几个孩子天真不谙世事的讨论，直接把小鱼老师给说得羞红了脸，脑袋都要冒烟了。停停停，不许说了，我们现在正式上课。捂了捂红彤彤的脸，小鱼老师生硬地转移起了话题。仔仔这个小呆瓜都没听懂同学们的话，只记住了最后的男朋友3个字，拉了拉格蕾丝的衣袖。蕾蕾啊，男朋友系什么？小奶音软绵绵的，带着满满的困惑。格蕾丝也被问住了，呆滞了片刻，然后2个小呆瓜一起问巴特。巴特虽然也不明白，但为了维持自己英明神武，
自封的形象还是半知半解的解释。男朋友就是男的朋友，比如说我就是男的，我们是朋友，所以我是你们的男朋友。原来如此，仔仔软嘟嘟的小肉脸恍然大悟。格蕾丝小朋友比仔仔小呆瓜聪明点，还会举一反三。那我们就是你的女朋友对吗？对，没错。巴特小胖墩点点头，即便什么也不懂，却做出一副无所不知的形象。小胖墩勇气可嘉，我很佩服，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在元帅和艾瑞驰大人面前这么说。听楼上的这么一说，突然就好奇起来了。哈哈哈哈，笑死！从昨天他被打我就看出来了，这小子骨骼惊奇，是个作死的奇才，坐等小胖墩花式作死。几位小朋友就这么懵懵懂懂地了解了男朋友的意思。小朋友们注意点哦！注意到3个小家伙不太安分，小鱼老师轻声提醒了一句，看着3小只认认真真的开始画画，才放心下来。这节课是美术课，大家可以随意发挥，画出自己想画的东西。仔仔是第一次做这种活动，十分新奇的在纸上作画，抿着红润润的小嘴巴，肉乎乎的脸蛋儿一本正经的板着，画累了还抱着瓶瓶奶嘬一口补充体力，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是网友们在看到仔仔这个架势的时候的第一想法，可在仔细看了小家伙的成果后，弹幕有了一瞬间的沉默。好啦，时间到，大家都画好了吗？老师要来检查了哦。时间一到，小鱼老师就拍拍手，开始一个一个的检查了起来。经过代基因筛选的星际幼崽，各方面的能力都很突出，画画更是小意思。小鱼老师一个个的看过去，每个幼崽都画得很精美，种种细节都刻画得非常到位。不错，小朋友们真棒！声声夸奖不绝于耳，教室里的幼崽们却并不因此高兴。这种夸奖听得太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可当小鱼老师到了仔仔面前时，夸奖声戛然而止。看着白色纸上乱七八糟的线条，小鱼老师沉默了。这是个什么东西来着？他怎么看不太懂？最要命的是，眼前的这只胖仔还捧着画纸，一脸期待的看着自己，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更是不灵不灵的。这么可爱软萌的幼崽，这谁能拒绝？小鱼老师刚打算直接开口，不管3七21，先来一顿无脑夸夸再说时，仔仔小朋友出声了，还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老西，你猜借丝什么？这是什么？小鱼老师被难住了。这题他不会啊，来个会的人啊喂！如果他说错了的话，仔仔一定会伤心吧。一想到仔仔因为自己没猜出来他画的是什么而哭唧唧，小鱼老师就觉得整条鱼都不好了。哈哈，我就知道会这样，老师受苦了。仔仔这出神入化的画画功力，就跟他捏泥人的时候一模一样，走的都是抽象派路线。还是给孩子报个班吧，这钱我来出。轮得着你吗？我来。这有啥好争的，一人给报一门得了，反正仔长大了也用得着。于是乎，跑偏的网友们纷纷为仔报班，课程班加起来可绕帝国40圈。这是小家伙几辈子也上不完的课。还蒙在鼓里的仔仔小朋友现在正可可爱爱的盯着小鱼老师，满心期待小鱼老师的答案。仔画的超棒哦，等下脑西一定会给本仔仔超级多的夸夸的。这是滑？小鱼老师迟疑地说。老天保佑，他一定要蒙对啊。不过很可惜，老天也看不出这小家伙画的是什么东西。仔仔小朋友的嘴撅起来了。鱼脑西怎么会猜不出来呢？那刺猬、毛团、毛毛虫，猜到最后，小家伙的小脑袋已经完全耷拉下来了。刚开始小鱼老师猜不对，仔仔还超自信的觉得是小鱼老师笨笨哒，可后面班里的小伙伴全都一起来猜，也没猜出来的时候，这只自信的胖仔第一次自我怀疑起来了。仔仔画的一点也不棒。失落的垂着脑袋，小家伙有点难过的样子。小鱼老师觉得不妙，却怎么也没能把这小糯米团子哄开心了。这种低落的情绪一直持续到艾瑞驰接这只小仔仔回家，并且发现别墅里没有嘟嘟后，彻底绷不住了。沙发上软嘟嘟的糯米团子吧嗒吧嗒的掉眼泪，任凭俊美的金发男人怎么哄也没用。仔仔，嘟嘟现在有事，暂时不能回来，我们早点睡觉好不好？现在快8点钟了，以往这个点小家伙应该已经洗白白睡觉了，今天却还精神头十足的扯着嗓子哭哭。不呀，和嘟嘟歪歪啊！哽咽的小奶音软软的，抹抹湿漉漉的脸蛋儿，仔仔的手放到耳边，歪着头做出通话的样子。小家伙不知道光脑的名字，也只能用手比划了。艾瑞驰不是没想过让仔仔和奥德斯尔通讯，可关键是奥德斯尔的光脑链接不上啊。大概奥德斯尔还在忙于作战，把光脑屏蔽了。嘟嘟的光脑现在接不通，咱们明天再歪歪好吗？战事无法预估，边境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艾瑞驰也不知道奥德斯尔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更不知道要等多久。现在已经到了仔仔睡觉的时间，再不睡，小家伙明天估计就要赖床了。仔仔捂着脸蛋儿表示自己听不懂，要和嘟嘟歪歪以后才去睡觉觉。无奈的给小家伙擦擦眼泪，艾瑞驰把快要被咬坏了的肥肥递给他。
仔仔快看，这是你最喜欢的肥肥。仔仔抱着肥肥去睡觉吧。根据艾瑞驰这么多天的经验，这只小崽崽一难过就想啃肥肥，希望肥肥能缓解一下他的不开心吧。可惜今天崽崽小朋友的伤心是肥肥也没办法拯救的。小胖手敷衍地抱了一下肥肥，随即在艾瑞驰期待的目光下丢到一边，继续伤心。艾瑞驰求救的视线投向一旁站着的老管家，老管家沉默地低头。虽然他年纪大，可是他老人家没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哄一只伤心的幼崽。不然，爱爱给崽崽扎小便好不好？灵光一闪，艾瑞驰建议道。经过上一次被玛丽小姐姐的降维打击，这位首富大人立志要逆袭，苦心孤诣学习扎小辫的技术，现在已经神功大成，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就差小家伙给一个展现的机会了。兴冲冲地看着崽崽，艾瑞驰那双蓝色的瞳孔里充满了跃跃欲试。他早就想一雪前耻了，既能哄娃，又能证明自己，多好的事儿啊！但我们的崽崽小朋友不买账，还记得之前自己被丑哭的发型？小家伙心有余悸地摇摇头。爱爱的便便扎得太丑了，本崽崽晚上会丑得睡不着的。别墅里，刚刚还泪眼朦胧的糯米团子居然神奇地止住了哭声，只因为艾瑞驰说要给他扎小便。成功哄好小家伙，艾瑞驰此时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时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不开心。看着自己的手艺被这样胖仔拒绝，艾瑞驰的小叛逆突然就起来了。不行，他一定得让崽崽知道自己的厉害才行。说干就干，艾瑞驰立马叫老管家去拿扎小辫的工具。崽崽乖，爱爱真的会扎便便了，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呀？那些小叔子，艾瑞驰慢慢的靠近满脸惊慌的胖仔。你不要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界里有人欺负小朋友。众所周知，幼崽都是液体做的。小胖仔虽然看起来胖嘟嘟，却能慢慢的把自己塞进沙发缝里，看起来弱小无助又可怜。就在艾瑞驰要成功的时候，奥德斯尔的视讯请求突然打断了惨案的发生。奥德斯尔一整天都在忙边境的事务，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就想好好看看自家胖仔，于是就给艾瑞驰发了视讯请求。看着嘟嘟突然出现在空中，小家伙惊喜非常，季吉把季吉从沙发缝里啵的一声拔了出来，就跟拔萝卜似的。嘟嘟啊，仔想你哦。屁颠儿屁颠儿的爬到奥德斯尔身边，小家伙踮着脚就想抱抱嘟嘟的大腿，可这是虚拟的，圆滚滚的糯米团子也只能抱个寂寞。艾瑞驰不开心了，蹲在崽崽旁边，没好气的戳了戳那肉乎乎的脸蛋儿。怎么没见你说想我呀，笨仔！哎呀，小爱啊！包容的摸摸爱爱的膝盖，小家伙也亲亲密密的和艾瑞驰贴贴。在崽崽眼里，嘟嘟和爱爱都对季吉超重要，只不过因为嘟嘟不在面前，所以这只胖团子就显得黏糊一点。艾瑞驰爽了，却还是口是心非。哼，敷衍。奥德斯尔穿着一身军装，俊美无愁的脸庞有了些疲惫，却还是弯腰虚空的摸了摸崽崽小朋友的头顶。崽崽，嘟嘟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去，崽崽要乖乖上学，知道吗？嘟嘟干嘛？不回来吗？崽崽有些苦恼的看着奥德斯尔。嘟嘟不在家，看不见嘟嘟，崽崽会很难过的。奥德斯尔微微勾唇，脸庞从来都冷硬的线条此时柔和了许多。嘟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重要的事？有什么事情比陪崽崽还重要？小家伙撅着嘴，小胖手插在水桶似的小肥腰上。气成煤气罐罐点 JPG。 看着崽崽气哼哼的小模样，奥德斯尔耐心的解释，有许多和崽崽一样的小朋友，他们的家被一群坏蛋抢走了，如果嘟嘟不去帮忙的话，他们就没有家了。没有家？对，那些小朋友没有家的话，就会吃不饱穿不暖。吃不饱穿不暖？被这样可怕的描述吓得瞪圆了眼睛，崽崽胖嘟嘟的小手攥紧了衣袖，小身子一抖。什么人这么坏？为什么要抢走别的小朋友的家？崽鸡道，吃不饱穿不暖，就是没有漂亮的小裙裙，也没有好喝的瓶瓶奶了。崽崽没有漂亮裙裙的话，就会掉金痘痘，一顿不喝瓶瓶奶，肚鸡就咕咕叫，可难受了。以己夺人，充分了解了失去家的小朋友有多难过。小糯米团子也不因为嘟嘟不在家而伤心了，反而正儿八经的板着一张软嘟嘟的小肉脸，小拳头用力的往下一捶。嘟嘟要打坏大，嘿嘿打！这么坏的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揍哭才可以。看着小家伙奶凶奶凶的给自己打气，奥德斯尔点点头，金色的瞳孔满是欢喜，语气低沉而温和。好，嘟嘟揍他们。对嘟嘟的态度很满意，崽崽窝在艾瑞驰怀里，开始和两人显摆起自己今天学的新词。嘟嘟爱有男朋友吗？崽有男朋友哦。小嗓音里满是嘚瑟。只是出去一天就听到这个噩耗的奥德斯尔，谁家的臭小子，敢拱他家的小白菜？崽崽以后要有那么多男朋友。小胳膊用力张开，小家伙努力地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很不巧，两位老父亲今天都错过了小家伙是怎么了解男朋友的含义的，也不知道此男友非彼男友。于是奥德斯尔开始严肃起来，
原本带着些许温和的脸庞开始变得冷峻。艾瑞驰，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不是挺好的，仔仔有志气，爱支持你。艾瑞驰本来就是个风流轻佻的性子，对此倒是不怎么在意，反而挑眉对仔仔竖了个大拇指。不愧是他家的仔，从小就志向远大。他们家又不是没这个条件，要是仔仔喜欢，他能现在就给仔仔准备童养夫。这男朋友嘛，就是要多交几个，这样长大了才不会吃亏。他还能给仔仔传授几招绝学，让小家伙立于不败之地。仔，你看上幼儿园里哪个小朋友了？和爱爱说，爱爱帮你和他们家长谈，要是很多的话，咱们就都收了。艾瑞驰懒洋洋地捏了捏仔仔小朋友的脸颊，薄薄的嘴唇微微上扬，语气中颇为霸道。而奥德斯尔却和艾瑞驰持不同想法。艾瑞驰，你少说两句。瞪了瞪艾瑞驰，奥德斯尔黑着脸，看起来很不高兴。在奥德斯尔眼里，这世上就没有能配上他家胖仔的臭小子。听了小家伙的话，他更是看谁都不顺眼。仔仔以后总是要谈恋爱的，现在多点经验，总比以后被哪些男人的小花招骗要好。而且我们做兽人的，及时行乐，快乐就好吗？懒散的靠在沙发上，修长的腿翘成二郎腿。艾瑞驰随手呼噜一把胖仔，仔仔，你说是不是？快乐，快乐！这小胖仔乐淘淘的重复艾瑞驰的话，咧着嘴开心的拍着手手，一双眼睛天真又纯粹。但奥德斯尔表示不听，谁敢骗仔仔，他试试，敢试就让他当场狗带。老古板，怎么和老头子似的？艾瑞驰嫌弃的看着奥德斯尔，仔听我的，放肆玩，爱爱给你兜着。仔听我的，别和那群臭小子待在一块儿，嘟嘟会保护好你的。两位老父亲争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窝在艾瑞驰怀里的仔仔小朋友迷茫的在两人中间反复横跳，最后居然被说的睡着了。两个人谁也没赢，最终还是艾瑞驰压低声音，小心翼翼把仔仔放到床上掖好被子，轻手轻脚地走出仔仔卧室，到了书房，艾瑞驰才开腔问道：边境情况如何？我这儿还好，只是帝国东部的情况不太好。帝国的东部是由利维元帅负责的。利维元帅年事已高，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有些下降，对战来势汹汹的虫族不免有些为难。两个人交谈了许久，最后结束通话的奥德斯尔坐在简陋的临时指挥所，眉心深锁。翌日天刚蒙蒙亮，还在睡梦中的小鱼老师收到了元帅大人的通讯请求。当初仔仔入学，奥德斯尔怕仔仔在幼儿园被别人欺负，毕竟仔仔是临时插班进去的，所以特意把仔仔所有的老师都加了个遍。原本还在蒙圈中的小鱼老师有点起床气，一看备注是元帅大人，那点起床气瞬间丢得远远的，立马精神百倍，战战兢兢地接通通讯。奥德斯尔一大早就要和虫族作战，一整天没有时间联系老师，这已经格外照顾小鱼老师的作息，尽可能晚的通讯了。某位元帅大人再三的和小鱼老师强调，小朋友不能早恋，尤其是他家胖仔，非常认真的拜托小鱼老师帮他看好自家小白菜。小鱼老师仿佛变成了一个无情的点头机器，只知道一个劲儿的摁点头。由于某些不可抗因素，只能在这个时候与你通话，如果打扰到你十分抱歉，最后还请小鱼老师多多留意仔仔，十分感谢。认认真真的说完这些，奥德斯尔才挂断。门外传来敲门声，是来接他的士兵整理好军装。奥德斯尔上了飞行器，看着挂断的通讯，回过神的小鱼老师长舒一口气，万万没想到，原来元帅大人也是个护崽狂魔，态度居然还出奇的好。作为帝国幼儿园的老师，任职的这些年，小鱼老师自认为见过不少的家长。这里的学生们家庭都非富即贵，家长们哪个不是帝国响当当的人物，一般和他们打交道都要小心翼翼，家长的态度更是高傲的不行，稍有不慎就天良王破警告。他本来以为元帅大人同时作为帝国最年轻的元帅和皇帝陛下的弟弟，会比那些普通家长更加嚣张跋扈，毕竟这位元帅战功赫赫，为帝国做了许多贡献，有嚣张的资本。可没想到元帅大人虽然冷淡，却对老师有足够的尊重和礼貌，就算是有什么要求，也是作为家长以拜托的口吻说出来，并不是以元帅的身份居高临下的命令。被元帅大人拉满好感度的小鱼老师斗志满满，觉也不睡了，认认真真的开始改教案。睡什么睡，嗨起来！元帅大人都这么早起，他怎么还能睡？这种斗志被小小班的同学们最直观的感受到了，其中体会最深刻的就是仔仔小朋友了。仔仔你看，咱们可以先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就很完美了。小鱼老师面带微笑，声音柔的能滴出水来。仔仔小朋友弱小又无助，小胖手被小鱼老师完全支配。救命！小鱼老师变得好奇怪了。最喜欢上课摸鱼的仔仔小朋友现在成了小鱼老师的关注焦点，原本是摸鱼，现在变成了真摸鱼。终于等到了体育课，目送小鱼老师离开，小小班的小伙伴们发出一声欢呼，迫不及待地跑到外面。但是这些小家伙们真的能轻松了吗？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体育课就来练一套拳法怎么样？满身肌肉的男老师脸上挂着姨母笑，粗声粗气的声音努力变得柔和。小鱼老师看着脸色一变的幼崽们，嘴角微微一笑。不枉自己给体育老师灌了那么多鸡汤，要奋起，大家就一起奋起，不能辜负元帅大人的期望。奥德斯尔表示，我没有，别瞎说，他只是让他看着仔仔不早恋而已。这位体育老师还是当初面试仔仔的那位老师。看着唉声叹气的小伙伴们，对体育老师一无所知的仔仔小朋友拉了拉格蕾丝的衣袖。雷雷，不开心咩？叹了口气，格蕾丝没说什么。肯尼老师教的拳法太傻了，在小班的小朋友眼里还是太幼稚了，一点也不符合他们的气质。小朋友们按照从矮到高的顺序站好，拍拍手，肯尼老师把晕乎乎的想往后走的仔仔小胖团拉到前面来。仔仔乖，咱们站这里。小胖团是小班最矮的小朋友，应该站在第一排。但我们胖仔不这么想啊！不呀，仔辣腰高，怎么可以站在前面？娇娇气气的摆摆手，小家伙一扭头就要往后走。哎，等等仔仔！肯尼老师赶紧拦住这只胖团子。对自己的身高一点数也没有的小糯米团子有点不高兴，严肃的瞪着一双圆不溜丢的眼睛，小奶音非常郑重。仔高高的，脑细太小瞧仔了。肯尼老师一时语塞，要不仔仔你和别的小朋友们比一比。停顿了一会儿，肯尼老师轻声建议，他觉得在这只倔强的奶团子面前，什么话语都是苍白的，还是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比较好。哼，比就比，本仔才不怕呢。挺着积极的小肚子，奶团子颠颠的跑到小班里最高的小朋友面前，一脸骄傲的抬着脑袋。没错，在小仔仔的心里，他就是整个星星班最高的仔，就是这么自信哦。二杰是一只雪豹幼崽，今年已经2岁了，雪豹家族的良好基因让他长得很快。看着这么一只白白软软的糯米团子，气势汹汹的挺着小胸脯和自己比身高，小雪豹没忍住红了红脸，白皙的脸蛋儿都要热出了水蒸气。可爱，想捏。仔仔抬着头，有点茫然。肿么肥似？仔怎么觉得对面这个人要比自己高那么一丢丢呢？面对小家伙怀疑的小眼神，阿尔杰非常上道的半蹲下来，这下仔仔就比阿尔杰高了。小伙子很上道，胖仔很满意。看吧，仔细不细超级高啊！冲肯尼老师丢了个得意的小眼神，仔小朋友快乐的眯起眼睛。肯尼老师看着半蹲的阿尔杰，无奈的摇摇头。他原以为仔令智昏的情况只会出现在成年兽人身上，没想到小家伙老少通吃，在小朋友里的人气也丝毫不输。接下来，这只幼稚的仔还觉得不够，为了充分的让脑细知道鸡鸡有多高，又一个一个的和星星班剩下的小朋友都比了下身高。小朋友们也乐于维护仔的自尊，纷纷蹲着身子和仔比。这么拙劣的放水，也只有这只笨仔会真的相信。看在这群幼崽破天荒的能在一件事上同心协力，肯尼老师无奈的叹了口气，只当自己也是个傻的，把这个小家伙放到最后。反正就是掉个头的事，没什么。在折腾完这么一圈后，体育课才正式开始。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好好学习这套究极无敌萌萌拳，学会了这套拳法，我们就可以变得特别厉害，还能保护家人哦。肯尼老师开始说谎话，不打草稿，脸不红心不跳的忽悠起这群小朋友。究极无敌，听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糯米团子水汪汪的大眼睛咻的一下就亮了。除了某只小呆瓜，星星班里压根儿就没人信。毕竟这已经不是肯尼老师第一次给他们画饼了。说是拳法，其实就是幼儿园小朋友们做的操，动作非常简单。小胖手左哗啦哗啦，右哗啦哗啦，再踢踢小胖腿，小屁屁再扭一扭。关键仔学的还贼认真，原本5分的动作，非要做到10分，板着一张肉乎乎的小圆脸。就问还有谁能比这胖仔更可爱？网友们简直都要被小家伙小猫似的动作给萌化了，直呼想偷仔。我的妈呀，仔他也太可爱了吧，这小胳膊小腿直接舞到我心里了。仔你告诉妈妈喜欢什么样的麻袋，妈妈这就拎着麻袋去找你。仔，你是我的神。仔自以为猛虎咆哮，嗷呜嗷呜，超凶猛。实际上小奶猫喵喵喵，无敌喵喵全嘿哈。楼上的总结的也太到位了吧。呜嘤，仔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娃。系统也不由得眉眼含笑的捧着脸蹲在一旁盯娃。嘿，不愧是他家的胖仔，绑定仔真是他的幸运。看着一大笔狂暴值进账，系统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宿主了。狂暴值轻轻松松的进账，每天还有乖乖软软的仔可以 rule， 就问主神空间还有哪个系统能有他这么爽？现在系统的狂暴值已经足够他进入系统专门用来交流信息的论坛了。逛着论坛，看一个个系统为宿主的骚操作的发帖骂人，系统觉得自己升华了。他只是不能回去，却得到了快乐。那些童子能回主神空间又如何？没有快乐又有什么意义？
心满意足的在论坛找完优越感，系统在吐槽宿主奇葩事的部分开了个十分找打的帖子，先把自家胖仔打拳的视频发到上面，然后并且在一大堆无语今天狗比宿主又不做任务的标题中间写了一个好烦，宿主太可爱了怎么办的标题，施然的下了论坛。不管其他系统看了以后是怎么议论自己讨打的，反正系统觉得自己爽到了。凡尔赛的快乐一般人是不会理解的。这套究极无敌萌萌拳打完以后，仔仔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能看出一点卷度的小卷毛被汗液打湿贴在脸颊上，看起来既狼狈又可爱。反观其他小朋友就是一副摆烂到底的样子，坚决不做这些羞耻到脚趾头能抠出一座梦幻芭比城堡的动作。肯尼老师满眼惊喜地看着仔仔，仿佛看到了知音一般。在幼儿园教学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认真做操的小朋友。非常感动的肯尼老师对着仔仔就是一顿花式夸奖，只把小家伙夸上了天。在肯尼老师的彩虹屁下，小家伙毫不怀疑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绝世大厉害。现在再让他碰到霍雷肖，这小胖仔估计半点也不怵，说不定还会嘿嘿哈嘿的冲上去和他单挑，试试自己的小拳头到底有多厉害。很快，小家伙放学回去以后就迎来了一个机会，一个试验自己小拳头的威力究竟有多大的机会。下午放学，艾瑞驰早早在大门外等候，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告别完，仔仔欢快地扑进了艾瑞驰怀里，正准备和艾艾分享自己今天在幼儿园的事情，小家伙还没张口，就看见了飞行器里的不速之客。穿白衣服的叔叔又来了，瞳孔微缩，仔仔埋在艾瑞驰怀里，完全不敢动弹。医生叔叔给的心理阴影着实太大，这只胖仔还没有消化过来。艾瑞驰今天叫医生来的目的是给小家伙检查身体，也不是因为仔仔有不舒服的地方，只是想让医生看看，确定小家伙的发育是否正常。就算是天赋奇高、精神力 3S 的幼崽，在破壳的时候虽然会以完全人形的模样破壳，但是在1周之内都会现出原形。自从破壳以来，这个小家伙就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原形。作为老父亲，艾瑞驰还是有些担忧的。医生正好就在幼儿园附近，顺道就一块去别墅。安静的飞行器内，整只糯米团子都塞进了艾瑞驰怀里。那双永远似笑非笑蓝色眼眸里是胖仔的倒影，细密的睫毛在瞳孔里留下一片阴影，骨节分明的白皙手指轻轻抚摸小家伙的背部，想要舒缓幼崽的情绪。医生也很无奈，现在只恨自己学了医，不能好好 rule 这只小胖仔。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仔仔自以为十分小心的从艾瑞驰温暖宽厚的怀里抬起那么一点点高度，露出2只可可爱爱的眼睛，并像是在观察今天的白衣服叔叔还会不会扎自己，那双圆滚滚的眼睛一眨不眨。注意到仔仔的视线，医生一扭头逮住偷看的胖仔，小家伙吓了一跳，赶紧缩到艾瑞驰怀里。可仔仔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本仔现在学了超级棒的拳，辣腰厉害，为什么还怕白衣服叔叔？不服输的糯米团子圆滚滚的眼睛一瞪，奶凶的看了回去。现在的仔仔已经不系以前的仔仔了。医生觉得好笑，微微一笑，两个人四目相对。医生双手环抱靠在座椅上，看起来好不悠闲。仔仔就没那么悠闲了，由于要维持自己的气势，小家伙瞪圆了眼睛一眨不眨，眼睛酸了就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撑着眼皮，看似不似超凶？两个人就这样一路瞪回了别墅。医生打开药箱，把检查的仪器拿出来，警惕的胖仔一看这架势和之前扎自己的时候一模一样，当即就摆好姿势，要给这个坏叔叔瞧瞧自己的厉害。哈！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声，小家伙单腿抬起，做出大鹏展翅的模样，企图吓到医生。脑西说了，仔仔这个动作做得最棒，一定会把叔叔吓得哭出来。医生一愣，看向艾瑞驰。格雷医生继续吧。艾瑞驰自以为是小家伙在玩，呼噜一下仔仔圆滚滚的脑袋，笑着让医生继续。仔仔觉得自己严肃的气场被艾艾打乱了，气鼓鼓的撅着嘴，十分没有威慑力的瞪了眼艾瑞驰。不要打扰仔啊！仔仔现在有正事要做，艾艾不要打扰人家。好，不打扰。艾瑞驰失笑不已，打算亲自去给仔仔冲瓶奶，让他消消气。可刚走出没几步，就出了状况。格雷医生拿着仪器靠近仔仔，还没开始检查，小家伙就咿呀呀用在幼儿园学的究极无敌萌萌拳一顿输出。打完以后还恶狠狠地放狠话：别过来哦，仔胸大。耸耸小鼻子，这只圆滚滚的胖仔觉得自己发挥的简直太棒了，比在幼儿园还要完美。可在格雷医生眼里，就是小家伙左扭扭右扭扭，甩甩小胖手，蹬小短腿，在自己面前卖萌。至于那些落在自己身上的小拳头，就像在给自己挠痒痒似的，舒服极了。看着小家伙挺着肚子骄傲的不行的小模样，格雷医生有了一瞬间的犹豫。要配合仔仔吗？对上那双亮晶晶的满含期待的眼神，格雷医生果断做出判断：配合，必须配合。往后一倒，
格雷医生痛苦地捂着胸口。啊，好痛苦，仔仔也太厉害了吧！可惜网友们对格雷医生的演技完全不买账。切，这也太假了吧！换我一定比他演得好。要是我在仔仔面前，我一定，嘿嘿嘿。正在看论坛里其他桶的酸言酸语的系统，也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太假。但我们的小糯米团子对格雷医生拙劣的演技买账啊！看着往日扎哭记己的怪叔叔被自己打倒，小家伙别提多开心了。屁颠跑到格雷医生面前，这只笨笨的糯米团子还知道补刀，小胖手握成拳头，软乎乎的在格雷医生的一坨腹肌上捶了一下，肚子上的脂肪也随之抖动。波浪般的肉浪让小家伙格外新奇，低着头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的小肚鸡。就在所有网友们好奇仔仔会干嘛的时候，这小奶团出其不意的给自己肉乎乎圆滚滚的肚鸡 bang 的一下就是一拳头。系统赶紧阻止还要再捶一下的胖仔。小呆瓜，你怎么还自己打起了自己？他才刚在系统论坛上炫耀了自己有个软软萌萌的宿主，怎么这边小家伙就开始表演起自己揍自己了？被阻止的仔仔小朋友也不恼，只是困惑的摸着自己的小肚皮。怎么自己和白衣服叔叔的肚鸡不太一样？白衣服叔叔的肚鸡啪啪响，自己的肚鸡就是吨吨的，好奇怪哦。算了，想不通的仔仔不想了，看着演技十分拙劣的格雷医生一脸甜笑。仔可真棒啊！有了格雷医生的示弱，对于接下来的检查，仔仔倒是十分配合了。大概这就是幼崽对于一个成年兽人自尊心的照顾吧。自以为叔叔都被仔打趴下了，太丢脸了，仔还是配合一下下，让叔叔不那么难过吧。系统嘎嘎乐的看着小家伙自信的小模样，怎么看都觉得自家胖仔天下第一可爱。殊不知，因为他的帖子，论坛里眼馋的系统们正打算过来和这家伙抢仔。仔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现在还没变成原形，大概和种族有关，还是再耐心等等比较好。依旧没看出什么，格雷医生只能让艾瑞驰继续观察。艾瑞驰没说什么，叫管家送格雷医生出去，自己则戳了戳乐淘淘的抱着瓶瓶奶的小胖仔。啊！被打扰的仔瘪嘴，吐了个奶泡泡，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满是茫然。俊美的过分的男人缓缓勾唇，柔和的目光包裹着这只一心只有瓶瓶奶的小家伙，低沉如潺潺流水的声音里带着点困惑。小家伙，你到底是哪个种族的？咿呀，爱在说什么？种族系什么啊？算了，哪个种族都无所谓。没有问出答案的艾瑞驰无所谓的挑了挑眉。小家伙只要是自己的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重要。翌日到了休息日的小朋友没有被玛丽姐姐叫醒，久违的睡了个好觉。自己慢吞吞的从床上溜达下去，晃晃悠悠的进了艾瑞驰的房间。艾瑞驰正在处理一些紧急的文件，听见门口的动静，知道是小家伙，眉头纹丝未动，只是用余光注意这只胖团子。虽然现在小家伙已经会走路了，但是在家还是觉得爬来的更方便，软乎乎的膝盖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点也不觉得痛，反而生龙活虎的往艾瑞驰这边爬。这清脆的地板声听得艾瑞驰眉心直突突，感情这小家伙跪的不是自己的膝盖，看起来一点也不心疼的样子。哎啊！一边爬，仔一边软乎乎的叫着艾瑞驰，钻过办公桌，顺着那双修长而有力的双腿爬上去。仔把自己放在艾瑞驰怀里，好奇的瞅艾瑞驰的文件。系统还是很良心的，这种画面一般都会马赛克掉，绝不泄露半分机密。艾瑞驰不动声色，修长的手指时不时翻页。书页翻动时窸窸窣窣的声音让怀里的奶团子觉得十分新奇，眨眨眼，一双眼睛瞪得溜圆儿。仔看呀！抓住骨节分明的手腕，小糯米团子也想参与进去。小家伙看得懂吗？艾瑞驰打趣地揉了一把糯米团子肉乎乎的小圆脸，语气中含着浓浓的戏谑。瞧不起谁呢？仔不满地瞪圆了眼睛，抱着文件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艾瑞驰把文件给他，小家伙有模有样的抱着文件夹看得认真。如果忽略拿倒了的封面这件事的话，大家估计还真能被他给骗过去。网友们都要笑翻了。嚯，瞧不起谁呢？我们仔可厉害了，区几页纸而已，那不是轻轻松松。知道我们仔什么身份吗？萌变幼儿园无敌手，谁看了都想捏两把。萌王知道不？可惜帅不过3秒，只看了几秒，密密麻麻的文字就让这只倔强的小宝宝看昏了头。啊，这些黑黑的小方块好像会动一样，在仔的眼睛里转圈圈，转得仔好想睡觉哦。啊，仔要睡觉了。胖乎乎的奶团子眼睛慢慢的就要合上，突然，就在仔要彻底睡过去的时候，一声笑声惊醒了他。猛猛的抬头看着爱嘲笑自己的表情，果不其然，这只非常爱面子又极其自恋的仔恼羞成怒了。坏！湿漉漉的眼睛里充满了不满的控诉。小家伙捏着拳头，瘪着嘴气鼓鼓的。
仔那么努力的看这些方块块，爱爱居然笑自己，太过分了。小家伙气得脸蛋通红，嫩生生的小奶膘一股一股的，一点也不让人害怕，反而让人看得心尖尖都软了。哦哟，我仔不气不气哦，妈妈最喜欢仔了，楼下的快表演个才艺，让仔高兴高兴。没什么才艺，就献个丑给大家表演痴汉笑吧，嘿嘿嘿嘿嘿。看着小家伙软绵绵的生气，艾瑞迟笑了。怎么办？看起来更想欺负了。那双蓝色的瞳孔里充满了愉悦和恶趣味，嘴角渐渐上扬，完全没有要哄哄我们的仔仔小宝贝的意思。居然对仔是这个态度，不能原谅。哎呀呀，爱爱大坏蛋，不想理你了。仔仔不高兴了，爱爱也别想高兴。小脑壳用力顶了一下艾瑞驰的肚子，听到爱爱闷哼一声，小家伙得意的哼了一声，娇娇气气的从艾瑞驰腿上呲溜一下滑下去。怕被提溜回去报复，仔仔手脚并用，怕得飞快，不一会儿就偷偷溜了出去。书房里，金发的男人捂着肚子，却并不生气，薄薄的嘴唇反而溢出一声极动听的轻笑声，宠溺又纵容。按通玛丽的呼叫器，小家伙醒了，给他准备好早饭。低沉的声音十分悦耳。是的，先生。玛丽恭敬地回答。客厅里，小家伙开着自己的车嗖嗖乱跑，玛丽已经做好了早饭。有了上次开车撞倒花瓶的事故，艾瑞驰和奥德斯尔本来是要没收仔仔的车来着，可经过这只胖仔的软磨硬泡，原本要被没收的车又完完整整的回来了。仔仔，可以吃早饭了。摆好最后一样早餐，玛丽招呼仔仔吃早饭。闹了一早上，小家伙也的确饿了。兜兜，姐姐系兜兜。坐在儿童座椅上，胖乎乎的团子努力抬头露出自己短短的脖子，活像只嗷嗷待哺的雏鸟，软嫩的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玛丽目光一柔，温柔的给小家伙系好口水兜兜。说实话，玛丽姐姐现在已经成为了帝国兽人们第3羡慕的对象。毕竟不是谁都能每天近距离接触仔仔，还能哄睡头喂胖团子的。奥德斯尔和艾瑞驰并列第一。看直播的网友们恨不得现在就魂穿玛丽。仔自己吃啊！拒绝玛丽的投喂，仔仔小朋友要自力更生。小鱼脑西说了，最棒的小朋友要学会自己吃饭。随着仔仔小朋友的牙齿慢慢长出来，现在小家伙能吃的东西比之前要丰富不少，每顿都吃得香喷喷的。趁玛丽不注意，小家伙胖乎乎的小手慢慢地伸向艾瑞驰的早餐。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杯酒。艾瑞驰每天早上都有小酌2杯的习惯，每天都看爱爱喝这个红红的东东，自己要喝还不给。现在爱爱不在，自己就偷偷尝一丢丢。小勺子在红酒杯里舀了一勺塞进嘴里，奇怪的味道瞬间让这只调皮又贪吃的胖仔皱紧了眉头。吐吐舌头，仔仔觉得没有东西比红酒很难喝了，苦苦的，涩涩的，一点也不好喝。为什么爱爱会喜欢这么难喝的东西？小家伙的脸皱成了包子。难道家里没有钱了？爱爱把好喝的妮妮给了仔，所以爱爱就没有钱买吃的了吗？喝完红酒的仔仔觉得肩膀那里有点奇怪，痒痒的痛痛的，反正就是说不出的感受。踉跄着小短腿跑到沙发上趴着，此时的小家伙脸蛋通红，显然已经喝醉了。玛丽没有看到仔的正脸，把小家伙吃剩下的东西收拾好，送去了厨房。就在这短短的一个空隙里，仔仔觉得肩膀的不适感越来越强，还伴有强烈的灼烧感。忽然，在网友们的目光下，小家伙的后背忽然长出一对小翅膀。网友们还没来得及震惊，直播却突然黑掉了。同一时间，几亿人被弹出了仔仔的直播间。网友干！仔仔背后的翅膀是白色的，小小的，毛茸茸的，看起来格外的精致可爱。喝醉了的胖仔此时已经完全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凭着本能，小家伙肩膀后的小翅膀忽闪忽闪的扑腾起来，没几下就飞了起来。别墅的围墙有帝国最高端的防御系统，任凭谁也通不过，可在仔仔面前却如同水一般柔和，小家伙就这样毫无障碍地飞了出去。至于直播为什么会突然黑掉，这就要怪系统发的那个欠打的帖子了。本来最近童子的工作就不好干，碰到的宿主一个比一个嘚儿，不做任务，恋爱脑，为了男人还动不动就来个同毁速亡。系统这家伙绑定了仔仔这么萌的宿主，偷着乐就算了，他还要犯贱去论坛发帖子凡尔赛，那群被智障宿主折磨的童子哪能看得了这个，可不就心里不平衡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理可得，哪里有嫉妒，哪里就有取而代之的想法。系统9620就是这么个想法。作为一名标准的倒霉桶，他已经是第2次被沙比宿主被刺了。任务失败的9620本来是打算在论坛发帖子吐槽自己那不当人的宿主的，没想到一登入论坛就看到了系统发的那个凡尔赛的欠揍帖子。看着软软萌萌的崽儿，又看了看系统展示的坐标信息，极度的快译出来的9620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要抢崽儿。没错，桶和桶之间也是可以抢宿主的。和别的童子借了一些能量，买了个往返的传送阵，
9620就这样被传送到了别墅，正好碰到了仔仔长翅膀的时候。系统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9620的到来。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宿主自然也容不了两个童子。系统立马就和9620打了起来，直播那边自然就没有能量维持了。仔仔还不知道他的统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小家伙现在正扑腾着自己的小翅膀到处乱飞呢。时间慢慢的过去，仔仔也飞得越来越远。老大，仔仔的直播间现在怎么登不上去了？奇了个怪，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纳尔逊跟在霍雷肖后面百思不得其解。最近他们团又干了票大的，今天下船是来补给的。趁着路上的空闲，纳尔逊正打算看看仔仔，没想到居然进不去。霍雷肖眉头微拧，面无表情，手指却不断的刷新仔仔直播间的页面。怎么回事？英俊高大的红发男人嘴唇微抿不语，赤红色的瞳孔有些阴郁。难道小家伙出事了？纳尔逊，小孩住在哪儿？霍雷肖不放心，打算去仔仔家看一看。纳尔逊拍着额头努力回想，是哪儿来着？太久没到帝都，我都有点不太记得了。纳尔逊还没说出个1、2、3来，空中却突然掉下来一个不明物。霍雷肖身子一闪，躲开不明物体，可在看清是仔仔后，瞳孔微缩，手飞速地接住小奶团。怀里的小家伙小脸红红，闭着眼睛，细密卷翘的睫毛在白皙的脸颊投射出一片阴影，看起来乖巧的让人心软。纳尔逊被这神转折给惊到了，抬头看了看天，有些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是我太久没来帝都了吗？帝都的天，难不成还下仔仔？霍雷肖脸一黑，别废话，快点回飞船去。小家伙脸蛋通红，看起来不太妙的样子。霍雷肖半点都没发现怀里的奶团子是喝醉了，如果不凑近仔仔的嘴巴，以霍雷肖的酒量，根本就闻不出他身上的酒味。霍雷肖可是个能喝完一整瓶月河酒的狠人，月河酒是所有兽人公认的最烈的酒，就算是酒量好的兽人，喝一杯也能立马醉倒。红酒在霍雷肖眼里就和普通的饮料没什么区别，他更想不到，居然还会有人只抿了一小勺红酒就醉倒，即使那人是个幼崽。两个人抱着幼崽，急匆匆的就往飞船那儿赶。飞到一半就掉线砸到霍雷肖怀里的仔仔对此一无所知，等他酒醒了以后，看着床边围着的一溜陌生人，小家伙懵了。啊！仔仔他醒了，我们要干嘛？快来个人啊！出生的是一个穿着紫色紧身连体衣的短发女孩，女孩长得很漂亮，紧身衣很好的将女孩的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本应该是酷酷的御姐，此时却格外的无措。看着赫弟这么差劲的表现，纳尔逊早有准备，露出一抹早就训练好的完美微笑，声音故作低沉：仔仔你好啊。他相信自己营造的可靠气质一定能博得仔仔的欢心，只不过仔仔好像不是很吃这一套的样子。呜！小家伙看着纳尔逊，嘴巴一瘪，泪花花迅速在眼眶聚集起来，好不可怜。这个叔叔看起来好奇怪的样子，为什么仔仔会在这里？嘟嘟啊，彤彤啊！仔仔上下左右打量着房间，完全陌生的环境让小家伙有点害怕。系统那边忙于和9620打架呢，根本抽不出空来看仔现在在哪儿。这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候，自己要是打不赢9620这个小逼崽子，就得离开重新找宿主了。这么软乎乎的小崽儿，没了这个，他哪里还能找到第二个？坚决捍卫胖仔，绝不动摇。这就是系统的宗旨。没得到回应，小家伙眼泪吧嗒吧嗒直掉，干脆钻进被子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当然，按照惯例，还是把屁屁露在外面。只要自己看不见别人，别人就看不见自己。面对小胖仔掩耳盗铃的做法，赫弟他们能怎么样呢？当然是仔说什么就是什么。几个人打开门出去，往外一看，整个飞船的星道从门口挤到了外面。仔呢？狂热的兽人们踮起脚抻着脖子往里看，就算只看到床上那一坨可可爱爱的小鼓包，也高兴得跟个傻子似的。我看到仔了，我看到了，仔好可爱。怎么样，仔熟悉不？有什么想要的？我这就给他抢啊呸，买来。这边飞船上的兽人们在狂欢，而另一边发现仔不见了的艾瑞驰却心急如焚。霍雷肖从控制室出来，就看见这群不省心的家伙堵在小孩门口，不耐烦的抬手，指尖跳跃的火焰飞向人群。每个兽人在6岁的时候都会进行一次觉醒，一部分人会觉醒属于自己的能力，霍雷肖觉醒的能力是火焰。当然，这并不代表觉醒了能力的人就注定比没有觉醒的人要优秀，没有觉醒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提高精神力。船员们知道是老大不高兴了，只能悻悻地离开，一时间作鸟兽散，门口瞬间安静下来。小孩醒了吗？霍雷肖凝眉问道。当飞船上的医生告诉他小家伙是喝醉了的时候，霍雷肖足足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啼笑皆非地把仔安置好。醒是醒了，就是……纳尔逊有点迟疑。霍雷肖见纳尔逊这样，
大概猜到了是什么情况。推门进去一看，小家伙正撅着屁屁钻在被子里，不知道在做什么。皮鞋踏在地板，发出哒哒的声音。霍雷肖把挡住眼睛的红色头发撸到脑后，大马金刀的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不说话，就这样盯着鼓起的小被子。他很喜欢和这小家伙待在一起，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自己躁乱的精神海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自那以后，自己就一直看他的直播，最近居然连镇定剂也不需要注射了。微眯着眼，霍雷肖发现这样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似乎比直播的效果更好，感觉暖洋洋的。还真是个宝贝，有点不想还回去了怎么办？不如就不还回去了。修长的手指搭在座椅上，有一搭没一搭的点着。霍雷肖淡定地做出决定，俊朗的眉眼是悠闲与恣意。至于做出这样的决定后会不会被艾瑞驰和奥德斯尔追杀，霍雷肖并不是很在意。他既然能做星道，就其注定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想做什么就去做，这是霍雷肖一向的处事风格。感觉被子里氧气有点不够用，憋红了脸，小家伙把被子一掀，就看到了之前被自己蹭了一根烤串的坏蛋。小孩懒散的挥挥手，红发张扬的俊美男人语调轻快，白皙的脸上是愉悦的笑意，红色的瞳孔都显得有点温柔。为什么仔仔会在界里？他是来让季季还肉肉的吗？吃了人东西的胖仔仔有点心虚，眨巴眨巴圆滚滚的大眼睛，不敢和霍雷肖对视。霍雷肖好笑地看着这只心虚的胖团子，我叫霍雷肖。肖肖，喜欢说叠词的小朋友奶声奶气地歪着头道，有点不确定。第一次被人这样叫名字的霍雷肖有些不自在，重复道：霍雷肖。肖肖，听清楚的仔仔认真道。这一次小家伙不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变得更自信了，是怎么回事？是谁给他的自信？霍雷肖纳闷了。小孩子的莫名其妙，大人是不会懂的。知道了霍雷肖的名字，仔仔小朋友礼尚往来，指着自己软乎乎的自我介绍：仔仔哦。社交的第一步就是彼此交换名字。大概是因为那一串之恩，小家伙对霍雷肖比较熟悉，胆子也大了起来，手脚并用的爬到床边，一把扑到霍雷肖怀里，问：嘟嘟爱爱啊？彤彤啊？仔回家。嘟嘟和爱爱呢？彤彤呢？仔仔要回家。霍雷肖被大胆的小家伙吓了一跳，下意识的伸手把人捞到自己怀里，软绵绵的团子暖洋洋的，抱在怀里简直不要太舒服。胆子这么大，就不怕脸朝地狠狠摔一跤？等下把你鼻子给摔断，丑死你！霍雷肖手上没忍住撸起了软绵绵的小胖仔，嘴上却凶凶的吓小孩。他知道这小孩是个爱美的，平时咂完小辫儿能在镜子前臭美好久，但现在的仔仔小朋友今非昔比，他可不是吓大的，完全不再怕的，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这是一只恋家的胖仔仔，离开一会儿就想自己的老父亲们想的不行。仔仔小朋友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喝醉酒这回事，背后的小翅膀也在飞到一半的时候缩了回去，要不然也不能掉到霍雷肖怀里。回家？那是不可能的。霍雷肖在心里这样想，但是怕小家伙难过，嘴上又是另一套说辞。爱爱把你暂时托付给我了，接下来将由我来照顾你。呸呸呸，什么嘟嘟爱爱彤彤叠词什么的，恶心死了，一点也不符合我老大的身份。说完，霍雷肖就忍不住吐槽：不过彤彤是谁？他看直播的时候没见过这个人啊。霍雷肖有点奇怪的想，怀疑的小眼神看着霍雷肖，仔仔小朋友有点迷茫，同时心里又有点委屈。只上了几天幼儿园的小家伙不明白什么是托付，只听懂了最后由霍雷肖照顾他的那句话：爱爱不要仔仔了吗？彤彤不理仔也不要仔仔了吗？那嘟嘟呢？嘟嘟不细说会肥来吗？难道家里没有钱了，所以才把仔仔送给别人了吗？胖胖说什么东西都要用钱换，4不4仔每天都要喝4瓶 mini 啊，3碗糊糊，还有好多小零食，吃的饭太多，爱爱养不起仔仔了。其实仔仔也可以少吃点点啊。小家伙强忍着泪水，攥着霍雷肖胸前的衬衣，小鼻子一抽一抽的，脆弱的小奶音一下子就让霍雷肖没辙了。不是，你哭什么？我可没打你。该死的，这小家伙怎么哭得自己心慌？威名响彻帝国，一向桀骜的星道老大，在面对这么一只小小弱弱的糯米团子时，居然心慌起来了。仔仔要回家。小家伙抽抽搭搭的想回去。回家？霍雷肖现在只想让这糯米团子别哭了，仔仔提什么要求他都能答应，可还没来得及点头，这小家伙又变卦了。算了，仔不回去了。仔小朋友哽咽的说。又不回去了？现在的小孩都变得这么快吗？霍雷肖没太反应过来。仔吃一多多，爱爱米友，钱啊。想到这儿，这只伤心欲绝的糯米团子又忍不住掉起了金豆豆。爱爱喝的那个红红的水太难喝了，仔不想让爱爱喝那个了。仔不在家，爱爱应该就有钱吃饭了吧？仔只是想让爱爱吃的好一点而已。艾瑞驰没有钱，这哪儿跟哪儿啊？
作为帝国的首都，艾瑞驰能没钱？霍雷肖不明白为什么小家伙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这都不重要，既然小家伙自己不愿意回去，那就怪不得自己不还崽喽。霍雷肖挑挑眉，修长的手搭在崽崽背上，慢慢的安抚这只伤心的胖团子。系统看着这一切，却不能去哄自家胖崽儿，着急的要命。你个小逼崽子，快给你爷爷滚！崽儿是我的宿主，识相的快滚！属于系统的空间里，两只白团子扭打在一起。我就要和他绑定。9620不放手，两只捅你，不让我不让你。他受够了那些沙比宿主。不是，你为什么就想着我的宿主？别的桶也有宿主，你怎么不去找他们？系统真的无语了。谁叫论坛里只有你把自己的宿主贴出来了，还把定位放在帖子里，我不找你找谁？9620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系统没想到，就是自己随手发的一个帖子，居然给自己招来了一个竞争者。要是他早知道会这样，他一定把自己的手给砍了。叫自己手贱，现在好了吧？说个条件吧，你要怎么样才能离开？两个人僵持不下，系统没了法子，只好开枪问道。现在仔仔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一定很害怕，自己要赶快去哄哄他才行。9620啥也不想要，哼了一声，我就想和你的宿主绑定，别的什么都不要。我看得很清楚，你现在应该不止能量不够的问题吧？主要程序缺失，就算攒够了能量也不一定能回去，但我有传送阵，你应该知道传送阵的作用吧？系统一顿，他当然知道传送阵是干嘛的。传送阵可以将使用者传送到任意地方，只要有坐标就行。传送阵只有高级商城才可以购买，它的主要程序缺失，许多功能都消失了，高级商城也随着程序的缺失而关闭，根本就没办法购买传送阵。现在它只有中低级商城，主神可以帮他修补缺失的程序，可要见到主神，前提是要回去才行。9620看着系统，语气里不乏得意。主要程序缺失，你应该很难受吧？只要和你的宿主解绑，让我和他绑定，我就把传送阵给你，怎么样？系统沉默了。9620说的没错。9620觉得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于是松开抓着系统的手。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不对劲，自己的程序居然被放了炸弹。这个炸弹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炸弹，而是能破坏系统程序的东西。但很快，9620镇定下来，不屑地看着系统。你以为区区一个炸弹就能伤到我吗？我当然知道一个炸弹不能伤到你。系统笑了，现在两只桶是以人形的身体面对面站着，所以我放了100个。炸弹可以在终极商城购买，绑定仔仔的这段时间，系统攒了不少狂暴值，换成能量，不多不少，刚好购买100个炸弹。100个？你怎么有这么多能量？9620的声音提高。我就不信炸不死你。系统双手环抱，悠哉悠哉地看着9620。我呸！这家伙还真以为区区一个传送阵能让他心动。他不过是想拖延时间放炸弹罢了。回不去就回不去，他要是走了，他家胖仔被人欺负了怎么办？还是那句话，系统不能放心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照顾仔仔。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引爆了。别，我走就是了。9620怕了，当初沙比宿主用10个炸弹就把他炸得4分5裂，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再炸一次还是100个炸弹，他怕自己直接就碎成渣渣了。9620离开，系统这才放下心来。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账户，系统苦笑一声，合着现在一朝回到解放前了。算了，至少小家伙没被别的桶抢走。这么折腾好一会儿，房间里又只剩下仔仔了。小家伙哭了太久，直接给哭睡着了。变成人形，系统碰了碰小糯米团子软绵绵的脸蛋儿，刚想打开直播，系统却发现自己连开直播的能量都没了。熟睡的小家伙好像感受到了系统的触摸，小嘴巴微微蠕动，睫毛颤抖一下，随即慢慢睁开眼睛，呆呆地看着系统。小家伙像是不可置信一般。好一会儿，仔仔才惊喜地喊道：统统，我在。系统笑了，细长的手指整理好小家伙睡得凌乱的小卷毛。统统不在，仔仔哭哭啊。统统刚刚不在，仔仔想你想的都哭了。小家伙抱着系统依赖的撒娇。系统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仔仔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到的人，无论什么时候，系统都陪着小家伙，只要仔仔出声，系统就会给他回应。这种无时不在的陪伴给了小家伙极大的安心感。可刚刚仔仔却没听见系统的回应，这让小家伙害怕极了。还好统统在这里，闭着眼睛在系统怀里贴贴，即便这个怀抱不温暖，小小的糯米团子也格外的喜欢。好了，好好休息吧。抱了一会儿，系统把小家伙放到床上。系统碰不到除仔仔以外的任何事物，也不能帮仔仔掖被子，只能指导着小家伙自己把被盖好。
仔仔乖乖地躺在床上，小手手抓着被子边边，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却一眨不眨，舍不得闭上。小胖仔生怕自己闭上眼睛，统统就不见了。看着仔仔红彤彤的眼眶，系统心疼极了。仔仔乖，好好睡一觉，统统就在这里陪着你好不好？不走。小奶音里满是依赖。不走。系统笑得温柔，俊朗的面容上是让人信任的神色。如此再三，小家伙才放心的闭眼休息。另一个房间，霍雷肖看着显示屏里小家伙对着空气中的某个人撒娇交流，红色的瞳孔微微一暗。小孩口中的统统会是这个看不见的家伙吗？安静的房间，门外传来敲门声。是纳尔逊。老大，基地那边传来消息，附近有虫族入侵，我们还回去吗？得到允许，纳尔逊推门进来问道。霍雷肖把显示屏关上，略加思索后点点头。一切照常，不过是一些虫族，不足为惧。好嘞，我这就和穆恩说。目送纳尔逊离开，霍雷肖重新打开显示屏，看着房间里熟睡的小家伙，心里有了决断。星号饱饱的睡了一觉，虽然还是很想嘟嘟和爱爱，但是有了系统的陪伴，小家伙已经没有刚开始的害怕了。摸摸咕咕叫的小肚肚，仔仔觉得自己有点饿了。今天早上的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完，小翅膀又消耗了许多能量，现在可不得饿得咕咕叫。天大地大，都没有填饱肚鸡重要。小家伙熟练地把枕头丢下去，抱着被子滑到枕头上，然后溜溜达达的就出去了。房间的门是锁上的，也没有像别墅那样有识别小家伙的功能。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触碰到门的一瞬间，小家伙居然毫无阻碍地出去了，就像之前从别墅的防御系统穿过一样轻松。仔仔不知道，还以为所有的门都和家里一样，挺着小胸脯就溜出去了。小鼻子微微翕动，这只贪吃的胖仔顺着味道找到了厨房。鹤弟正在给自己开小灶。火焰星道团没有厨娘，团员们吃东西要么叫生活机器人准备，要么就自己准备。生活机器人做饭虽然方便简单，但鹤弟觉得味道千篇一律，如果不是特别忙的话，鹤弟都是自己做。今天鹤弟打算做饺子，下了锅就快煮好的时候，厨房来了一位吃白食的不速之客。咕，人未到声先到，咕噜噜的声音传入鹤弟耳中。扭头看去，厨房门口空无一人。又过了一会儿，一颗圆滚滚的小脑袋突然出现。仔仔原本的衣服被小翅膀撑坏了，现在穿的是霍雷肖特供的小狼玩偶服。有的男人啊，嘴上说着不喜欢幼崽，背地里却偷偷给小胖仔买自己种族的玩偶服。灰色的狼耳朵，毛茸茸的小帽子包着胖仔的脑袋，只露出肥唧唧软糯糯的大脸盘子。小家伙仰着肥嘟嘟的脸蛋儿，一双眼睛发光般的看着香味的来源，那口煮着饺子的锅。鹤弟一下子就被小家伙击中了少女心，主动崩人设，温柔的蹲下身子和仔仔平视。仔仔，怎么了？这声音柔的能滴出水来，要是被纳尔逊听见，肯定能瞪掉眼珠子。凭啥和他说话的时候就凶巴巴的，和仔仔说话就这么温柔？妥妥的偏心。谢杰，仔仔饿啊。仔仔小朋友抱着瘪瘪的小肚子，眨巴眨巴眼睛，期期爱爱的想要蹭几口吃的。论蹭吃蹭喝，仔仔论第二，就没人敢论第一。关于蹭吃这件事，小家伙就没失败过。被这样一只软嫩可爱的幼崽用期待的目光盯着，哪怕鹤弟平时打起架来毫不手软，现在也完全抵抗不了。仔仔在这坐着，姐姐给你盛。把小狼崽放在座椅上围好，口水兜兜。鹤弟把饺子弄碎以方便仔仔吞咽，然后才放到桌子上。至于为什么一个新道团会有口水兜这种东西，那就要问纳尔逊了。纳尔逊自从迷上仔仔的直播以后，每天除了看仔直播，就是疯狂给团员安利崽儿，成功的将所有团员都变成了仔的巴巴麻麻粉。这就导致整个团的团员每次出门看见小孩用的东西都忍不住买回来，久而久之，即便团里没有小孩，也到处都能看见小孩用的东西。小家伙饿得慌，饺子一到面前就迫不及待的开吃。当然，还记得以前被烫到的教训，仔仔在吃之前还是非常认真的鼓着嘴巴吹了2下，确定不会烫到自己才放心的塞进嘴里。嗷呜嗷呜嗷呜，一口又一口，小小的糯米团子吃得满足极了，就差把小肥脸埋进碗里了。霍雷肖打开门，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和鹤弟一样坐在小家伙对面，两个成年兽人就这样不自觉地拖着脸看起了小小幼崽的吃播。真有这么好吃吗？霍雷肖被仔仔的吃相馋得咽了咽口水，脑海里不由得闪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时他也问出了声。小家伙一听，小胖手立马就停了下来。这个问题仔会好吃的。仔仔认真的点头，一双圆滚滚的眼睛里充满了对这顿饭的满意。这是仔仔第一次吃饺子，虽然现在慢慢的在长牙了，能吃的东西比从前丰富不少，但小家伙吃的东西还是以流食和半流食为主。除了之前从霍雷肖手里蹭的那根烤串以外，饺子这种需要咀嚼的东西基本是和仔仔绝缘的。以为霍雷肖也饿了，
仔仔小朋友非常大方的把碗往霍雷肖的方向推。潇潇，给你吃一点点啊。看在潇潇以前给仔吃过肉的份上，这个就给你吃一点点吧。就一点点哦，不能多吃。看见旁边还没吃的鹤棣，想起来这是谢姐给自己的，仔仔又把碗朝鹤棣的方向推了推，差点把谢姐忘了。谢姐也吃啊。一起。潇潇和谢姐一起吃。小小的碗里还有大半的饺子，给仔仔吃是绰绰有余，但对于2位成年兽人而言却是塞牙缝都不够。可是这是仔仔送给我的爱。鹤棣心动了，手刚想伸过去，却被霍雷肖的视线截住。感动你就试试。虽然没有说出来，但眼神里却明晃晃地写着这句话。干！有本事就当着仔的面说出来，背后耍阴的算什么老大？呵。霍雷肖不说话，眼神凉凉的放在鹤棣身上。仔仔，姐姐现在不饿，还是老大吃吧。鹤棣还是屈服了，不情不愿地拒绝了仔仔的邀请。不知道社会险恶的小胖仔信以为真，遗憾地看了眼鹤棣。真可惜，这个谢节不能吃好吃的了。随即把清澈的眼神放在霍雷肖身上，奶嘟嘟地说：吃啊。见小孩这么宝贝这碗饺子还愿意分给自己，霍雷肖十分愉悦地舒展眉眼，同时心里升起了一股恶趣味。手腕一动，能把小家伙整张小肥脸都装下的碗在霍雷肖手上显得格外娇小。碗一翻一起，再到仔仔小朋友面前时，已经空空如也。这家伙把小家伙的饺子一点不剩的全吃了。仔仔泪汪汪，潇潇大坏蛋，你有啊？不了解人心险恶的小家伙瞪圆了眼睛，不敢相信这个残忍的事实。小胖手抱着碗，这下一张软嘟嘟的小脸真的是完全埋了进去，可就算这样，也丝毫没有再找到半点剩余。从碗里把脸蛋啵的一声拔出来，仔仔已经泛起了泪花，好不可怜。鹤棣都被小家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给软化了整颗心，忍不住用谴责的眼光看着霍雷肖。太过分了，仔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他？霍雷肖干坏事的时候很开心，现在被小家伙盯着又觉得有点不自在了。怎么回事？这心怎么酸酸软软的？自己是心道，是硬汉来着，怎么能被小家伙看一眼就心软了？仔心痛哦。捂着圆滚滚的肚子，小家伙伤心欲绝。鹤棣，仔仔来这么一出，突然就有点生气不起来了。系统都笑喷了，忙不迭的给仔仔示范。啥在哦？这里是肚子，心在这里。哼，什么肚脐什么星，统统在说什么？仔仔现在太难过了，什么都不听。小家伙两耳不闻窗外事，小胖手抱着肚子不撒手。看着这只小狼崽伤心的耳朵都耷拉下来了，霍雷肖终究是心软了，认命的蹲在仔仔面前哄他。小孩，你要怎么才能不哭？都怪他嘴贱，多余吃这一口做什么？不过逗小孩的感觉出乎意料的有点不错，是怎么回事？软嘟嘟的小狼崽哭声一顿，嫩生生的小奶音传来。仔要看小猪猪。小猪猪，这动人的名字，霍雷肖保证他是第一次听。老大，动画片儿。常看仔仔直播的鹤棣提醒道。虽然霍雷肖也常看仔仔直播，但一般都是一边看一边就舒服的睡着了，对于直播的内容那是一问三不知。得到提示的霍雷肖了然的点头，不就是看个动画片吗？给他看就是了。可打开动画片，霍雷肖就后悔了。他也不知道这小孩看动画片的时候还要个人陪呀。小胖仔看之前还问了霍雷肖看过小猪猪没，在霍雷肖说没看过以后，他明显能感受到这小家伙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了。那双圆滚滚的眼睛就好像在说，快来看呀，这里有个土鳖，连小猪猪都没看过。霍雷肖刚想解释，就被小家伙胖嘟嘟的手一把堵住。可闭嘴吧你，仔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为了照顾霍雷肖这个从来没看过的大人，小家伙特意为了他从第1集开始看起。怕霍雷肖理不清人物关系，每当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就算话还说得结结巴巴，小家伙也要超级认真的给他解释。霍雷肖对于小家伙的贴心表示非常感动，但是作为一名成年兽人，他真的不想知道一只小猪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叫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每天都要干什么。但仔小朋友一旦投入进去了，那就由不得霍雷肖愿不愿意了。霍雷肖要是听得昏昏欲睡，小家伙就举着小胖手给他把眼皮撑开，继续讲解。之前在别墅的时候，仔就是这么给奥德斯尔和艾瑞驰讲解的。后来2个男人长了教训，每次到小家伙看动画片的时候，就借口有事处理，偷偷溜走。这样一来，仔小朋友就会在别墅里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儿一起看动画片。为了不让小家伙碎碎念的给自己介绍小猪一家，别墅的侍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恶补了小猪一家的族谱。可怜老管家100多岁了，还要去看动画片，每天都看直播。知道仔看动画片的习惯的鹤棣躲在角落，看着自家老大被小胖仔折磨，暗道一句活该。仗着霍雷肖看不见自己，
系统也幸灾乐祸的在霍雷肖面前做鬼脸，叫你欺负我家笨仔，哼！幸灾乐祸过后，系统突然就发现自己突然有了一大笔狂暴值进账，仔细一看，居然是从霍雷肖身上来的。这倒也不稀奇，系统第一次碰见霍雷肖的时候，就看出来他的狂暴值和奥德斯尔、艾瑞驰两个不相上下。但霍雷肖身上的狂暴值虽高，却并不容易被吸收过来。吸收狂暴值，首先需要让被吸收者放下心防，心情愉悦。霍雷肖虽然看着桀骜不驯、吊儿郎当，但内心的防线极深，所以仔仔第一次和霍雷肖见面时，系统并没有从霍雷肖身上薅多少羊毛。看着霍雷肖脸上不耐烦的样子，系统有些出乎意料。看不出来啊，这家伙原来是个闷骚，看起来这不满意那不喜欢的，没想到早就被他家胖仔给征服了。哼，不愧是他家的仔。双手环抱，系统与有荣焉，看起来得意极了。再有一点狂暴值进账，他就能转化成足够的能量开直播了。可接下来的2天，系统却迟迟没有攒够开直播的能量。又是平常的一天，可今天仔仔的情绪却有点低落。他想嘟嘟和爱爱了。在家的时候，仔仔每天都能看见2位老父亲，就算奥德斯尔不在家，小家伙也要等到奥德斯尔和他视讯一段时间才愿意睡觉。不管多晚，只要没和嘟嘟见面说话撒娇娇，没和爱爱说晚安，这只小仔仔就不肯睡。现在已经2天没和嘟嘟爱爱见面了，小家伙就和没有阳光的向日葵似的，整只仔都蔫了，任凭霍雷肖和系统怎么哄都没用。忽然，赫蒂急匆匆地走到霍雷肖面前，在霍雷肖耳边说了些什么。只见霍雷肖眉头微蹙，视线望向某只蔫哒哒的小呆仔，赤红的瞳孔带着些笑意，有些玩味。果然还是被发现了。老大，怎么办？告诉穆恩，加快速度回基地。好的。赫蒂来得匆忙，走得也匆忙，一头短发，看起来干脆利落。飞船的速度猛然加快，系统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半个小时后，飞船靠近边境的基地，刚刚还蔫哒哒的小家伙突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似的，小脑袋猛地一抬，小鼻子抽了抽，奶乎乎的声音里满是笃定。嘟嘟，既嘟嘟大，味道。随着这一声落下，白色的翅膀突然从背后展开，小家伙着急地穿过飞船，朝有嘟嘟味道的方向飞过去。